雷电交加的雨夜，玄天州极北之地，七绝门藏剑峰。一道道耀眼的电光划破天际，照亮了整座藏剑峰。山顶之上，一道风姿绰约的身影从黑暗中飞出。这身影是一位妇人，看上去不过30岁左右。妇人停下颤抖的脚步，无力地倚靠着一棵古木，呼吸有些急促。妇人名叫陈妙善，她乃是七绝门掌门沈灵的结发妻子，修为已至金丹后期。此刻的陈妙善衣衫不整，外衣处有着多处剑气撕裂的口子，当中风景若隐若现。陈妙善脸色有着一抹异样的潮红，雨水滑落她的脸庞，却显得愈加妖艳。陈妙善后背上还趴着一位少年，看上去不过18岁左右。少年衣衫带血，面色惨白，似乎受了很重的内伤。少年名叫沈七，他乃是沈灵及陈妙善众多弟子中最年幼的一位弟子。沈七天赋极佳，沈灵夫妇对他最为疼爱。不知何时，昏迷多时的沈七艰难地睁开双眼，望着疲惫的陈妙善，沈七双眸浮出一抹通红，颤声道：“师娘，您还是放下徒儿自己先走吧，徒儿不想拖累你。您背着我，定会被那恶贼追上，到时候我们2个都逃不了。”陈妙善怜惜地抚了抚少年的脑袋，朝少年扯出一抹强笑，安慰道：“妻儿莫要再说胡话，你坚持住，师娘一定能带着你安然离开藏剑峰。”虽然陈妙善看起来同样狼狈，但是他的神情十分坚定，一双玉手不自主的十指紧握，关节都有些泛白。他的双眸之中浮现出一抹凌厉的凶芒，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方山道。休息了片刻功夫，妇人强撑起身子，正欲逃命而去，忽然察觉四周的气浪朝着自己的方位涌动而来。气浪之中潜藏着一道很辣的凌厉剑气，剑气呼啸，急速斩向陈妙善颈间。陈妙善双手连连掐诀，一道凌厉手印翻腾而出，径直轰向斩来的剑气。砰的一声惊天炸响，手印与剑气撞在一起后双双消散。陈妙善的身子不由得后退了3步，脸上的潮红更甚3分。一道阴恻恻的桀桀声传来：“嘿嘿，夫人不愧是金丹后期的高手，想不到夫人在中了老夫的噬春散后，不仅能够强行压制药劲扩散，而且还能可以发挥出金丹初期的修为，老夫真是佩服。”一道黑色身影御空飞来，停在陈妙善身前10丈处，一脸冷笑地盯着陈妙善。陈妙善冷冷地望着来人，对方身上有着隔绝神识的法宝，他的神识感知不到对方的具体修为。相视片刻后，陈妙善寒声道：“道友究竟何方高人？为何无故对我门中的小辈出手？难道不怕遭到修仙界同道的耻笑吗？”黑影冷笑连连：“只要你们死了，又有谁能够知晓是老夫所为？嘿嘿，夫人中了我的是春伞，现在是否觉得身子格外的燥热难耐？夫人莫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不如从了老夫，你我好生快活一番，老夫或能大发慈悲，留你们一个全尸。”哈哈哈！陈妙善怒斥道：“贼子狂妄！”陈妙善双手连动，捏出一道复杂的咒印，只见一道银色灵力从他指尖飞出，灵力急速飘向天际上空。灵力消失的瞬间，半空中便划出一道耀眼的雷光，轰隆一声爆响，刺眼的雷电光芒劈落，雷电之力劲直朝着黑影劈去。黑影面色大惊，惊恐道：“杜灵隐结束，快停下！你是不要命了吗？”雷电之力袭来得太快，黑影仓促间在自己周身设置出了一道灵力护罩，同时右掌一挥，一道蕴含着毁灭气息的符纸扔出，符纸以迅雷之势射向陈妙善。又是砰一声冲天炸响，黑影身前的灵力护罩瞬间碎裂，恐怖的雷电轰在黑影身上，身影瞬间瘫倒在地，周身已是一片焦黑，生死未知。与此同时，射向陈妙善的符纸蓦地爆开，一道远超金丹境的灵力从符纸中散出，灵力凶狠无比地击中了陈妙善心口。陈妙善身子倒飞而去，而他后背的少年沈七在灵力波的冲击下，先是重重地摔落在100丈外，而后又被陈妙善结实地砸了一下。沈七再次陷入昏迷，落地的陈妙善也是忍不住噗的一大口鲜血喷出，一缕鲜血溅落在沈七心口。他刚刚强行催动灵力，此刻体内的压制的噬春伞彻底爆发，陈妙善全身上下当即变得通红，犹如烧红的铁块，红得吓人。诡异的是，沈七心口的鲜血竟然莫名渗入他的身体内，他的身子也莫名变得通红。雨更大了，雷电一时轰隆响个不停。忽然间，漫天大雨停住，电闪雷鸣也是同样硬生生地停在半空之中。只见到一只散发着金光的萤火虫自虚无中缓缓飘现，萤火虫径直钻入沈七眉心，眨眼间消失不见。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昏迷中的沈七莫名站起身子，一把抄起重伤的陈妙善，同时右手一挥，一道金光飘出，10丈外的黑影瞬间炸裂碎开，跟着就见到黑影体内的元婴直飞落到沈七掌心中。沈七随手一握，黑影元婴当即被他塞入口中，
咕咚吞入腹中。吞下元婴后，沈七周身再次泛出一团金光，金光覆盖住抱着的陈妙善。沈七徐睁眼，其眸中射出一道凌厉金光，冲破天际，眨眼消失不见。沈七身形一晃，瞬间消失在藏剑峰。再出现时，已经出现在一座洞府中。沈七将昏迷的陈妙善扔到了床榻上，双手猛地一撕，陈妙善那婀娜曼妙的身子便赤裸地展现在沈七眼前。不知为何，沈七周身的金光仿若退潮的流水一般，径直钻入他的体内。呼吸之间，沈七双眼猩红，周身赤红，一股灼热的火烧感如同在燃烧着他。目光死死地着床榻上的陈妙善，沈七口中吐出一声嘶吼，疯狂地扑过去一声轻叹。沈七颤抖，昏迷中的陈妙善口吐仙音，沈七耳中听着如同平地惊雷。沈七心神瞬间炸开，双眼欲红。一夜过去，拂晓时分，昏睡中的沈七慢慢睁开了疲惫的双眼，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他一眼便看到躺在自己身侧的陈妙善，不禁一愣。沈七拍了拍疼痛的脑袋，呢喃道：“这是啊，我怎么会在这里？”良久，沈七方从恍惚中回过神来，浮现一抹复杂之色。此刻在沈七脑海里莫名多出了一些原本不属于他的记忆，陌生而繁杂。沈七皱眉自语：九色天赤霞界，东荒玄天州，七绝门，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沈七脑海里一片混乱，明明自己是孤身一人在申城打工谋生，昨夜一时兴起爬上了紫铜山顶，岂料一个不小心从山顶上摔落悬崖。飘落在半空时，沈七依稀记得自己看到有一只散发金光的萤火虫幻化而出，飞到自己身前尺许，朝他射来了一道金光。然后沈七就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仿佛被什么东西拉扯住了，脑袋疼得厉害。接着沈七只感觉双眼一黑，彻底失去意识。沈七就这么稀里糊涂摔死了，至于后面发生了什么，他毫不知情。沈七面色古怪，苦笑一声，难道是我灵魂穿越了？收回思绪，沈七拍了拍胀痛的脑袋，脑海中慢慢开始整理那些陌生的记忆。这副身躯的原主人正是七绝门门主沈灵的关门弟子沈七。这位沈七一出世就被父母遗弃在七绝山下，幸运的是被七绝门门主沈灵发现，门主沈灵便将他带回七绝门，收为关门弟子，并赐名沈七，授他修仙之道。没多久，沈七彻底消化了前身的所有记忆，嘴角不由得露出一丝浅笑。虽然不知这九色天距离原来的蓝星究竟有多远，可此方天地居然能够修仙长生，看来我沈七也算是遇到莫大机缘了。这前身沈七的资质颇佳，乃是千年难遇的金属性天灵根。前身沈七还未及弱冠之年，还有7个月才能到19岁，可此人的修为却已是达到筑基后期大圆满，只需再进一步就能突破至金丹期，足见前身沈七修行天赋是何等恐怖。东荒下辖9州之地，玄天州隶属其一。在东荒，修仙宗门不计其数，涌现过不计其数的天才。即便如此，能在20岁之前修炼到筑基大圆满，也称得上万中无一。须知玄天州之地，修为达到金丹初期，已是能够担任一方宗门的外门长老。绝大多数普通宗门长老修炼至金丹时，十有八九都已是100岁之龄。金属性天阶灵根可谓是真正的天赋异禀，人中龙凤。非但如此，这沈七不仅资质上佳，更可贵的是还生得一副好皮囊，当真是剑眉星目，玉树临风。想到这些，沈七不由得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心道老天爷还是挺眷顾自己。正当沈七还沉浸在遐想中时，一道陌生的呼唤声响起：“七儿，你在哪？”沈七皱了皱眉，望着眼前那绝美的洞体，开始不由得觉得头疼起来。整理了融合的记忆后，沈七这才反应过来，眼前的女子正是前身的便宜师娘门主夫人陈妙善。可惜前身沈七已经死了。沈七似笑非笑，低声自语：“错误已经发生，再去纠结也无太多意义。既然我沈七占据了你的身体，且让我替你在这9色天好好闯出一番名堂吧。”鬼使神差的，沈七忍不住俯首埋入陈妙善的饱满中。沈七只觉得柔软无比，一缕淡淡的桂花幽香飘入沈七的鼻中，沈七的呼吸都不由得急促了些。沈七一时有些心猿意马，忍不住蹭了蹭，仿若流水波涛般的晃动。应！陈妙善嘴角忍不住溢出一声轻吟。沈七猛地一惊，连忙起身穿好衣物，正欲轻手轻脚地离开洞府，不曾想沉睡中的陈妙善却是缓缓睁开双眼。陈妙善迷迷糊糊起身，目光朝四周一扫，当即看到蹑手蹑脚想要逃离的沈七。陈妙善神色一喜，他还没注意到自己赤裸着身子，下意识地拉住沈七的手，问道：“七儿，我们这是在哪？”沈七神色有些僵硬，结巴道：“你醒了？”啊！陈妙善发出一声尖锐无比的惊叫，吓得沈七连忙扑上前，一把捂住他的嘴。
陈妙善惊恐地挣脱沈七，退回床榻最内侧，手忙脚乱地抓起一旁床褥，遮住那洁白无瑕的玉体。沈七莫名烦躁，怒道：叫什么叫，吵死了！您喊这么大声，是想把别人叫过来看戏吗？陈妙善望着眼前的徒儿，只觉得十分陌生，好像变了个人。陈妙善目光复杂地盯着沈七，两行清泪滴落，他的内心已然崩溃，想不到自己竟与徒儿有了夫妻之实。陈妙善依稀记得昨夜不幸身中黑影人的是春散银毒，而后自己施展引灵术，想要和对方同归于尽，不曾想被黑影人一击重伤，彻底陷入了昏迷。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陈妙善只觉得羞愧难当。忽见陈妙善掌心灵力涌动，抬起右掌就要朝自己天灵盖拍去。陈妙善将沈七当作亲生儿子来看待，却和自己最疼爱的徒弟发生了苟且之事。陈妙善心中万念俱灰，自己如今失了贞洁，如何对得起夫君沈灵？陈妙善无脸活在世上，只想了结自己。沈七眼疾手快，一把抓住，趁着陈妙善心神放松之际，沈七拿出一道风镜，禁锢了陈妙善的灵力。沈七白了他一眼，斥道：您这是干什么？不过春宵一夜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还寻死觅活的？陈妙善泪眼婆娑道：妻儿，你知不知道我们犯了多大的错？我是你的师娘，若是你师父知道了，我岂有脸活在世上？沈七听到他说这些，神色愈加不耐烦，毫不客气道：此事天知地知，只要我们不说出去，又有谁会知道？您就当做了个梦，梦醒了就把它忘了，不就什么事都没了？陈妙善神色愈加悲哀，泪如雨下。看着他这般模样，沈七反感道：哭哭哭，有什么好哭的？又不是死了爹妈。陈妙善抬头惊望沈七，一脸难以置信。沈七嘿嘿一笑道：昨夜师娘您可是紧紧地抱着徒儿，我挣脱不了，才顺从您的。说起来，还是我为师娘您彻底解了银毒，这些不过你情我愿的小事，何必挂怀？闻言，陈妙善脑海如遭五雷轰顶，神色呆愣地望着沈七，口中喃喃自语：妻儿说的没错，是我自己银毒发作，主动勾引了妻儿。妻儿当时也是重伤昏迷，她并没错，错的是我，我是一个淫贱不堪的女人。陈妙善心如死灰，手中捂着的被褥也缓缓滑落，目光呆滞地坐在床榻上。沈七转过身来，目光一片火热，死死盯着陈妙善。目光所及，那清丽又娇媚的玉容，那秀柔且晶润的玉颈，那洁白及细腻的饱满，如此春光，沈七内心的欲念又开始蠢蠢欲动。他体内的噬春散并未完全驱除，此刻经受如此刺激，沈七双眼瞬间猩红，身体燥热无比。沈七猛地扑向陈妙善，双手动作开始变得粗鲁，变得疯狂。陈妙善一惊，脸色大变道：妻儿，你干什么？快放开我！沈七咿咿呜呜道：师娘，我身子烫得厉害，我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师娘行行好，再帮我一次。说着，沈七也强挤出几颗眼泪。陈妙善见沈七如此模样，还天真的认为沈七真的是身体不适。一番欲拒还迎之后，沈七大汗淋漓地瘫倒在陈妙善身前上。沈七闭着双眼，喃喃道：师娘，您真好，徒儿现在只觉得身心格外痛快啊。闻言，陈妙善内心愈加羞愧，可不知为何，见到自己最疼爱的徒弟刚刚表现出对自己的迷恋神色，陈妙善内心却生出一丝莫名的欢喜。这一丝心绪刚一出现，陈妙便惊慌地摇摇头，羞愧之色更甚。陈妙善心道：妻儿是自己最疼爱的徒弟，他自己只是为了帮他解毒，怎么能够生出这种肮脏的心思？陈妙善低垂真手，痛苦道：妻儿，错不在你，一切只怨那个黑影人卑鄙歹毒，使用噬春散对付你我。如今你我铸成大错，往后你叫师娘如何自处？望着陈妙善凄凉的脸孔，沈七一把搂住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安慰道：师娘不必长吁短叹，一切后果由徒儿承担，师娘就当作是一场梦，醒过来就把它忘了就行了。闻言，美丽高贵的陈妙善脸颊顿时泛红，整个秀颈通红一片，无奈又娇羞的紧闭心眸，眼角一片晶莹，甚是惹人怜。休息片刻后，沈七装作没事人一般问道：师娘，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后山闭关，昨夜为何会有身份不明的黑影人进入后山？可是这段时间宗门发生了什么变故？陈妙善平复了一下情绪，无奈道：前2日天煞阁段清孝亲率天煞阁弟子强攻我七绝山，万幸的是你师父及时开启了护山大阵，将他们挡在内门外，只是我们七绝门外门弟子尽皆殒命。沈七不解道：师娘，天煞阁实力与我七绝门不相上下，那段清孝的境界不过元婴初期，可师父半年已经成功晋级元婴中期了，段清孝为何还敢公然偷袭我七绝门？陈妙善不着痕迹地整理好衣衫，轻叹一声，神色暗道：
这次段清笑不知从何处请来了化神期前辈出手，疯狂攻击我们七绝门的护山大阵。此阵乃我七绝祖师当初开山时所设，非化神境不能真正激活大阵神韵。七绝门早已没落多年，你师父以及4位长老都不是化神修为，如今仅靠他们5人主持阵法，这护山大阵也只能暂时抵挡那位化神修前辈的攻击。师娘担心，只怕日落之时就会……哎。陈妙善语塞，又是一声轻叹。沈七沉思一二，自顾问道：“依师娘您所说，段清笑能请动化神前辈，他所要付出的代价定然不小。可段清笑究竟在图谋什么？难道我们七绝门有什么至宝，值得他们如此动作？”陈妙善粉眸中浮现一丝赞叹之色，真手轻点，点头答道：“我与你师父以及4位长老商议后，一致认定段清笑此次的目标，乃是为了抢夺我们七绝门的七绝剑阵图。”沈七一愣，在前身的记忆中并没有关于这个七绝剑阵图的任何描述。沈七看向陈妙善，疑惑道：“师娘，您说的七绝剑阵图是什么东西？为何我之前从没听过？”陈妙善笑了笑，解释道：“七绝剑阵图乃我们七绝门镇派至宝，唯有历代门主才能传承掌控的神物，其中的隐秘也只有你师父一人知晓。”沈七好奇心大起，忙问：“师娘，你也不知道？”陈妙善笑道：“我也是昨日才知晓的。七绝剑阵图乃是祖师遗留的一件法器，手持七绝剑阵图可越阶斩敌，金丹修士可斩元婴，元婴修士可斩化神。剑阵一出，鬼嚎神哭。”闻言，沈七震惊，却又觉得哪里不对劲，狐疑道：“师娘，若您所说为真，师父他老人家身怀七绝剑阵图，又何必怕那化神境修士？抬手将其灭杀不就好了？”陈妙善长叹一声道：“祖师曾有遗言，若想激发七绝剑阵图，必须要融合祖师的七绝剑意，否则的话，七绝剑阵图只是一件普通兵器。”沈七若有所思道：“师娘，如此说来，师父他没能够融合七绝剑意了。”陈妙善点点头，无奈道：“七绝剑意玄奥无比，极难融合。你师父天资平庸，没这个福分。其而可知，宗门传承数千年，除了七绝祖师，再无任何一位弟子融合过七绝剑意。”沈七愈加震惊，自顾道：“只有祖师一人参悟，这七绝剑意当真有这么难吗？”陈妙善点点头，正色道：“确实很难，此事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困难得多。我们不必纠结此事，缘分天定，无需强求。”沈七哈哈一笑，道：“师娘，那不如让我去试试。以我的天资，肯定很轻松就能融合七绝剑意。”陈妙善白眼一翻，道：“七儿，眼下这些不是你应该在意的事。你现在马上去护山大阵中心找你师父，他会为你们师兄弟安排后路。”沈七没再多说，率先走出洞府，身影化作一阵青烟，朝着护山大阵飞驰而去。陈妙善望着沈七背影，呆坐原地，片刻后方才起身，认真整理好自身衣物。当沈七路过藏剑峰时，忽听半山腰的一个坐洞府中传出呵斥声。沈七凝神看去，这才发现此洞府乃是大师兄沈一的修炼场所。沈七有些疑惑，如今宗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几乎所有内门弟子眼下都跑去护山大阵那边帮忙去了，为何此刻大师兄的洞府中居然还有人在里面？而且沈七只觉得刚刚那道呵斥声有些耳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沈七悄无声息地落到洞府前，发现洞府周围布有一道简单的隔绝禁制，这禁制很简陋，就连洞府里的声音都未能彻底隔绝。正当沈七沉思时，洞府里又传出阵阵急促呼救声，沈七忙贴着门口去听。“畜生，放开我！你个臭婊子，装什么清纯？你还在这给我装！救命啊！来人啊！”啪！紧接着一道清脆的耳光传入沈七耳中，洞府内瞬间安静了下来。此时前身的记忆终于让沈七想起来了，洞府内的呼救之人正是沈七的小师妹沈琼，而另外一道呵斥声则是大师兄沈一。沈七两眼一冷，无缘无故，小师妹沈琼怎么会跑到大师兄的洞府内？很明显，当中定有隐情。沈七毫不犹豫，右掌抬起，掌心凌厉翻涌而出，一掌拍出，狠狠地轰向洞府大门。只听砰的一声炸响，洞府的禁制消散，厚重的石门化作飞灰。沈七如今修为是筑基大圆满，全力出手之下，力量足有万钧，破开区区一道石门自然不在话下。沈七一步踏入洞府，里面的景象映入眼帘，沈七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只见小师妹沈琼昏倒在床榻上，衣衫不整，一片春色若隐若现，而大师兄沈七正趴在沈琼身上，他的双手正在拼命撕扯着沈琼的衣衫，低着脑袋像猪拱石一般乱拱着。就在沈一即将得手之际，洞口的一声爆炸响，
打断了沈一的动作。眼见自己的好事被人撞见，沈一双眼闪烁着狠厉之色，惊叫一声：“谁？”待到晨雾散去，沈一这才看清洞口站着的沈七。沈一瞳孔蓦地一张，惊道：“七师弟，你怎么会在这？”沈七冷笑一声道：“大师兄，如今宗门有难，你不去帮忙就罢了，居然还敢在背地里算计小师妹，你可真是好雅兴。”沈一脸上浮现一抹杀意，冷哼道：“七师弟，既然都让你看到了，今日那大师兄我就断不能留你了。”沈七冷笑连连道：“大师兄，你莫非以为凭着你金丹初期修为就能肆意妄为了吗？”沈一轻蔑一笑道：“难道不能吗？师兄我要杀你，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七师弟，师兄我倒是真有些好奇，昨夜的是春散都没能要了你的命，看来无影阁的杀手都是些草包。”沈七双目寒光一闪，森然道：“原来昨日的蒙面黑影人是受你的指使而来。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暗害我们师兄弟就算了，居然连师娘都要算计。”沈一阴恻恻一笑道：“是春散可是好东西，若不是师娘修为太高，我都舍不得用呢。只是有些可惜，昨夜还是让他逃了去。师兄我原本还想着能与师娘一夜交欢呢。”沈七眼中寒芒愈加浓烈，沈一掌心一翻，一柄铜剑幻化而出。沈一脸上杀意更甚，无趣道：“罢了，师兄我现在就送你去与师娘团聚，等解决了你，再来品尝小师妹。”沈七大怒，冷喝道：“你这逆贼，而敢！”沈一长笑一声道：“我有何不敢？小师妹可是千年难遇的玄阴之体，等我取了她的元阴，日后我的修行速度可是要增添10倍不止。如此机缘，抵得上100年苦修。”沈七目光愈加阴冷，死死盯着沈一。沈一面带不屑，手中铜剑一甩，铜剑呼啸而出，直直朝着沈七丹田刺来。沈七神色不变，体内灵力急速涌动，化作一道厚厚的灵力屏障，护住周身上下。叮的一声，铜剑被灵力屏障挡住，无法刺入半分。沈一目光一闪，不可思议道：“不灭金刚体，小师弟果然天赋异禀，一夜之间就突破至筑基大圆满。看来小师弟昨夜又有奇遇了吧？”目光盯着沈七，沈一神色隐隐变幻，一脸玩味之色。沈七面如寒霜，依旧死死地盯着对方，沉默不语。沈一邪魅一笑道：“小师弟品尝师娘的感觉如何？”沈七面色不变，内心却是一震。沈一笑容愈加放肆，似笑非笑道：“小师弟，你说师兄我若是将昨日之事告诉师尊他老人家，你猜后果会如何？”沈七双目一凝，双拳不由得暗握。见到沈七的反应，沈一更是得意，忍不住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就在沈一得意之时，从沈七体内蓦地飞出一只金色萤火虫，眨眼之间，萤火虫散发的耀眼金芒瞬间将整个洞府彻底笼罩。正当沈一无比得意的放声大笑时，惊见漫天金光将自己彻底覆盖。沈一的目光一扫洞府四周，一脸震惊之色无以复加。此刻的沈一方才反应过来，自己如今仿若置身在金色的汪洋大海。沈一骇然发现，体内的灵力被眼前的金光给莫名封禁了，就连自己的身子也彻底动弹不得。当沈一再次将目光投向沈七身上时，沈一这才惊恐察觉丝丝异常。只见在沈七头顶上方静静地悬浮着一只金色萤火虫。沈七双眼空洞，一脸呆滞地望着前方，好似没有一丝生机。沈一张了张嘴，他想说些什么，愕然发现自己根本不能讲话。片刻过后，忽见金色萤火虫蓦地睁开双眼，目光诡异地盯着沈一。沈一身子颤个不停，嘴里咿咿呀呀地蠕动着，却是发不出一丝声音。良久，一道低沉的声音从沈七体内传出，这声音苍苍茫茫，仿似从虚无中飘出。无主回归，重正金身。下一刻，只见从萤火虫眼中无声无息地射出一道金芒，金芒如流光一闪，眨眼间就穿透了沈一的丹田。砰！沈一的身躯蓦地炸开，彻底灰飞烟灭。紧接着，萤火虫眼中再次射出一道金光，金光朝着床榻上的沈琼袭去。撕了！只见沈琼身上的衣衫瞬间化作飞灰，床榻上沈琼那一具完美诱人的娇躯彻底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沈七体内那苍茫的声音再次传出：“无主，去吧，这玄阴之体便是您的第一件礼物。”话音未落，萤火虫身形一闪，化作流光钻入沈七眉心魂海。当萤火虫消失的刹那，洞府中散发的无尽金光霎时间如同退潮的海水一般，纷纷钻入沈七体内，彻底消散无形。沈七身形一震，双眼中的空洞消失，仿佛恢复了一丝迷离的意识。只不过此刻的沈七双眼之中莫名泛起浓浓的猩红之色。沈七目光看向了床榻上的沈琼，
沈七虎躯蓦地一震，犹如饿虎扑食一般，低吼着扑向了昏迷的沈琼。一时间，洞府内飘荡着无限春光。当沈七从迷离中彻底清醒过来时，一睁眼就看到了自己怀中的沈琼。盯着床榻上那一抹鲜红，沈七嘴角不由得浮现一丝苦笑。金色萤火虫出现的时候，沈七当时恨不得大声尖叫。沈七对这只金色萤火虫印象太深刻了，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身亡前的景象。当时的沈七从山顶摔落半空之中时，就是这只萤火虫从虚空中幻化而出，然后萤火虫朝着自己射出了一道金光，然后沈七就彻底失去意识了。当他在清醒时，就发现自己穿越到了修仙世界。当萤火虫再次出现在洞府时，沈七真的很想同萤火虫打个招呼。沈七有好多疑问，他真的很想问问萤火虫，可惜的是，沈七的魂念及灵识都被萤火虫禁锢住了，当时根本控制不了那具躯体。再然后，沈七的意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金色萤火虫发号施令，沈七迫不得已夺取了小师妹沈琼的玄阴之体。沈琼因为元婴被迫，一身的灵力被沈七吞噬了70%之多。如今的沈琼修为从筑基后期修士，一下子直接倒退炼气期3层，相当于说沈琼的仙路已经被沈七彻底斩断了。修为被废，资质被夺，沈琼几乎是没有恢复的可能了。而沈七这边却是得到了莫大造化，修为从筑基后期直接一跃晋升金丹初期。沈七叹了口气，取出一件外衫盖在沈琼身上，望着她那苍白的面容，沈七愧疚道：“小师妹，对不起，这并非我的本意，望你不要怪我。”说罢，沈七转身走出洞府。沈七御空而起，正当他要朝着护山大阵那边赶去时，忽见洞府中飘出一道金光，轰隆一声惊天震响，整个洞府瞬间塌陷，沈琼的身影被彻底埋在其中。沈七一愣，扭头望着塌陷的洞府，有些出神。沈七瞬间明白，这是金色萤火虫替自己出手了。良久，沈七苦笑着摇摇头，不再理会眼前之事，朝着护山大阵处急速飞去。七绝门内门山道前，掌门沈林正端坐在护山大阵的阵心处。沈林周身灵力翻涌，双手不停地掐诀施法，维持着护山大阵的正常运转。沈七小心翼翼打量着这位便宜师傅。沈林身形挺拔，一双浓眉大眼，不怒自威。虽然七绝门面临着生死危机，沈林眼神中依旧闪烁着从容之色。作为一宗之主，其气魄及风采当真难得。陈妙善早已来到此地，此刻见到沈七姗姗来迟，忍不住瞪了他一眼，好奇道：“七儿，你又跑哪去了？怎么现在才来？”沈七嘿嘿一笑，撒娇道：“师娘，对不起，刚刚路过藏剑峰时，发现峰顶有剑气飘荡，徒儿一时好奇，便上去转了转，这才来晚了些。”陈妙善白了他一眼，没再多问。下一刻，沈七见到沈林掌心射出一道浑厚灵力，精准打入阵眼的能量石之中，能量石颤了颤，溢出一缕白芒。护山大阵的阵法结界瞬间稳固了3分，只是不知还能抵挡多久。沈林的目光一扫沈七，蓦地喝道：“七儿，你体内灵力波动为何如此厉害？你是不是与谁斗法了？你筑基修为尚未大圆满，怎能如此逞强好斗？”沈七目光闪烁，眼神一扫陈妙善。陈妙善玉脸一红，低头不语。沈七暗自苦笑，想不到这沈林的眼神倒还挺毒，仅仅是瞄了一眼就能看出自己与人斗法了。沈林不知道的是，沈七体内的灵力波动并不是因为斗法，而是因为他心神被萤火虫控制了，被迫与女人双修导致的。沈林更加想不到的是，他的宝贝徒弟沈七昨夜身负重伤，早就被是春散给毒死了。如今的沈七，其灵魂根本不是他原来的那个宝贝徒弟。沈七笑了笑，半真半假道：“弟子鲁莽，让师父担心了。不过弟子也算因祸得福，如今弟子跨过筑基大圆满，灵海池的灵气化形，顺利凝结出金丹了。”闻言，沈林瞳孔一颤。半晌后，沈林神色无比激动，大笑道：“哈哈，我的宝贝徒弟不愧是天阶金灵根的天才。好，18岁的金丹初期，放眼玄天州，不，放眼东荒九州，妻儿你也是属于人中龙凤。”沈七俯首道：“师父谬赞。”陈妙善呼道：“夫君，眼下宗门危急，该如何安排妻儿逃命？妻儿是宗门的希望，万不能断送在你我夫妻手中。”听到陈妙善这话，沈林神色一时暗淡，皱眉道：“只恨老天无眼，眼看我七绝门有了一丝曙光，却偏偏在此时无端端生出灭门之祸。哎。”沈七也不吭声，静静打量着二人，内心却是一阵直打鼓。莫非自己刚穿越过来就要再次身陨？说好的从此逆天改命、飞黄腾达什么的，我沈七都还没开始呢。沈七内心生出一丝无力感。片刻后，沈林从怀中掏出一卷图轴，右手一扬，
图轴飞入沈七手中。沈七接过，神色一愣，道：“师傅，您这是？”沈灵笑了笑，道：“七儿，此物乃是我七绝门重宝七绝剑阵图，今日我正式将它传于你，七儿务必好生保管，不得有失。”闻言，沈七内心一惊，连连摆手：“师傅，这万万不可！”沈灵没有理会他，脸上呈现从未有过的肃穆之色，沉声道：“七儿，七绝剑阵图是七绝门的掌门信物，七儿记住，你是我七绝门的希望，在你身上肩负着重现七绝门荣光的使命，这一点，七儿你不可推卸。”沈七不由得紧紧攥住七绝剑阵图，心潮一时涌动。沈灵目光看向陈妙善，浮现一丝不舍之色，片刻后摆摆手道：“夫人，接下来你领着他们师兄弟前往后山禁地的密洞，若是天不亡我七绝门，你们定能从密洞中逃出去。”陈妙善双眸之中点点晶莹，哽咽道：“夫君之托，妾身拼死也会完成。可是夫君，你……”陈妙善轻抹眼角，已是泣不成声。沈灵摇摇头，平静道：“我是七绝门的掌门，理当与宗门共存亡。夫人莫再耽搁，现在就带着徒弟们前去禁地。”说罢，沈灵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把梅花钥匙，扔给陈妙善。陈妙善深吸一口气，眼下他也顾不得儿女情长，将钥匙收入怀中。陈妙善一把抓住沈七的手，转身领着沈七准备朝后山禁地飞去，却见沈七挣脱了陈妙善的玉手，身形一动不动，不慌不忙道：“师父，徒儿想先去尝试融合七绝剑意，还望师父准许。”闻言，沈灵与陈妙善皆是一愣，反应过来后，沈灵苦笑一声道：“七儿，为师知你心高气傲，可如今的护山大阵最多只能再撑2日，即便七儿你天资绝顶，也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融合七绝剑意。你的命比七绝剑意更重要。”对沈灵的话，沈七置若罔闻，盯着沈灵，沈七又重复了一遍：“师父，徒儿还是想先尝试一下，望师父准许。”说完，沈七朝着沈灵躬身一拜。沈灵苦笑一声道：“七儿，为师知道你在想什么，即便你能融合七绝剑意，依旧改变不了什么。你如今不过金丹初期而已，天煞阁请来的帮手乃是一位化神境修士。”沈七浅笑一声道：“不试一试，哪能知道结果？不到最后一刻，胜负犹未可知。”沈灵一时无言，他心知这个宝贝徒弟的性子，一旦认准的事，10头牛也拉不回来。沈灵叹了口气，无奈道：“藏剑峰的剑池内有一座天外飞石，祖师曾将毕生参悟的七绝剑意蕴养在飞石之中，铸成剑碑。七儿你去到剑池后，魂念进入剑碑空间，以自身魂念去感受七绝剑意，能否融合剑意，就看你的造化了。”沈七弯腰一拜：“多谢师父成全。”沈灵强笑一声道：“为师拼了老命，定为你争取2日时间。2日过后，无论你是否融合七绝剑意，必须和你师娘赶去后山禁地，逃出宗门。”沈七嘴角动了动，不知能说什么，只得点点头，算是答应了沈灵的要求。见他如此，沈灵神色也是轻松了些，转头看向陈妙善，吩咐道：“夫人，干脆叫上沈一师兄弟一起吧。若是祖师有灵，或许真的有哪位弟子能融合七绝剑意，也不至于断了传承。”陈妙善点点头道：“一切听从夫君安排。”沈灵话音刚落，大阵入口陆续走来5道身影，正是沈七的诸位师兄。沈灵共有8位亲传弟子，按照入门拜师的先后顺序，沈灵依次赐名为沈一、沈二，直到沈七。另外还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女弟子，正是小师妹沈琼。陈妙善看着几位弟子，皱眉道：“沈一呢？他为何不在？还有琼儿又去哪了？”闻言，沈七眼角微不可察地动了动。二师兄沈二上前扶手道：“师娘，大师兄昨日曾说突然有所感悟，需要闭关。至于小师妹，我们早上还见到她在清心台打坐，但是随后就不知道她跑哪里去了。”陈妙善神色有些不悦，沉默不语。沈灵大手一摆道：“夫人，先不理会老大与琼儿了，你现在就带妻儿他们去剑池。”陈妙善点点头，没再多问，拉住沈七的手，灵力涌动，裹挟住几位徒弟，朝着藏剑峰剑池御空飞去。藏剑峰剑池入口，沈七远远望去，便看到当中有一座巨大的石碑，正是剑碑。剑碑犹如一把冲天利剑，拔地而起，直插云海深处，碑身足有30丈，气势恢宏。在碑身外表，肃杀的剑气缭绕四周，溢散至此方天地，几乎整个剑池都被剑气覆盖。陈妙善松开沈七的手，回头望着身后的几位弟子，细心讲解道：“你们师兄弟们记住了，魂念进入剑碑空间后，不可再随意分化，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去感悟祖师的七绝剑意，
明白。各位师兄弟没有吭声，只是不约而同的点点头。陈妙善目光看向沈七，再三叮嘱：七儿，师娘知你心高气傲，但感悟七绝剑意更多是讲究机缘，剑碑当中藏有未知隐秘，凶险万分，切不可强求。沈七笑了笑，宽慰道：师娘不必担忧，徒儿自当量力而行，绝不胡来。听到沈七的话，陈妙善内心轻松些许，默默退后2步，静静看着弟子们。沈七一马当先，盘膝坐地，双手连连掐诀，浑厚的灵力翻涌而出，萦绕周身。灵力裹住自己的魂念，朝着剑碑内部空间激射而去。见状，其他几位师兄也不甘落后，各自激发出自身魂念。师兄弟们整齐划一，瞬间就见到5道魂念齐齐冲向了剑碑。当沈七的魂念进入到剑碑空间内部时，这才发觉剑碑内部当中蕴藏的剑气相较于剑池外更加肆虐千百倍，剑气之中隐隐散发着一股凛冽的杀机。虽然有些自己浑厚的灵力护住了自身的魂念进入剑碑，可沈七仿佛感觉到自己的身躯好似要被利剑给切割开。此刻的沈七魂海之中时不时传出阵阵剧痛，这痛觉的真实程度如同本尊的身躯亲自进入了剑碑空间中，身躯让灵力剑气给撕裂成无数道。不仅是沈七，他们师兄弟几人都是这般感受，生不如死般的疼痛难忍。好在这些年轻弟子心性俱佳，短时间还能撑得住。不过盏茶功夫，沈七额间便冒出了豆大般的汗珠，大颗大颗滴落在地。而其他师兄们却是更严重些，身子也开始轻微颤抖，每个人面色都苍白3分。待到沈七适应片刻功夫后，他方能够凝神细细查看四周，再看去才感知到剑碑内部空间并不太大，不过方圆2-3里。诡异的是，沈七并未感知其他诸位师兄的魂念存在，仿佛整个剑碑内部只有他一个人的魂念存在此间。不过眼下的沈七也没太多心思去考虑其他，因为他很快就被自己眼前的景象给再次深深震惊住了。沈七有些发愣，在他眼前，整个剑碑空间的中心处悬浮着一团由七绝剑意所凝聚成的能量球。能量球十分庞大，足有一个成人那般高。在能量球其表面处散发着暗灰色的光芒，从能量球内部溢散出来的暴虐的剑气呼啸交织，掺杂着恐怖的杀意。思索1、2后，沈七强忍住魂海中的心神剧痛，分割出一缕魂念前去试探沈七分出的魂念，急急朝着剑意能量球飘落而去。他在尝试去看看能不能与这个巨大的剑意能量球产生沟通。然而就在魂念即将落下能量球表面时，忽见一道暗灰色剑气从能量球内部激射而出，剑气仿若凝聚成了一把实质的剑，剑气穿过沈七那一缕分割的魂念，魂念瞬间化作飞灰，消散在剑碑空间之中。剑气威势不减，朝着沈七的魂念体呼啸而来。不过眨眼之间，恐怖的剑气便斩落在沈七的魂念之上。凶险来得太突然，沈七根本来不及躲避，他假丹修为所凝聚的灵力护罩，在这道剑气面前，犹如一张脆弱的糊纸，瞬间被剑气斩成稀碎。蕴含着七绝剑意的剑气霸道无比，毫不留情地斩在沈七的魂念上。仅此一道剑气，便是重创。沈七的魂念体眨眼间变得暗淡，如同镜子般透明，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虚弱的魂念体如同汪洋中的一叶扁舟，摇摇欲坠。剑池中盘膝入定的沈七本尊忽然喷出一大口鲜血，脑袋一歪栽倒在地。而在一旁时刻观察的陈妙善顿时一个机灵，身子御空而起，飘至沈七身侧，一把抱住了沈七。陈妙善掌心一翻，一道柔和的魂念打入沈七的魂海中。魂念如石沉大海，陈妙善此刻根本感知不到他的一丝命魂残存。陈妙善内心大惊，慌声喊道：七儿，你怎么了？七儿，能不能听到师娘讲话？奈何沈七没有丝毫反应。陈妙善手忙脚乱地从怀中取出一瓶丹药，正要给沈七喂食时，忽见沈七眉心之间蓦地飞出一只金色的萤火虫。萤火虫散发出的金光瞬间将整个剑池全部覆盖。陈妙善当即便僵硬在了原地，丧失了全部意识，整个人仿似木偶一般。只见萤火虫化作一道金色流光，眨眼间便幻化进入到剑碑内部空间。就在剑气即将斩灭沈七最后一道魂念时，萤火虫幻化而出，眼中射出一道金光。金光充斥着整个剑碑空间，疯狂肆虐的剑气当即被定在虚空中。当萤火虫出现在沈七身旁的那一刻，沈七犹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一脸激动。萤火虫眼中再次射出一道金光，金光笼罩住沈七的魂念，金光之中好似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不过片刻之间，沈七魂念的伤势就彻底消散，魂念还壮大了3分。紧接着萤火虫又射出一道金光，金光慢慢收缩，很快那一团剑意能量球便飞到萤火虫身前，仿若温顺的小绵羊。萤火虫虚空一点，那团能量球便朝着沈七的魂念飞去，
自动分化出平和的剑意能量，融入到沈七魂念中。一炷香过后，整个剑意能量球彻底消失，而沈七的魂念中充斥着一道无尽杀意的七绝剑意。沈七一愣，萤火虫一出手，就这么轻松搞定了。沈七一时都有些怀疑自己，如此轻松就融合了七绝剑意。沈七魂念朝着萤火虫一拜，萤火虫继续射出一道金光，笼罩住沈七。这一道金光将沈七的魂念之力彻底封禁，融合的七绝剑意不再出现一丝挣扎的迹象。随后萤火虫一闪，消失在剑杯空间。眼见自己成功的融合了七绝剑意，沈七魂念也跟着退出剑杯空间。剑杯外面，萤火虫重新钻入沈七眉心之中，耀眼的金光慢慢散去。陈妙善重新恢复意识，正要查看沈七的魂海，忽见沈七朝自己眨了眨眼。师娘，您怎么了？陈妙善想不起来，只觉得自己的记忆好像莫名消失了一部分。陈妙善摇摇头，无奈道：七儿，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沈七笑了笑道：徒儿都已经融合了七绝剑意，不出来还待在里面干嘛？陈妙善一愣，失声惊呼：什么？七儿，你当真融合了祖师的七绝剑意？沈七点点头道：当然。说罢，沈七掌心浮现一道灵力，灵力之中充斥着浓浓的七绝剑意。陈妙善神色激动，喜极而泣：祖师保佑，真是祖师保佑。沈七笑而不语，静静看着陈妙善。待到陈妙善平复些许，沈七方问：师娘，诸位师兄的进展如何？陈妙善摇摇头道：他们还在剑杯空间中，想来能成功的几率不会太大。沈七轻笑一声道：师娘，那我和您一起再等等师兄们。于是二人端坐不远处，静静守着另外几人。无聊之际，沈七就将魂念之力注入七绝剑阵图中，哪曾想七绝剑阵图瞬间就被激活，图轴自动脱离了沈七的掌心，急速飞到了藏剑峰顶上空，瞬间形成一方七绝剑阵，锁定了藏剑峰。七绝剑阵之中，凭空幻化出了无边的凌厉金色剑气，剑气呼啸，蕴含着寂灭众生的恐怖杀机。剑气之中潜藏着一缕七绝剑意，金色剑气萦绕一方天地，盘旋于整座藏剑峰上下。剑气的金色光芒将整个藏剑峰完全包裹住了，简直是遮天蔽日般。感受到七绝剑阵图的散发出的骇人气势，沈七以及陈妙善皆被震撼到呆立原地，心绪久久难以平静。陈妙善粉眸之中神采连连，想不到祖师传承下来的宗门至宝果然没有丝毫夸大，只要掌控了七绝剑阵图这件神器，元婴斩化神绝对不是梦。沈七更是被震惊到无以复加，他没想到陈妙善之前所描述的传言是真实的，他自己只是抱着占便宜去试一试的态度。看到眼前的景象，沈七暗自庆幸，还好自己坚持要融合七绝剑意，否则真就错过了如此强大的一份机缘。被七绝剑阵图展现出的神威所折服，眼下的沈七心里也不由得升起一阵美滋滋的情绪。正当沈七还在沉思时，忽见七绝门上空天际，无数金色祥云凭空幻化而出，耀眼的金色霞光洒落，七绝门14峰全部沐浴在了金光之中。而且从那祥云之中隐隐传出阵阵龙吟虎啸之声，无比庄严神圣。随着祥云的出现，七绝剑阵再次变换，瞬间覆盖了整个七绝门的宗门范围。剑气纵横之威较之初始时凌厉了数十倍，好似有了毁天灭地之能。沈七不知道的是，因为他引发了如此恢宏的天地异象，整个玄天州瞬间都被震动了3分。就在异象降世的瞬间，玄天州大大小小的修仙宗门密切关注着异象降世的景象，而距离七绝门较近的宗门弟子第一时间就出发，朝着七绝门方向奔袭而去。玄天州中心之地南叶云山龟真崖顶，一位中年男子负手而立，在他额前尺许悬浮着一柄利剑，此剑为天品灵器，乃是天剑宗的掌门佩剑龟真剑。中年男子正是天剑宗宗主剑无双，而龟真崖正是宗主剑无双的祭剑之地。天剑宗为玄天州第一大修仙宗门，地位超然，统领着玄天州大小无数的修仙宗门。剑无双盯着天际的那一抹祥云异象，屈指轻弹剑身，不紧不慢地开口：可知天降异象的地方是在何地？一道身影飘至剑无双背后，躬身一拜，躬声答道：禀宗主，据属下估测，那里应是我们玄天州的最北部之地。玄天北部大都是一片荒芜，而在最北端如今只存有2家修仙宗门，分别为天煞阁与七绝门。双方势力不相上下，2家势力争斗已存在数百年之久，2位掌门的实力一时不堪，不过区区元婴期而已，皆是不入流的小角色。剑无双轻笑一声，随即命令道：去查一查发生了何事，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引发了异象降世。身影躬身再拜，应声道：弟子领命。说罢依旧恭敬地弯着腰，
缓缓退离龟真崖顶后，方才转身飞入云端，消失不见。与此同时，玄天州的其他各大宗门、各家的掌门人也都纷纷派出自己的宗门弟子，前往七绝门方向查探情况。苍天州最东端离幻山山脚下，有一位白发老者正挥着锄头整理自己的菜园。忽然有一位17、18岁的少年气喘吁吁地跑进菜园子，上气不接下气道：“师父，玄天北部之地出现了金仙祥云气锐，想必定是有天才横空出世。您是否需要亲自去看看，趁机把那天才给带回来？若是去晚了，天才可就要被别人抢走了。”老者抬头望天，他的目光深邃苍茫，似乎真的能够穿透虚空，瞧见到七绝门上空的金色祥云。片刻后，老者放下手中的锄头，随意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笑道：“世间天才不计其数，为师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顾得上了。在为师看来，行军你就是出色的天才。有了你，再如何天赋异禀之人，即便是大罗金仙在世之身，为师也不想理会。”听得师父这番话，少年似乎有些难以置信，再次问道：“师父，你当真不去看看？那可是金仙大罗仙等无上大能，其冰屑转世之身才能引发降世的云气之象啊。”老者笑意不减，自顾道：“东方九州君天州的宗门底蕴最强，而玄天州底蕴却是最弱。四玄天州那种贫瘠之地，哪能这般轻易诞生出绝世天才，多半是巧合罢了。”少年依旧半信半疑，嘀咕道：“修行之事，当真有那么多巧合？”老者走上前，拍了拍少年的肩膀，一脸正色地叮嘱道：“行君，你要记住，你的眼光不要只盯着东荒，也不要只盯着赤霞界。待为师助你彻底炼化在你灵海池中的本源之力后，为师便送你去中州太乙书院。只有进入了太乙书院，你的修行之路才算是真正的开始。”少年内心一阵澎湃，一脸感激道：“徒儿定当谨记师父教诲，努力修行。”老者满意的点点头，摆手道：“你自己去离幻台修炼吧，为师现在要去少泽山寻找一味药材。”少年躬身一拜，朝着离幻台飞去，眨眼间消失不见。少年走后，老者的身影蓦地消失，再出现时已是出现在万里之外。而在沈七这边，突然出现的异象也把他吓了一跳，连忙撤回自己的魂念之力。剑阵瞬间消失，七绝剑阵图轴重新幻化，漂浮在半空之中。沈七右手一伸，图轴缓缓飞回他的手心里，沈七随手将图轴收入怀中。诡异的是，天空中的金色祥云异象依旧闪耀，足足持续了1炷香的时辰，金光方才慢慢散去。此刻的陈妙善早已激动万分，按耐不住，上前一把将沈七搂入自己怀中，轻轻抚着他的脑袋，眼角一抹晶莹。沈七不敢有任何动作，静静地听着这师娘低沉的喜极而泣声，感受着她的心跳。也不知过了多久，沈七察觉到陈妙善的心绪平稳了许多，不过他很是舍不得将脑袋从师娘的柔软处移开。色心骤起之下，沈七再次用脸颊微不可察地蹭了蹭，双手也悄无声息地揽住了陈妙善轻柔的腰肢。陈妙善瞬间就感知到了沈七的小动作，玉颊顿时升起一抹潮红，目光娇羞地白了一眼自己怀中的宝贝徒弟。陈妙善双手略一用力，按住了沈七作怪的小脑壳，嗔道：“七儿，你莫要。”陈妙善终究脸皮薄，教训的话不好意思再说出口，转而轻轻一拧沈七右耳。沈七一阵吃痛，连忙抬手求饶：“师娘，我错了，徒儿一时情不自禁，师娘莫要生气。”陈妙善扑哧一声轻笑，慢慢地松开了自己的双手。陈妙善只当沈七还是小孩子心性，也不再斥责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侧过身子，胸脯一阵起伏，脸上的羞红更甚。沈七见到陈妙善如此娇羞的模样，内心泛起一丝莫名的冲动，察觉到自己心中的积念恐有复苏之势，沈七赶忙扭过头去，不敢再去看着陈妙善。沈七目光一扫，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几位师兄魂念还未回体。回忆起剑碑内部那恐怖的剑气，沈七不由得有些担心，目光重新望着陈妙善，语气凝重地问道：“师娘，我在剑碑中参悟了多久时间？为何6位师兄的魂念还没出来？”陈妙善一惊，这才反应过来，沈七不过用了半日功夫就领悟了七绝剑意，而他刚刚心系沈七安危，心思全在了沈七身上，差点忘了其他几位弟子。陈妙善连忙上前，从魂海中分出一抹魂念，小心翼翼地飞入几位弟子的眉心之中，悄无声息地探查弟子们的命魂。一番查探后，陈妙善心安了不少，沈二等5名弟子命魂完好，未有异常之象。收回魂念，陈妙善笑了笑道：“七儿不必担心，你的几位师兄没有异常，即便参悟不了七绝剑意，想来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应该很快就能魂念回体了。”陈妙善话锋一转，脸上浮现一抹自豪之色，笑盈盈道：“七儿，眼下还未日落，此次你领悟七绝剑意，不过用了半日时光，你师父要是在这的话，定会高兴地跳起来。”
沈七嘴角同样露出一丝笑容，不过他并未接话，而是内心一阵嘀咕：剑意能量球都已经被我全部吸收了，几位师兄如何能够再领悟七绝剑意？奇怪的是，当时在剑碑空间，我并未察觉到师兄他们的魂念体，那他们的魂念去了哪里？莫非这剑碑之中还存在不同的空间不成？陈妙善见沈七低着头，一脸迷茫以及思索之色，关怀问道：七儿，怎么了？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你在思考什么？回过神来，沈七摇摇头答道：师娘不必担心，徒儿只是在回忆剑碑之中的情景。既然想不明白，沈七也懒得再去理会，等师兄们出来后再问问他们。就在这时，沈七以及陈妙善皆是神色一变，二人敏锐地感知到剑池四周传出一道剧烈的震动，埋藏在剑池之中的上千把利剑不约而同地破土而出，利剑盘旋在剑池上方半空，发出阵阵嗡鸣。紧接着，沈七又听得轰隆一声剧烈的炸响声，剑池正中处的剑碑莫名爆炸裂开，眨眼间藏剑锋变得狂风大作，黄沙飞石，就连藏剑锋都晃了晃，好似要崩塌一般。就在剑碑爆炸的瞬间，剑池上空的利剑齐刷刷地碎成粉末，消散于这藏剑锋的天地之间。与此同时，沈七的5位师兄同时魂念回体，陆续睁眼，感知到剑池的异常景象。二师兄沈二连忙出声问道：师娘，发生了什么？为何我感觉这藏剑锋正在地动山摇？还有剑池之中的剑碑为何也消失不见了？陈妙善不答反问道：沈二，你们师兄弟可是在剑碑中经历了什么诡异的事？三师兄沈三抢先答道：师娘，我们在剑碑中看到了一柄剑，剑身散发着凌厉无比的灰色剑气，我们从剑气中感受到了浓浓的七绝剑意。闻言，一旁默不作声的沈七神色一愣，一柄剑，他自己并未发现有什么剑，想到自己在剑碑中也没有碰到几位师兄，现在看来这剑碑必定是拥有不同的内部空间。二师兄沈二忍不住一声轻叹，回忆起剑碑中的情景，面露不甘道：师娘，就差一点，徒儿就能拔出那柄剑，若是我修为达到了金丹境，肯定能轻松拔出神剑，领悟七绝剑意。唉，天意。陈妙善笑了笑，轻声安慰道：你们师父修为已是元婴期，同样没能参悟七绝剑意，机缘天定，无需强求，你们的修行之路还很漫长，你们切莫因为遭受了些许挫折而气馁。几位弟子听到师娘劝诫的话，虽然不甘，也只能点头表示赞同。看着诸位弟子闷闷不乐的神情，陈妙善依旧有些疑惑，朝着二弟子沈二再次询问道：你们尝试拔剑之时，魂念可有察觉到什么异常？沈二沮丧道：我们进入剑碑空间后，没有遇到任何危险，非常顺利地找到了蕴含七绝剑意的神剑，只是在最后我们师兄弟合力拔剑时，我们忽然感觉到魂念剧烈的震荡，然后就被剑碑赶出来了。陈妙善秀眉微蹙，轻声道：你们的魂念刚刚被剑碑赶出来，跟着剑池与剑碑便莫名发生了爆炸，就此灰飞烟灭。如此说来，剑碑特意将你们赶出来，反而是救了你们。闻言，三师兄沈三一声惊呼：什么？师娘，你是说剑碑爆炸了，从此消散于天地之间了？陈妙善点点头。二师兄沈二忽然望着沈七问道：七师弟，你没有进入剑碑空间吗？为何我们刚刚没有见到你？沈七答道：我进去了，不过我们好像进入的不是同一个空间，我在剑碑空间之中也没能感知到诸位师兄的魂念所在。闻言，沈二等各位师兄甚感诧异，陈妙善亦十分好奇，问道：七儿，你不是和师兄们在一起的？沈七摇摇头。二师兄沈二又问：那七师弟你遇到的是什么？可有领悟出七绝剑意？沈七点点头，半真半假道：我在剑碑空间中找到了一团剑意能量球，师弟侥幸炼化了它，并成功参悟了七绝剑意。说着，沈七伸出右手，掌心幻化出一道3尺剑气，剑气中潜藏浓浓的七绝剑意。感受到剑气中的剑意气息，沈七的6位师兄尽皆愣住，一脸羡慕的神色。二师兄沈二由衷叹道：七师弟果然是不识奇才，师兄我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沈七笑了笑，没有接话。见状，三师兄沈三适时绕开话题，目光投向师娘陈妙善，担忧道：师娘，不知师父那边情况如何？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真的要不顾师父和宗门，率先逃命吗？陈妙善一时无言，他不知该如何回答。转眼过去1日，已近子时10分，在七绝门的内门山道尽头处，浩浩荡荡的数千天煞阁弟子守在了山道上，将七绝门的所有出山的路围个水泄不通。这些人皆是天煞阁的精英弟子，昨夜在天煞阁主段清啸的带领下，摸上七绝山，突袭七绝门弟子。在化神期前辈灵力轰炸下，段清啸领着天煞阁弟子，不费吹灰之力便攻破了七绝门的外门阵法。不过眨眼之间，
七绝门所有的外门弟子顷刻被天煞阁弟子灭杀，所有外门弟子全部殒命，无一幸免。好在七绝门门主沈灵魂念敏锐，及时察觉到敌袭，危机时刻在4位长老的配合下，启动了内门的护山大阵。倘若再慢一步，段清笑必将领着天煞阁教众轻松攻下内门，直捣七绝14峰。眼下在内门出口处有一道身影来回踱步，神色隐隐有些焦急。此人正是段清笑。不知为何，在察觉到七绝门莫名出现了祥云异象后，段清笑的内心忽然变得十分不安，一开始的从容早已不在。段清笑盯着身前那透明的结界，面色逐渐变得狰狞起来。这道结界正是七绝门的护山大阵的阵法结界，就是这道结界挡住了他攻袭七绝门的前进之路。就连段清笑请来的化神期前辈使出浑身解数，用了1日1夜的时间破阵，大阵依旧是牢不可破。化神前辈一时束手无策，只能暂时停止了攻击，另想他法。段清笑双眉紧皱，目光微不可察地扫过右侧方向，距此100丈外不远处，有一位消瘦老者正在凝神盘坐。段清笑踌躇片刻后，最后还是壮着胆子，只见他身影一晃，瞬移来到老者身前3丈外。段清笑颤抖着身子，朝着老者弯腰一拜，战战兢兢问道：“前辈，不知您的迷灭禁符阵是否已经布置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破阵？”老者缓缓睁眼，随意地扫了段清笑一眼，恐怖的神识威压险些将他压倒在地。段清笑只觉得呼吸都似乎要停滞了，额角豆大的汗珠蹭蹭往外冒。段清笑不敢再站着，果断跪地做匍匐状，低垂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喘。过了好一会儿，老者这才收回自己的神识，慢悠悠道：“段清笑，你是不相信老夫吗？”段清笑不停弯腰拜礼，惶恐道：“晚辈岂敢，晚辈绝无此意。”老者虽然不屑于眼前的段清笑，在他眼中，段清笑不过一只蝼蚁而已。但毕竟目前此人还是自己的合作伙伴，老者暂时不想让他太难堪，耐着性子解释道：“老夫的迷灭禁符阵早已布置完毕了，眼下只是尚缺一枚禁魂符旗。老夫已传讯做下弟子，明日天亮之时就能送来符旗，只要禁魂符旗一到，七绝门的护山大阵瞬间即可破灭。小辈你不必急于一时，且安心去山门那守着吧。”段清笑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道：“前辈，刚刚七绝门将士的祥云异象，晚辈猜测定是七绝门的弟子参悟了七绝剑意，神器七绝剑阵图得以认主。此次的祥云异象势必会引来玄天州其他的宗门弟子前来查探，例如天剑宗弟子赶来，只怕到时会横生变故，晚辈担心夜长梦多。”老者眼中的不屑之意更甚，冷笑道：“只要不是剑无双亲至，老夫又有何惧？天剑宗弟子来到这又能如何？老夫弹指灭杀了就是。放眼整个玄天州，能从老夫的手中夺宝之人不足双手之数。怎么，你是在质疑老夫的实力吗？”段清笑冷汗涔涔，颤声道：“前辈见谅，晚辈见识浅薄，可绝对没有一丝轻视前辈之意。”老者忽问：“段清笑，你之前信誓旦旦地表示亲眼见到过七绝门沈灵拥有一枚太乙玉符，你的话没有在诓骗老夫吧？”段清笑头摇得似拨浪鼓般，谄媚道：“就是借晚辈100个胆子，晚辈也不敢骗你啊。那玉符的确是晚辈亲眼目睹，玉符表面刻印的龙纹十分玄妙，隐隐有神光流溢。晚辈当时不知那是何物，不过在看到前辈所画的图像后，晚辈一眼便认出此物。”闻言，老者略一皱眉，轻声的喃道：“怪哉，这七绝门只是一方没落宗门，何人能入中州太乙书院法眼？莫非七绝门曾经出现过惊世之才，却为何从未在玄天州听说过七绝门的事迹呢？”段清笑见老者如此神情，心中更是觉得好奇，忐忑问道：“前辈，你说的太乙玉符到底是什么东西？您找它做何用？”化神老者两眼一冷，一道神识飞射而出，重重轰在段清笑的魂海之上。噗的一声，段清笑一大口鲜血喷出，身子瞬间萎靡倒地。老者一声冷哼：“不该你问的最好别问，谅你初犯，略作惩戒。再有下次，取你元婴炼宝。”老者一道随意的神识攻击，瞬间令段清笑体内的元婴有了一丝溃散的迹象。端坐在灵海池中的元婴，由原来的3尺大小萎缩成堪堪1尺，就连他的元婴初期境界都隐隐有了跌落成金丹后期的趋势。刚才那一瞬间，段清笑嗅到了形神俱灭的气息，吓得段清笑扑通跪倒在地。眼下的他哪还顾得上尊严，强忍着魂海中传出的阵阵刺痛，磕头如捣蒜，惊恐道：“晚辈知错，晚辈知错。”化神老者缓缓闭上双眼，毫不客气道：“滚吧！”闻言，段清笑心中如释重负，又是重重的磕了3个头，这才小心翼翼的起身退后，摇摇晃晃的退回到山门结界处。七绝门内的护山大阵正中处，沈灵一脸冷然地望着陈妙善。陈妙善没有按照他的意思领着沈七他们前往后山禁地，
而是又回到护山大阵这边，这让沈灵又气又怒。不过沈灵内心还是得到了一丝安慰，自己的夫人以及弟子没有抛弃宗门，没有抛弃他感受到了弟子们的情谊。可是这并非沈灵想要看到的结果，即便他们留下来同他一起抵御外敌，七绝门最终的结局也不会改变。化神境修士的强大根本不是如今的七绝门所能抗衡。沈灵气冲冲地质问道：夫人，你怎么也跟着弟子们一起胡闹呢？为夫不是让你带着他们去禁地密洞吗？你怎么又领着他们回来了呢？陈妙善自知理亏，低着头不敢与沈灵对视，轻咬朱唇，辩解道：夫君，七绝门是我们的家，宗门有难，我们如何能够置之不理？如果我和弟子们就这么不管不顾地去了禁地，即便我们幸运地逃出升天，只怕我们此生再难心安。七绝门恐怕将成为弟子们的心魔，修行之路再难寸进，这是夫君所希望看到的吗？沈灵不答反问：纵然妻儿他们不想出逃，愿意与宗门共存亡，可你们留下来也是等死，可如此却会彻底断了我七绝门的传承，这就是夫人所希望看到的吗？陈妙善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沈七上前一步，躬声道：师父，徒儿已经领悟了七绝剑意，如今可以成功的激发七绝剑阵图了。沈灵叹道：妻儿，即便你领悟出了七绝剑意，又能如何？天煞阁那边可是请来了一位化神境的高人，眼下的你不过假丹境界，怎么？莫非妻儿你认为凭你区假丹修为，操控七绝剑阵图就能斩杀化神境了吗？沈七笑道：师父您错了，我现在不是假丹境界，而是金丹初期。说罢，沈七灵海池之中漂浮着的金丹从他缓缓体内飞出，金丹足有3岁孩童的脑袋般大小，在金丹的表面一道道剑纹萦绕四周，金丹自内而外散发着耀眼的金光。金丹一出，护山大阵中在场的所有七绝门弟子，连同门主沈灵夫妇以及4位长老尽皆愣住，一脸惊骇之色。见到众人的神情，沈七露出满意的笑容，灵力一收，将金丹召回灵海，然后静静看着门主沈灵。足足盏茶功夫过后，沈灵这才回过神来，只见他双眸通红，嘴角也忍不住的哆嗦，神色激动，发出一声长叹：妻儿，昨日还是筑基大圆满，想不到仅在1日之内，你非但参悟出七绝剑意，更是连升2个境界，一举突破成为金丹境。如此不世之资，放眼整个东荒九州的漫漫历史长河，妻儿也称得上是亘古难有的绝世天才。妻儿，你是如何做到的？沈七摇摇头答道：师父过奖了，要说这修为突破的过程，徒儿的确不太清楚。在领悟七绝剑意后，我也是在不经意间才发现自己莫名在一夜之间便凝结了金丹。沈七这话倒是不假，他的确没有时刻注意自己的境界变化。当他融合七绝剑意后，还没来得及魂念检视自己的灵海池情况，注意力便被将士的祥云异象给吸引了过去。沈七也是在刚听到沈灵的反问时，魂念随意的内视了下自己灵海池的景象，这才发现自己的灵海池中莫名出现了一颗金丹，所以沈七顺势亮出金丹，特意震撼一下沈灵。沈七心中此刻也有些猜测，自己能够凝结出金丹，十有八九是因为魂海池之中的那只金色萤火虫。当然，金色萤火虫是沈七最重要的秘密，肯定不会对别人说出来。沈灵仰天大笑，唱声道：好，好，定是祖师显灵，佑我七绝门。我沈灵此生能有你这么出色的一位弟子，也算死而无憾了。见状，沈七趁机开口：师父，如今弟子凭借七绝剑阵图，自信能够轻松斩杀元婴初期，就算面对元婴中期以及元婴后期，弟子也有自保之力。您还是让弟子留下来和您一起守护宗门吧。沈灵暗自平复自己激动的心情，沉默片刻后，还是狠心拒绝了沈七的请求。沈灵盯着沈七，正色道：七儿，你是拥有傲视天资之人，更是我七绝门的未来，你的路才刚刚开始，绝不能丧命于宵小之手。沈七急道：可是师父……沈七刚一开口，沈灵便伸手一拦，语气不容置疑，强硬道：七儿，你且去好好调息一晚，天亮过后便随你师娘前往后山禁地。见此，沈七唯有沉默，不再出声。沈灵话音一顿，扭头望着自己的夫人，朝陈妙善命令道：夫人，此番必须舍命护住妻儿周全，这是为夫以七绝门主身份交给你的任务，你要牢记在心。似被沈灵的情绪感染到，陈妙善没有作声，只是沉重的点了点头。沈灵收回目光，没再多说，只是目光一扫4位长老，眼神交流了1、2，五人不约而同的催动灵力注入到护山大阵中，大阵的结界瞬间又变得厚实3分。沈七朝着沈灵躬身行礼后，默默地走向山道尽头那边，其他弟子也跟着行礼，陆续走开，众人一夜无话。眼下的七绝门气氛压抑到几近窒息，一夜的时光很快过去，不知不觉间天空就已露出余白。结界之外，
此刻的段清笑正在盘膝打坐，灵力自他灵海池中翻涌而出，蕴养着自己的魂海伤势。忽见一道身影瞬移来到他身前，正是那化神老者。在化神老者身后还跟随着一位中年男子，正是老者的弟子。男子掌心中还捧着一面符旗。段清笑魂念感知到老者的出现，仓促收工，起身行礼道：前辈，您是要开始破阵了吗？化神老者瞥了他一眼，没有理会他，伸手接过身后弟子递来的一面符旗。老者右手掐诀，在符旗上连点数下，指尖一划，符旗嗖的一声飞向结界上空100丈处。老者指尖一道灵力射出，精准没入符旗之中。只见符旗瞬间暴涨，幻化成1000丈大小，犹如黑云压城，将结界范围内的7绝14峰全部笼罩。化神老者双手一扬，其化神修为的恐怖实力显露出来。自老者掌心之中翻涌而出9道雄浑的灵力，分别袭向结界的9宫方位。灵力急速钻入地心之中，砰的一阵阵惊天巨响，结界四周浮现了9个100丈深坑。亲眼目睹这一切，段清笑内心的惊惧更甚。那9道灵力，其中潜藏的恐怖威能，每一道都能轻松抹杀他。此刻他才能直观感受到元婴期与化神期之间那如同天堑一般的差距。段清笑心脏扑通扑通直跳，喉间无比干涩，内心的无力感油然而生。老者双手一阵变换，指尖灵力萦绕盘旋着，老者同时一声轻喝：迷灭禁符阵，起！只见得从那100丈深坑之中，老者之前布置好的9杆劲旗缓缓飘出深坑外，悬停在结界前方丈许。老者双掌朝前频频推出，迅猛的灵力再次袭出，被劲旗吸收。吸收化神老者的灵力后，劲旗好似被激活了一般，从劲旗之中散发出漫无边际的禁制之力。禁制之力前赴后继地涌向100丈上空中的符旗，禁魂符旗则是来者不拒，将涌来的禁制之力通通吞噬。而符旗在吞噬的同时，也散发出无尽的魂符之力。如此相互衍生吞噬，意味着符旗与劲旗彻底连通。化神老者暂时停止了自己的动作，淡淡看着眼前的劲旗，静静等待着。约莫1炷香的功夫过去，符旗与劲旗好似已经饱和，不再吞噬。老者笑着抬起右手，一指点下，又一道灵力射入高空中的符旗之中。刹那间，半空中传出轰隆一声震响，9道劲旗重新钻入深坑之中。而那1000丈符旗化作了一座1000丈大小的禁制山，狠狠地砸向了7绝门的护山大阵结界。段清笑听到砰的一声，整个7绝内门14峰好似震了震。眨眼之间，段清笑骇然发觉7绝门的大阵结界犹如破碎的镜面，滋啦碎裂开来，彻底消散于天地之间。化神老者探手朝着虚空一抓，符旗与劲旗整齐地回到他掌心之中。老者目光一扫段清笑，淡淡开口道：前面带路吧，老夫今日也要好好认识一下那位7绝门小辈。许久，段清笑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只见段清笑身影一闪，瞬移到了100丈之外。老者闲庭信步，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当沈七结束了一夜的修炼，走出洞府之时，师娘陈妙善已经在门外不远处等着他。沈七上前轻声问道：师娘，你还是决定听从师父的安排，带我们从禁地中逃出去吗？陈妙善没有吭声，只是点了点头。沈七愣了一下，无奈道：那徒儿去和师父道别一声。陈妙善没有拒绝他的请求，和他一起来到护山大阵的中心处。沈七到来时，发现6位师兄早在此地等候多时。沈灵一见沈七到来，还没等他开口，沈灵朝着夫人陈妙善抢先道：夫人，你速速带着妻儿他们赶去后山禁地，段清笑请来的那位化神修士已经出手攻击护山大阵了。陈妙善刚要答话，便听到半空中传来轰隆的爆炸声，整座7绝峰都震了震。沈灵脸色瞬间大变，喝道：护山大阵被破，夫人快带妻儿走。走，你们还想往哪走？前辈神识已将7绝14峰全部锁定，今日你7绝门上下无人能逃。沈七等人耳边传来一阵肆无忌惮的狞笑声，声音由远而近，十分刺耳。一个眨眼之间，沈灵身前100丈外缓缓飘出2道身影，正是瞬移而来的段清笑与化神老者。段清笑出现的瞬间，陈妙善一把抓住沈七的手，将他牢牢挡在身后。与此同时，4位长老御空上前，齐齐站到了沈灵身后，神色紧张地盯着段清笑二人。山道之上，源源不断的天煞阁弟子正朝着阵心处冲杀而来。沈灵对此视若不见，朝着老者抱拳行礼，躬声问道：敢问前辈为何助段清笑犯我7绝门？可是我等有什么地方冒犯了前辈？化神老者一步踏出，淡笑道：老夫乃君天州无极宗长老莫灵一，听闻沈小友的手中有一枚太乙玉符，不知此事是真是假。老夫近来在练习一门上古禁阵，其中凑巧需要用到太乙玉符，
此番前来，老夫正是想借玉符观摩几日。沈灵疑惑问道。莫前辈的话，晚辈不太明白，不知前辈所讲的太医玉符是什么东西？莫灵一双目一寒，一张图像在他掌心幻化而出。老者随手一扬，图像轻飘飘地飞向沈灵。沈灵双手接住画像，目光从那画像上一扫而过。当沈灵看清画像时，他的神色微不可察地愣了一下，随即恢复如初。沈灵收起画像，朝老者垂手行礼道：莫前辈，画像之中的物品晚辈从未见过，晚辈的确不曾听说过太医玉符。我七绝门并没有您想要的东西，还望前辈莫轻信小人谗言，为难我七绝门。可惜的是，刚刚沈灵微妙的神色变化并没有躲过莫灵一的神识感应。莫灵一一声冷笑，右掌随意的凌空一握，沈灵及4位长老瞬间无法动弹。段清笑见到沈灵被镇压，嘴角忍不住上扬，讥笑道：沈门主，莫前辈他老人家可是在跟你先礼后兵，你莫要不识抬举，赶紧乖乖的把太医玉符和七绝剑、镇图轴交出来，段某也好替你向莫前辈美言2句。兴许前辈大发慈悲，能够放你们七绝门一马。莫灵一目光一扫段清笑，仿佛一眼看穿了对方的那点小心思。段清笑后背冷汗直冒，瞬间乖巧的低下脑袋。不过莫灵一也懒得点破他，依旧一脸笑意地望着沈灵。沈灵怒视段清笑，咬牙恨道：段清笑，你这狗贼，休得在此胡言乱语！七绝剑阵图乃我宗门至宝，岂能拱手送人？至于那什么太医玉符，我七绝门根本就没有此物，让我如何交出？莫灵一盯着沈灵，似笑非笑道：罢了，且让老夫亲自来对你搜魂1、2，你2人孰真孰假，老夫一搜便知。莫灵一话音未落，身影却已出现在沈灵身前尺许。沈灵内心一颤，100丈距离凭空显现，而没有任何残影，正是化神期修士才能掌握的神通，缩地成寸。莫灵一大袖一挥，灵力自他袖袍中汹涌射出，化作一道水桶般粗细的灵力绳索，将沈灵死死束缚住。莫灵一指点向沈灵的眉心，其指尖溢出一缕恐怖无比的神魂之力，直冲沈灵魂海内部。莫灵一出手狠辣，毫不客气地施展搜魂之术，一出手就想要直接轰碎沈灵的魂海池，方便自己抓取沈灵的魂念记忆。面对化神修士的恐怖手段，沈灵根本无法抵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莫灵一的神魂之力如滔天洪水般肆无忌惮地冲向自己的眉心魂海之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沈灵怀中的一方铜钟自动飞出，停在他的头顶上方，急速旋转着。铜钟外形刻印着复杂的盘纹，看上去十分古朴，散发着神秘的气息。铜钟的突然出现使莫灵一不由得愣了愣神，还没等他做出反应，只见铜钟发出嗡的一声低鸣，从钟口倾吐出一道水纹状的灵力护罩，护罩猛地扩大至10丈大小，眨眼间便将沈灵以及莫灵一笼罩住了。莫灵一惊骇地发现，此刻的他被那口铜钟给困住了。他尝试施展缩地成寸，却发现无法逃出铜钟的灵力护罩。更令莫灵一惊慌失措的是，他灵海池之中的全部灵力莫名被铜钟给全部封禁了，而铜钟散发的灵力正在慢慢吞噬他的丹田灵海池。而在沈灵这边，当铜钟出现的刹那，沈灵惊奇发现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灵力绳索顷刻消散，而他那即将崩溃的魂海池也在铜钟灵力的覆盖下瞬间恢复如初。莫灵一的搜魂术已被铜钟强行打断，只不过莫灵一的那一道神魂之力依旧被铜钟灵力镇压在沈灵的魂海池之中。神魂之力被铜钟灵力切断了与莫灵一本体的联系，不过目前还在魂海池中挣扎，企图挣脱古铜中的灵力镇压。沈灵察觉自身修为恢复后，瞬间有了大胆的想法，当即也不顾其他，全力调动了魂海池中的所有魂力，开始炼化莫灵一的那一道神魂之力。化神修士的神魂之力相对于元婴修士来说，是和其的雄魂沈灵力来胆大心细，果断着手炼化莫灵一的神魂之力。若是他能够成功炼化，以这道浑厚的神魂之力滋养魂海，定能成功突破至元婴后期。莫灵一在一番尝试无果后，也渐渐冷静下来。他先是小心翼翼地抽掉了魂海中的全部神魂之力，包裹住自己的丹田灵海池，减缓铜钟灵力对灵海的吞噬速度。确认自己的灵海池暂时不会出现异常后，莫灵一再次释放一抹神念，仔仔细细地去感知铜钟灵力护罩。盏茶功夫过去，莫灵一脸色大变，失声惊呼道：不对，这是炼狱之力，这古铜钟到底什么来历？居然被一位炼神大能烙印上一道炼狱之力，难怪铜钟能封禁老夫。你们七绝门不过一方破落宗门，怎么会拥有炼神修士的法宝？不远处的沈七听到莫灵一这些话，一时云里雾里，目光望向陈妙善，传音问道：师娘，什么是炼狱之力？一旁的陈妙善还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中，当莫灵一出手的那一刻，他原本以为自己夫君必死无疑，绝望的陈妙善只能不甘地闭上双眼，眼角滴落2行清泪，
不曾想危急时刻飞出一口铜钟，救了夫君的命。陈妙善心绪大起大落，也没有太多心思注意其他，目光一直紧张地盯着沈凌这边。听到沈七的传音，陈妙善传音答道：“师娘，我也不太清楚。”沈七又问道：“师娘，那这铜钟是什么宝贝？想不到此铜钟竟有如此神异，居然能够抵挡化神修士的攻击。”陈妙善解释道：“此物名叫七绝钟，乃是祖师当年的随身法宝。不过你师父得到这七绝钟后，从未发现它有任何神异之处，只当是一件普通的纪念品收藏起来。今日看来，许是你师父并没有真正了解到七绝钟的隐秘。”沈七还欲再问，陈妙善眼神一蓝，沈七只得忍住，目光重新看向莫灵一那边。段清笑在察觉到莫灵一的异常后，第一时间便瞬移上前，却惊骇发现自己被铜钟灵力护罩挡住了脚步。段清笑无奈停步，朝着莫灵一躬身一礼，问道：“莫前辈，可是出现了什么意外？”莫灵一没有理会他，神念外放，静静查探着灵力护罩的细微变化。待到约莫一炷香的功夫过后，莫灵一双眼闪出一抹金光，忍不住仰天长啸：“哈哈，天不亡我，天不亡我！”见状，段清笑再次壮胆问道：“莫前辈，您这是怎么了？”莫灵一心情大好，开怀道：“想不到此次下山还有意外收获，小小的七绝门居然还有炼神修士遗留的法宝。这件古铜钟老夫要了，若是老夫能够感悟出铜钟内的炼狱规则，必能凝聚出属于老夫自己的炼狱，晋升炼神指日可待。”段清笑听不懂莫灵一的话，疑惑道：“前辈，您刚刚所说的炼狱之力到底是什么意思？”莫灵一笑道：“修士在化神后期大圆满后，若是领悟出天地规则，便能凝聚出自己的炼狱，一举晋升为炼神境。在炼狱之中，自身为绝对主宰，炼狱中的天地规则便是炼狱之力。”段清笑这才明白过来，试探道：“前辈，您现在可是被铜钟的天地规则给困住了，是否需要晚辈去打破这铜钟的灵力护罩，助您降服铜钟？”莫灵一嗤笑一声，讥道：“你不过区元婴初期，也妄想破开炼神大能的法宝防御，当真无知可笑。”被莫灵一如此嘲讽，段清笑脸色一阵变化，又不敢发作，只得讪笑道：“前辈，那您自己可有把握脱困？”莫灵一目光扫过沈七等人，随口道：“这铜钟虽然烙印了炼神修士的炼狱规则，可这铜钟经历漫长岁月的侵袭，铜钟内的炼狱之力早已十不存一。此铜钟或许能够灭杀化神初期，镇压化神中期，但老夫100年前便已经是化神后期。此铜钟只能封禁我一时，只需半日功夫，老夫便能化去铜钟的炼狱之力封禁，破开灵力护罩。”一旁的陈妙善等人听到莫灵一这番话，内心的不安再次涌现，神色不安地盯着莫灵一，脑中不断思索逃生对策。而段清笑则是露出谄媚的笑容，朝着莫灵一狂拍马屁，叹道：“前辈修为高深，晚辈佩服。”莫灵一话锋一转，呼道：“段清笑，你现在可以去解决七绝门剩余之人，一个不留。”段清笑没有动作，而是将目光投向紧闭双目的沈凌，小心翼翼道：“前辈，此刻的沈凌。”莫灵一面露不屑，冷笑道：“此子心比天高，非但不及时将老夫的神魂之力逼出魂海池，竟还异想天开的尝试去炼化。老夫的神魂之力岂会那般容易炼化？凭他元婴中期修为，没有3-5天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可是老夫日落之前便能收服铜钟，没有铜钟庇护，杀他简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闻言，段清笑面色一喜，痛快道：“既如此，那晚辈便先去处理七绝门的残余弟子了。前辈，我们之前有过约定，那七绝剑阵图。”莫灵一大手一挥，不耐烦道：“你若能找得到，拿去便是。”段清笑点头哈腰，一个瞬移来到沈七等人身前，面色狰狞道：“七绝门小辈们，速速领死！”话音落下，段清笑右掌拍出，汹涌的灵力倾泻而出，灵力盘旋于半空之中，幻化出一只巨大的手掌，瞬间将整个七绝峰覆盖。巨掌落下，尘土漫天飞扬，七绝峰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在段清笑恐怖的灵力轰击下，一道裂缝自上而下显现而出，七绝峰开始摇摇欲坠。沈七此刻才是第一次真实的感受到元婴期修士的可怕实力，仅仅随意的一掌，骇人的冲击波便能开山断石。待到尘烟散去，沈七神色变得愈加惊颤，一眼看去，除了被铜钟笼罩住的沈凌以及4位长老外，其余的七绝门弟子尽皆殒命，绝大多数弟子更是尸骨无存。昨日与沈七还有说有笑的6位师兄，此刻也是瘫倒在地，生机灭绝。在段清笑出掌的瞬间，师娘陈妙善便一把抱住了沈七，拼命催动全身修为，朝着后方退去。眨眼间，御空退到100丈之外。即便如此，恐怖的灵力冲击还是结结实实地扫中了陈妙善的后背。为了护住沈七，陈妙善不闪不避，
硬生生用后背挡住段清笑的灵力冲击波，险之又险地退到了灵力攻击范围之外。不幸的是，只是一道余波冲击，陈妙善便身受重伤，大口吐血，昏迷不醒。望着七绝风的残垣断壁，惨烈的景象刺痛了沈七的心神。沈七双眸泛起一丝血红，面色清冷地盯着半空中的段清笑。沈七缓缓放下怀中昏迷的陈妙善，凛冽的杀机冲天而起。他如今已是金丹初期，同样可以做到御空飞行。沈七一跃腾空，目光锁定段清笑的方位，急速冲去。沈七体内的杀意暴涨，浓烈到几乎化作实质。朝着段清笑飞去的同时，沈七一字一句道：“伤我师娘，杀我师兄，毁我师门。段清笑，今日我沈七便拿你的命来祭奠我七绝门上下。”呼吸之间，沈七的身影便飞到段清笑身前3丈外停下。他的双眸中看不到一丝神采，只有一抹令人窒息的阴冷，死死盯着段清笑。段清笑此时还闭着双眼，他十分享受这种定人生死的感觉，陶醉其中。当他耳边响起沈七愤怒的话语时，不由得愣了一下，略显意外道：“有趣，你这金丹小辈居然还活着。也罢，且让本阁主送你去陪你的师兄吧。”沈七冷笑道：“老贼，今日你必死。”闻言，段清笑好像听到了世间最大的笑话，忍不住放声大笑：“哈哈，你这金丹小儿当真是不知死活。”沈七不再理会他，双手上下一合，七绝剑阵图自魂海池之中幻化而出。沈七右手并指一点，浑厚的魂念之力灌注到七绝剑阵图之中，七绝剑阵图瞬间激活，迎风暴涨。七绝剑阵图瞬间变换10丈大小，剑阵图散发出上百道迅猛的剑气，剑气呼啸交错，掺杂着一道凌厉的杀意以及七绝剑意。段清笑仗着自己元婴修为，轻视沈七。他不曾想到沈七已经领悟了七绝剑意，彻底掌控了七绝剑阵图。当段清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时，沈七顺利激发了七绝剑阵图，布置出七绝剑阵。剑阵锁定段清笑气机，将他彻底封锁在七绝剑阵之中，逃无可逃。沈七动作毫无停顿，右掌灵力涌现，凝聚成一柄3尺利剑。利剑凌空一斩，潜藏着无尽杀意以及七绝剑意的凌厉剑气呼啸而出，径直斩向段清笑。此刻段清笑才惊骇察觉，自己的元婴修为居然被莫名压制到金丹初期，剑气已将他彻底锁定，根本避无可避。段清笑莫名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心中不由得一震。仓促之间，段清笑只来得及召唤出一尊玲珑塔罩住自己，同时催动灵海池中的全部灵力，幻化出一层厚厚的灵力护盾，牢牢包裹住全身。令段清笑绝望的是，当沈七的剑气斩落时，段清笑召唤出的玲珑塔以及灵力护盾脆弱到如同豆腐块，不堪一击，瞬间被剑气切割成稀碎。剑气狠狠地斩在段清笑身上，从他身躯中穿过。沈七右手一伸，七绝剑阵图恢复最初模样，落回他的掌心之中。沈七缓缓上前，冷冷注视着段清笑。段清笑喷出一口鲜血，一道裂痕从他脸部开始浮现。吊着最后一口气，指着沈七掌心中的七绝剑阵图，段清笑颤声问道：“这是什么宝物？”沈七淡淡道：“七绝剑阵图。”段清笑苦笑一声，神色不甘道：“果然，看来沈灵之前所说都是真的。”挣扎着吐出这句话，段清笑的身子彻底碎裂，化作飞灰，消散在天地间。当亲眼目睹阁主段清笑被沈七所斩之后，山脚下的天煞阁弟子顿时如飞鸟作散，四散奔逃，唯恐自己被沈七盯上。阁主段清笑元婴修为都被对方一剑无情斩杀，弱小的他们如何挡得住沈七手中的剑？望着山脚下逃跑的天煞阁弟子，沈七没有去追，静静地看着众人逃去。他已经诛灭了段清笑，也算是为师兄们报了仇。即便他现在将天煞阁弟子通通杀光，七绝门的弟子也不可能再复生。况且天煞阁弟子中也有不少无辜之人，沈七生性并不嗜杀。眨眼过后，在这七绝峰之上，就只剩下一中年男子还站在原地，正是莫灵一的弟子。沈七目光扫了对方一眼，没有再理会他，缓步朝着沈灵那边走去。见识到沈七的诡异手段，中年男子自然也不会主动去招惹沈七。虽然他的修为已是元婴中期，可中年男子在脑海中重现了一遍沈七出剑的场景，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十足把握能够挡住沈七那一剑。尽管中年男子并不认为沈七有能力斩杀自己，但他不敢去赌，所以男子只是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静静看着沈七，耐心等待师尊莫灵一脱困。沈七走进灵力护罩前，停下了脚步。略作尝试后，沈七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穿过七绝中的灵力护罩。沈七被护罩挡着，无法接近沈灵，所以也没办法了解沈灵的情况，只得看向另一侧的莫灵一。而在此刻，莫灵一正操纵着净魂符旗，
正专心致志地破除着铜钟封禁的规则之力。当沈七接近之时，莫灵一眼角微不可察地动了动。刚刚沈七斩杀段清啸的景象，莫灵一也同样通过神识感知，对整个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一开始段清啸对他吹嘘七绝剑阵图的不凡之处时，莫灵一还表现出了不屑一顾的神色。在他看来，修为之间的鸿沟差距岂是一件法宝所能弥补的？莫灵一并不相信区区一件七绝剑阵图如何就能令金丹修士斩杀元婴修士，不过天方夜谭而已。可当莫灵一亲眼见证到沈七斩杀段清啸后，莫灵一着实心动了。他没想到段清啸所言竟然是真的，的确能够做到越阶杀敌。莫灵一思索着，若是掌握了这件法宝，岂不是能够越阶斩杀炼神修士？想到这里，莫灵一滋生杀人夺宝的念头。当然，眼下的他仍旧被铜钟困在其中，首要之事还是得尽快破除铜钟的封禁之力，先把铜钟抢到手，再来考虑其他。沈七望着半空中的七绝钟，沉思了一下，掌心再次凝聚一道剑气，一剑斩向七绝钟。只听当的一声，剑气消散无形，而七绝钟却是毫发无损。莫灵一面带轻蔑，冷笑道：“小辈，莫要白费力气了。凭你金丹初期的修为，就算给你斩10000年，也不可能破开铜钟的灵力护罩。”对莫灵一这番话，沈七充耳不闻，掌心灵力不断涌出，因为他发现七绝钟开始自主旋转起来，沈七动作愈来愈快，蕴含着七绝剑意的灵力剑气不停呼啸而出，一剑又一剑地朝着七绝钟斩去。待到沈七斩落9981剑时，七绝钟旋转的速度已然快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沈七无法再看清七绝钟，数之不尽的铜钟残影呈现在沈七眼前，令他一时头晕眼花。更诡异的是，此时的莫灵一惊恐察觉到铜钟灵力吞噬自身灵海池的速度莫名加快了数十倍。若说一开始铜钟灵力每次吞噬的速度只有绿豆大小，可铜钟灵力现在的吞噬速度已经变成鸡蛋大小。莫灵一内心一颤，浮现出一抹不安的情绪，双手急急掐诀，魂镜符旗骤然间散发出炽热的光芒，同时九杆劲旗也从储物戒指中幻化而出。金山却没莫灵一不敢再有一丝保留，自身化神后期的骇人实力第一次彻底展现出来。莫灵一催动着魂海池的浑厚神魂，不遗余力地攻击着铜钟烙印的炼狱规则，配合布置的迷灭禁符阵，加速破除铜钟的封禁之力。莫灵一不敢怠慢，若是让铜钟灵力如此吞噬下去，只怕还没等他脱困，自己的灵海池就要被全部吞噬。失去灵海池就等同于丧失修为，沦为废人。一想到这些，莫灵一心中掀起一阵后怕，手上的动作更是加快了3分。破除封禁的同时，莫灵一目光扫过100丈外的静立着弟子，大声喝令道：“浮空，出手拦住他！”听到师尊的传音，被莫灵一唤作浮空的中年男子一个瞬移上前，来到沈七身后3丈处止住。浮空扫了沈七一眼，转身朝师尊莫灵一躬身行礼，不解问道：“师尊，怎么了？”莫灵一急道：“这小子的剑意有古怪，好似能够激发铜钟的威势，加速铜钟对为失灵海池的吞噬。浮空，你赶紧出手，全力镇压他。”闻言，浮空略皱眉，虽然他并不想面对沈七的剑，可师尊的命令不能不听。浮空双掌一翻，一面黑色的符旗漂浮于他的掌心之间，符旗表面充斥着阵阵玄雷气息。这面黑色符旗乃是无极宗的10大符宝之一，无极玄雷符。此符唯有化神境修士才能炼制，炼制的化神修士将自身的一道神魂熔炼到玄雷之中。无极玄雷符能够抵挡住化神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化神之下的修士面对符旗之中的玄雷之力，基本上是九死一生。一出手便是无极玄雷符，须知此法宝由无极宗宗主亲自赐给他的，乃是浮空的最强保命手段。浮空毫不犹豫地祭出无极玄雷符，可见浮空心中对沈七没有一丝轻视。见到浮空如此谨慎，莫灵一不由得愣了下，哑然道：“浮空，你如今已是元婴中期，修为远高于他。此子不过金丹初期，即便有那七绝剑阵图，也伤不了你，无需惧他。”浮空抢笑道：“师尊，段清啸元婴初期的修为也远高于此人，可还是被他一剑斩杀。”莫灵一斥道：“笑话，4段清啸这种蝼蚁之辈，岂能与老夫的弟子相提并论？便是10个段清啸，加在一起也远不及你。”浮空摇头道：“小心驶得万年船。师尊，你化神后期同样被一个小小的元婴中期所困住。”莫灵一沉默，不知如何开口。沈七丝毫没有惧在一身后的浮空，全神贯注地催动着灵海池的灵力，一道道灵力的剑气呼啸而出，前赴后继地斩向七绝钟残影之上。剑气击落在七绝钟上时，传出阵阵当当当的沉闷钟声，钟声不绝于耳，响彻七绝14峰。浮空终于动手了，双掌相互一开，无极玄雷符缓缓飞至半空。
一道道恐怖无比的玄雷从符旗中溢散而出，玄雷之力弥漫天际，令人窒息。浮空轻抬右掌，正欲朝着沈七后背拍下，忽听沈七冷笑一声，森然道：“再敢动一下，必斩你！”话音未落，七绝剑阵图凭空而出，剑阵化作百丈牢笼，将浮空牢牢锁定其中。半空中的无极玄雷符好似遇到了什么可怕的存在，溢散的玄雷之力瞬间消失不见，符旗也暗淡的跌落在地。浮空呆愣原地，身子不由自主的一阵发颤，举着的右手也不敢收回。望着头顶的七绝剑阵图，浮空内心一阵绝望。沈七从始至终都没去看他一眼，右掌凌空一划，又一道剑气斩向了七绝中。很快，沈七再次斩出77419道剑气。此刻的他已无法用肉眼看到七绝中旋转的残影，只能通过魂念感知它的存在。正当沈七持续轰击七绝中之时，灵力护罩之中的莫灵一忽然神色大变，一脸惊慌地操控禁魂符旗飞回掌心之中。莫灵一忍不住啊的一声怒喝，只见他双手急急变换，迷灭禁符阵在他周身凝聚出一道能量结界，企图阻挡住瞳中灵力继续侵蚀自身灵海池。莫灵一不要命地催动魂海池之中的全部神魂之力，浑厚无比的神魂之力涌了出来，朝着自己灵海池钻去。此刻在莫灵一的灵海池之中，瞳中的灵力吞噬速度再次加快，由鸡蛋大小变成到皮球大小。按照这个速度吞噬下去，只怕不出一个时辰，莫灵一的灵海池就要被全部吞噬，彻底沦为废人。情势骤然变得莫名危急，莫灵一也开始变得癫狂起来。莫灵一双眸变成暗灰色，面部也彻底扭曲，死死地盯着沈七，咬牙切齿道：“小子，待老夫破除封禁后，必将你剥皮抽骨，取你金丹炼药。”沈七迎着莫灵一的凌厉目光，嘴角扯出一抹冷笑，掌心剑气云涌而出，狠狠斩向半空之中的七绝中。在沈七身后，浮空默默拾起地上的无极玄雷符，目光阴冷地盯着沈七背影。他看出了师尊的情况不容乐观，一番挣扎后，还是举起手中的符旗。奈何浮空的内心纠结了许久，终究还是不敢出手激发符旗中的玄雷之力。双眼之中，其浓烈的杀机仿佛凝成了实质。当莫灵一操控魂海中的所有神魂之力稳固住灵海后，莫灵一一咬牙一跺脚，从他的储物戒中飞出一枚玉印。望着眼前的玉印，莫灵一脸上浮现一抹肉痛之色，内心对沈七的憎恨又浓烈了3分。这枚玉印是莫灵一从一位上古修士的洞府中获得的，玉印中留存着一道洞府主人的神念。自从得到玉印后，莫灵一已经尝试过无数次，始终无法炼化融合那一道神念。眼下情况危急，已在生死之间，莫灵一再也顾不得其他。这玉印是他最后的压箱底手段，只要莫灵一打碎玉印，那一道神念释放出的魂力波动，威力堪比炼神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莫灵一双手掐诀，又在自己周身布置了数道禁制结界护盾，便毫不犹豫地一直点在玉印上。玉印瞬间如镜子般碎裂开来，一道滔天的魂力气息从玉印中滚滚而出，宛如暴风漩涡一般，朝着四周震荡而去。砰的一声惊天震响，恐怖的魂力波动瞬间将七绝中的灵力护罩震碎。七绝中内的炼狱之力顷刻消散无形，铜钟表面也出现了丝丝裂痕。而莫灵一布置的禁制结界，在这道神念的魂力冲击波面前，脆弱到如同万年枯木一般，一吹就碎。连同他的禁魂符旗与九杆禁旗，全部化作飞灰，不留一丝痕迹。莫灵一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在灵力护罩被震碎的刹那间，恢复化神后期修为的莫灵一没有任何迟疑，施展出了缩地成寸的神通，成功逃离到100丈之外。处在冲击中心的沈灵以及4位长老，只能被冲击波无情的淹没，神魂俱灭。而沈七却是比较幸运，就在莫灵一取出玉印的那一刻，他内心便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不安。沈七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转身挥出一剑斩杀了莫灵一的弟子浮空，收回七绝剑阵图，急急抱起师娘陈妙善御空退去，一口气退到100里之外。因为沈七反应及时，所以他逃跑的时间尚算充足，并没有受到一丝魂力冲击波的伤害。待到冲击波彻底消散后，沈七一眼望去，整个七绝14峰已然全部倒塌。自今日起，玄天州七绝门从修仙界中彻底消失。沈七看着眼前的宗门惨象，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悲凉感。正当还沈七沉浸在哀伤的情绪中时，一道身影唰地飘现在他身前尺许，来人正是大难不死的莫灵一。此刻的莫灵一略显狼狈，衣衫多处撕裂，身上血迹斑斑。莫灵一一脸冲天怒气上前一步，在他掌心之中紧紧地抓着七绝钟，他的五指有些变形，力道之大，铜钟表面的裂缝都隐隐有些扩散。莫灵一阴森笑道：“小子，老夫刚才就说了，脱困后定要将你剥皮抽骨。”沈七回过神来，好似没听到莫灵一的话，只是冷冷地盯着他。莫灵一不再废话，魂海池之中的神魂之力翻涌而出，瞬间将沈七的灵海池以及魂海池彻底封禁。
沈七一脸平静，没有做任何反抗。二人之间的修为差距太大，沈七根本无法躲避。莫灵一口中吐出桀桀的冷笑声，双眼之中一道神识急速射出，神识裹挟着毁灭的气息，径直朝着沈七眉心呼啸而去。沈七身子一僵，双目瞬间暗淡。莫灵一狞笑道：“小子，你非但要害老夫性命，还敢杀老夫弟子，若不将你抽魂炼魄，难消老夫心头之恨。”在莫灵一的神识以迅雷之势冲入沈七魂海之中后，当即被沈七千丈范围的金色魂海池给深深地震撼住了。莫灵一不由得连连啧舌，惊叹道：“1000丈大小的魂海池已经能够媲美化神初期修士了，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震惊过后，莫灵一也没去深究，神识之力轰然落下，欲以化神后期的毁天灭地的神识之威，直接震碎沈七的1000丈魂海池。千钧一发之际，一只金色的萤火虫从魂海中幻化而出，萤火虫轻飘飘地射出一道金光，金光瞬间便将莫灵一的神识之力吞噬炼化，化作一道精纯的魂力反哺至于沈七的魂海池之中。莫灵一张口啊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双眼之中2层血泪渗出。在沈七的头顶之上，一只金色萤火虫漂浮着，无边无际的金光充斥着此方天地。沐浴在金光之中，沈七缓缓睁开双眼，目光不带一丝感情地盯着莫灵一。莫灵一周身不停颤动，终于再承受不住沈七的目光威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自从萤火虫吞噬莫灵一的神识后，莫灵一还没来得及生出逃跑的想法，便被萤火虫封禁在金光之中。如今的莫灵一动弹不得，只能听天由命，内心祈祷萤火虫会饶过自己的性命。莫灵一冷汗涔涔，心道：肯定是某位转世大能潜藏在这小子的魂海之中，伺机夺舍重生。沈七看着眼前跪倒的莫灵一，不由得愣了愣，他的意识才刚刚恢复，待到反应过来，才感受到一丝不对劲，正想开口，随即惊骇察觉意识无法操纵自己的身躯。沈七内是自身识海之后，这才发觉在自己的识海正中处，不知何时幻化出了一道金色萤火虫的虚影。沈七的意识只能无奈地立于识海边缘处，静静看着萤火虫操控自己的身躯。片刻后，沈七终于悠悠开口，声音古老而又沧桑，语气略显生涩道：“将你手中的铜钟给本君递上来。”莫灵一连连磕头，应声道：“是，是，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前辈，还望前辈饶命。”说罢，双膝跪行，一步一步爬到沈七的脚边，双手恭敬地呈上7诀钟。沈七看到这一幕，内心一阵冷笑，暗道：修仙界果然是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猎人与猎物的身份陡然转变，此刻的莫灵一再也没有刚刚的桀骜不驯，神情卑微到尘埃里。被萤火虫占据身躯的沈七随手接过7诀钟，掌心轻轻一握，铜钟瞬间粉碎，铜钟内潜藏的炼力烙印便被沈七以金光灵力硬生生压缩在掌心之间。沈七朝着丹田灵海一拍，烙印随即钻入自身灵海之池中，自身灵力瞬间便将烙印中的炼狱规则完全吞噬，随即化作一道精纯的灵力融入魂海池之中。当莫灵一看到沈七如此诡异的手段时，内心的惊颤更是无以复加。还没等到他回过神来，沈七轻弹响指，一张画像凭空幻化，落在他掌心之中。沈七目光随意一扫过画像，问道：“你此次所来，就是为了此物？”见到沈七掌心画像，莫灵一只觉得一阵寒意直冲天灵盖。画像原本在他的储物戒指中，眼下却被沈七悄无声息地取走。莫灵一的储物戒指蕴含他的神魂之力，任何一丝的灵力波动他都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可莫灵一刚刚却是毫无察觉。沈七如此手段简直是匪夷所思，若是沈七想取他性命，甚至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莫灵一不敢再抬头看沈七，平复了一下惊惧的心绪，颤声道：“回前辈的话，此物乃是中州太医书院制作的太医玉符。太医书院每隔10年便会向赤霞界5方天地的修仙界发放出100枚太医玉符，供所有修士争夺。”沈七不在意道：“太医玉符有何用？”莫灵一躬声道：“相传太医玉符中刻印一道太医书院祖师的本源之力，赤霞界5方天地的任何修士，兼具机缘及天资的修士，若是能炼化太医玉符中的本源之力，不论出身背景，不论年龄实力，均可成为太医书院的真传弟子，前往中州太医书院修行。”沈七问道：“太医书院实力如何？”莫灵一答道：“太医书院乃赤霞界5方天地的最强仙门，书院的10大院首皆为还虚期，上千位院教皆是炼神期，而当今书院的院主陆天一，早在3000年前便已晋升到还虚后期。更有传言，那陆天一定会在1000年之内顺利晋级还虚大圆满，继而渡隐天劫，羽化飞升体影界，成为炼虚境强者。”说罢，莫灵一小心翼翼地打量了一下沈七，却见沈七神情没有丝毫变化，面带不屑。
莫灵一愈加心颤，连忙低下头，内心不由得感慨：不愧是转世大能，即便听到炼虚境，也是这般一副不屑一顾的神色。沈七又问道：太乙玉符在哪？莫灵一战战兢兢道：先前天煞格段清笑曾说，亲眼见过七绝门沈灵藏有太乙玉符，可是此人已被前辈已被那小子所斩杀了。刚刚晚辈也曾试探过七绝门沈灵，此人见到画像时神色明显出现变化，可惜的是晚辈还没来得及搜魂，沈灵就已神魂俱灭了。沈七双眼一冷，莫灵一吓得一个哆嗦，跪地不停咚咚磕头，惊惧求饶道：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当时的情况万分危急，晚辈不得不舍弃他。沈七徐徐吐出一个字：死。沈七眼中射出一道金光，金光从莫灵一的眉心飞入，转瞬即逝。莫灵一到死也没能做出任何抵抗，身躯眨眼间化作一缕青烟，彻底灰飞烟灭。金色萤火虫重新退回到沈七的魂海之中，漫天金光缓缓散去。与此同时，沈七使海阵中的萤火虫虚影消失不见，沈七也重新掌控了自己的身体。当沈七恢复正常后，当即操控意念化形，马不停蹄地进入自己魂海之中。沈七望着那一片金色魂海池，高声喊道：前辈，您还在吗？魂海之中依旧是一片寂静，萤火虫并没有现身，也没有任何回应。沈七仍不死心，再次呼唤道：前辈，晚辈此刻有太多疑惑，还望前辈能够现身，为晚辈指点迷津。片刻后，一团金色虚影凌空幻化，虚影朝着沈七飞来，瞬间融入他的意念之中。沈七意念莫名一震，一部玄奥无比的修行功法便刻印在了他的记忆之中。沈七愣了一下，心情无比的激动，情不自禁地开始阅览功法内容。就在沈七心神沉浸在功法内容之中时，他的意念之中传出一道古老而又沧桑的声音。这声音苍苍茫茫，好似从虚无中飘来，响彻沈七心神。此功法名曰阴阳造化经，他日你若功法大成，重证大道真身，那时的你自然能够知晓所有答案。沈七从功法中收回心神，意念体朝着魂海池弯腰一拜，躬声道：多谢前辈。意念退出魂海后，沈七来到陈妙善身边，双手抱住了昏迷中的陈妙善。临走前，沈七不舍得看了最后一眼七绝14峰，头也不回地朝着几百里外的方式飞去。沈七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前脚离开不久，七绝峰上便陆陆续续地出现了上百道陌生身影。出现之人服饰各异，神色匆匆，当众人看到七绝14峰一片残垣断壁时，皆会露出一抹震惊之色。这些人大多是东荒九州修仙宗门派来的长老弟子，他们不远万里星夜兼程，就是为了探查金色祥云异象缘由。哪曾想此刻的七绝门早已不复存在，关于异象的蛛丝马迹也没有搜索到。异象仿佛是昨日的一场梦，如今是毫无痕迹，更别提找到那位引发异象的气运之子了。七绝峰南侧500里外有一如意方士，方士乃是当初玄天州北部的3位散修所成立的。经历千百年来的发展，如意方士逐渐扩大，在玄天北部颇有声名。现在的如意方士领地范围足有一座小型城池般大，在这里，来自天南地北的修士能够随意买卖商品，交易资源信息等。交易的物品有法器、符篆、丹药、灵草、功法等，还有一些不正当的交易也能在这里进行。如意方士现在是由3位散修深厚的家族之人管理，3大家族成立了共进会，相互扶持以及制衡，抵御外敌，共同维持着如意方士的秩序。听风客栈乃是如意方士中最豪华的一家客栈。此时的沈七正抱着师娘陈妙善走上了听风客栈3楼，进入到一间天字号的豪华客房之中。沈七小心翼翼地将怀中陈妙善搁置在卧榻上，一脸心疼地看着她。此时的陈妙善依旧昏迷不醒，衣衫沾血。沈七分出一缕魂念，缓缓进入了陈妙善的灵海之中。沈七这才发现，他的灵海池中的灵力混乱不堪，灵海池正中的金丹表面也出现了一丝裂痕。见这般景象，沈七便激发出了自身魂念之中的金光之力，魂念射出一道金光，覆盖住了陈妙善的金丹。神奇的是，在这道金光的照耀下，陈妙善金丹上的裂痕瞬间就消失不见，金丹重新恢复如初，而且还壮大了一丝，隐隐会散发出些许神光。见状，沈七心中思索连连，这金光显然是金色萤火虫的神通，可自己却是能够激活并借用金光之力，这是为什么？萤火虫并没有与自己的魂海融合，自己能够感觉到萤火虫只是潜藏在魂海池的某个角落，难道是前辈赏赐给自己的力量？想到这，沈七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逼出一道金光之力，金光覆盖住陈妙善的全部灵海。下一刻，陈妙善灵海池之中的混乱灵力随即变得温和有序，灵海池受到的冲击伤势也在渐渐淡化。沈七心中大喜，不禁大笑，哈哈，
果然，萤火虫待我沈七当真不薄，今后凭借着金光之力的手段，我沈七定能横扫9色天。使用金光之力助陈妙善恢复伤势之后，沈七魂念便退出了他的灵海，接着取下陈妙善的储物戒，却发现储物戒前藏着他的魂念禁制，他无法打开储物戒。若是沈七强行抹除储物戒上的禁制，储物戒的内部空间连同藏品会瞬间湮灭，储物戒也就彻底报废。沈七忽然灵光一闪，自己为何不再尝试使用一下魂念中的金光之力？说干就干，沈七再次射出一道蕴含着金光之力的魂念，魂念径直冲进储物戒指的内部空间之中。毫不意外，陈妙善的魂念静置在金光面前，好似不存在一般，根本阻挡不了沈七的魂念金光侵入。沈七看去，陈妙善的储物空间里并没有太多东西，只有3、4套换洗的贴身衣物，一枚梅花钥匙，上千下品灵晶，3、500中品灵晶和几瓶疗伤丹药，最后就是一部宗门修行功法，一部掌记、7绝玄乙经和7绝掌经。沈七取出一套衣衫和一瓶滋养魂力的丹药，魂念便退出了陈妙善的储物戒。沈七从药瓶中倒出2颗回元补魂丹，屈指一弹，送入陈妙善腹中，接着招呼小二送来一盆清水，仔细替陈妙善擦去脸上的血污和泥渍。望着卧榻上陈妙善那精致无痕的玉颊，眼角泪痕依稀的柔弱神色，沈七的双眸中闪出一丝不一样的光芒。陈妙善的花容月貌之姿，宛如翩翩降世的9天玄女，沈七咽喉忍不住动了动。片刻后，沈七方才回过神来，目光看向陈妙善身上的衣衫，沈七双目金光更甚。陈妙善的外衣被灵力冲击波撕开多道裂缝，破破烂烂的外衣根本无法遮住她的风景，丝丝春光若隐若现。沈七深吸一口气，惊慌转过头去，不敢再看，站在原地没动，内心纠结了半天。盏茶功夫过去，沈七还是忍不住心中涌现出的莫名冲动，双手颤抖着伸向陈妙善腰间的衣带，哆哆嗦嗦地拉开陈妙善系着的衣带。沈七嘴里不停念叨着：师娘莫怪莫怪，弟子只是帮你疗伤更衣，绝无轻浮之意，弟子相信师娘你会理解弟子的。随着沈七双手一扯，腰间衣带被他轻松扯了出来，随意地扔在地上。陈妙善那一件破烂的素衣尽数褪去，沈七眯着双眼，呼吸瞬间急促了3分。素衣之下呈现出的是陈妙善那纤纤身姿，盈盈一握的蛮腰仿若柳枝般柔弱纤细，胸脯随着呼吸轻轻地起伏着，一头黑发有序地披落香肩。昏睡中的陈妙善展现出另一种绝美韵味。沈七愣在原地，呆呆地看着眼前壮丽的风景，周身热血直冲头顶。幽房之中寂静的可怕，沈七能够清晰地听见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声。窗台烛火摇曳，淡淡光线映照在那绝美玉体上，反射着白玉光泽。没有哪个男人能抵抗眼前的风景，沈七双目中的火热几乎要化作实质喷出来。沈七忍不住吞了吞咽喉，呢喃道：尤物，完美尤物。此时的沈七仿佛感觉到身躯有一团燥热的火焰，炙热的可怕。那种莫名的冲动由内心深处急速蔓延出来到大脑，沈七的身子烫到发颤，脸色通红。应！就在沈七深陷煎熬之中时，昏睡中的陈妙善吐出一声淡淡的呢喃，这一声轻吟犹如一盆冷水从沈七的头顶浇落脚底。沈七眸中的火热顿时退了些许，惶恐地转过身去。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沈七刚刚转身的刹那，他仿似看到了一抹狡黠的笑在陈妙善嘴角一闪而逝。沈七催动灵力运转周身，强行令自己清心凝神，恢复意识清明。片刻后，沈七缓缓收功，羞愧地拍了拍自己的脸颊，嘀咕道：沈七啊沈七，枉费陈妙善对你呵护有加，舍命救你，你居然还想趁人之危。无论如何，你们2人始终有着师徒名分，你若是有不轨之举，陈妙善该会有多心寒。沈七再次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封闭上自身魂念感识，慢慢转过身去，双手颤抖着继续摸索脱去陈妙善的剩余衣物。沈七取过放置在一旁的崭新衣物，手中动作带着克制与躲避，小心翼翼地帮陈妙善更换衣物。怎知昏迷中的陈妙善一个无意识的挣扎动作，导致沈七一个踉跄失衡，磕跪在他的双腿之间。因为封闭了魂念感识，辅导的沈七下意识地睁开了双眼，刹那间映入眼帘的是这世间最绝美的风景。沈七痴痴望着，心神彻底迷离，内心最深处的魔鬼彻底逃出来了。沈七大口大口地呼着气，气息灼热无比，颤抖着闭眼，垂手肠胃。约莫1炷香的功夫过后，沈七这才再次打开房门，探头探脑地看向了房外四周，待确认门外无人后，一脸心虚地溜出房门，亲手关上房门后，匆匆在房门口布下一道灵力结界，仓皇逃离而去。沈七走出听风客栈，
缓缓走向前方100米在外的一座茶社，直接上到茶社2楼。沈七选了个窗边的空位坐下，招呼店小二给自己奉上一壶醉神香。此时的茶社2楼中还有不少修士，2、3人共坐，一边喝茶一边轻声交谈。沈七魂念扫过，这些人大都是筑基期的宗门弟子，只有2人他看不透修为，应该是元婴修士。沈七望着窗外，悠闲地喝着茶水，默默听着茶社内茶客们的交谈内容。沈七左手边的一张桌子，一名筑基后期修士目露震撼之色，眉飞色舞道：“你们听没听说，昨日7绝门被人灭门了？7绝14峰一夜之间被人荡平，7绝门上下1000余弟子无一活口，全部殒命。”闻言，沈七嘴角边的茶杯顿了一下。有修士问道：“手段这么残忍，究竟是为了什么？一出手就是绝门绝户。”筑基后期修士笑道：“谁知道呢？修真无情，杀人夺宝本就是司空见惯的事。”又有修士笑道：“我却听说了呢，听说7绝门有神兵出世，引发了金色祥云异象降世，异象引来了炼神大佬，7绝门主沈灵不肯交出宝贝，炼神大能暴怒之下便灭了7绝门。”沈七一愣，怎么一夜之间外界就流传出了莫须有的谣言版本？角落的一位修士也开口问道：“道友，你是如何知道有炼神大能出现呢？莫非你昨日去了7绝门那边？”有修士接话道：“的确是炼神大能，我昨日就在7绝山脚下碰上了天剑宗弟子，天剑宗长老亲口承认7绝峰上有炼狱之力的气息。”听他这么说，茶社内的修士俱是倒吸一口冷气，炼神境对众人来说太过遥远，根本无法想象炼神修士的强大。沈七默默喝着茶，面露不屑之色。一位金丹修士缓缓开口：“听说这炼神大能余怒未消，扭头就将天煞阁灭门，不知此事是真是假？”有修士连连应声道：“对，日落之时，我正好路过天煞山，亲眼目睹一道冲天金光射向天煞山，金光眨眼间便将天煞阁夷为平地，天煞阁弟子无一生还，尸骨无存。”沈七愣住，心道：“什么？天煞阁也被灭了？明明自己放过了那些天煞阁弟子，为何天煞阁会被灭？金光，难道是魂海中的那位前辈所为？”有修士唏嘘道：“7绝门和天煞阁一夜之间覆灭，从此这玄天极北之地再也没有修仙宗门了。看来100年之内，此地便是如意方式的天下了。”有修士笑道：“这也没什么不好，我等散修也能分到些修行资源。以往出现任何资源，都被这2家宗门霸占着，我等只能吃着残羹冷炙。”诸多修士附和一笑，一脸幸灾乐祸。有修士笑道：“听说3个月后，玄天州天剑宗准备进行一次收徒考核。此次天剑宗公开邀请东荒9州的所有年轻修士，只要年龄未超过20岁，都可以参加入门考核。考核的条件只有一条，您练出剑骨剑脉，有剑修资质的修士就可以参加考核，成为天剑宗弟子。”有修士心生向往道：“天剑宗，那可是我们玄天州最强的宗门啊！我若是能加入天剑宗，那便是鱼跃龙门，往后前途无限啊！”此人身旁的修士讥笑道：“你如今19岁了，刚刚晋升筑基初期，剑骨都没能凝练出来，就如你这般平庸至极的资质，还妄想进入天剑宗，还是别做白日梦了。”他的话说完，茶社2楼顿时响起一阵哄笑。沈七原本正要走下楼梯，听到2人的话，心中顿时冒出了一个想法。听风客栈的3楼天字号客房，昏迷了一夜的陈妙善此刻终于有了反应，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陈妙善撑着柔弱的娇躯靠在床榻边沿，只觉得魂海之中传来一阵针扎似的疼痛，忍不住抬起玉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凝神调息片刻后，陈妙善猛地发现自己不知何时换了一套衣衫，他的内心骤然一紧，急忙审视自身上下。一番仔细的查探过后，陈妙善脸上的神色才略有些许放松。陈妙善缓缓起身，目光开始打量四周。陈妙善只觉得房内布置十分陌生，也不知自己此刻身处何地。陈妙善忽地回过神来，失声惊呼：“妻儿呢？妻儿现在在哪？”心急之下，陈妙善慌张地跑出房门，朝着楼下冲去。小跑到楼梯口时，慌不择路的陈妙善与对面来人撞个满怀。陈妙善抬头正欲道歉，正好对上了沈七那一双浓浓笑意的眼神。陈妙善心间一颤，一把抱住沈七的脑袋，拥入自己怀中。陈妙善双臂用了很大的力，紧紧地抱着沈七，他的双掌贴在沈七的面颊上，轻柔地抚摸着，口中不知在轻声呢喃什么。沈七不曾料到陈妙善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心中虽然有鬼，却不敢挣脱他的怀中。虽然靠在他的怀中别有一番滋味，但是被陈妙善箍着脖子，沈七有些透不过气来。等到陈妙善的心绪平复一些后，沈七不着痕迹地扶住陈妙善，不解问道：“师娘，你怎么了？”陈妙善摇摇头，伸手抹去眼角泪痕。
拉着沈七的手回到客房之中。二人相对而坐，沈七也不吭声，静静等着陈妙善发话。沉默片刻后，陈妙善终于悠悠开口，神色古怪道：“妻儿，师娘昏迷后，是你替师娘更换的衣衫。”沈七脸上霎时通红，低下头，不敢与陈妙善对视，扭捏的点点头，结巴道：“师娘，弟子我只是帮你疗伤更衣，没有其他逾越。”话没说完，脑海中立马浮现出了师娘的绝美风景，竟忍不住舔了舔嘴角，好似在回味其中甘甜。沈七的脸更红了，脑袋也愈加低了些。见沈七如此反应，陈妙善哪能不明白，粉颊瞬间飘荡出一抹红晕，娇羞地瞪了沈七一眼。陈妙善嗔道：“妻儿，你……”终究说不出话，羞涩地侧过头去。良久，陈妙善收敛些许心神，目光重新看向沈七，小心翼翼地问道：“妻儿，你师父他？”话音顿住，陈妙善神色略有紧张，一脸希冀地望着沈七。沈七轻叹一声，将陈妙善昏迷之后的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当然，关于金色萤火虫前辈的隐秘，沈七做了隐瞒，只是告诉陈妙善，关键时刻又突然出现了一位炼神境的神秘前辈。炼神前辈二话不说，抬手便灭杀了莫灵一以及天煞阁教众。炼神前辈顺手取走了七绝钟，因为对方不屑于对小辈出手，沈七与陈妙善二人才得以留命。反正如意方氏这边已经有了这种流言，沈七便借机略做加工。即便日后陈妙善听到了关于七绝门的任何传闻，也能与他自己的画像照应，不会联想到沈七身上。似想到什么，沈七取出太医玉符的画像递给陈妙善。陈妙善接过画像，目光一扫，疑惑地看向沈七。沈七解释道：“师娘，听那位炼神前辈说，此物乃是出自太医书院的太医玉符，而无极宗莫灵一之所以对七绝门出手，就是为了此物。”陈妙善望着手中画像，想到自己的夫君因此丧命，心中不由得泛起一抹悲凉，眼角滴滴晶莹垂落。见陈妙善伤心落泪，沈七连忙安慰道：“师娘请节哀，您放心，待我化神之日，便是无极宗灭门之时，七绝门的仇，弟子一定亲手报之。”闻言，陈妙善欣慰的点点头，擦去眼角泪水，轻声问道：“这太医玉符有何用？”沈七答道：“太医玉符中有一道本源之力，若是能炼化它，便能进入太医书院修行。”陈妙善恍然，神色茫然道：“妻儿，我与你师父相处这些年，从未见过此物，也未曾听他提过太医玉符，难道你也认为你师父真的藏有此物？”沈七语气不太确定道：“回想当时师父的神色表现，或许师父真的拥有太医玉符，或许是他自己并不清楚太医玉符是什么东西，又或是别人暂时给他保管之类的。但弟子可以断定的是，师父肯定见过太医玉符。”陈妙善叹道：“如今你师父已然身陨，即便他藏有太医玉符，只怕也是随着他的储物戒指一同灰飞烟灭了。”沈七问道：“师娘，我师父往日可有打造洞府，以作藏宝之用的习惯？”陈妙善哑然道：“我们七绝门没落多年，如今在玄天州偏居一隅，哪来的什么宝贝可藏？不过之前你师父的确在禁地中建了一座洞府，只是用来保存一些兵器药材之类的。”沈七神色一喜，忙道：“师娘，您说您从没见过师父显露过太医玉符，或许他老人家并没有随身携带，很有可能他将太医玉符收藏在洞府中，我们现在就去洞府找找看。”见徒儿如此迫切，陈妙善也不好服了他的意，点头表示赞同。沈七当即一把搂住陈妙善的纤腰，催动灵力就要御空飞往七绝门后山。陈妙善连忙伸手拦住，好奇道：“妻儿，你为何对这太医玉符这般感兴趣？你很想加入太医书院吗？”沈七愣了下，笑着解释道：“师娘，太医玉符刻印着书院祖师的一道本源之力，那可是炼虚境大能的力量，徒儿若是能炼化它，便能一步登天。”陈妙善笑了笑，没有接话。只见沈七收住笑容，正色道：“师娘，如今我们七绝门已经被灭了，你就是徒儿在这世间唯一的亲人了。从今往后，就由徒儿来保护你。太医书院乃赤霞界五方天地最强仙门，若是我们能够拜入太医书院，无极宗莫灵一之流岂敢欺上门来？”听到沈七的话，陈妙善感动的双眸盈盈，目光散发一抹异样的神采。直直迎着陈妙善的温柔醉人的目光，沈七坚定有力的大手紧紧揽住他的腰姿，御空而起，朝着七绝山方向飞去。不过盏茶功夫，沈七以及陈妙善的身影便出现在七绝门后山脚下。当陈妙善亲眼目睹七绝门的破败景象时，又是忍不住一阵唏嘘。因为七绝峰被莫灵一最后一击拦腰咬断，如今的七绝峰后山已被枯枝碎石给覆盖掉了。陈妙善观察着山脚景象，判断出禁地入口的方位后，领着沈七来到禁地洞口。当日七绝门天降异象后，东荒九州的宗门弟子几乎都朝着玄天北部之地赶过来。
当天剑宗等玄天州宗门弟子踏足七绝山时，七绝门已被莫灵一覆灭。七绝门亡了，这些宗门修士一番探寻后，却是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找不到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人只得悻悻而归。七绝门不过是一破落宗门，残留的资源原本就不多，而且大多数物件也被沙砾碎石给彻底掩埋住了。虽然这2日还有不少修士从四面八方赶来此地，奈何大多数人只能是看一眼七绝门的遗迹，然后不甘离去。当然还有不少散修还逗留在七绝门后山，不少散修手持灵器，正在四处敲敲打打，勤力的搜寻翻找着。这些散修没有任何靠山，平日修行资源本就紧缺，眼见七绝门就这么亡了，自己能在一旁捡漏，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沈七以及陈妙善没去理会这些散修，2人走走看看，最后终于来到禁地入口前方处，停下入口的洞门几乎被黄土碎石全部掩盖，只能模糊地看出一点轮廓。若非陈妙善心细入微，沈七一个人的话很难能够找到入口。沈七掌心灵力涌出，一道凌厉的剑气呼啸斩出，瞬间将洞口的碎石劈散开来。一道古朴的石门挡在沈七面前，石门上方刻印着云纹，隐隐散发些许神秘气息。就在石门显露之时，一道尖锐的声音在沈七耳边响起：快看，这里果然藏有宝贝，看看。下一刻，一位身着麻衣的精瘦老者从沈七身后飞出，悬浮在沈七身前。老者右手不停抚着自己那一缕山羊胡，笑盈盈地盯着石门，目光一片火热。老者扭头扫了沈七一眼，释放出一丝金丹大圆满的气息，气息中隐隐蕴含着些许镇压之势，其双目之中杀意尽现，威压朝着沈七翻涌而来，已然带上3分震慑之意。沈七面色不变，冷冷地盯着老者。老者冷笑一声，轻蔑道：小子，这处洞府归老夫所有了，识趣的话赶紧给我滚到一边去，如若不然，休怪老夫不客气。老者话音还未落下，又听到一声冷哼从不远处传来，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王安老怪，宝物见者有份，凭什么就得让给你？这里这么多人，不过区金丹大圆满，也在这白日做梦，真是可笑。又见另外一位身材肥胖的中年男子从沈七左侧方向飞来，停在山羊胡老者对面。中年男子似笑非笑地盯着老者，毫不掩饰地散发出自身假阴修为，一脸得意之色。老者王安神色一变，惊道：杜晓东，你居然凝练出假阴了？中年男子杜晓东笑意更甚，神气道：杜某半个月前寻得一枚化阴丹，这才顺利凝练假阴，嘿嘿，侥幸而已。嘴上这么说，杜晓东的脸上却是浓浓的自傲之色，看向老者王安的目光愈显不屑。王安面色一寒，冷声道：杜晓东，你是打算与老夫争吗？杜晓东笑意不减道：王安，怎么，你觉得杜某不能争吗？眼下越来越多的散修朝着洞口处靠了过来，每个人都在不远处静静地观望着，等待浑水摸鱼的机会。就在众人以为这2位将要大打出手时，忽见一道身影飞上前来。这身影竟直来到王安身旁，齐肩并立，静静望着眼前的杜晓东。杜晓东看去，来人相貌与王安一模一样，同样是金丹圆满修为。此人正是王安的孪生兄弟王权。兄弟2人自小便没了父母，兄弟2人相依为命。机缘之下，2人一同踏上修仙之路，兄弟2人相互扶持，苦修60余载，才有了现在的金丹大圆满修为，成为这玄天北部小有声名的散修。他们2人从不单独行动，在一明一暗的配合下，犯下无数杀人夺宝的恶行。长此以往，玄天北部的散修们还送了他们2人一个外号，叫做元婴之下最强散修。王权扭头看向大哥王安，轻笑道：大哥，这家伙就独身一人，不如我们兄弟合力宰了他。你看他手中还拿着一把黄级上品灵剑，一看就知价值不菲，说不定身上还有不少宝贝。盯着杜晓东手中的灵剑，王权脸上浮现浓浓贪婪之色。杀人夺宝这种事，他们兄弟2人可谓是轻车熟路，再正常不过了。闻言，王安却是缓缓地摇了摇头，没有吭声，只是淡淡地盯着杜晓东。杜晓东好似早已了然，笑盈盈道：王安，你当真以为你们兄弟齐上，便能奈何得了杜某吗？王安冷笑一声，阴恻恻道：杜晓东，即便你凝练了假阴，但终究不是真正元婴期修士，你调动的元婴之力不足11，元婴修士的神通你也没有掌握。我兄弟2人齐心合力，又何须惧你？杜晓东笑意渐渐停住，王安所言确实不假，即便他拼尽全力斩杀这2兄弟，也会落得一个重伤的下场。可此时周围还存在许多虎视眈眈的散修，一旦自己身受重伤，必定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结局。沉吟片刻后，杜晓东决定还是先退一步，对王安提议道：王安，既然我们都没有绝对把握，又都想要得到宝贝，不如我们暂且合作，先将周围凡人的苍蝇处理了，等打开洞门以后，你我再各凭本事，
王安犹豫了下，点头道：“好。”王安转过身来，目光将四周的散修们扫视一圈，冷哼道：“给你们10息时间，赶紧滚出老夫视线之内。”散修们俱是神色一变，却又敢怒不敢言，众人如潮水般向后方急速退去。王安收回目光，重新看着杜晓东，正欲开口，却见杜晓东朝着沈七的方向努了努嘴，脸上笑意更甚，好似无声的嘲讽。王安这才发现沈七依旧站在原地。王安目光一冷，怒喝道：“小子，找死！”说罢，抬起右掌就要朝着沈七拍下。沈七一动不动，冷冷地看着他们王安三人，犹如在看死人一般。沈七魂念一动，7绝剑阵图自魂海中幻化而出，7绝剑阵起，瞬间将三人封锁在剑阵之中。蕴含着无尽杀意的7绝剑气从沈七掌心急速射出，仿若流光一现。王安、王权两兄弟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就见到二人身躯当中破开，一分为二，剑气余威侵入二人魂海，魂海当即破碎，二人就此形神俱灭，死得不能再死了。沈七缓缓转身，目光阴冷地盯着杜晓东，掌心剑气再次凝聚而出。杜晓东如同被吓破了胆一般，身子摔落下来，扑通一把跪在地面上，不要命般的猛磕头，咚咚作响。沈七掌心剑气还欲展出，身后的陈妙善轻轻拉住了他的衣袖。陈妙善摇头道：“七儿，算了。”沈七阴冷摇头，掌心剑气呼啸而出，杜晓东一声哀嚎，身躯一分为二。沈七心念一动，剑阵图飞回体内。陈妙善皱眉道：“七儿，你为何非要杀他？”沈七撇嘴：“这些人心术不正，死了也是活该。”陈妙善无言。沈七望向眼前石门，魂后灵力翻涌而出，再次打出一道剑气。剑气狠狠地斩在石门上，却是如同泥牛入海，石门依旧纹丝不动，甚至就连剑斩的痕迹也没有出现。沈七大为诧异道：“师娘，这石门是什么材质铸造的，竟然如此坚硬？我刚刚这一剑虽说只用了1成力，可仍能削金断铁，想不到斩在这石门之上，居然一丝火星都没冒。”陈妙善上前一步解释道：“此石门乃是一块天外陨石，当初祖师获得这一块巨大的天外陨石后，祖师以无上修为切割出一小块，刻印上云纹以及禁制之力，制作了此石门。而剩下的那块天外陨石，祖师便把它收藏在剑池之中，刻印上7绝剑意，制成了剑碑。”沈七震惊，7绝祖师能够将如此坚硬的陨石切割成这般光滑整齐，那他究竟能够激发出何等浑厚恐怖的灵力？沈七惊骇道：“师娘，祖师的修为究竟达到了什么境界，竟然能将陨石一刀切割开来？”陈妙善笑道：“我也不知祖师他老人家修为具体几何，不过我们7绝门曾经也是玄天州最强宗门之一，门下弟子高手无数。只是在祖师羽化飞升之后，我们7绝门便逐渐走向没落，而到了今天，7绝门更是彻底消失了。”说罢，陈妙善又是一声轻叹。沈七唯恐他又陷入伤怀，连忙转移话题，催促道：“师娘，您修为比徒儿要高，不如您来出手试试，看看能否破开这石门。”陈妙善揶揄道：“七儿如今可比师娘厉害多了，一剑便能斩杀2位金丹大圆满，我也不过是金丹后期，你都打不开石门，我如何能够打开？”沈七笑了笑，面带愧色道：“师娘莫要逗我了，徒儿不过是借着7绝剑阵图的神威，真实修为远不及师娘。师娘的灵力浑厚，说不定您真能破开这石门，尝试一下又有何妨？”陈妙善摇头道：“我就不必白费力气了，此石门不仅仅是材质坚硬无比，更重要的是当中还潜藏着祖师设置的一道禁制，别人想要以蛮力破开石门，除非他的修为远超祖师，才可能破去石门中的禁制之力。”沈七耷拉着脸问道：“师娘，那我们该怎么打开它？”陈妙善笑道：“这禁地原本就是一个幽深的山洞，当初你师父考虑到安全问题，又在山洞中重新建造了一处小洞府，可惜他从不肯让我进入禁地之中，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打开石门，但想来周围应该是有什么玄机，我们再仔细找找看，或许能找到什么机关之类的。”沈七无奈的点点头，陪着陈妙善在石门四周认真查探着。果然，陈妙善在石门右下方看到了一块凹陷处，乃是一道梅花形状的孔眼。陈妙善只觉得十分眼熟，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沈七望着这梅花形状的孔眼，忽然猛地一拍大腿，惊呼道：“钥匙！师娘，这孔眼的样式不正是您储物戒中那把梅花钥匙吗？”陈妙善疑惑道：“七儿，你怎么知道我储物戒中有一把梅花钥匙？你查探过我的储物戒？”沈七脸莫名一红，狡辩道：“之前师傅让您带着我们去后山逃命时，不是给了您一把梅花钥匙吗？当时徒弟都看到了，自然记在心里了。”陈妙善虽然觉得他的解释有点莫名其妙，却也没有多想，从储物戒中取出梅花钥匙，比对了一下，发现大小完全一致，
小心地将梅花钥匙插入孔眼之中，待抵住后，陈妙善左右拧了拧，只听得咔嚓一声，石门轰隆隆的自动上升。沈七神色大喜，奉承道：“果然打开了，还是师娘厉害。”陈妙善白了他一眼，牵住沈七的手朝山洞之中走去。刚一踏入洞中，还未待二人反应过来，石门便轰然落下。身处黑暗的虚无之中，陈妙善变得有些心惊，紧紧抓着沈七的手。沈七拍拍他的手背以示安慰。陈妙善的储物戒中并没有准备照明的法宝，而沈七更是连储物戒都没有，视线受阻，二人也无法御空飞行。沈七只能牵着陈妙善缓缓摸黑前行着。沈七小心翼翼地释放出一缕魂念，感知四周。渐渐的，沈七慢慢适应了禁地山洞的黑暗。不知为何，在这山洞中，沈七的魂力被严重压制，他的魂念能散开的范围只有10丈左右，而且沈七也无法清晰地感知四周的景象，模模糊糊的只能查探出大概轮廓。二人不知走了多久，一路过来，除了一些散落的大石块以外，二人再也没有感知到其他东西存在，非常空旷。沈七望着眼前那阴森诡谲的洞道，蜿蜒曲折，看不到尽头。他的心中莫名传出一阵危机之感，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陈妙善感受到了他的情绪变化，紧了紧沈七的手，关切道：“七儿，你怎么了？”沈七摇了摇头，没有接话。他有点想退回去，又不好意思说出口。二人每30-50步便会双双停下脚步，释放魂念，静静感受着周围变化。待到感知四周并未出现异常后，二人才敢继续朝前走。又过去了一段时间，二人刚刚走到一处拐角边，沈七身子蓦地一僵，猛地一把拦住陈妙善的柳腰，退开3丈外。在二人前方，一条黑影一闪而逝。陈妙善没有挣扎，而是悄悄搂住了沈七的熊腰。陈妙善粉颊浮现一抹羞红，小心脏扑通直跳。当然，身处黑暗中的沈七并没有察觉到陈妙善的异常变化。此刻的沈七双眼死死盯着前方，凭着呼吸，身子不敢有任何动作。待到魂念扫过，沈七这才看清了一些轮廓。在二人前方停着一团黑影，这黑影大小约有30-50丈大小，散发着阴森的气息。陈妙善紧紧靠着沈七怀中，轻声问道：“七儿，那是什么东西？”沈七摇摇头，颤声道：“好像是一只妖兽，像蛇又像蜈蚣，徒儿看不太清楚。”一听到是蛇，陈妙善身子忍不住一阵颤抖。虽然她也是金丹后期修士，可终究是女子，天然就对蛇这些爬行妖兽感到畏惧。沈七揽着陈妙善再次退后10丈距离，警惕地盯着前方的黑影。这古怪黑影能长期生存在这禁地之中，实力定然恐怖至极，断然不是他所能招惹之物。忽然，黑影传出一声沙沙的嘶鸣声，黑暗之中飘出2道幽幽绿光，正是从黑影睁开的双眼之中散发而出。沈七一眼看去，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眼前的黑影正是一条身长50余丈的大蟒蛇，蟒身足足有4-5丈粗，看着着实瘆人。此刻，陈妙善也看清了眼前的大蛇，脸色大变，惊道：“5阶妖兽绿金蟒，七儿快退回去！”5阶妖兽，其实力已是媲美化神期修士，以沈七以及陈妙善二人目前的修为，根本挡不住绿金蟒。陈妙善一把拉住沈七，再也顾不得眼前的黑暗，御空而起，急速朝着后方退去。可惜的是，在5阶妖兽面前，陈妙善的速度简直太慢了。不过呼吸之间，绿金蟒便拦在二人身前丈许，硕大的身躯彻底挡住他们退路。绿金蟒这变换速度，正是化神期才能掌握的神通，缩地成寸。望着拦路的绿金蟒，陈妙善脸色瞬间白了3分，一股绝望的情绪从内心蔓延开来。沈七也不由得苦笑一声，心中一阵懊恼，自己确实不该缠着陈妙善进来这禁地洞府。眼下太乙玉符还没找到，只怕就要命丧绿金蟒之口了。如今退无可退，沈七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拦住陈妙善身影，将7绝剑阵图从魂海中召唤出，布下了100丈大小的7绝剑阵。沈七谨慎地盯着绿金蟒，在他祭出7绝剑阵之后，绿金蟒再次发出沙沙的嘶鸣声，蜷缩着的蟒手猛地立起数丈高，足足3-4丈粗细的蟒尾如同闪电般的抽向后方洞壁，蟒尾威势惊人，瞬间就壮烈出了数块20-30丈大小的碎石，整个禁地山洞都好似晃了晃。望着那一堆碎石，沈七内心不由得一颤。待绿金蟒将蟒尾重新盘回腹下后时，蟒身开始缓缓向前游动着，一双绿幽幽的眼睛露出一抹森寒的绿芒，目光锁定沈七。很明显，这5阶妖兽绿金蟒已然拥有了一定灵智，他感受到了7绝剑阵中的杀意。一个小小的金丹初期修士，不仅闯入自己的地盘，还敢对自己产生杀意，这让身具化神修为的绿金蟒感觉自己受到了挑衅。绿金蟒双目之中的凶芒更甚很快，几乎就在沈七眨眼之间，绿金蟒再次挥动自己的蟒尾，朝着沈七狠狠抽来。就在蟒尾冲来的瞬间，
沈七掌心凝聚的剑气灵力呼啸而出，七绝剑阵中的剑气纵横交织，迅速集结在一起，无尽剑气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裹挟着浓浓的七绝剑意与杀意，毫不畏惧地对上绿金蟒的尾巴。砰的一声惊天震响，蟒尾颤抖着缩了回去，一道血柱箭射而出。沈七有些意外，自己这一剑并未出尽全力，而且这绿金蟒好歹也是5阶妖兽，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绿金蟒尾巴一阵吃痛，他也是彻底怒了，那散发森绿目光的双眼同时泛出一抹血红。绿金蟒张嘴一吐，轰隆的震响从他体内传出，接着就是无数道绿悠悠的灵力光芒闪烁而出。绿金蟒那庞大的灵力波动如同暴风漩涡一般，朝着沈七席卷而来。山洞石壁上的石块纷纷破碎掉落，呼吸之间就要将整个洞道给完全掩盖掉。危急关头，沈七不敢再有任何保留，灵海之中的灵力全部倾泻而出，蕴含10成七绝剑意的灵力剑气朝着绿金蟒射来的灵力光芒一剑斩去，相当于化神期修为的妖兽，其实力对现在的沈七而言还是太过强大。为了保险起见，沈七在剑气中偷偷注入了一道魂海中的金色光芒。再次出乎沈七意料之外，他这次展出的剑气犹如天神下凡一般，摧枯拉朽地震碎了绿金蟒的灵力攻击，剑气几乎没受到一丝阻隔，浩浩荡荡地劈在绿金蟒的大脑袋上。剑气斩落，绿金蟒瞬间犹如泄了气的气球一般，漫天血柱飞溅而起，硕大的身躯不自觉的一阵颤抖，摇摇晃晃地从半空中跌落下来，重重地摔在地面上。沈七愣了，他没想到萤火虫前辈的金光居然这么厉害，自己只不过偷偷催动了一道金光，蕴藏了金光之力的剑气一剑便将化神境的5阶妖兽绿金蟒斩落马下。沈七目光看向绿金蟒，只见到绿金蟒劲倒在血泊中，双眼忧虑不在，身子依旧一颤一颤的，艰难的呼着气，显然是绿金蟒最后的苟延残喘而已。陈妙善也愣了，他难以置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陈妙善呆呆地盯着沈七，语无伦次道：“七儿，怎么会这样？你这是如何做到的？”沈七苦笑一声，他当然不会傻到去暴露自己的终极秘密，连忙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神色茫然道：“师娘，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究竟是我们祖师传下的七绝剑阵图太厉害了，还是说这绿金蟒根本就不是5阶妖兽？”说完，沈七还故意夸张地摊了摊手。陈妙善摇头道：“绿金蟒刚才展现出的灵力波动，必定是5阶妖兽无疑。虽然妻儿你依仗七绝剑阵图，战力能够匹敌元婴后期，但绝对不可能镇杀化神期，可为何？”沈七笑道：“可能是我们运气好吧，说不定这绿金蟒有伤在身，没能发挥出真实实力。”陈妙善将信将疑道：“或许吧，我们也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来上天注定，妻儿你最后定能找到太乙玉符。”沈七笑了笑，快步走到绿金蟒身前，看着他那虚弱无比的样子，沈七忍不住伸脚踢了踢他的肚子，疑惑道：“师娘，为何这境地中会有5阶妖兽？以前师父进入洞府是如何避开他的？”陈妙善同样不解道：“我也不清楚，你师父从未与我提过境地之中的事情。”沈七不确定道：“莫非这绿金蟒是当初祖师所留，一直豢养在这境地之中？”陈妙善叹道：“如今你师父已经故去，其中隐秘我们也已经无从得知了。这绿金蟒已经命不久矣，我们不用再理会它，还是抓紧往前方看看，说不定能碰到你师父建造的洞府。”沈七拦道：“师娘莫急，暂且等我一下。”说着，沈七幻化出一道灵力剑气，一剑朝着绿金蟒的腹部斩去。剑气斩出一个缺口，沈七麻利地伸手进去乱掏一顿。片刻后，一颗皮球般大的内丹被沈七摘了出来，沈七毫不犹豫地递给陈妙善。陈妙善愣了下，笑道：“七儿，这内丹乃是绿金蟒最重要的东西，直接炼化可以提升自身修为，也可以拿去炼制一些珍稀的丹药，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沈七摆手道：“师娘，这东西对我来说用处并不大，还是给您吧。您炼化了这内丹，定然能够顺利晋升到元婴初期。我们还不清楚要在这山洞中待多久，在这山洞中肯定还有其他未知的凶险，徒儿还指望您来保护我呢。”陈妙善抿嘴，一双秋水浮现了款款深情。见沈七神色如此坚定，陈妙善也不再推辞，打出一道灵力包裹住内丹，缓缓盘膝而坐，催动灵力开始炼化内丹。沈七则是继续忙活起来，4阶灵兽一身是宝，沈七可不愿意浪费。略微处理下绿金蟒的尸体后，沈七又开始犯难起来，因为此时的沈七还没有自己储物戒，他不知道要如何收纳绿金的蟒尸身。前2日，沈七无意中发现自己的魂海居然能够收纳七绝剑阵图以及灵晶等死物，思索1、2后，沈七开始尝试着看看
能不能将绿金蟒的尸身收入魂海之中？沈七魂念一动，魂力包裹住绿金蟒尸身，尸身瞬间便进入到了他的魂海之中。沈七大喜过望，想不到自身的魂海居然还有储物的功能。沈七美滋滋地遐想着，以后自己若是得到了什么重要的宝贝，都可以通通藏在魂海中。沈七想了想，出去后还是要给自己弄一枚储物戒，以作遮掩之用。若不然，他人看到自己没有储物戒而凭空收取物品，定会心生怀疑，到时候只怕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处理完绿金蟒后，沈七便坐到一旁为陈妙善护法，静静等待他炼化蟒丹。沈七在原地等待了2日后，陈妙善果然没让他失望，成功晋级元婴初期。陈妙善缓缓起身，魂念内视，静静地感受着自己灵海之中的变化。他只觉得自己的灵海壮大了数倍不止，一道元婴小人端坐于灵海正中，不停地吐纳着灵海灵力。陈妙善刚一睁眼，当即迎上了沈七那笑意盈盈的双眸。陈妙善露出一丝浅浅的笑，神色温柔的醉人，感激道：“七儿，谢谢你。”沈七咧嘴一笑，兴奋道：“师娘言重了，既然您的修为已经成功提升了，我们继续往前查探吧。”陈妙善点点头，牵起沈七的手，两人继续朝着洞道深处前进着。这一次，沈七手中头顶漂浮着2颗绿油油的晶石，正是绿金蟒的一双眼睛。处理绿金蟒的时候，沈七发现绿金蟒的眼睛居然一直散发着绿光，他便随手将他的双眼抠下来，当成夜明珠做照明之用。虽然这幽幽绿光照射在这山洞中，显得有些莫名的瘆人，但不得不说，有了绿金蟒这对眼珠的光亮照入后，确实安心了不少。如今在绿光映照下，沈七能够将洞道前方10丈左右的景象尽收眼底，肉眼看着山洞周围清楚了许多。假若再出现了什么异常景象，沈七2人也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不至于像一开始那般手忙脚乱。2人兜兜转转，在洞道中穿梭着。约莫走了半日功夫后，眼尖的沈七一眼就看到，在身前洞道拐角处，莫名出现了一处格外空旷的广场。这个广场的范围方圆足足有上千丈，前后是连通着狭长的洞道。若是沈七御空飞行，从上方看着下方广场，就会发现广场很像一个被吹鼓胀起来的大气球，地形看上去就十分怪异且突兀。而在这空旷的广场之上，布置着数之不尽的剑形刻碑，这些刻碑的材质均是由坚硬的岩石制作而成，密密麻麻的剑碑几乎把整个广场都填满了，形成了一个壮观的剑阵群。这里的剑碑本身并不太大，高度只有3丈左右，奈何剑碑太多了，一座接着一座，足足有上千座。剑碑紧密挨着连成一片，几乎将洞道前方的路彻底挡住了。沈七一眼看去，每一座剑碑都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直插大地。沈七远远的便感受到广场剑碑之地蕴含着极其肃杀的气息，漫天的杀机的从一座座剑碑内弥漫而出，杀气相互交错，仿佛形成了一道冲天的杀焰。更诡异的是，在这些剑碑的上空，一闪一闪的变换出阵阵罡风，这些银芒缓缓流动着，罡风纵横交织在一起，罡风也越来越汹涌，最终方圆1000丈，形成了一个罡风漩涡。看着眼前那罡风漩涡的恐怖景象，沈七不由得头皮一阵发麻。他很容易想象出漩涡的威力，只怕修士一靠近罡风漩涡，瞬间就会被漩涡撕扯成碎片。陈妙善上前悠悠道：“七儿，这应该就是你师父之前提到过的7绝天罡阵。”沈七愕然道：“师娘，这剑碑广场明显是一个天然剑阵，从这剑阵散发的气势来看，便是化神修士闯入，只怕也是九死一生。难道师父他老人家将洞府设置在剑阵后方？以他元婴期修为，是如何通过这里的？”陈妙善摇摇头，不解道：“我也不清楚，你师父从来不会告知我关于禁地之中的任何事。”沈七无奈道：“那我们要怎么办？硬闯只怕行不通。”陈妙善沉思道：“若是我们能找出阵眼，只要破除了阵眼，剑碑催动的罡风便会消散，那我们自然能够安全通过剑碑。”沈七大喜道：“师娘，莫非你还研究过阵法之道？那你可有把握破了这剑阵？”陈妙善摇头道：“阵法一道何其玄妙，我只不过略懂皮毛，能不能破阵，我也没有把握。”沈七勉强一笑，随意道：“既然如此，我们还是直接闯过去，也许这剑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说罢，沈七抢先一步，御空飞去剑阵之中。陈妙善心一紧，连忙瞬移跟在他后面。刚一踏入剑阵中，沈七身躯莫名一沉，不受控制的从半空中摔落下来。只听砰的一声，沈七重重砸在地面上，激起尘土飞扬，一时十分狼狈。沈七苦笑起身，双目泛起一丝懊恼之色，拍了拍衣衫上的灰尘，静静站在原地，不敢再冲动行事。陈妙善上前贴心的帮他整理了一下衣衫。陈妙善抿嘴一笑，打趣道：“叫你再胡来，定会吃更多苦头。”
沈七耷拉着脸，气恼道：“师娘，你还笑话我？我哪知道这个破剑阵居然还藏有封禁之力，进入剑阵之后，居然不能御空飞行。”陈妙善笑道：“我刚刚试了下，发现自己也无法使用瞬移神通了，只能徒步前行。”沈七看了看四周的剑碑，随手打出一道剑气神通。沈七敏锐地察觉到剑碑四周的空间莫名变得稠密起来，空气中仿佛被填满了黄沙一般，灵力行动极其滞涩而缓慢，剑气根本无法破空击出。诡异的是，沈七催动灵力的瞬间，一道杀机便锁定亡灵。阵阵罡风猛地呼啸旋转，似要朝他扑过来，好似在提醒他，若是再敢动用修为，杀机便会化作实质伤害，罡风也会疯狂地朝他攻击而来。这杀机只针对沈七，陈妙善并未感受到。很显然，剑阵激发杀机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只是起到震慑作用。若非如此，只怕沈七刚进入剑阵的那一瞬间，罡风便将他撕得灰飞烟灭了。不能催动灵力，就无法用蛮力毁灭剑阵。眼下他们只能尝试找出阵眼，凭阵道修为破阵。陈妙善平静地望着眼前那上千座剑碑，缓缓分析道：“此阵名曰七绝天罡灭杀阵，想来应该与天罡北斗方位有关。玉衡、开阳、瑶光三处剑碑方位，应是剑阵的阵眼所在。”闻言，沈七神色一喜，仔细地看了看四周，剑阵内部巨石散乱分布着，且有无数条沟壑纵横交错着，很明显还有另一个阵法禁制在护卫着剑阵阵眼。沈七长笑一声，喝道：“不过区区阵中阵，当真以为能困住我沈七不成？”沈七丝毫不再顾及是否会引动剑阵杀机，右手虚空一挥，七绝剑阵图在半空中幻化而出。七绝剑阵图迎着呼啸的罡风，暴涨至1000丈大小，瞬间将剑碑范围全部覆盖住。眨眼间，七绝剑阵图中翻涌的无尽剑气凝聚在了一起。沈七勾动魂海金光，依附在剑气之中，漫天的剑气幻化成了一把金色剑光，俯冲直下，直斩剑阵中的3处方位。就在这时，半空中的凌厉罡风扑向那道金色剑光，但就在这罡风触碰到金光的刹那间，罡风便诡异地消散开来，最终化作点点飞沙飘落在地。陈妙善愣住，呆呆地望着沈七的背影，他此刻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开始看不懂这个宝贝徒弟了。徒弟每一次的行为都会超出自己的意料之外。剑光落下，在剑气的冲击下，足足有上百座剑碑化作飞灰。可让沈七没想到的是，剑气好似激活了剑阵一般，剩下的剑碑莫名开始变幻移动，半空中的罡风漩涡再次幻化而出，较之刚才愈加猛烈3分。沈七根本看不清剑碑移动的顺序，只能看到无数剑碑的重影交错，急速变换的剑碑顿时令他感觉一阵头晕眼花。待到剑碑停下时，剑阵的方位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沈七目光闪动，冷冷地盯着变化后的剑碑，他眼中的寒芒逐渐凛冽起来。沈七右手虚空一划，耀眼无比的金光自他体内溢散而出，漫天金光无边无际地笼罩住剑碑。沈七魂念再次催动七绝剑阵图，剑气沐浴在灿烂的金光中，剑气横扫而去，一道100丈大小的金色剑芒破空斩下，迅猛地朝着所有剑碑轰去。轰隆的一声惊天震响，剑芒如水银泻地般摧枯拉朽。无论是罡风漩涡，还是剑阵杀机，又或者是禁制沟壑，在这道100丈的金色剑芒面前，通通湮灭不存。一息过后，洞道中的所有的剑碑顷刻消散成了虚无。陈妙善隐隐感觉到禁地山洞都开始出现了轻微的震动。沈七一怒之下，直接借用萤火虫的金光力量，强势破出七绝天罡灭杀阵。沈七收回七绝剑阵图，望着眼前空荡荡的洞道，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破灭天罡剑阵后，沈七拉着呆愣的陈妙善继续朝山洞前方走去。又走了大概盏茶功夫，沈七终于在洞道转角的一个凹陷处找到了便宜师傅沈灵建造的洞府。与其说是洞府，还不如说是洞穴更贴切。洞口只有3丈大小，一次只能勉强容纳1个人通过。进入到洞府内部，里面的空间也没有多大，不过一间客房大小。沈七心中暗暗发笑，想来沈灵并没有在意这个地方，只是随手布置的。洞府中布置空旷得很，在四周的墙壁处稀稀拉拉地堆积着一些兵器，不过这些兵器大多中下品黄级灵器，十分普通。在墙壁上还放置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药材、符文之类的东西，同样都是稀疏平常的东西，沈七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在洞府正当中，孤零零地摆着一方长桌，而在这长桌之上放置着一只锦盒。锦盒外形倒是挺古朴，刻印着玄奥的苍纹，一看就不是凡物。沈七顿时双眼冒着金光，快步上前拿起了锦盒。沈七端着锦盒打量了下，锦盒很轻，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沈七释放出魂念，想要查探一下锦盒内部，却发现锦盒中居然还有一道禁制，隔绝了沈七的魂念感知。沈七掂了掂手中锦盒，目光看向陈妙善，似笑非笑道：“
师娘，师傅他老人家捣鼓出了这么一个破旧寒酸的洞府，恐怕就是为了收藏这个锦盒吧？您说这锦盒里面会不会就是那太乙玉符？陈妙善白了他一眼，嗔道：是与不是，你自己现在打开锦盒看看不就知道了。沈七嘿嘿一笑，并指一点，锦盒外面的小铜锁瞬间碎裂掉落。沈七勾动拉环，轻轻一拉，原本以为锦盒轻松就能打开，哪曾想锦盒盖子好似粘住了一般，任凭沈七手中如何使劲，盒盖依旧纹丝不动。沈七面色一沉，掌心打出一道灵力，轰在锦盒上，灵力落在锦盒表面，瞬间散去，锦盒依旧没有任何变化。沈七停下手中动作，诧异道：好古怪的盒子，我催动灵力居然都无法破开它，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陈妙善上前端详了一下锦盒，伸手摸了摸锦盒表面的苍纹，不确定道：这苍纹之中蕴含一丝神魂之力的封禁，魂念进化成为神魂，这是化神期修士才能拥有的手段。封禁之中的神魂之力，恐怕是这锦盒的主人所布置的。沈七疑惑道：师娘，化神修士的东西怎么会落在师父的手中？陈妙善摇头道：我也不清楚，你师父从未向我展露过这个锦盒，他也未曾向我透露当中隐秘。如今想来，或许他还藏着很多秘密，可惜的是以后再也没机会发现了。见到陈妙善又要长吁短叹，沈七连忙转移话题，将锦盒递向他，问道：师娘，你试试看能不能打开？陈妙善没有去接，摇头道：除非我们能够化去禁制中的神魂之力，否则是打不开锦盒的。师娘，我也不过是元婴初期，就算不吃不喝运功炼化100年，都未必能撼动一分，还是别浪费力气了。闻言，沈七神情顿时变得有些沮丧，望着手中的锦盒，萌生出一种拥有办法搬走的不甘情绪。忽然，沈七脑海灵光一闪，为何不催动金光魂念试试呢？沈七恨不得扇自己2个大嘴巴，差点忘记萤火虫前辈的通天本领。毫不犹豫，沈七催动金光凝聚在掌心之间，右掌直直斩向锦盒上的苍纹。砰的一声，果然不出沈七的预想，苍纹瞬间碎裂，锦盒也被斩成2截。陈妙善再次呆愣原地，回过神来后，陈妙善上前一把抓住沈七右掌，盯着他掌心间的淡淡金光，一脸难以置信之色。一次两次或许可以说是巧合，可每次都这样，陈妙善开始怀疑沈七当初的解释了。陈妙善目光怪异地盯着沈七，语气隐隐有些粗重，疑惑道：七儿，你这金光到底是什么神通？先前你显露出金光，一剑便斩了4阶灵兽绿金蟒，现在你又使用这金光灵力强行破开化神修士的神魂封禁，你是不是在偷偷瞒着师娘修炼了什么禁忌魔功？沈七也有些愣了。沈七实在想不到萤火虫的金光之力居然如此厉害，每次使用都是无往不利。耳边听到陈妙善的询问时，沈七心里咯噔了一下，自己无意间有些得意忘形，竟然显露出萤火虫前辈的金光神通，使得陈妙善开始有所怀疑。虽然他明白对方是在关心自己，不过他并不打算泄露出萤火虫前辈的秘密，所以只得随便找了个借口，笑着解释道：师娘您莫要胡乱猜测啊，弟子也有些犯迷糊呢。这金光是弟子在融合7诀剑意后自动出现在我体内的，我一开始也没当回事，自从上次无意中催动了金光，方才发现这金光之力具有极致的毁灭之力，刚刚我还不确定，所以就又拿着锦盒试了试，没想到这金光的确神异无比。这番解释虽然有些牵强，好在陈妙善听完后，他的神色明显放松了些不少。陈妙善紧紧盯住沈七的双眼，片刻后才再次开口，半信半疑道：真的是这样，妻儿没有骗师娘。沈七直迎着陈妙善的目光，调皮地眨了眨双眼，嬉皮笑脸道：当然，徒儿何时骗过师娘？陈妙善点点头，没再多问。沈七侧过身去，不着痕迹地深吸一口气，内心直呼真是惊险无比。沈七再看去，断裂的锦盒当中放置着一团红色的绸缎，绸缎中好似包裹了什么东西。沈七拾起绸缎翻开一看，正当中静静躺着的正是太乙玉符。沈七神色一喜，笑道：果然是太乙玉符，想不到师傅他老人家居然真的藏有这个东西。陈妙善叹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若是当初夫君将此物交出去，又何至于引来灭门之祸？沈七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师娘莫要再感伤了。陈妙善背过身去，擦去了眼角湿润。沈七目光重新看向手中的太乙玉符，玉符入手十分冰凉，犹如握着一块万年玄冰。玉符表面的龙纹十分精妙复杂，其中隐隐散发出一抹不朽的气息。沈七沉思片刻后，朝陈妙善叮嘱道：师娘，我打算现在尝试炼化这太乙玉符，烦劳师娘替徒儿护法。陈妙善点点头，笑道：好，妻儿安心炼化就是，我在旁边守着。只是有一点，炼虚大能的本源之力非同小可，
妻儿你切莫强行炼化，尽力而行。沈七笑着答应，盘膝而坐，掌心灵力翻涌，缓缓侵入玉符之中。沈七双手急速变换，一连串复杂的手印从他掌心凝聚而出，没入太乙玉符中。与此同时，沈七口中不停低声吟诵着晦涩的咒诀。片刻功夫后，只见太乙从玉符中蓦地飞出一道又一道的银色光芒。这些银色光芒正是玉符中的本源之力。沈七原本以为自己炼化的过程会困难重重，可出乎他意料的是，沈七几乎是没费吹灰之力，本源之力便被他激活，随着他的灵力被抽取出来。抽取出来的本源之力毫不停歇，急速钻入他的灵海池之中。越来越多的本源之力在他的灵海池当中凝聚成一团。约莫1炷香的时辰过后，玉符中的本源之力已经完全被抽取出来，进入了沈七的灵海中。最终，本源之力在他灵海池中形成一个巨大的银色能量球，其大小足足有100丈大小。待到能量球大小不再变化后，本源之力凝聚成的能量球便开始分化散开。溢散而出的本源之力莫名开始释放出本源当中蕴含的秩序规则，无穷无尽的秩序规则毫无秩序，如狂风骤雨般正朝着沈七的灵海池冲来，似乎想要将沈七的灵海池撕碎。沈七强忍灵海池中传来的胀痛，催动所有灵力稳固住自身灵海。咔嚓咔嚓，沈七的灵力一碰触到这些狂暴的秩序规则，灵力瞬间就破碎消散。秩序规则余威不减，速度不减地朝着沈七灵海池冲去。沈七魂念进入灵海空间中，亲眼目睹了自身灵力崩溃的画面，忍不住一声惊呼：这不可能！这一切是如此的诡异，沈七根本没经历过这种情况。在他的记忆中，玉符中的本源之力应该是无主之物，只要自己能够凝练到魂海之中，无主的本源之力里当是非常温和且毫无抵抗之力的，然后沈七就可以顺利地将本源融合在自身灵海池之中。沈七有些疑惑，为何玉符中的本源之力会攻击他的灵海池？莫非是他的灵海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从而导致了本源之力对他的灵海产生了排斥反应吗？眼下沈七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也没有任何应对的方法。若是任由这些秩序冲击着他的灵海池，只怕要不了一个时辰，沈七的灵海池就会彻底崩溃。修为不在本源之力冲撞沈七的灵海池时，他瞬间感觉到自己的灵海池仿佛快要爆炸了一般。啊！沈七丹田传来的胀痛愈加猛烈，痛到他的魂念忍不住低声嘶吼起来，但他痛苦的喊叫声却被本源之力冲击灵海池的冲刷声给彻底掩盖了。这种胀痛简直生不如死，如果不是沈七的魂海池媲美化神初期，魂力雄厚惊人，恐怕此刻的沈七早已吐血昏厥。沈七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却又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越来越多的秩序龟从本源之力中分化而出，狂暴地攻击自己的灵海池。沈七怒骂一声：该死的本源之力，这秩序规则也太霸道了吧！这哪是融合，这根本就是在炼化我的灵海池。不对，更准确来说，这本源之力是想要抢夺我的身体。沈七刚刚也试图调动金光之力进入灵海，可不知为何，金光好像遭到了什么屏障一般，根本无法进入到自身灵海中。太乙玉符中的本源之力好像蕴含着一道诡异的力量，彻底掌控了沈七的灵海空间，成为这方灵海的唯一主宰。沈七彻底怒了，大喝一声：该死的本源之力，我沈七绝对不允许你侵占我的灵海池！沈七一咬牙，不管不顾地开始压缩自己的灵力，他想要引爆自己的全部灵力，与这一股邪恶的本源之力同归于尽。就在这时，本源能量球中传出一声长啸，笑声中带着无尽的轻蔑。哈哈哈哈！与此同时，在沈七的灵海池中，慢慢地幻化出了一道身影。沈七惊颤万分，这身影不是虚影，而是实质的一道神魂体。沈七神色大变，刚刚他在抽取本源之力的时候，根本没有察觉到这神秘的神魂体存在本源之中。神秘神魂体冷笑连连，面带不屑道：小娃娃，你就不要再挣扎了，你的灵海空间已经被我彻底掌控，凭你区区金丹初期的修为，还想要灵力自爆2败俱伤，真是白日做梦，可笑得很。沈七冷哼道：若你真的掌控了这片空间，为何还不动手杀我？只怕你说的话也是虚虚实实，故意以此来乱我心神。神秘神魂体嗤笑一声：哼，就凭你这小娃娃，还没有这样的资格令我如此对付你。你以为我不能杀你吗？只是还没到时间，等我彻底夺舍了你的灵海，占据你这具身躯，弹指之间就能抹杀掉你这小娃娃。沈七当即语塞，神秘神魂体说的没错，现在的沈七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秩序规则对他的灵海冲刷。如果不是萤火虫前辈曾帮他提升过灵海，只怕此刻沈七的灵海早已经彻底破碎了。玉符中的本源之力太过于强悍，那是炼虚境大能的力量，
根本不是他一个金丹初期的弱小修士所能掌控的。沈七内心开始浮现一缕悔恨之色，暗叹自己这2天在萤火虫前辈的无形帮助下，莫名有些膨胀了，居然如此贪功冒进，致使自身陷入绝境之中。沈七始终未曾考虑过别人口中的传言可信度究竟有多高，他也未曾考虑过太医玉符中是否潜藏着致命凶险。沈七的脸色愈来愈沉，他同样未曾想到，眼下的自己居然调动不了萤火虫前辈那无往不利的金光之力。神秘神魂体阴恻恻一笑，嘲讽道：“小娃娃，你放心，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你可是我渡劫成仙的希望啊！”闻言，沈七神色愈加阴沉。神秘神魂体话锋一转，冷笑道：“小娃娃，准备把你的身子交出来吧。”神秘神魂体缓缓张嘴，吐出一枚玉符。这枚玉符看上去非常古朴，但是玉符表面散发着恐怖的寂灭气息。沈七目光一扫，顿时愣住，这玉符的样式与自己得到的太医玉符一模一样。沈七目光死死地盯着玉符，此时的他只想要知道这太医玉符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有什么用。神秘神魂体似笑非笑道：“小娃娃，是不是对这枚玉符很熟悉？”“哈哈，这玉符可是好东西，若不是它，我也无法夺舍那么多好苗子。”沈七神色一冷，如今他隐隐有些反应过来，或许太医书院的太医玉符传言本身就是一个惊天的阴谋。沈七冷冷道：“你敢夺舍我，我家长辈不会放过你。”神秘神魂体嘿嘿一笑：“小娃娃，要不要我们来打个赌，你看看我敢不敢？”“你！”沈七气急，转过身不再看他，他的内心一阵哀嚎：“萤火虫前辈啊，快来救救我吧！我还没闯出什么名堂呢，就要神魂俱灭了。”神秘神魂体扔出玉符后，秩序规则的冲击力瞬间增强了数十倍，本源能量球彻底分化，漫无边际的秩序规则狠狠地轰在沈七灵海池之上。若秩序规则继续以如此恐怖的威能冲向灵海池，只怕不出时息，沈七的灵海池就会因为灵力肆虐而彻底的崩溃。沈七神色愈加绝望。10息之后，沈七的灵海池彻底破碎，他的修为急速跌落，由金丹初期掉落筑基后期，又掉至中期、初期，炼气10层。不过眨眼之间，沈七的修为便全部消散一空，彻底沦为凡夫俗子。非但如此，沈七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魂海池也开始震荡破碎，神魂体控制的那一枚玉符蓦地进入到了他的魂海中，开始疯狂地吞噬他的魂力。那恐怖的吞噬速度，只怕用不了1个时辰，沈七便会落得个魂飞魄散的结局。奈何，即便到了眼前万分危急的绝境时刻，萤火虫依旧没有现身。沈七痛苦且又绝望，他愣愣地望着自己的魂海四周，期盼能够看到金色萤火虫的身影幻化而出。沈七郁闷地嘀咕着，为何那位前辈还不现身？难道萤火虫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1个时辰很快过去，沈七的千丈魂海池同样支离破碎，只残存着一缕魂念，如同汪洋中飘摇一叶扁舟，摇摇欲坠。待到沈七魂海池彻底碎裂开时，一直隐忍不出的神秘神魂体终于在沈七魂海中凝聚幻现。望着那散发着一道道五彩神光的玉符，神秘神魂体长笑一声，无比的意道：“多么完美的一具躯体啊！从今往后就属于我了！”哈哈。说罢，神秘神魂体张嘴一吞，玉符便朝着他的口中飞去。就在玉符即将进入神魂体腹中时，忽见漫天金光充斥着沈七的魂海空间，一只金色萤火虫凭空幻化而出。啊！金色萤火虫出现的那一刻，沈七激动的想要大声狂叫，可惜的是他此刻的魂念已经濒临破碎，脆弱不堪，就连上前躬身行礼也做不到，只能在一旁虚弱的望着萤火虫。顿时金光覆盖神秘神魂体的刹那，就听得神秘神魂体口中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声。金色萤火虫散发的金光照射在神秘神魂体上，滋滋地冒出一阵浓浓的白烟。金光那炽热的灼烧之力令神秘神魂体震颤不止，霎时间神魂体迅速消萎，大小瞬间缩小了1倍，变得几近透明。神秘神魂体面部扭曲，神色大惊地望着金色萤火虫，不断讨饶道：“前辈饶命，前辈饶命！”金色萤火虫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双目冷冷地盯着神魂体，眸中金光不停闪烁。神秘神魂体只觉得自己被金光灼烧到，仿佛要彻底蒸发了，口中忍不住传出阵阵哀嚎，颤声道：“晚辈有眼无珠，惊扰了前辈静修，还请前辈见谅，晚辈这就退去。”萤火虫双目中寒光一闪，一道炽热无比的金光射出，狠狠地击在神秘神魂体之上。只见神秘神魂体猛地一颤，当即瘫软倒地。神秘神魂体挣扎着想要散去魂力，逃离沈七的魂海，可令他绝望的是，沈七的魂海空间已经被金光彻底封锁，神魂蕴藏的神通在金光面前莫名通通失效，就连他与自身的藏魂圣物太乙玉符之间的沟通也被切断。此刻的神秘神魂体犹如待宰的羔羊，
只能任由萤火虫摆布。在萤火虫那神异的金光灼烧下，只怕不出10息，神秘神魂体便会彻底湮灭。就在神秘神魂体绝望等死的时候，神秘神魂体瞧见到萤火虫的身躯徐徐淡化，紧接着一道虚影显化出来。一旁的沈七略有诧异，上次斩杀莫林一之时，萤火虫也是在他魂海中凝聚出的是一只巨大的萤火虫躯体，而此次不同的是，金色萤火虫幻化的虚影却不再是虫影，而是一道人形虚影。沈七猜测着，眼前的虚影或许就是前辈的本尊真正的身躯吧。可惜的是，虚影散发着耀眼的金色光芒，沈七根本无法看清虚影中的前辈容貌。虚影并只随意一点，落在神秘神魂体之上的金光变得柔和些许。神秘神魂体只觉得刺痛的灼烧感减缓了3分，不过金光的封锁依旧存在，神秘神魂体仍然无法催动神通。虚影缓缓开口，苍茫的声音响彻在沈七的魂海空间中。尔等身为飞升境修士，不应该会出现在这低等界面中。冰解葬魂，炼魂夺灵，此乃修仙界禁忌，如可知罪。神秘神魂体把头磕得咚咚响，嘴里不停求饶道：晚辈知错，前辈饶命。虚影那苍茫的声音再次传出，语气听不出喜怒，淡淡问道：这太医玉符的本源传言在此下位界面甚为流传，当中手段可是你有意为之？又或是说，太医书院时为你暗中设立的下界行宫，以供你挑选优秀的炼魂夺灵之人？神秘神魂体顿时冷汗涔涔，颤声道：不敢欺瞒前辈，太医书院的确是在暗中帮我们谋划实施。虚影冷哼一声，寒声道：我们？神秘神魂体又是砰砰磕头，哆嗦道：回前辈，在我们2级界面梯影界，的确有上百位飞升期大圆满修士因畏惧天劫之力不敢去渡劫，这些人暗中组成一个替劫盟，施展着偷天换日的炼魂夺灵大法，制作成傀儡替身，替代自己去承受天劫。虚影冷笑道：如此说来，你们与太医书院合作，书院帮你们制作运魂玄器供你们葬魂，而你们这些人则冰解藏身其中，伺机夺魂。神秘神魂体战战兢兢地点点头，大气也不敢出，惊恐地跪在地上。半晌后，虚影问道：你渡了几次天劫？神秘神魂体惶恐道：晚辈尝试了5次，全部失败。虚影怒极而笑，冷冷道：如此说来，已经有5位天赋异禀的年轻弟子命丧你手了。神秘神魂体唯有不停磕头，不敢作声。虚影又问：你可知太医书院迄今为止共有多少太医玉符被下界弟子炼化？神秘神魂体不确定道：晚辈加入替劫盟时间尚短，只有500余年，仅晚辈所了解到的，只怕不下上千之数。闻言，一旁的沈七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上千枚太医玉符被炼化，也就意味着至少有1000多位修行天才被炼魂，硬生生断了修行之路。沉默片刻后，虚影冷冷开口：炼魂夺灵，其罪当诛。说罢，虚影一指点出，一道耀眼的金光急速射出，朝着神秘神魂体轰去。不！神秘神魂体还没来得及开口，便被金光彻底灼烧炼化。神魂体化做了一股雄浑无比的魂力，飘散在沈七魂海空间之中。那一道神魂体消亡后，虚影目光看向沈七那一缕摇摇欲坠的魂念，并指一点，一道柔和的金光射出，瞬间将沈七仅剩的一道魂力源泉给包裹起来。虚影举掌一抓，神魂体消散后分化出的无尽魂力，瞬间凝结成一道银色光线。光线有序地飞入虚影掌心之间，不断被虚影压缩，最后形成了一个银色光球。虚影再次凌空一点，沈七残存的那一缕魂念便被金光撕扯住了，同样急速地朝着虚影掌心飞去。虚影双掌一开一合，掐出一道复杂的手印，那银色光球瞬间没入沈七的魂念中，一道金光裹挟着沈七的魂念，自动在银色光球中打上一道沈七魂力的烙印。不过眨眼之间，神秘神魂体分化出来的绵连不绝的魂力，当即全部化作了沈七自身的魂力源泉。与此同时，沈七崩溃破碎的魂海池也在金光的照耀下恢复如初。更因为在沈七融合了神魂体分化的磅礴魂力后，魂海池也壮大了许多，已经达到了3000丈大小。3000丈大小的魂海池范围，已经媲美化神后期修士了。紧接着，萤火虫虚影一个闪烁，幻化来到沈七的灵海中。此刻沈七的灵海池已经被秩序规则摧毁，灵海彻底破碎，灵力源泉也早已枯竭，散发着无尽的死气。虚影再次伸手一抓，蕴含毁灭气息的秩序规则再次乖乖地飞回到他掌心中。虚影释放一道金光之力，快速将其压缩炼化。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沈七一开始抽取出来的那一团银色的本源能量球，再次完整如新的出现在虚影的掌心之中。沈七魂念看到这一幕时，震惊到瞠目结舌，他实在难以想象，眼前的这位前辈到底是什么境界的高人，其展现出的恐怖实力简直是无法理解。
虚影的掌心正欲将银色能量球种入沈七的魂海中，再出手助他融合本源之力，却是犹豫了一下，沉吟道：“罢了，本君便费点心神，替你炼化1、2，再重组身躯吧。”听到虚影第一次和自己交流，沈七神色激动地看着虚影，不停点头。虚影见他如此，指尖再次点出一道金光，耀眼的金光瞬间覆盖了沈七的灵海空间，崩溃的灵海池重新幻化而出，灵海中的死气散去。此时，就在这禁地山洞之中，陈妙善正安静地盯着沈七。已经过去了3日时光，沈七依旧没有行转，这不免令他有些担心。当陈妙善还在焦急地来回踱步时，忽见沈七的体内散发出无数道耀眼金光，金光将他的身躯笼罩住。陈妙善有些疑惑，正要开口询问，却是惊愕地看见沈七的身躯正在一寸寸地裂开，从胸口开始，身子逐渐消散无形。陈妙善大惊，冲上去想要拉住沈七的手，他的手刚一触碰到金光，身子瞬间就定在原地，神色不再有任何变化，如同雕塑一般，双眼空洞地盯着前方。很快，沈七的身躯彻底消散，但那一团金光却是没有消失，金光闪烁了数下，一道金色血液虚影凭空幻化而出，血液虚影飘落在地，勾勒出一个男子的形状。慢慢的，从那勾勒的人形范围中，缓缓凝聚出一具全新的躯体。这具新的身躯正是重组的沈七。当沈七的身躯彻底重组后，自动恢复呈盘膝端坐状。当沈七肉身完全恢复后，金光一闪，重新没入到沈七体内。当然，这诡异的一幕，陈妙善并没有看到。金光消失的瞬间，他的意识恢复，但是陈妙善没有了刚刚的记忆，他只记得自己还在这山洞中守着炼化太乙玉符的沈七，安静地替沈七护法。陈妙善看着自己伸出去的右手，感觉有些莫名，却又说不上来，苦笑着重新退回到沈七后方处，静心替他护法。而在沈七魂海空间之中，却见得虚影双手不停掐诀，右指一点，朝着自身点额间点落下去。紧接着，虚影口中就吐出一口金色的血液。这金色血液并非是实质，也是幻化的虚影状态，看上去却是栩栩如生。金色血液落在那一团本源能量球上，血液瞬间融合到了能量球内部，银色的能量球当即变化成金色的能量球。虚影前辈掌心一致，本源能量球急速落入沈七的灵海池正中处，随即化作了沈七的灵力源泉。一丝丝灵力溢散出来，与崩溃之前的灵力有所不同的是，沈七释放灵力已经彻底变成金色了。以前是因为沈七借用了萤火虫的金光之力，才能显示出金色的形态。沈七的灵海池也在急速的膨胀，盏茶功夫过后，沈七的灵海池同样长大到了3000丈大小的范围。与此同时，沈七的修为也开始恢复，气息一路攀升，炼气、筑基、金丹一直增长到金丹大圆满，方才慢慢停下来。沈七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变化，只觉得现在的自己比昨日强大了10倍不止。沈七露出满意的笑容，魂念疾步上前，朝着虚影弯腰一拜：“前辈大恩大德，沈七没齿难忘。”虚影扯出一抹笑容，略显虚弱道：“本君已经替你重组了灵魂与躯体，同时将本君仅剩的一成道义力量熔炼进了你的灵海之中。这一股力量会在危急的时候助你，但这股力量太强大，你自己还无法自主控制。本君此次消耗甚大，恐怕要沉睡一段时间，往后行事你要谨慎对待。”沈七连忙点头答应，担忧道：“前辈，你没事吧？”虚影摇摇头，自顾道：“本君做主将你的7绝剑意从灵海中剥离了出来，将它压缩成了剑道奥义。本君又将这奥义重组在你的身躯中，助你凝聚出了剑心剑脉之体。从现在起，你可以选择剑修一道，也可以继续研修五行术法一途，如何抉择，你自己好生思量。”沈七肃然道：“晚辈会认真思量，慎重选择。”虚影叮嘱道：“之前本君传给你的阴阳造化经，你今后只需修炼这一门内功心法，此功法能够彻底发挥出你的金属性天灵根的霸道威能，务必勤加修炼此功。他日若能证得大道真身，你便能知晓所有的秘密，切记。”沈七连忙点头应承道：“前辈之言，晚辈必当谨记于心。”虚影满意的点点头，缓缓转身后，虚影当即离开了沈七的灵海空间。沈七清晰的感觉到，有一只散发着暗淡金光的萤火虫沉入了自己的魂海池中。虚影消散之时，沈七的耳边传来了最后一道苍茫的声音：“还有一事你要记住，在你晋升炼虚境之前，一定要处理掉太医书院。炼魂夺灵有伤天和，此乃修仙禁忌，欲之必诛。”沈七再次弯腰一拜，躬声问道：“前辈，敢问前辈名讳？”过了盏茶功夫，沈七仍未能听到虚影的苍茫的声音，轻叹一声，魂念退出灵海空间，魂念回体。沈七睁眼的瞬间，陈妙善便一个瞬移上前，紧紧抓住沈七的手，关切道：“七儿，怎么样了？”沈七调皮的眨了眨眼，半真半假道：“
辛苦师娘亲自为徒儿护法，好在弟子足够幸运，顺利地炼化了本源之力。这本源之力太过庞大，弟子尚未完全炼化，目前不过只炼化了1成的本源之力，可也幸运地突破到金丹大圆满了。说罢，沈七世放出一缕灵力，特意在陈妙善眼前展露一下金丹大圆满的气息。陈妙善惊得合不拢嘴，激动道：“七儿，你真是惊世天才，这晋升速度简直令我感觉到不可思议。”沈七嘿嘿一笑，得意道：“师娘，这还不止呢。弟子在炼化本源之力的时候，一鼓作气将7绝剑意彻底凝练至肉身之中，并幸运地淬化出了剑骨。弟子如今可是有机会修行剑道之法，成为一位功法超绝的惊世剑修。”闻言，陈妙善惊住，颤声道：“真是祖师保佑，祖师保佑！七儿，你师父若是泉下有知，也能安息了。”沈七轻笑一声，连忙上前抱住陈妙善，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片刻后，陈妙善情绪平复些许，略带羞涩地松开沈七的手，好奇道：“七儿，如今你也成功地炼化了太乙玉符，可我们的家已经没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是直接前往太乙书院吗？”沈七摇头道：“不了，师娘也知道，玄天州距离中州之地相隔足足数百万里之遥，以我们目前的修为，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抵达太医书院。弟子打算先前往天剑宗，参加天剑宗3个月后的收徒考核。”陈妙善疑惑道：“天剑宗为玄天州第1大宗门，门中弟子皆是剑修之辈。如此说来，七儿你是决定要去修习剑技，成为一名剑修吗？”沈七点点头。陈妙善担忧道：“七儿，你可知剑道一途最是苛刻，越到后面越难突破，你真的考虑好了吗？”沈七笑道：“师娘放心，徒儿心中有数。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就不要畏惧艰难险阻，我对自己很有信心。”陈妙善一阵沉默，既然沈七坚定自己的选择，那么他就没必要再劝。沈七忽问：“师娘，那你又有什么打算呢？”陈妙善摇摇头，神情瞬间暗淡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天大地大，却再也没了自己的家。沈七柔声道：“师娘，您和徒儿一起去天剑宗吧。如今我们师徒俩相依为命，我想跟师娘在一起，照顾师娘，保护师娘。”陈妙善扯出一抹抢笑，叹道：“七儿如今是师娘唯一的亲人了，我当然要和我的妻儿一起，妻儿也变得越来越强了，我往后还要靠你呢。”闻言，沈七脸上浮现一抹开心的笑容。树剑城，此城位于东荒玄天州的中心位置，乃是玄天州最大的一座城池，城中生活的凡民族有千万之多。在树剑城南门千里外便是天剑山，而天剑宗宗门就坐落在天剑山上。树剑城世代受天剑宗治理管辖，为了维护树剑城的稳定，天剑宗派出4位长老，常年镇守在树剑城东南西北4方城门。天剑宗明令禁止任何修士进城后不允许在城内斗法，不允许御空飞行，更不允许对凡人使用道法，伤害树剑城的凡民。凡有擅自违令的修士，天剑宗必将倾尽全宗之力诛之。此时的树剑城北门100里外，2道风尘仆仆的身影然而滞飘，正是沈七以及陈妙善。沈七望着前方那恢宏的城池，随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神色激动道：“师娘，这2个月来，我们几乎是日夜兼程，一路也都没有太多停歇，总算是在考核日之前及时赶到树剑城了。”陈妙善笑了笑，略显疲惫道：“七儿，我们赶紧进城寻个地方歇息一下，我的灵力几乎都要枯竭了。”沈七点头道：“好，徒儿听说树剑城内供奉着一柄神剑，那曾是天剑宗祖师剑的佩剑。进城后，徒儿得抽空去参观膜拜一下。”说罢，沈七搀扶着陈妙善落回地面，朝着城门处走去。沈七默默地跟在陈妙善身后，慢慢前行着。自身魂念进入识海中，开始抽取出前身的关于树剑城的详细记忆。正当他在认真浏览树剑城的信息时，魂念忽然察觉到有修士瞬移来到他们身后不远处。沈七身子一顿，脚步停了下来。魂念退出识海，沈七调动感识之力离体外放，正巧见到2道身影在他身后幻化而出，出现之人乃是一老一少。站在前面的是那一位少年，看上去大概20岁左右。少年梳着墨黑长发，一对细长的桃花眼，倒是生得一副不错的皮囊。可惜的是，少年一脸虚浮之色，显露的金丹初期修为气息同样是孱弱不堪。沈七瞬间就有了猜测，这少年定是酒色之徒。此人显然是长期沉迷于酒色之欢，从而导致了自身修行根基受损。而在少年身后的老者，身形略有些佝偻，头发半黑半白，略显怪异。老者看上去像是少年的家奴，虽然散发着元婴中期的修为，却对金丹修为的少年不停地点头哈腰，一脸谄媚的笑容。少年快步上前，一脸荧光地盯着陈妙善，双眼火热道：“好标致的小娘子，
小娘子，你是准备去往书剑城吗？不知道小生有没有这个福分与你同行呢？沈七双目一冷，看向少年的目光中浮现了浓浓的杀意。沈七的杀意一出，当即被少年身后的老者敏锐地察觉到了。不过老者神色不变，只是似笑非笑地盯着沈七，因为老者清晰地感知到，眼前的沈七修为不过是金丹大圆满而已，他并未将沈七放在眼里。老者的心神以及注意力都放在陈妙善身上，他散发出的元婴初期气息的确令老者略微忌惮一二。不过老者自认为以他元婴中期的修为，也能轻松镇压沈七二人。对于少年的无理行为，老者早已是司空见惯，奈何少年的身份十分尊贵，老者根本不敢多说什么。只要少年没有招惹到化神修为那般的强者，老者对少年的行为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他去了。沈七正要发作时，陈妙善连忙拉了拉沈七的袖角，摇头道：“七儿，莫要惹事。”说罢拉住沈七的手，疾步前行。奈何那少年却是依旧不知死活地跟了上来，一个闪身拦住陈妙善前行之路。少年淫笑着搓搓双手，无耻道：“小娘子何必急着走呢？”在下清萧剑宫掌门许纯之子许直，敢问小娘子芳名。陈妙善脸色一寒，释放出自身元婴初期的无尽威压，威压朝着少年汹涌而去，瞬间便将少年压趴在地上，七窍流血。就在陈妙善出手的瞬间，老者身影一个瞬移，来到许直身前。老者抬手一挥，陈妙善的元婴威压当即消散，少年颤抖着爬起身来，双目通红地瞪着陈妙善。陈妙善看都不屑于看那少年一眼，目光冷冷地盯着老者，周身寒意徐徐升腾。与老者对视片刻后，陈妙善冷冷开口：“道友，还请看住自家后辈，以免惹来无妄之灾。”老者因恻恻一笑，戏谑道：“道友言重了，我们少主只是想结识一下道友，并无他意。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道友何故拒人于千里之外？”沈七冷笑道：“似他这般轻浮放荡之徒，也配与我师娘同路？老匹夫若识相的话，赶紧带着这废物有多远滚多远，如若不然，沈某定当着你的面取他狗命。”老者面色一沉，目露凶光地盯着沈七。陈妙善更为护短，二话不说，一道灵力犹如疾风般射出，灵力瞬间便封禁住许直，恐怖的威压再次将许直压趴在地，面部都开始变得一丝扭曲，脸色苍白。陈妙善森然道：“道友若敢再对我弟子显露杀机，我会直接捏碎他的金丹。”说罢，陈妙善右掌虚空一按，随着一声若有若无的咔咔声传出，许直当即十分痛苦倒地，不断哀嚎起来。陈妙善出手极为迅速，老者根本没反应过来。见此，老者连忙惊呼道：“道友请手下留情，老夫这就带他离开，绝不让他再惊扰到道友。”陈妙善冷哼一声，散去灵力。老者一步上前，扶起瘫倒的许直，目光带着一抹阴森，若有若无地扫过沈七一眼。沈七对老者的目光毫不在意，继续扶着师娘朝城门处走去。望着二人安然离去的背影，许直双目欲要喷出火来，歇斯底里道：“王之业，你这个废物，为何不直接镇压那贱人，还让这贱人如此侮辱本公子？”王之业皱眉解释道：“少主，这妇人修为不凡，我若是被她缠住了一时半刻，只怕妇人身边的那少年会对少主你有所不利。那小子看着年纪轻轻，修为却是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以少主你如今的修为，实在难以抵挡。”许直怒吼道：“废物！废物！难道你这个废物就眼睁睁看着本公子被那贱人欺压不成？待本公子参加完了这天剑宗考核过后，回到清霄剑宫，我必让我爹废你修为。”王之业身子一颤，慌道：“属下知错，少主饶命，饶命！属下一定竭尽全力帮你出了这口恶气。只要二人进了数剑城内，定让他们乖乖束手就擒。”说着，王之业凑到许直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许直眉宇间的戾气渐渐散去，一抹淫邪的笑容重新浮现。沈七扶着陈妙善，不满地嘀咕道：“师娘，您干嘛拦着我？为何不让我斩了那淫邪之徒？此人对您心怀歹意，留着他们，只怕留有后患。”陈妙善笑了笑，宽慰道：“如今我们无依无靠，切莫肆意树敌，以免招来杀身之祸。”沈七撇撇嘴，没有出声反驳。来到城门口，沈七被门口的守卫拦住。守卫是一位金丹初期的剑修，正是天剑宗派驻的外门执事那剑修，伸手一拦，冷冷道：“外来之人进入数剑城，需要缴纳一块上品灵晶。”沈七忍不住嘶地倒吸一口凉气，这天剑宗也太霸道了吧！这过路费都要收取一块上品灵晶，须知一块上品灵晶相当于1万块下品灵晶了。七绝门一位普通的内门弟子，月俸也不过30块下品灵晶。陈妙善亦忍不住皱眉，好在他的储物戒中还存有10几块上品灵晶，眼下也只得肉痛地掏出2块，不舍得交给守卫。
天剑宗守卫接过灵经，例行公事道：戍剑城内禁止飞行，禁止斗法，禁止对凡民使用道法。若有修士违背，我天剑宗会出手尖等诛灭。在接受一番盘查后，沈七忽问：我是来参加天剑宗的收徒考核的，不知道贵宗的考核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守卫目光盯着沈七，上下打量着他，沉默片刻后不冷不热道：进城后你可以抽空去往南门处，那里有我天剑宗的凡物司，你可以前去报名登记，领取考核令牌，然后耐心等待下个月的考核即可。闻言，沈七以及陈妙善感激的点点头，朝守卫抱拳行礼后入城而去。进的城内，沈七有些震惊了。戍剑城中的建筑宏伟壮观，酒馆、茶社、赌坊、戏楼、园林、景阁等一应俱全。行走在戍剑城的大街上，只看到街道中人流如织，往来车马喧嚣，当真热闹非凡。街头巷尾的商贩们吆喝着，五花八门的货物琳琅满目，令沈七目不暇接。戍剑城的确是一片繁华的俗世城池。沈七陪着陈妙善悠哉地逛了半天，陈妙善一时兴起，买了不少女子的装饰之物。沈七忽然觉得有些口渴了，打算寻间茶社解解渴。沈七拉住陈妙善，提议道：师娘，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我等修士平日难得身处红尘之中，今日正好满足下口腹之欲。陈妙善笑着点点头，应声道：好，那就依妻儿所言，我们先去吃点东西解解乏。二人随意寻了间茶社，上的2楼坐下，招呼店小二弄些吃食。沈七打量了下四周，此时正是午餐时间，2楼还有不少茶客在此品茶休息。沈七暗暗察觉到，在这茶社2楼中，除了他和陈妙善，还有一位元婴后期修士。不过这位修士蒙着脸，身材消瘦，倒是一副侠客打扮。剩下的都是一些凡民，不过这些凡民倒是对天剑宗很熟悉。坐着的茶客们几乎都是在低声讨论着天剑宗相关的奇事秘闻。忽听一茶客低声道：你听说了吗？这次天剑宗准备让那些参加入门考核的弟子召唤擒龙剑呢。另一茶客惊道：擒龙剑，那不是天剑宗祖师的贴身佩剑吗？这柄仙剑可是埋在我们戍剑城剑冢地底上万年了。又一茶客接话道：没错，我们戍边城的子民世代供奉擒龙剑，这柄仙剑护卫我们戍剑城万年平安，免受战火以及妖魔的侵扰。还有茶客凑上前好奇道：老兄，你可知为何天剑宗掌门要考核召唤擒龙剑？莫非他老人家知晓此次是有不世出的天才，能够唤醒仙剑中的剑灵吗？最初的那位茶客笑了笑，摇头道：仙师们的想法岂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窥测的？我只是有些感慨，若真有仙师召唤出了擒龙剑，那以后我们戍剑城的千万子民该怎么办？擒龙剑可是我们戍剑城万千子民的庇护神啊！闻言，一众茶客顿时沉默。沈七听得一时有些愣住，剑灵这又是什么东西？沈七望向陈妙善，好奇问道：师娘，您知晓什么是剑灵吗？陈妙善沉思一二，答道：我曾在七绝门古籍中阅览过相关记录，听闻上古之时，有一些剑修大能会以自身精血来饲喂自己的本命宝剑。大能们的宝剑在经历了长年累月的精血蕴养后，不知不觉间会衍生出一缕剑道灵韵。而在大能临将羽化之际，他们还会将自己毕生累积的剑意本源封存在剑气之中。若是足够幸运的话，这一丝灵韵会自动与剑意本源相融合，诞生出剑灵。沈七诧异道：如此说来，剑灵是一种气魂？陈妙善摇摇头，解释道：非也，剑灵与气魂大不相同，世间9成9的气魂都是死物，气魂并不能自主成长，必须依附在宝器中，宝器之主只能通过炼化的手段才能激发气魂的手段。可是剑灵不一样，它自诞生之时便具备了自主的灵魂意识，剑灵无法炼化，只能由剑灵本身认主，而且剑灵还能吞噬气魂，自主晋升。相传剑灵若是能够诞生出剑道奥义，即能凝聚剑道真身，便与我们修仙者毫无二致。沈七神色微变，奇道：这剑灵当真这么恐怖吗？陈妙善笑道：并不是每一柄被饲喂精血的宝剑就能诞生出剑灵，当中诸多条件很是苛刻，更多的看见修大能的气运之力。如若不然，当今9色天岂不是早已被剑灵统治？说罢，陈妙善语气一停，复又轻叹道：七儿，其实我曾听你师父提及过，七绝门祖师的七绝剑中也孕育出了剑灵，奈何祖师羽化后，我们七绝门便迅速没落，祖师的佩剑也随之被一位神秘大能夺去。沈七一愣，在他融合前身后的记忆中，并没有任何关于七绝剑的描述。沈七狐疑道：师娘，为何弟子从小到大都未曾听闻过祖师的七绝剑？陈妙善神色一暗道：这些秘闻只是由历代掌门口口相传，你没听过也属正常。据传2000年前
就在祖师羽化之际，他老人家便将自己的佩剑七绝神剑封存在剑碑之中。后来的诸多七绝门弟子也曾陆续有过尝试，企图召唤出祖师的宝剑，奈何无人能够成功唤醒剑灵。沈七打断道：“师娘，您刚说七绝神剑被人抢了去？”陈妙善点点头，解释道：“就在祖师羽化500余年后，剑灵的秘密不慎泄露了出去。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没有祖师坐镇，七绝门早已是强敌环伺。当时的七绝门掌门望星真人修为不过堪元婴大圆满，根本无法守护住祖师佩剑。剑灵之事传开后，中州某个一流势力的长老亲上藏剑锋，毫无顾忌地夺走了祖师的宝剑。望星真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潇洒离去，根本不敢发出任何阻拦的话语。”沈七略蹙眉，沉声道：“师娘，您知不知道是什么人抢走了祖师的七绝神剑？”见沈七如此不忿的模样，陈妙善轻笑一声，不答反问道：“怎么，妻儿你是想要去找对方取回七绝神剑吗？”沈七正色道：“徒儿迟早会将七绝剑拿回来。怎么，师娘您不相信徒儿吗？”难得见到沈七如此郑重的神情，陈妙善眼中浮现一抹欣慰之色，叹道：“师娘当然相信，以妻儿的不世天资，他日定能从贼人手中夺回七绝神剑，重振我七绝门之威。”沈七笑了笑，不死心道：“师娘，师父他老人家一定告诉了您是什么人抢走了七绝神剑的吧？徒儿想知道，您现在就告诉我呗。”拗不过沈七，陈妙善无奈抚额道：“妻儿，你师父确实有对我提及，那抢夺七绝神剑之人，正是中州云灵宗太上长老枯骨老道。1500年前，此人的修为就已达到化神后期，你可明白？”说罢，陈妙善目光紧紧盯住了沈七，神色蓦地变得十分肃穆。沈七神情不变，直直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缓缓吐出：“师娘请放心，100年之内，徒儿定会亲手斩了那枯骨道人，取回祖师佩剑。”良久，陈妙善神色一松，苦笑道：“中州距此足数百万里之遥，以妻儿你如今的实力，不知要猴年马月才能抵达中州。眼下妻儿你不必过于纠结这些传闻，安心提升自己的修为才是重中之重。”沈七没有接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可他心中的思绪却是在不停翻涌。心神调整片刻后，沈七忽问：“师娘，自徒儿参悟七绝剑意后，又数次顺利地使用七绝剑阵图越阶斩敌，徒儿愈加感慨祖师遗留的玄妙手段。师娘您可知晓祖师羽化飞升前究竟是何等修为？”陈妙善浅笑道：“真是痴傻徒儿，你到如今才感受到祖师的通天手段啊！其实很早之前，你师父就向你们师兄弟解释过很多次了。想当初祖师在的时候，我们七绝门也曾是风光无限，我们七绝门势力甚至能够硬压天剑宗一头，真正的玄天州第一修仙宗门。而祖师更是当之无愧的玄天州第一强者，他老人家的修为直达，还虚元满境。”闻言，沈七半信半疑道：“师娘，当初祖师真的这么厉害吗？”陈妙善点点头，语气崇敬道：“祖师称得上是天纵之才，他老人家50岁化神大圆满，100岁炼神大圆满，200岁还需大圆满，至此羽化飞升，如此晋升速度简直震古烁今。”沈七听得陈妙善的话语，彻底被惊住了，嘴巴都不由得张开了些许。在沈七的前身记忆中，如今的玄天州第一强者正是天剑宗宗主剑无双。传闻剑无双修为晋升到化神大圆满时，剑无双的年纪已是212岁。沉默许久，沈七又问：“师娘，既然祖师有如此惊世修为，可为何在我们玄天州修仙界却几乎没什么人听说过他老人家的辉煌事迹？”陈妙善轻笑道：“因为我们祖师是真正的世外高人，他老人家一生醉心仙道，从不在乎名利之争。祖师也甚少与玄天州各大势力的掌门宗主来往，所以众人并不清楚祖师的真实手段。”听得陈妙善这番话，沈七一时忍不住肃然起敬，由衷赞道：“原来如此，祖师当真是世外高人。”陈妙善叹道：“奈何祖师羽化飞升后，七绝门跌落神坛，迅速沦为不入流的小门派，后世子弟等皆是平庸之辈。如今我等甚至连祖师遗留下来的宗门也没能守住。哎。”陈妙善话音一顿，双眸又现一片晶莹。沈七连忙出声安慰道：“师娘您莫要太悲伤，他日徒儿定会重组我七绝门，重振七绝门声威。”陈妙善抬手抹去眸中泪水，神采连连地盯着沈七，神色蕴含莫名意味。沈七有些不自在，转移话题道：“师娘，想必您也听到了茶客们谈论的话语，我看这周围之人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难道在天剑宗祖师的佩剑中同样也孕育出了剑灵？”陈妙善沉吟道：“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天剑宗祖师的年代太过久远，此人是万余年前的玄天州第一风云人物，如此大能，他的佩剑能孕育出剑灵，想来也不是什么太出奇的事。”沈七好奇心大起，追问道：“师娘，
莫非天剑宗祖师与我们七绝门祖师一样，也是不世出的天才人物不成？陈妙善点了点头，笑道：这是自然。传闻天剑宗祖师可是东荒九州修仙界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踏足炼虚境后才羽化飞升的旷世奇才，而且他还是一位功法超绝的剑修。闻言，沈七彻底愣住。陈妙善的话确实将沈七给震撼到了，沈七脸上浮现出浓浓的难以置信之色。犹记得当日七绝门覆灭之时，沈七险些被军天州无极宗的莫灵一抬手灭杀，当时是萤火虫前辈出手救了他，而萤火虫前辈与那莫灵一的对话，沈七可是听得一清二楚。莫灵一曾提及过，太一书院乃是赤霞界五方天地最强仙门，而太一书院的院主陆天一则是赤霞界五方天地最强之人，其修为已经达到还虚后期。须知赤霞界只是最低一级的修仙界面，修仙者能停留在赤霞界的最高修为便是还虚境，若是超出此境界，便会被赤霞界的天道规则瞬间抹杀。是以赤霞界的修士境界达到还虚大圆满时，天道规则就一定会降下天道雷劫，修士成功渡引天劫后，便会顺利的羽化飞升。倘若陈妙善所说的传言当真无误，那位天剑宗祖师在赤霞界的修为突破到了炼虚境，难以想象此人的天赋与实力简直是强大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在赤霞界晋升至炼虚境，就意味着此人根本没有渡引天劫，因为他的实力已经强过了赤霞界的天地规则，天道之力根本不能也不敢对天剑宗祖师降下天罚雷劫。若非如此，天道规则一定会降下雷劫，灭杀破坏秩序的修仙者。可是天剑宗祖师并没有渡引天劫，说明天道规则怕了。天道需要维护一方天地的力量，若是强行出手，只怕会彻底惹怒天剑宗祖师。很显然，天道规则畏惧了。假如天剑宗祖师被彻底激怒，眨眼间便能摧毁赤霞界的秩序规则。沈七几乎不敢相信，低等界面的修仙宗门还能够出现如此亘古未有的惊世人物。对比之下，天剑宗祖师简直是比七绝门祖师还要恐怖千百倍的存在。半晌过后，惊愕中的沈七终于是回过神来，神色呆滞道：师娘，您说的这些怕不是谣传吧？那天剑宗祖师真的有那么变态？这不符合我们赤霞界的修仙法则啊。陈妙善苦笑道：我一开始听到这些传言时，同样如你这般不敢置信，但是传言就是这么一直流传下来的。自天剑宗祖师出世后，天剑宗一跃成为玄天州第一宗门，就连太一书院也对天剑宗之人客气有加，想来这些并非空穴来风。妻儿你可知，即便如今天剑宗祖师已经飞升万余年，现在的太一书院实力也远超天剑宗，却依旧无法左右天剑宗的意志。沈七惊诧道：难道太一书院号令不了天剑宗？这是为何？莫非当中另有隐秘？陈妙善点头道：据传，天剑宗祖师飞升前给宗门弟子遗留下了一样传承，若是有哪位后辈福泽深厚，能够获得传承，便可横扫赤霞五方天地，炼虚境之下无人能敌。沈七好奇问道：师娘，什么秘宝？陈妙善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传闻并未言明。沈七面色古怪道：师娘，总不会是天剑宗祖师遗留在树剑城的那一柄佩剑吧？陈妙善若有所思道：是与不是，我们外人无从得知。这树剑城原本是凡俗城池，只是天剑宗祖师在此地羽化飞升，树剑城便被天剑宗收为辖属之地。自从天剑宗祖师飞升后，天剑宗历代掌门都会率领门中弟子前来树剑城朝拜，想来应是有些隐秘，不被外人得知。沈七笑道：师娘也不用去在意这些，过些时日，待弟子通过了考核，只要我们加入了天剑宗，往后自然会有资格知晓这些秘密。陈妙善叮嘱道：妻儿，你我如今形同丧家之犬，此番前来树剑城，我们只是想要寻求天剑宗的庇护，日后妻儿言行之间莫要咄咄逼人，你可明白？见陈妙善又要一副伤感神色，沈七连忙点头应承道：师娘放心，徒儿自有分寸。不待陈妙善再开口，沈七赶紧转移话题，出声询问道：师娘，我对剑灵之事一窍不通，刚刚听那些凡人提及什么唤醒剑灵，难道这剑灵是死物，为何还要唤醒？陈妙善正欲开口，忽听得一道低沉的嗓音从自己身后飘来：非也，这位小友，你可知晓为何天剑宗会突然举行此次公开的入门考核？沈七目光朝着身后望去，正是之前坐在设角落的那位侠客装扮的蒙面修士。此人不知何时瞬移到了沈七二人身后，正笑盈盈地盯着沈七与陈妙善，目光中浮现出一抹似有似无的元婴后气的威压。蒙面修士目光望向陈妙善，做出一手一礼，笑意不减道：道友见礼了，彼人乃是七星剑宫外门长老朱星。陈妙善一愣，七星剑宫在玄天州属于一流势力，宗门弟子足有万人之数，而当今的七星剑宫的掌门人飞星子，修为在100年前便已突破至化神后期，
其威名早就传遍了整个玄天州，称得上是玄天州的顶尖强者。回过神来，陈妙善施然还礼道：“道友有礼，妾身七绝门陈妙善。”闻言，蒙面修士朱星同样一愣，七绝门，他怎么感觉这个宗派名称有些耳熟？忽地想到什么，失声惊呼：“七绝门！玄天极北之地那个不入流的小宗门，最近整个玄天州闹得沸沸扬扬的金光异象传言中的主角，不是说你们七绝门已经被某位化神大能给灭门了吗？”朱星神色有些失态，好在周围的茶客依旧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天剑宗的小道消息，并未注意到他的言行。听得朱星的反问之言，陈妙善只是扯出一抹抢笑，并未接话。朱星忙收敛心神，赔礼道：“道友莫见怪，朱某一时失礼了。”陈妙善摇摇头，不在意道：“道友只是正常的反应，我也能理解。当日我师徒二人有事外出离开山门，这才侥幸苟全了性命。”朱星目光将信将疑地扫过陈妙善以及沈七一眼，没再多问。沈七忽地上前一步，朝着朱星齐眉一礼，不解问道：“前辈，不知道您刚刚所言天剑宗考核之事，可是还有其他隐秘？”朱星点头道：“不错，朱某曾在我七星剑宫首座的授道大会上听到过，就在3年前的某日，天剑宗的龟真崖顶忽然天降一块云帖，云帖上还刻有苍茫古朴的6个大字。”沈七好奇道：“前辈可知是哪6个字？”朱星颔首道：“剑灵生，帝君出。”沈七疑惑道：“这是什么意思？”朱星摇摇头，无奈道：“听门中长老所说，这块云帖被天剑宗宗主剑无双得到后，剑无双便邀请了玄天州所有一流势力的宗主以及掌门人来鉴赏参悟，甚至于这块云帖还惊动了中州的太医书院，书院同样派出了2位还虚境的院守大能前来。不过最后众人并没有发现什么眉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沉思1、2，沈七心头忽的一个咯噔，他莫名想到了萤火虫前辈，莫非冥冥之中还有什么关联不成？不过沈七神色隐藏得很好，并未让朱星察觉到任何变化。朱星话音一顿，神色似笑非笑地望着沈七2人，意味深长继续道：“说起来，此次天剑宗决定对玄天州公开进行收徒考核，还与你们七绝门有些许干系呢。2位可还记得，你们七绝门覆灭之前，七绝峰上可是出现过遮天蔽日的金光异象？那异象冲破天际，足足持续了半日之久，方才散去。”闻言，沈七与陈妙善微不可察地对视一眼。陈妙善神色不变，忽显黯然道：“道友，你说的这什么金光异象，我们2人却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当时我2人正在宗门万里之外的天白山采取药珠，当我们马不停蹄赶回宗门时，七绝门已是残垣断壁，门中弟子尸骨无存。”说罢，陈妙善双眸开始泛红，眸中顿时浮现点点晶莹。沈七有些怔住，没想到自己这个便宜师娘的情绪变化竟然如此之快，他一时都有些分不清陈妙善是真情流露还是在演戏。不过朱星也没在意陈妙善所言是真是假，笑意依旧道：“陈道友你可知晓，正是因为你们七绝门这一次突然出现的金光异象，令天剑宗宗主剑无双有了些许猜测。剑无双认为那块天降云帖乃是天剑宗祖师给予宗门后辈的一次警示，剑无双笃定是我们玄天州中出现了一位万年难遇的剑修天才，云帖上的6字警言乃是祖师冥冥之中的提示。”沈七忍不住插嘴道：“前辈，这怕不是一个巧合吧？”朱星笑道：“是不是巧合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在金光消失后，剑无双便派遣了门中长老前往你们七绝门查探。可惜的是，天剑宗长老也没发现什么线索，似乎是有炼神境大能抢先一步抹除了所有痕迹。而后剑无双就公开向东荒九州的年轻俊才发出了邀请九州任何不超过20岁的修士，只要是拥有剑骨及剑脉的剑修资质，就可以报名参加天剑宗的收徒考核，再无其他要求。”陈妙善见对方侃侃而谈，似乎已经了解到了不少信息，试探道：“道友，你可知道天剑宗此番主要考核哪些项目吗？”朱星点头道：“朱某听门中师伯提到过，这一次天剑宗的考核只有一项，寻剑。”陈妙善皱眉道：“朱道友，你这话的意思是？”朱星笑了笑，解释道：“据传，天剑宗宗主亲自拟定了考核条件以及考核通过的标准。”陈妙善好奇道：“道友，可否同陈某仔细讲解1、2，这次考核都有哪些条件及标准？”朱星从容道：“首先，参加考核的修士需要进入剑种秘境的地底，在3日之内去找出天剑宗祖师的擒龙剑埋藏方位。小友须知道，在那剑种当中埋有宝剑千万之多，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找出神剑埋藏的具体位置，无疑是大海捞针。”陈妙善不由得感慨道：“难怪天剑宗要求参加考核的弟子必须拥有剑骨剑脉，若是没有剑修资质，寻常修士根本无法感应到神剑的剑意所在。”
看来天剑宗的这次考核对弟子们的修为要求倒是其次的，更看重的是弟子们在剑道一途的天赋感悟。朱星面露赞同之色，不紧不慢道：道友所言甚是在理，只有成功寻找到神剑正确方位的修士，才能继续考核。众弟子接下来还需要尝试将宝剑拔出，并尝试唤醒神剑中的剑灵。沈七狐疑道：前辈，天剑宗祖师的佩剑中当真孕育出了剑灵吗？朱星煞有介事道：自然，天剑宗宗主剑无双如此信誓旦旦，想来应该不假。再者说，天剑宗乃是我们玄天州第一巨擘，也没必要来忽悠我们玄天州修仙界同道。闻言，沈七不再多问。陈妙善接着问道：道友，那天剑宗具体通过考核的标准又是什么？朱星笑道：感应出神剑方位者收录为外门子弟，拔出神剑者晋级为内门弟子，唤醒剑灵者直升为核心弟子。沈七惊道：什么？能够唤醒剑灵，竟然就一跃成为了核心弟子？前辈，是不是说唤醒剑灵的考核非常难？朱星点头道：是的，很难很难。考核的弟子们需要拥有莫大的机缘气运，或许是10万分之一，又或许是100万分之一。朱星说罢话音一停，忽地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凝重道：还有一个，若是有考核弟子能够令剑灵认主，宗主剑无双将亲自将其收为亲传弟子，指定为天剑宗下一任掌门人。朱星的话音落下，陈妙善以及沈七的心头俱是一震。沈七有些出乎意料，他没想到天剑宗宗主剑无双居然对这次的考核居然如此重视，难道剑无双当真相信这次的考核一定会出现惊世的剑修天才？沉默良久，沈七方才回过神来，朝着朱星拜拳道：多谢前辈告知我们这些信息，看前辈的打扮，应该也是一位剑修。恕晚辈冒昧，你也是要去参加天剑宗的考核吗？朱星哈哈一笑，摇头道：小友你可是看错了，朱某已是花甲有5，方才幸运地突破到元婴期，我的年纪哪有资格参加天剑宗的考核？此次乃是奉了我七星剑宫长老之命，陪同我七星剑宫的一位后辈弟子前来参加考核的，朱某只是一个身负护卫之责的护道人罢了。沈七尴尬地笑了笑，目光再次扫视了一下四周，疑惑道：前辈，你门中的那位弟子呢？为何没有看到他与你一起？朱星笑道：他今日寻一位故友叙旧去了。说起来我这晚辈年纪和小友你差不了多少，不过修为倒是差你不少。我看小友一身通透剑骨，想来定是要去准备参加考核吧。沈七咧嘴一笑，正欲答话，陈妙善却是眼神拦住他，接话道：道友见笑了，我们师徒2人如今无家可归，处境惨过散修，只是想着能寻一个庇护之所，所以这才决定来试一试。朱星笑盈盈的恭维道：以朱某看看，小友的资质定能拔出神剑，成为天剑宗内门弟子指日可待。陈妙善轻笑道：那真是借道友吉言了。朱星又旁敲侧击地与陈妙善寒暄了几句，企图再打听些七绝门当日的内幕。陈妙善自然也能看穿对方打算，回答的亦是滴水不漏。朱星见自己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只好借口说有些急事还需处理，率先离开了茶社。陈妙善与沈七继续在茶社休息了盏茶功夫，待到茶社里的茶客走得差不多了，2人方才结账离开。出门便朝着南门处方向慢悠悠逛去，片刻后寻到了个雅静的客栈，2人决定在此落脚，静待考核之日的到来。翌日，沈七一大早便起身离开了客栈，径直朝着南门的凡物司走去。凡物司就坐落在南门城口左侧，凡物司的司衙修建得很是气派，整个楼堂隐隐有神光溢散至半空，沈七远远便能看见。待沈七行至司衙大门口时，沈七一眼就察觉出整个楼堂被一道古老且强劲的阵法所笼罩住了，无形中散发着肃杀之意。沈七七神色不变，从容地朝着司衙大堂走过去。穿过大门，来到内堂入口处，沈七方才发觉有一白发老者躺在堂口的摇椅上，神情悠哉地眯着双眼。沈七小心翼翼地释放出魂念查探，却惊愕发现自己根本看不透老者究竟是何修为，即便是当初的莫灵一也没有给沈七这般深不可测的感觉。沈七内心一阵嘀咕，天剑宗派驻镇守的凡物司里，莫非还存在化神境之上的大能不成？沈七神色不由得凝重3分，不敢再表现一丝轻慢之色，缓步行至老者身侧丈许，躬身行礼道：晚辈沈七见过前辈。老者似乎没听见沈七的呼唤，依旧微闭双眼，似睡非睡。见此，沈七只得俯首静静等待着，奈何等了片刻功夫，依旧不见老者有任何反应。沈七无奈地上前2步，再次垂手行礼，躬声唤道：前辈，晚辈无意打扰前辈静修，沈七今日前来只为领取考核令牌。可惜那老者依旧不动如钟，闭目凝神，仿佛根本不想搭理沈七。沈七面色有些尴尬，此刻的他走也不敢走，留在原地又觉得不自在。深吸一口气后，
沈七强行按住内心的躁动，静静后在原地观察着老者反应。很快1个时辰过去，凡物司堂门口传来嬉笑打闹声，陆续有一些年轻弟子踏步进来。众人进的内堂门口时，一眼就看到了一动不动的沈七以及闭目侧卧的老者。哄闹声愈加肆无忌惮，躺椅上的老者依旧毫无反应，沈七却是不由得皱了皱眉。还未待他出声阻止，只见得一位身着华丽绸缎的年轻弟子跃步上前，砰的一声猛拍桌面，冷喝道：老头，本公子今日前来领取考核令牌，速速给本公子登记。老者还是一副沉睡的模样，沈七却是双目一寒，眼见老者居然不搭理自己，那年轻弟子面色一沉，怒骂道：老不死的东西，居然敢无视本公子！说罢，那名弟子一扬手，掌心便浮现一柄冷如清霜的宝剑，剑身寒意肆虐，一剑就要朝着老者眉心刺去。啧，冰霜剑意。何区峰，你们冰霜剑宫好威风啊，居然敢在天剑宗的地盘对天剑宗凡物司前辈出手，我看你们冰霜剑宫是准备自取灭亡了，哈哈哈！剑势顿住，那名叫何区峰的年轻弟子转过身去，目光看向对自己冷嘲热讽之人。待他看清出生之人，何曲峰神色愈加阴暗3分，反唇相讥道：郑月才，日月剑宗居然会把你这个废物派出来，就凭你那不入流的剑道天赋，至今连宗门剑意都没能参悟出来，也好意思跑来参加天剑宗的考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配吗？郑月才身为日月剑宫的掌门之子，生平最厌恶别人嘲讽他没能领悟出自家宗门剑意绝学。要知道，日月剑宗有好几位比郑月才还年轻许多的内门弟子，都已经领悟了日月剑意。何区峰刚刚那番嘲笑的话语，仿佛踩在了郑月才的尾巴上。郑月才怒极而笑，破口大骂道：何区峰，你他娘的！郑月才身后一位文士打扮的中年人上前一步，及时拦住了他的话，目光莫名地盯着何曲峰，似笑非笑道：何少主，嘴下留德，莫要因此沾惹了无妄之灾。哼！一声不屑的冷笑声传出，从何曲峰身后同样走出一位中年男子，冷笑道：下人，我家少主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又有何错？怎么的？难道你还准备以大欺小不成？下人笑意不减道：江少如，天剑宗定下铁律，戍剑城内不得斗法，适才何少主掌中的宝剑可是剑意呼啸，杀意弥漫，何少主此举已是违反了天剑宗的规定，乃重罪。江少如不以为意道：下兄言重了，我家少主只不过是向天剑宗执事前辈展示他自身的日月剑意修为，表明其剑修资质极佳，以便前辈能确认我家少主有资格领取考核令牌。下人冷笑连连道：夏某听闻天剑宗派出了4位长老镇守戍剑城，想来眼前的这位前辈必定是4位长老之其中之的南门长老。何少主如此目无尊长，横剑相对，也不知道江兄刚才的诡辩，南门长老前辈是否会认可？江少如神色不变道：天剑宗的南门长老乃是前辈高人，想来自是不会与一小辈计较。一声悠长的呵气声从老者口中莫名传出，老者伸了一个懒腰，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不耐烦道：谁啊，真是的，一大早跑来凡物司吵吵闹闹的，扰人清梦。说罢，双目中蓦地飘出一道逼人的金光，目光随意一扫司衙内堂众人。在场之人除了沈七，其他人只觉得身躯莫名一颤。下人与江少如2人不约而同地弯腰行礼，躬声道：晚辈日月剑宫下人见过前辈。晚辈冰霜剑宫江少如见过前辈。堂口站着的弟子方才惊醒过来，连忙跟着弯身行礼。沈七亦是如此。天剑宗南门长老目光又扫了沈七一眼，嘴角浮现莫名笑意，调侃道：小娃娃站了2个时辰，是不是有些不耐烦了？沈七摇头道：晚辈不敢。南门长老似乎对沈七颇有兴趣，笑呵呵问道：玄天州剑道传承，坐拥36剑功，小娃娃你是在哪座剑功修行？沈七又摇了摇头：晚辈并非剑功弟子，晚辈此前在玄天极北之地的7绝门修行。南门长老双眸一亮，意外道：哦，7绝门，可是前段时间因为天降金光异象而惨遭灭门的小门派？沈七点点头。南门长老好奇道：老夫能看出来小娃娃你的天赋甚佳，但我还是有些疑惑，你是如何从炼神修士手中逃出升天的？沈七装着很感伤的样子，从容道：那时候晚辈因为有事外出，并不在宗门内，侥幸逃过了灭顶之灾。7绝门究竟因何招惹了强敌，晚辈却是不知。闻言，南门长老点了点头，没再多问。沈七也不管对方是否相信了自己的说辞，以自己目前金丹大圆满的修为，想来也不会被南门长老太过在意。对于沈七刚才的那番话，南门长老或许不会放在心上，可是堂口众人听到后却是瞬间炸开了锅，交流声此起彼伏。
有弟子惊呼道：“什么？此人竟然是七绝门的弟子？七绝门不是被灭得精光了吗？”有弟子猜测道：“七绝门惹怒了炼神境大能，无端惨遭灭门。这小子非但不隐姓埋名躲起来，居然还光明正大的跑来天剑宗参加考核。看来此子这是打算寻求天剑宗的庇护，倒是打得一手如意算盘。”还有弟子冷笑道：“只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便此子通过考核成为天剑宗弟子，天剑宗也不可能去保他。天剑宗何须为了一名区金丹期弟子，而去教务一位炼神境大能？”又有弟子阴阳怪气道：“此子不过是来自玄天极北之地的破落宗门，极北之地的修行资源何其贫瘠，又能出现啥好苗子？此子能不能通过天剑宗的入门考核，还得另说呢。”一弟子抚掌大笑道：“宋兄所言甚是在理啊！此子不过乡下的毛头小子，居然妄图窥探大道，真是可笑！”哈哈！沈七目光一扫那位拍掌的弟子，不由得暗自冷笑一声。此人正是之前在城外与沈七有过矛盾的青霄剑宫少主许直。沈七眼中一缕杀机飘现，他还没去找这个登徒子算账呢，许直居然还敢跳出来恶心自己，真是不知死活。迎上沈七的目光，许直还欲嘲讽几句，忽觉得后背一阵寒意冒出。站在许直身后的护道人王之业上前一步拦住。王之业目光凛然地盯着沈七，阴冷道：“小子，你屡次三番对我青霄剑宫的少主显露杀意了，真是自寻死路。老夫之前对你多有忍让，你小子莫要得寸进尺，再让老夫感知到你的杀意，老夫不介意替你长辈教育教育你。”沈七盯着王之业，也不作声，脸上忽地浮现莫名一笑，看向对方的目光就如同在看着死人一般。哟！忽然一道尖锐的讥笑声传出：“这不是青霄剑宫的许大少主吗？又在这仗势欺人了呀！许直，你这个跳梁小丑，居然还敢从青霄山跑下来！看来半年前你在星岩山受的内伤并不严重嘛。”许直目光看向出生之人，脸色瞬间阴沉似水，咬牙切齿道：“罗岩，你休得猖狂！别以为你是星岩剑宫的少主，我就怕了你。今时不同往日，半年前那一剑，本少主必将双倍奉还。还有喂，罗某好怕，好怕呀！”罗岩大笑不止，看起来肚子都有些笑痛了。罗岩指着许直，面带不屑道：“就凭你这废物，真是笑死罗某了！咋的，连青霄剑意都领悟不出，也妄图来挑战罗某？哈哈哈哈！”罗岩眼泪都要笑出来了，笑到一直弯着腰，直拍大腿。许直面色憋得通红，双目似喷火般盯住罗岩，掌心长剑幻化，剑气环绕。南门长老忽然咳嗽一声，笑道：“数剑城内不得斗法，老夫不会再提醒第二遍。”许直面色一白，手中长剑缓缓消散，低着头不甘地退后一步。见此，罗岩也是愣了下，他看出许直的剑气中蕴含着一抹青霄剑意。罗岩不甚在意地笑了笑，冷嘲热讽道：“许鹏掌门倒真是看中自己的宝贝儿子，居然舍得以神魂之力替你这个废物洗髓凝脉，怪不得你这个废物今日居然有了在我面前叫嚣的底气。”王之业听不下去了，冷声道：“罗少主，还请慎言。”罗岩冷笑连连：“咋的，小的不行，老的开始出面了。”罗岩目光一扫，他身后一位老者缓步上前，似笑非笑地盯着王之业。待看清罗岩身前老者，王之业瞳孔微不可察的一缩，不再作声。罗岩目光扫过沈七，又重新看向许直，毫不客气道：“许直，我看这位沈公子可比你这个废物强多了，真是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居然看不起这位公子。”沈公子位极弱冠之灵，其修为已然达到金丹大圆满，想来此次参加考核的弟子中，能强过沈公子的，只怕不会超过一手之数。听到罗岩的话，沈七同样是愣了一下。自从融合了萤火虫前辈的金光神通后，沈七便调动了金光之中的神秘力量，遮掩住自己的真实修为，而平时显露给外人查探的不过是金丹后期。自从他来到数剑城后，也接触过10余位修士，沈七还是第一次被人看穿自己的真实境界。沈七忍不住多看了罗岩一眼，心中对此人多了3分重视之心。沈七的心理活动不过眨眼之间，外人并看不出任何异常。谈笑间，罗岩莫名地盯住沈七一眼，目光又不露痕迹望向南门长老，抱拳道：“前辈，我看这位沈公子定然是修行天才，说不得此前七绝门的天降金光异象，或许也与沈公子有些许关系呢，嘿嘿。”闻言，南门长老目光同样盯住了罗岩，神色也变得有些似笑非笑。不过南门长老也没戳破他的小心思，目光继而看向沈七，意味深长道：“小娃娃，众人刚刚的话你可听清楚了？他们言语虽有些不堪，却还是有些道理，你觉得呢？”沈七从容道：“不知前辈的意思是？”南门长老笑道：“小娃娃，你如今这般堂而皇之出现在我天剑宗辖地，只怕那位炼神境修士必然会想方设法
来取你性命。若是没能通过考核也就罢了，可你若是通过了考核，却是让我们天剑宗犯难了呢。沈七云淡风轻道，还望前辈指点迷津。南门长老笑意不减道，小娃娃，哪怕你在考核的时候能够拔出神剑，成为内门弟子，我们天剑宗也不会为了你而去与一位炼神境修士交恶。须知炼神境对东荒九州而言已是主宰众生的顶尖强者，我们天剑宗内门弟子足有数千，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为了一个内门弟子而去对抗一位炼神境修士，我们天剑宗承受的代价太大，不划算。闻言，沈七皱眉道，不知晚辈要如何做才能得到天剑宗的认可及庇护。南门长老语重心长道，小娃娃，如果你真的与金光异象有关，老夫相信你定能唤醒剑灵，成为核心弟子。若是你真的做到了，你的命我们天剑宗保下了。一位炼神境修士，天剑宗得罪便得罪了，又有何妨？南门长老话音停了停，又耐人寻味道，当然，若是小娃娃你能令的剑灵自动认主，就算中州太乙书院的院主陆天意亲至，你的命亦无忧。沈七正色道，不知前辈这些话可是代表着天剑宗的意思？南门长老肃然道，当然。沈七点点头，轻笑道，晚辈明白了。在场之人听到南门长老的这些话，如同平地一声惊雷，内堂口再次喧嚣起来，众人交头接耳，一时人声鼎沸。罗岩内心巨震，他刚刚对南门长老说的那番话更多是掺杂着调侃之意。罗岩瞧出了沈七与许直之间有些矛盾，这才说出那些恭维的话，本意是为了恶心许直。毕竟罗岩与许直之间同样是相互看对方不爽，正所谓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只是罗岩想不到的是，天剑宗的南门长老居然如此看好眼前这位七绝门弟子。莫非天剑宗的前辈认为眼前这位其剑修姿当真挚，能够唤醒剑灵，甚至能令剑灵择主？罗岩内心直犯嘀咕，扭头看向身后的老者，好奇道，三叔，那南门长老为何如此看好这位七绝门弟子？此人虽说气宇不凡，也不至于令南门长老如此另眼相看。您老人家可从此人身上瞧出了什么端倪吗？被罗岩称呼三叔的老者盯着沈七打量一二，摇头道，此子年纪轻轻，修为却是不凡，其实力在年轻弟子中倒算得上翘楚，不过放眼东荒九州，也不过中上之流，我暂时也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闻言，罗岩神色有些失望，目光再次扫过沈七，将他的容貌深深刻印在脑海中。此刻在罗岩心里，沈七已成为他这次考核路上最强劲的潜在敌手。南门长老又是一声轻咳，众人叽叽喳喳的交谈声顿时停住。南门长老皱眉道，凡物司乃我天剑宗的清净之地，不是数剑城的方式商铺，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说罢，南门长老大手一扬，一面银光闪闪的剑士镜面浮现在内堂门口，镜面迎风暴涨，转瞬间便将内堂入口彻底覆盖。南门长老打了打哈欠，例行公事道，东荒九州的年轻弟子，只要年龄不超过20，凝练出剑骨剑脉者，均可参加我天剑宗此次的入门考核。话音一顿，南门长老伸出右手指了指幻化出来的镜面，讲解道，凡决定参加考核的弟子们，只需逼出自身一道剑气，击落在镜面上。说罢，南门长老朝着镜面随手挥出一道剑气，众人见得这道剑气没入镜面中，仿佛石沉大海，消失不见。下一刻，一块古朴的剑牌从镜面里飘然而出，落回南门长老手心之中。南门长老手举剑牌，不耐烦道，尔等听清楚了，老夫只讲这一遍，你们需要将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以及宗门名称刻印在剑牌之上，便算是报名成功了。无门无派者，刻印上散修2字即可。还有一点，好生保管我天剑宗分发给你们的剑牌，这是你们接下来参加考核的唯一钥匙。讲解完了后，南门长老凝指成剑，迅速在剑牌上刻印了自己的信息，以作示范。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南门长老刻印在剑牌上的信息同时折射在镜面之上，随即化作点点星光，消失在镜面之中。南门长老目光扫过众人，叮嘱道，不符合考核条件者，切莫妄图浑水摸鱼。此法宝乃我天剑宗炼神境前辈制作，当中蕴含着前辈的一丝炼狱法则，它能自动甄别出报名者的真实信息，如有舞弊作假者，会自动触发炼神前辈的法则反噬之力。老夫言尽于此，诸位好自为之。交代完一切后，南门长老又看向了沈七，笑意莫名道，小娃娃，你可莫要令老夫失望了。沈七躬身行礼，趁机问道，前辈，晚辈曾听闻任何人来到数剑城后都可以去剑冢参拜神剑，不知？南门长老摇头道，我天剑宗原先确实有这个规定，不过眼下考核在即，碧宗宗主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暂时封闭了剑冢。如今剑冢四周已被宗主布置了弟子日夜巡查，考核日期之前，
任何人也不得进入剑冢。沈七遗憾道：“本想着今日登记之后，顺便能去瞻仰下神剑神威，听前辈这么说，看来晚辈还要再多等几日了。”南门长老摆了摆手，下达逐客令：“尔等莫要在我凡物司逗留，各自登记自己的信息，领取剑牌后速速离去。”话音刚落，南门长老的身形犹如青烟散去不见，正是化神强者才能掌握的身法神通，缩地成寸。见到南门长老离去后，决定参加考核的弟子们便开始躁动起来，众人跃跃欲试，纷纷朝着剑士镜面中挥出强劲剑气。沈七并不着急，只是安静在一旁看着诸多弟子的动作。待到片刻功夫过后，已有数十位弟子领取了剑牌，欣然离开司衙。沈七也不再犹豫，同样打出一道剑气后，一枚剑牌飞入他的掌心，依次刻印上自己的信息后，沈七收好剑牌，转身而去。沈七刚走到大门口，却见七星剑宫的朱星朝他挥手示意。在朱星左手边还站着一位年轻弟子，气度不凡。沈七上前抱拳道：“朱前辈，可是有什么吩咐？”朱星笑了笑，摇头道：“想不到沈小友如此不凡，竟能得天剑宗南门长老这般器重，看来小友加入天剑宗已是板上钉钉了。”沈七客气道：“朱前辈言重了，晚辈能不能通过考核，还犹未可知呢。”朱星指了指自己身旁的那位少年，朝沈七热情介绍起来：“沈小友，这位就是昨日朱某与你提及的门中晚辈，他是我七星剑宫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楚天灵。”沈七双手抱拳道：“楚兄，久仰久仰。”楚天灵同样抱拳还礼道：“沈兄弟客气了。”沈七又与朱星客套了两句后，正打算离开时，却又见到新年剑宫的罗岩笑眯眯地凑到自己身前。罗岩倒是挺自来熟，一把搂住沈七的肩膀，热情洋溢道：“沈兄弟，你可知道南门长老这人历来性子清冷孤僻，没想到这位前辈对沈兄却是青睐有加，说明罗某确实没看走眼。”沈七不着痕迹地扶开罗岩，笑道：“罗少主说笑了，适才少主替沈某解围之举，沈某感激之至。”罗岩哈哈一笑：“沈兄弟这话可是见外了，想来你也猜到了，我与许直之间也有不小的仇怨，我就是看不惯许直那登徒子的臭嘴脸。”沈七嘴角笑意依旧，也不作声。不过巧的是，说曹操就到，那清霄剑宫的许直也不知何时走到了沈七身侧，阴沉着脸，双目森寒地盯着沈七。沈七仿若没有看见对方一般，有一茬没一茬的接着罗岩的话。没多久，沈七见到一位仆从兴冲冲的跑到许直身后，同他耳语什么，又见得许直的脸色变幻起来，莫名浮现一抹瘆人的笑容。许直径直走到沈七身前，面色阴森道：“乡下小子，先让你蹦跶几日，待考核过后，本少主随手就能弄死你。”当日的那位小娘子也休想逃过本少主的掌心。沈七双眼一冷，一旁的罗岩也拉下脸色，凛然道：“许直，你是眼瞎了吗？没看到我和沈兄弟在交流谈心？你这废物还敢跑来我面前找不痛快？”许直目光一扫罗岩，莫名笑道：“罗岩，你别急，本少主很快就会送你去与你妹妹罗淼团聚。”果然是你。罗岩神色骤变，目光死死盯住许直，周身剑意呼啸，杀意滔天。王之夜不知从何处窜出，一把拦住许直，厉声道：“少主！”嘿嘿。迎着罗岩的目光，许直脸上笑容更甚，愈加瘆人。沈七忽的轻笑一声，似笑非笑道：“罗兄，沈某听闻考核之日天剑宗是允许厮杀的，不知是真是假？”闻言，罗岩愣了一下，待反应过来后，点头附和道：“没错，罗岩出来时，家中长辈的确特意对我提及这个规定。”沈七目光一扫许直，笑盈盈道：“许少主，沈某会在剑冢中等你。”说罢，沈七扬长而去。回到客栈，沈七发现陈妙善并不在房中，也不知跑去干什么了，随手给陈妙善留了个传讯符，简单说明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后，便回到自己房间。沈七决定在考核之前闭关修炼，尝试将自己的修为提升至假阴境界，为接下来的考核增添几分胜算。沈七谨慎在房内布置了2道风镜后，心神便沉入魂海空间之中。此刻，在沈七的魂海中漂浮着一本厚厚的功法，正是萤火虫前辈赐下的阴阳造化经。自从得到这功法后，沈七还没来得及仔细阅览这部无上功法。沈七平复好自己的心绪，打开功法第1页，认真梳理一番，接着紧闭双眼，周身经脉开始运转功法，感受着此功法的玄奥变化。片刻功夫过去，沈七将功法运转了1个周天，只觉得自身灵力瞬间浑厚了3分。沈七不过才修炼了第1页，他就敏锐察觉到自己金丹大圆满的修为已经彻底饱和。此刻的沈七，灵海池隐隐浮现暴涨突破的趋势，漂浮在灵海池中的金丹也出现一丝丝裂缝。沈七有预感，若是自己彻底参悟了阴阳造化经第1层功法，
只怕会突破到化神初期。阴阳造化经的恐怖之处，沈七甚至不敢完全想象。沈七睁眼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眉宇间掩藏不住的激动之色，畅快道：“不愧是萤火虫前辈赠予的无上功法，当真是恐怖如斯。”沈七感受着自己体内的变化，满意的点点头。魂念又一个幻化，瞬间进入了自己的灵海空间之中。望着那满是裂痕的金丹，沈七陷入了沉思。他记得萤火虫前辈对自己说过，萤火虫前辈已将沈七领悟的七绝剑意从他灵力中剥离了出来，压缩成了剑道奥义。沈七的魂海、灵海以及身躯都被萤火虫前辈重组改造过，凝聚出剑修骨脉。而被萤火虫前辈压缩的那一道剑道奥义，如今还被封禁在沈七的灵海池中。沈七想着，若是自己将这道奥义融合到自己的金丹之中，或许能产生一些惊奇的变化。说不定沈七还能碎丹立阴，进而凝结假阴，顺利晋升至假阴境界。想到这，沈七也不再顾忌，开始运转自身的金光灵力，金光一层又一层地包裹住封禁的剑道奥义，并小心翼翼控制自己的金丹，开始尝试吞噬那剑道奥义。与此同时，沈七召唤出魂海中的七绝剑阵图，将七绝剑阵图释放开来，剑阵瞬间化作千丈屏蔽护罩，牢牢地锁定住金丹及自身灵海空间。时间再一点一点过去，也不知金丹吞噬了多久。待到那剑道奥义彻底融入至金丹之后，沈七蓦地发现金丹长大了10倍有余。未吞噬剑道奥义之前，沈七的金丹大小如同3岁孩童的脑袋，如今吞噬过后，已经比成人的脑袋还要大上1倍不止。不仅如此，金丹的变化仍在持续之中。沈七之见得自己那颗硕大的金丹眨眼间就彻底碎裂开来，浓浓的剑道奥义气息充斥着整个灵海空间。紧接着，灵海池中的灵力源泉不停翻涌，自动与剑道奥义相互交织融合，在灵海金光的封禁下，形成一个磅礴恢宏、灵气肆虐的壮观景象。盏茶功夫过后，剑道奥义与灵力彻底融合，灵海池中灵力源泉的翻涌之势开始慢慢平复许多。诡异的是，灵力平和的迹象还未坚持10息，令沈七始料未及的一幕出现了。沈七灵海池中积聚的灵液开始向上喷涌而出，而后自动漂浮在半空之中，仿若平静的湖面，缓缓流动。而沈七那3000丈大小的灵海池，此刻好似枯竭的水塘，见不到一滴水迹。沈七魂念尝试牵引灵力，却发现自己眼下根本不能控制灵力的变化。无奈，沈七只能凝神静气，细心审视着灵海空间的异象。就在这时，沈七惊见那遮天蔽日的七绝剑阵莫名消失，七绝剑阵图自动恢复如初。剑阵图在金光的覆盖下，宛如流光一闪，没入灵液之中，消失不见。沈七愕然，他的魂念竟不能再感知到七绝剑阵图的存在了。沈七根本来不及思考，又见到半空中漂浮着的灵液开始沸腾起来，喷薄而出的灵液卷起无数灵力云气，灵海空间内一时云雾缭绕，犹如仙境一般。待沈七凝神看去，只见得灵液中心之处，变幻的灵液凭空勾勒出一道身影，身影大小足有丈余。沈七瞧得十分清楚，这身影的外形显露的正是自身的样貌，这身影的形象十分传神，简直就是完美复刻。沈七忍不住一声惊呼：阴胚，这定是元婴的阴胚。沈七内心激动不已，如今顺利凝练阴胚，意味着沈七如愿以偿的晋升至假阴境界。凝阴的过程十分顺畅，没出现任何异常，这怎能不令沈七激动呢？沈七甚至忍不住想要放声大喊。又不知过了多久，漂浮着的灵液相继落回灵海池中，灵气不再翻涌。显而易见，沈七的阴胚已是彻底成型，灵气中的暴虐气息也渐渐散去。沈七惊喜地发现，自身灵力又厚重了3分，相较于昨日，沈七的实力已经强大了10倍不止。沈七欣喜不已，当即催动魂力，尝试与阴胚沟通。在他的魂念感应之下，早已沉入灵海池中的阴胚瞬间幻化至半空之中。阴胚盘膝而坐，阴体外表剑意缭绕，杀意弥漫，气势凛然，而阴胚的每一次灵力吞吐都会带动一股无尽剑势威压，由内而外地填满了整个灵海空间。沈七望着那阴胚，是越看越喜爱。待他细细看去，沈七方才发现阴胚的左手之中居然攥着七绝剑阵图，而阴胚的左手却是承虚握状，那姿态像是手持神剑。沈七内心惊奇，难道阴胚如今的姿势是一种暗示，暗示自己还欠缺一柄神剑？沈七忽然想到陈妙善以前对自己说过的七绝祖师曾经有一柄七绝神剑。沈七自嘲地摇摇头，许是自己联想的太多了，不过是巧合而已。如今阴胚已成，沈七接下来只要稳固阴胚1个月余，就算是彻底迈入了假阴境。沈七不知道的是，他的元婴可不是普通的元婴，而是融合了剑道奥义的剑婴。剑婴一成，沈七对剑道的修炼速度当即提升了1000倍不止。
寻常剑修参悟不了的剑技，沈七一眼就能领悟。因为只有凝练了剑音，剑修才能凝聚剑心，唯有凝聚剑心的剑修，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剑修。沈七能感受到自身元婴音胚的不凡之处，虽不知道具体有什么区别，但他此刻内心还是十分满足。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遍，沈七魂念便退出灵海空间，美滋滋地稳固自身修为去了。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沈七便闭关了1个月。在这当中，陈妙善好几次想要强行打断沈七的闭关修炼，最终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打破沈七的封禁。很快，天剑宗的考核之日便已临近。考核的前一夜，沈七及时停止了闭关，神清气爽地走出了房间。刚打开房门，沈七便发现陈妙善正靠在房门口，双眼滴溜溜地盯着自己。沈七不由得一阵哑然。陈妙善缓步上前，关切道：“七儿，你可算是出关了，我真担心你错过了考核的日子。刚刚我还想着如何破开你不下的封禁呢。”沈七淡定道：“师娘不用担心，徒儿近来感悟颇多，所以闭关才会久了点。”陈妙善忙问：“七儿，你此次闭关收获如何？”沈七咧嘴道：“嘿嘿，侥幸凝练出了阴胚。”闻言，陈妙善怔住，待回过神来，陈妙善无比激动起来，紧紧抓住沈七双手，语无伦次道：“七儿，你果然是天赋异禀的旷世奇才，想不到你晋升的速度竟会如此迅猛，简直就像没有瓶颈一般。若是七儿能保持这种速度，怕不是能超越七绝祖师的成就，50岁之前就晋升化神大圆满。”沈七苦笑道：“师娘说笑了，徒儿哪能跟祖师相比？”见到陈妙善如此神情，沈七嘴上不说，心里终究还是有些得意起来。话说回来，陈妙善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自从沈七融合前身记忆后，他的修为便是蹭蹭跳跃式的往上涨，其突破速度当真是快的有些匪夷所思。3个月前，七绝门还未覆灭之时，沈七不过是一名筑基后期的弱小弟子。仅仅过去3个月的时间，沈七已是假阴境强者，算得上是真正踏入了修仙之途。东荒九州、玄天州修仙界的底蕴最弱，元婴期修士便能成为2流宗门的掌门。如今的沈七，只要他愿意，随时能加入一方势力，成为客卿长老。当然，沈七心里很清楚，他自己之所以能够如此进步神速，更多是外部因素所成。其一是因为前身的修行天赋甚佳，其二最重要的是萤火虫前辈以通天手段强行帮助沈七提升到如今的境界。不知为何，听到沈七晋升假阴，激动的陈妙善当即拉着沈七回到房中，一阵嘘寒问暖，再三叮嘱。2人一番畅谈，不知不觉间已是几近子时时分。陈妙善眼见夜色沉沉，便吩咐沈七早些休息，以完美的状态应对天剑宗明日的考核。怎知沈七却是精力十足，根本毫无困意。心血来潮之下，沈七不顾陈妙善的劝阻，一溜烟跑下楼，招呼店小二为其准备了一桌酒菜。客栈楼顶之上，一方小木桌嵌入冷瓦之中，沈七拉着陈妙善面对面坐下。沈七晃了晃手中的酒壶，一脸兴奋道：“师娘，徒儿这次顺利晋升假阴境，您可得好好陪我喝2杯。”陈妙善白了他一眼，抿嘴道：“七儿，你何时学会饮酒了？”沈七也不答话，自顾斟满一杯美酒，递给陈妙善，又给自己倒满一杯，举起手中酒杯，乐呵呵道：“师娘，徒儿敬你一杯。”陈妙善蹙眉道：“七儿，师娘不会饮酒。”沈七不在意道：“徒儿知道师娘不曾饮过酒，但您现在可以试一试，说不定另有一番滋味。”陈妙善白了沈七一眼，似鼓足勇气般端起酒杯，浅尝了一口。陈妙善只觉得喉间无比辛辣，不由得轻吐翘舌。见他如此，沈七笑问：“师娘感觉如何？”陈妙善直摇头：“太苦。”沈七哈哈大笑：“师娘或许要再多试几次，想必您也会迷上其中滋味。”说完，沈七迅速将酒杯倒满。陈妙善又瞪了沈七一眼，却是忍不住端起酒杯，再次轻酌一口。沈七却是不在意他，直接抓起酒壶，轻轻与陈妙善碰杯，接着又是仰头一阵咕咚咕咚，瞬间便将整壶美酒一饮而尽。如此牛饮，陈妙善有些看呆了去。沈七便戏法一般，不知从哪又掏出了一坛美酒，得意的在陈妙善眼前摇了摇。陈妙善见他还要再喝，摆手道：“七儿，不可贪杯，莫要误了正事。”沈七大饮一口，痛快道：“师娘放心，徒儿自有分寸。”说着又给陈妙善倒满一杯。陈妙善神色无奈，只能相陪。2人喝着美酒，慢慢聊着七绝门的往昔趣事，不知不觉间，2人竟然喝了整整3大坛美酒。陈妙善自身并不嗜酒，可他不知为何，在尝了第1口之后，内心居然无比渴望再喝一点，鬼使神差般的没有拒绝沈七的劝酒，陪着沈七一杯接一杯。客栈后厨的杂房中，
店小二被一道灵力绳索缚住手脚，口中塞着一团灰布。店小二双眼恐惧地发出咿咿呀呀喘气声，一道青光闪闪的剑气悬浮在停在店小二的喉间，一丝鲜血渗落在地。在店小二身前，许直目光莫名地望着他店小二，他似乎很享受凡人对自己的恐惧，神色尽显陶醉。片刻过后，许直右手凌空一捏，青色剑气瞬间便划断了店小二的喉咙。王之夜身影从黑暗中走出，掌心灵力呼啸，灵力覆盖住店小二的尸身。眨眼过后，尸首便化作飞灰，彻底烟消云散。王之夜看向许直，忧心道：少主，天剑宗对戍剑城的每一位凡民都会记录在册，往后若是天剑宗追查起来，只怕我们会有些许麻烦。许直好似没听到他的话，自顾道：王之夜，你确定酒水中掺入的龙银弦不会被那小娘子所发现？王之夜点点头，笃定道：少主不必担心，这龙银弦本就是用美酒所制成的媚药，融合在酒水当中便会无色无味，即便是化神修士也无法用神识感知到。闻言，许直露出一抹淫邪的笑容，心头升起一阵火热，呼吸瞬间变得急促起来，急不可耐道：王之夜，速去将那小娘子绑来我的房中，至于那沈七，废去她的灵海即可，本少主要看着她生不如死的样子。王之夜微不可察的皱眉，疑虑道：少主，天剑宗这边如何应对？许直冷笑道：这些你不必担心，只要你做事不留痕迹即可，本少主自有办法应对天剑宗，任天剑宗再如何强势也查不到我头上。王之夜点点头，躬身退后，身影转瞬便隐没在黑暗之中。几坛美酒下肚，沈七双眼有些迷离，神色似醉非醉。陈妙善同样喝了不少，玉颊一片通红。借着酒劲，沈七不着声色地凑近陈妙善，望着那绝美容颜，醉眼朦胧道：师娘，您真美。闻言，陈妙善白了沈七一眼，不由得面露娇羞，嗔道：妻儿，看来你是真的喝醉了，竟开始说起胡话了。望着陈妙善那酥红的娇颜，沈七莫名变得有些心猿意马。借着酒劲，沈七突然执住陈妙善双手，轻轻抹撒着。陈妙善身子一僵，沈七鼓足勇气扶耳道：师娘，往后我们结成道侣，徒儿带您纵横九色天，您说好不好？陈妙善粉目一瞪，神色古怪地盯着沈七，也不吭声。似乎想到什么，陈妙善一把挣脱沈七的手，端起身前的空酒杯，疑惑地闻了闻。片刻后，陈妙善面色惊变，连忙双手捏诀，接着他便骇然发觉灵海中的元婴莫名陷入沉睡，周身灵力亦被什么东西给封禁了，无法运转。陈妙善神色愈加阴沉，寒声道：妻儿，这酒有问题。沈七答了个嗝，嘟囔道：问题？师娘，您在说啥？啥问题？陈妙善不安道：你我一时不察，被人算计了。刚才我二人所饮之美酒当中定然被人下药了。沈七咧嘴一笑，昏沉沉道：不会，师娘啊，哪有什么药，我现在精神得很嘞。说着，沈七又抱住那空酒坛，嘴里咿咿呀呀喊着模糊不清的醉话。见沈七一副摇摇晃晃的样子，陈妙善哭笑不得，恨不得一巴掌将他扇飞。想来沈七喝得很醉了，陈妙善也不再废话，打算领着沈七回到房中再说。哪知沈七忽然一把搂住陈妙善纤腰，整个身子几乎靠在陈妙善怀里。沈七眼神迷离，口齿不清道：师娘，您真漂亮，今晚徒儿要抱着师娘一起休息。话还没说完，沈七便瘫倒在地，彻底昏了过去。陈妙善哑然，目光宠溺地看着沈七，正想弯身去扶起他，大脑莫名一阵天旋地转，陈妙善四肢瞬间无力，未待反应过来，娇躯便扑通一声摔在沈七身上。一道低沉的笛声从黑暗中缓缓飘来，由远而近，笛声传入陈妙善的耳中，令他顿觉头疼欲裂，体内的血液似乎开始沸腾起来。陈妙善感觉身子开始变得莫名燥热，迷糊中他的双手竟开始撕扯自己的外衫。恍惚之间，陈妙善猛地咬破舌尖，令自己暂时清醒一些。目光环顾四周后，陈妙善一声怒喝，冷声道：谁？给我出来！黑暗中，一道身影幻化而出，手中捧着一支玉笛，笛声愈来愈低沉，犹如无形之剑，直插陈妙善心神之间。陈妙善只觉得身子烫得厉害，心绪也渐渐空洞起来。强撑住最后一丝气力，陈妙善目光死死盯着黑暗中的身影。身影慢慢走出来，吹笛之人正是清霄剑宫的王之夜。良久，王之夜停了吹奏，缓步上前，一脸得意之色，目光淫亵地盯着陈妙善。陈妙善目光渐冷，恨声道：你们清霄剑宫竟敢公然违背天剑宗的规定，当真是无法无天。王之夜抚掌大笑，自顾道：道有好本领，修为虽被封禁，
眼下却还能抵抗老夫的乐空龙吟，老夫着实佩服。道友如今身中龙吟弦，却不知道友还能撑多久。闻言，陈妙善神色大变，怒道：东荒修仙界排行第7的毒药龙吟弦，你们竟敢用这种下流东西来算计我师徒2人，当真是无耻至极。王之业摇摇头，似笑非笑道：道友可说错了，这不是毒药，而是极品春药。若非身在树剑城，令道友放松警惕，老夫想要对付道友，只怕是还要费些手段呢。哈哈！陈妙善恶狠狠地盯着王之业，厉喝道：卑鄙小人，天剑宗不会放过你们的。王之业冷笑一声，不再废话，手中玉笛再次送至嘴边，低沉的月空龙吟之音继续响彻在陈妙善的心神之间。笛声再起时，陈妙善没能再坚持，心神当即失守，他的眼神空洞，彻底失去意识，茫然的又开始撕扯身上的衣衫。还未等王之业吹奏完，不过10息左右，陈妙善双目猩红一片，一口精血猛地喷出，飘落在了沈七的心窝处。王之业的注意力都放在陈妙善身上，此时的他没看到沈七心口一道金光蓦地闪烁了下，而后沈七双眼微不可察地动了动。王之业收起玉笛，笑容愈加灿烂，盯着陈妙善婀娜的身子，火热道：如此大美人，王某可要先一步享用了，少主你可得再等多一阵了，嘿嘿。龙吟弦不仅是春药，同时还具有短暂封禁修为的能力，而乐空龙吟乃是专攻心神的靡靡之音，具有催情功效，它能将龙吟弦的药效加速100倍不止。48个时辰之内，身中龙吟弦之毒的人，若是不与异性交合，便会爆体而亡。若非陈妙善修为被龙吟弦封禁，也不至于这般束手无策。只见王之业从怀中掏出一颗乌漆嘛黑的大补丸，一个囫囵吞入肚中。服用大补丸后，王之业催动灵力运转，只觉得小腹升起一阵热浪。王之业满意的点点头，狞笑着走进陈妙善，伸出了那只罪恶的咸猪手。就在王之业触及陈妙善腰间之时，沈七徐徐睁眼。沈七脸上醉意不在，一脸玩味地盯着王之业。沈七双眸之中一片金光闪闪，捏住王之业的手，缓缓起身。眨眼间，7绝剑阵图从沈七体内幻化而出，剑阵将王之业彻底笼罩。王之业一时有些懵，待他回过神后，方才惊愕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被莫名封禁，动弹不得。猎人与猎物的身份瞬间转变。王之业想不通，明明沈七喝下融合了龙吟弦的美酒，为何此刻沈七修为仍在？沈七不过金丹期修为，为何他能在一瞬间封禁自己的修为？王之业脑海中飘过太多疑问，他一时间难以理解。沈七可不在意王之业在思索什么，随手一挥，一道剑气停在王之业额前。王之业额间冷汗直冒，惊恐道：龙吟弦为何失效？你是如何做到的？沈七笑道：你说呢？王之业慌问：你到底是谁？你说呢？王之业似想到什么，脸色瞬间一白，身子不停颤抖，跪地求饶道：前辈饶命，前辈饶命，这都是我家少主许直的主意，非是晚辈之愿，只求前辈饶我狗命，晚辈什么都不知道，晚辈什么都不会说。沈七笑意依旧道：我当然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因为你会死。王之业还未张口，一道剑光从他额顶滑落，王之业彻底魂飞魄散。剑光散去，一枚储物戒飘落沈七掌心，收回7绝剑阵图。沈七轻声自语：妄图染指我沈七的女人，真是不知死活。许直，明日就轮到你了。沈七大手一挥，打出一道灵力，仔细抹去了一切痕迹后，抱起陈妙善返回房间。房中，沈七除去陈妙善扯烂的外衫，掌心金光一闪，欲以金光之力将他体内的龙吟弦逼出。怎知陈妙善在昏迷中竟死死抱住沈七，娇躯不停地扭动，一双玉腿缠住沈七。沈七顿了顿，神色突然变得坚定，他不想拒绝，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双手环住陈妙善，一把将他的衣衫尽数扯落。陈妙善曼妙无比的身子呈现在沈七眼中，沈七喉咙忍不住一阵吞咽，周身气血奔腾，犹如饿虎扑食一般的扑上去。一阵阵迷离的天籁之音在房中响起，断断续续似流水潺潺。这一刻，沈七只觉得身心酣畅淋漓。树剑城西门左侧千里之处，正是天剑宗的剑种禁地。1万年前，天剑宗祖师在此地物剑飞升，并埋下了神剑擒龙剑。至此，历代天剑宗的弟子便追随祖师的脚步，相继来到此地感悟剑道。经历万余年的沉淀，天剑宗弟子遗留的宝剑足有100万之巨，遂成了如今的剑种。剑种入口的广场之上，因为东荒9州考核弟子的到来，变得热闹无比。天剑宗此次考核报名的年轻弟子足有10万之数，众家弟子聚集在广场上，每个人都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想要在这一次的考核中脱颖而出，成为天剑宗弟子。广场之中，有些参加考核的弟子相互间打着招呼，各自谈笑风生。一位投技观经的弟子笑问身旁之人：叶平，我听说你们千离剑宗的叶轩在上个月成功突破至元婴期，此事是真是假？为何这次没见叶轩来参加考核？那被唤作叶平的弟子浅笑答话：为欢师兄消息倒是灵通，我姐姐的确突破了元婴初期。半个月前，姐姐已被君天州万剑山的羽剑子前辈选中，如今姐姐已经前往万剑山报道了。天剑宗虽是我们玄天州第一宗门，但相较于君天州万剑山，到底还是略逊一筹。为欢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万剑山，我的乖乖，叶轩师姐果然是天纵之才。听闻羽剑子前辈乃练神境大能，看来叶轩师姐的仙路从此平步青云了。叶平的话引来诸多弟子，大伙争先恐后的向他表达着恭维话语。叶平脸上笑意浓浓，得意之色尽显。广场另一处，2名弟子相拥而笑，开心地表达自己的情谊。张兄，想不到你这次前往寒阴山，居然领悟了秋水剑意，小弟佩服。周兄谦虚了，你也不差嘛。在封剑洞闭关了3个月，居然领悟了逐风剑意，厉害厉害。2人相视一笑，一脸自得。而在广场的东南处角落里，青霄剑宫少主许直面色阴沉似水，略有惊慌地盯着身前之人。许直双瞳隐隐外扩，当中充斥着难以置信之色。昨夜，许直在房中心痒难耐地等着王之夜将人掳来，哪知左等右等，一夜过去也不见王之夜的身影。苦苦煎熬一夜，许直心头的怒火可想而知，心中早已不知将王之夜痛骂了多少遍。许直原以为王之夜早就得手，只是抢先自己一步，偷偷享受一番。若非今日就要开启考核，许直非要冲到王之夜面前扇他几个大耳刮。可是当许直在广场上看见毫发无损的沈七时，他的内心浮现一抹莫名的不安。许直身前，沈七似笑非笑地望着他，嘴角笑意莫名。沈七悠悠上前轻笑出声：许少主，你在等什么人啊？许直双拳紧攥，僵硬道：本少主等谁，与你何干？沈七笑容愈加灿烂：许直，沈某说过我会在剑冢中等着你，你可千万别临阵退缩哦。说罢，沈七不再理会许直，长笑而去。在广场上，类似2人这般场景简直是数之不尽，一时间人潮涌动，豪气冲天。就在众人交谈之际，广场上的弟子突然变得寂静无声，众人默默列队站好，齐刷刷地抬头仰视高空，一片肃然之色。半空中，东南西北4个方位各有1名身着天剑宗服饰的修士幻化而出，正是常年驻守在树剑城的4位长老。4人不怒自威，散发着一股骇人的气息，有些心境不佳的弟子在4人的威压下，身子隐隐有些颤抖。沈七也发现，正南方位的修士就是当日在凡物司的南门长老。与此同时，南门长老也发现了沈七，南门长老不着痕迹地冲他点点头，嘴角含笑。审视片刻后，4位长老方才收回自身的无形威压，目光一扫下方广场上的弟子，眼中浮现满意之色。下一刻，4位长老不约而同地单膝屈跪，朝着中心处凌空一拜。4人微一垂手，毕恭毕敬道：恭迎宗主。闻言，在场之人尽皆愣住，没人能想到此次的考核居然会是天剑宗宗主剑无双亲自主持。参加考核的弟子眼神瞬间炙热起来，目光紧紧盯着半空上方。要知道，剑无双贵为天剑宗掌门，可是玄天州的第一强者。有传言说，剑无双100年前便晋升为还虚境大能，妥妥的当世顶流。若是能入剑无双法眼，那可真是鱼跃龙门，从此仙道畅通了。在众人翘首以盼的目光中，上方虚空中浮现一抹水纹似的波动，虚空之中凭空浮现一条巨大的裂缝，一道高大的身影从虚空裂缝中缓缓走出，面色和煦如风，慢慢扫视广场下方弟子。半晌过后，剑无双这才收回目光，深吸一口气，声如洪钟大吕：今日乃我天剑宗公开收徒的考核之日，诸位皆是来自东荒9州的俊才，尔等愿意来参加天剑宗的考核，实乃本宗之幸。废话就不再多说了，接下来我会详细宣布此次的考核规则。闻言，众弟子纷纷竖起耳朵，就连沈七也收回散漫之色，认真记住剑无双的话。实际上，剑冢禁地乃是祖师当初设置的一个空间阵，阵法之中遗留了祖师的空间法则力量，这股力量是维持剑冢正常运转的根本。当诸位进入剑冢的心后，你们会被随机传送至不同的空间。剑无双话音一顿，而后继续解释道：剑冢地心浩瀚无垠，诸位在地心之中撞见的概率很低，当然不排除会有意外。你们需要在3日之内感应出祖师神剑坐标方位，只有找出正确的神剑坐标，你们才能通过剑牌成功传送至神剑方位。有人问：
前辈，如果我们3日之内没能找出祖师神剑的准确坐标，又该如何？剑无双微微一笑，无妨。考核时间过后，考核不通过者会被剑牌自动传送出地心。说着，剑无双右手虚空一握，一块剑牌漂浮在他掌心之间。剑无双莫名一笑，尔等好生保管好你们的剑牌，剑牌不仅能将你们传送出地心，它还能帮你们找到正确的方位坐标，切记。还有人问，前辈，假如我与其他人共同传送至同一空间，若是起了争执，又该如何？剑无双似笑非笑道，进了剑冢后，生死各安天命。听到剑无双的话，场上弟子尽皆沉默。待到众弟子再无疑问时，剑无双朝着4位长老一个眼色，4位长老同时双手掐印，灵力翻涌而出，高空中风云变幻。片刻过后，一幅1000丈大小的透明镜面幻化而出，悬浮在广场中央。剑无双并指一点，一道浑厚的灵力没入镜面之中，镜面出现一抹荡漾变化。众弟子再看去，镜面中被切割出无数块方方正正的画面，而在画面之中，每一位登记考核弟子的身影均映射当中。剑无双笑道，尔等无需紧张，这万千影像镜不过是我天剑宗用来追踪记录的寻常法宝而已。一是为了陪同之人观看你们考核的实时进度，二是方便本宗监督。秉承公平原则，为防有人徇私舞弊，借用外在力量干预考核。解释完之后，剑无双大手再一挥，剑冢地心入口的大门缓缓打开，一道水纹波动状的空间裂缝出现在众人眼前，裂缝中传出玄妙的阵法气息。剑无双长笑一声，诸位请吧。闻言，各家弟子纷纷召唤出考核剑牌，将一道剑气注入剑牌之中。剑气被剑牌吸收后，剑牌表面顿时散发出炽热的银色光芒，光芒将考核的弟子笼罩住，化作流光一闪，钻入裂缝之中。沈七握着剑牌，他并不着急，而是静静看着考核的弟子陆续消失在裂缝中。待到广场上的弟子进入的差不多了，沈七目光往周围一扫，神色莫名有些失望。指尖剑气浮现，射入剑牌中。当银色光芒覆盖周身上下时，沈七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忍不住闭上双眼。就在沈七消失的瞬间，一道纤纤身影从广场某个石台后方走了出来，身影正是陈妙善。望着沈七幻化的点点星芒，陈妙善眸中柔情满满。此刻的他嘴角含羞，心绪不自觉地飘回昨夜那疯狂的场景之中。陈妙善脑海中闪烁着断断续续的片段，虽然他身中龙吟弦的魅毒暂时丧失心神，可是在迷离之中，陈妙善仍能感受到沈七那醉人心神的雄性气息。依稀模糊的记忆中，沈七那宽阔的胸膛、结实的身子瞬间将陈妙善的身子烫得直发抖。二人颠鸾倒凤之间，沈七那霸道的冲击是如此充满力量，这种愉悦的状态令陈妙善是沉醉其中，那是王府沈凌从未给予过的美妙感觉。想到这些，陈妙善粉颊浮现一抹羞红。当陈妙善苏醒过来时，他不敢睁眼。陈妙善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沈七，沈七却是坚定有力地搂住陈妙善赤裸的娇躯，俯首在他耳边低喃：师娘，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女人了，你逃不掉的。陈妙善又是欢喜又是害怕，僵硬的身子一动也不敢动，只能假装自己依旧处于昏睡之中。沈七铿锵有力的宣誓话语依旧飘荡在他耳边，不停冲击着陈妙善的心房。沈七走后，陈妙善却是心有不舍，再三纠结之下，又是偷偷跟着来到剑冢广场上，悄悄关注着沈七的一举一动。万千影像镜中，各个画面开始闪烁。当沈七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身处在一片虚无之中，他无法看清四周的景象，犹如夜幕降临时的昏暗。沈七右手一翻，一枚绿油油的珠子浮现在掌心之中，正是绿金蟒的眼珠子。因为静止的存在，幽光在这地心中并不能延伸太远，借助幽光，沈七视线也只能勉强看清自身方圆10丈左右。待沈七细细看去，方才惊骇地发现，在这地心空间之中，凌空悬停着数不尽的剑匣，剑匣之多简直一望无际。沈七内心惊震，御空而起，漫无目的朝前方疾行数里。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地心空间，只有密密麻麻的剑匣静静漂浮着。沈七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终是无奈地停下脚步，随即并指凌空一点，一道剑匣飘落到他的手中。沈七这才发现，剑匣好似被一层无形的气流给包裹住了。剑匣像是套在气球中的一掬清水，柔软无比，随意流动。沈七略作尝试，惊骇发现自己的灵力根本破不开表面那一层气流。沈七思索一二，再次逼出一道金光灵力。哪曾想，金光处碰到气流表面时，气流如同被刺破的气球，瞬间炸开，而气流内部的剑匣也化作飞灰消散。沈七愣住，他着实没想到前辈赐予自己的金光竟然如此霸道。望着眼前一幕，
沈七一阵苦笑。广场上，南门长老的目光一直在盯着沈七的影像镜画面。当他见到沈七手中的剑匣湮灭无形时，忍不住直蹙眉。东门长老来到他身边，调笑道：“老三，这个就是你十分看好的那位七绝门弟子？”南门长老点点头。东门长老嘲笑道：“此子有些憨乎，现在还没能发现寻剑之法，只怕你这次是看走眼了。”闻言，南门长老只是扭头瞥了他一眼，也不接话。而沈七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同样落在巡视的剑无双眼中。当他看到气流炸开的影像时，剑无双内心的震撼无以复加。四大长老不明白，他可是清清楚楚，这气流乃是祖师遗留的炼虚境本源，此子居然能够以外力破开祖师的本源力量，这反常的一幕简直令他感到匪夷所思。剑无双的脑海中再次闪过那淡淡的金光印象，忍不住嘀咕道：“此子所使用的是什么神通，居然能破开祖师的本源之力，当中定有古怪。”想到这，剑无双身影一闪，飘至南门长老身前。四位长老见到宗主身影，齐刷刷的俯首行礼。剑无双指着沈七的影像，开门见山道：“南君长老，你认识此子？”南门长老一愣，虽不知剑无双为何会对沈七产生兴趣，依旧如实禀告：“回宗主的话，此子名叫沈七，乃是七绝门弟子。登记当日，是我亲自为他发放的考核剑牌。”闻言，剑无双神色大变道：“七绝门，他是七绝门弟子？”南门长老点点头，他有些好奇，为何剑无双会有这么大反应。剑无双心绪十分波动，自言自语道：“偶尔一两个或许是巧合，可那么多巧合加在一起，那就一定不是巧合了。难道祖师警示的天命之人真的是他？”南门长老不解道：“宗主，您在说谁？”剑无双摇摇头，吩咐道：“重点关注此子，如有任何异常之象，第一时间通知本宗。”说完这话，剑无双飘然而去，留下四位长老面面相觑，神色古怪地盯着对方。而在沈七这边，经过刚刚那次尝试，也让他看出了一丝端倪。这气流应该是某位前辈遗留的灵力所形成的，难道是天剑宗祖师的力量？沈七低声呢喃，这气流究竟是何种级别？炼神境的法则，还虚境的奥义，还是炼虚境的本源？想到这，沈七愈加震撼。就连炼虚境修士的力量，在自己的金光之力面前，也是脆弱的如同豆腐渣。真不知道萤火虫前辈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大能。整理新的思绪后，沈七再次抓取一道剑匣。有了刚才的教训，此时他没有再胡乱尝试，而是仔细地端详起气流中的剑匣。剑匣看上去十分古朴，表面黑不溜秋，也没有任何的花纹样式。剑匣中心处有一凹痕，沈七看着十分眼熟，他忽然想起自己的考核剑牌，连忙取出剑牌比对，这才发现大小一致。沈七愈加疑惑，嘀咕道：“难道这剑牌还是打开剑匣的钥匙？”沈七小心翼翼地将剑牌贴向剑匣，未曾想剑牌触及气流表面时却被弹了开来。沈七茫然道：“莫非是哪里不对？”稍加思索后，沈七心中有了新的想法，将融合七绝剑意的灵力包裹住剑牌，催动剑牌再次朝着剑匣的凹痕处射去。果然，剑牌这次没有遭受到气流的阻挡，剑牌稳稳当当地镶嵌至剑匣中。下一刻，沈七就见得那包裹剑匣的气流化作一缕白茫云气，泯灭于无形。剑匣飞入沈七掌间，沈七缓缓打开匣盖，一柄古朴无形的长剑映入眼帘。沈七抽出长剑，却发现只是一柄十分普通的铁剑，毫无神韵。扫了一眼手中的铁剑，沈七随手一丢。沈七心中隐约有了答案，神剑根本就不存在剑匣中。地心空间里的剑匣太多了，足有百万千万之数。若是考核弟子一个接一个的事，没人能够在3日之内找出神剑。而且剑无双曾讲过规则，若是有弟子找到了神剑的方位坐标，剑牌会自动感应并散发出5色神光，同时剑牌会将考核弟子传送至神剑的埋藏方位。这就说明青龙剑必定是埋藏在另外的空间之中。现在看来，眼前这些数之不尽的剑匣不过是天剑宗布置的烟雾弹，漂浮着的剑匣中隐藏的大多是一些虚拟方位。天剑宗可能有将真正的方位放置其中，又可能剑匣中根本就没有神剑的真正坐标。沈七心中有了些许明悟，看破重迷障后，他开始思考如何确定神剑坐标方位。沈七想着，应该还有什么线索被自己遗漏了。目前沈七思维陷入了死胡同，不知道要如何快速找出神剑坐标方位。沈七手握绿珠，站在原地纠结了半天，思索片刻后，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右手方向，小心翼翼地前行着。此刻的沈七并没有任何头绪，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感应神剑的坐标方位，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沈七也不知自己这般漫无目的地飞行了多久，忽地听到不远处传来时有时无的破空声。循声赶去，
片刻后，沈七就敏锐察觉到前方空气中交织着浓浓的灵气波动，很明显，不远处有修士在斗法。沈七隐匿身形，悄无声息地摸过去。没过多久，3道身影便出现在沈七的视线中。巧的是，其中一人正是沈七心心念念的青霄剑宫少主许直。沈七没有现身，只是藏在远处静静观察着，先看看3人为何发生冲突。只见许直联合一位紫发少年，将一位少女前后拦住。许直双眼涌现着淫邪光芒，不断舔舐着嘴角，一脸奸笑道：“表哥，今日我们2兄弟可有福了。今日可要试试2龙戏凤，表弟我还没体验过这种新鲜玩法呢，想想就激动，嘿嘿。”原来这紫发少年乃许直的表哥，此人正是紫禅剑宫的少门主吕云。2人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愈加淫邪，目光毫不掩饰地在少女全身上下游走。少女那绝美出尘的面容，风韵绝代的身姿，简直让2人双眼喷出火光。2人恨不得马上就扑到少女身上，尽失所欲。吕云强压内心欲火，淫笑道：“魏姑娘，你又何必苦苦挣扎？这龙吟弦可是吕某千辛万苦才求来的。若非你魏青言修为突破了元阴境，吕某着实舍不得对姑娘你用此神药。魏姑娘，你现在是不是感觉下复苏软无比，胸口气血沸腾，喉干舌燥，春意盎然？嘿嘿。”2人一边窃笑，一边数说着不堪入耳的言辞，轻薄之色尽显无疑。原来少女名叫魏青言，她乃是玉虚剑阁掌门魏寒的宝贝千金。魏青言双眼闪烁着无尽森寒，自己一时不察，被2人算计，无意中吸入一丝龙吟弦香气。虽然魏青言及时服用了父亲配制的宗门圣药玉虚丹，可是依旧无法压制龙吟弦药效的扩散。魏青言很清楚，2人眼下还不动手，只不过是忌惮自己修为尚未被完全封禁。许直2人修为不过金丹初期，他们没有把握完好无损地制服魏青言。2人倒是打好了如意算盘，只是在慢慢消磨魏青言的耐力。等到他体内龙吟弦的药力完全发作，到时2人便可随意施为。龙吟弦的药力还在迅速扩散，魏青言的筋骨已是软绵绵的，他开始压制不住了。指尖凝聚的灵力又减弱3分，此刻的他正感受到自己的修为在不停地跌落。魏青言又惊又怒又恨，惊慌之中再次吞服一颗玉虚丹。许直2人依旧不敢逼近，只要魏青言一刻未倒下，2人就不敢赌。吕云内心十分惊讶，龙吟弦霸道无比，就算自己未能领悟音律神通乐空龙吟，无法吹奏神通加速药力发挥，可寻常的元婴修士身中龙吟弦，只怕撑不过一盏茶的功夫。想不到这魏青言居然能坚持了1炷香之久，难怪20岁不到修为就能突破元婴期。又过去盏茶功夫，魏青言忽然啊的一声娇吟，双脚一软，摔落在地。许直顿时放声淫笑，忍不住上前一步。只见得魏青言脸颊绯红，心口一下一下起伏不定，呼吸异常急促。显然魏青言的灵力被彻底封禁了。见此，许直2人心知魏青言再无反抗之力。吕云猥琐地搓弄起双手，一脸窃笑地盯着他，就好似看到了嘴边的猎物。魏青言粉颊愈加滚烫，视线也开始模糊，迷离之中隐隐看见许直2人正伸着双爪扑向自己的身子，而魏青言根本连手指头都动不了一丝一毫。他长叹一声，不甘地闭起双眼，玉眸中流淌着2颗晶莹的泪珠。广场上，一名白须老者怒目圆瞪，目光死死地盯着万千影像中魏青言的画面。老者蓦地转身，神色阴沉地望着眼前之人，周身上下杀气腾腾。凝视片刻后，老者冷声开口：“吕采，你们紫禅剑宫门人真是出息了，居然敢利用龙吟弦算计我玉虚剑阁的少主。若是我家小姐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你们紫禅剑宫等着灭门吧。”紫禅剑宫的吕采冷笑一声，一脸不以为意的神情，故作惊讶道：“云儿这混蛋真是胡来，怎么能这么做？魏兄莫急，你的反应可是有些应激了。我家少主不过是想要和魏丫头亲近。云儿年幼还不懂事，行事偏激了些，可她绝无加害魏丫头之意，魏兄不必担心。”闻言，老者气急而笑：“吕采老匹夫，你果然有够无耻。”吕采笑意不减，也不接话，笑呵呵地盯着影像画面。老者双掌凌厉肆虐，恨不得直接出手宰了吕采，咬牙按耐住心中冲动，忍不住双手掩面，根本不敢去看影像中的画面。此刻魏青言已然陷入了绝境之中，只能眼睁睁看着2人一脸窃笑地扑向自己。就在许直2人得意忘形之际，魏青言身前忽然金光一闪，一道人影幻化而出。来人正是沈七。沈七从容地扶起魏青言，神情不悲不喜，目光清冷地背对着许直2人。惊愕之下，许直与吕云2人不约而同下意识地展出一道灵力剑气，剑气呼啸生风，恐怖的灵力冲击波直冲沈七后背。沈七却是不闪不躲，周身灵力涌动，化作一道坚固的护罩，将2人裹得严严实实。剑气呼啸而至，
凶狠地斩在护罩之上，可却是仿若泥牛入海，瞬间消散无形。沈七悄无声息的出现，实在是出乎二人意料。许直与吕云相互对望一眼，内心已然升起些许恐惧。二人好歹也是金丹期修士，虽然刚刚他们的注意力都在魏青年身上，可他们依然释放出了自己的魂念，时刻感知周围的变化。奈何此人却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们身前，救下魏青年。这就意味着对方的修为是远远高于许直二人。望着沈七的背影，二人已是心生退意。未待许直二人有下一步动作，沈七心念一动，七绝剑阵图迎风暴涨，化作剑阵哐当一声落下，将二人彻底封锁。沈七缓缓转身，神情似笑非笑地盯着许直，莫名笑道：“许少主，真巧啊，这么快就在这地心空间中见到你了。”吕云正要开口质问，惊见许直神色骇然地望着沈七，身子不由自主地站立着。吕云神色一变，冷喝道：“表弟，你怎么了？”许直露出一抹哭丧似的笑，对上沈七的目光，强作镇定道：“沈七，我的家奴王之业如今在哪？”沈七轻笑出声：“许少主何必在乎一个死人呢？你放心，我现在就送你去与他团聚。”此刻的吕云就是再蠢，也能感受到沈七那浓浓的杀意。吕云被沈七的话彻底激怒了，愤怒令他失去理智，全然不顾双方之间的修为差距。吕云脸色一黑，叫嚣道：“哪来的无名小卒，竟敢在本少主面前大放厥词，找死！”说罢，吕云从储物戒中召唤出一只苍绿色的葫芦，迅速打入一道灵力，催动法宝。沈七双眼一冷，扬手便挥出一道灵力至极的剑气。剑气呼啸而出，蕴含着恐怖暴虐的七绝剑意，眨眼间就要斩落在葫芦上。吕云猛地一拍葫芦，葫芦顿时凌空飞旋，从葫芦口急速射出了一道绿色水柱，水柱充斥着沸腾的灵力，化作一支利剑。迅猛的剑气与水柱利剑交错碰撞，发出叮的一声脆响，紧接着剑气崩溃，剑意消散，而那道水柱却是毫发未损，重新飞回葫芦之中。沈七惊愕发现，吕云手中的葫芦隐隐散发出一丝神光，葫芦变得更加苍绿三分。见沈七一击无果，吕云顿时得意起来，面带不屑地望着沈七，嘲讽道：“小子，不要仗着自己修为高那么一点，就觉得自己无敌了。凭你那不入流的手段，也想杀我兄弟二人，真是大言不惭。”沈七目光扫过那宝壶，一眼便瞧出些许端倪，略有诧异道：“想不到这葫芦还是一件灵宝，看来此物化神修士祭炼过。宝壶潜藏着一丝神魂之力，能抵挡化神初期的全力一击。”吕云笑意更浓，讥笑道：“你这乡下小子倒是有几分眼力见，现在明白你我之间的底蕴差距了吧？小子，就算你是假阴境修士，又能奈我何？”许直在一旁目睹了吕云的嚣张姿态，内心顿时激动起来。也许是吕云的宝壶重新给了他底气，许直狰狞道：“表哥，你我何地宰了这乡下小子？此子屡次羞辱于我，若不能将他抽魂炼魄，难消我心头之恨。”吕云点头道：“表弟放心，待我替你废了他灵海后，便留给你发泄一二。”这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好似已经吃定了沈七。沈七也不着急，只是看小丑一般，静静欣赏着二人的表演。沈七懒得再听二人聒噪，掌心金光一闪，再次打出一道灵力剑气。见沈七故技重施，吕云一脸嘲讽之色，随手将宝葫芦丢出。这宝葫芦乃是青禅掌门吕海亲自祭炼的上品灵宝，仅其防御力就足以媲美元婴后期。对于父亲送给自己的这件灵宝，吕云很是自信。可惜这一次，吕云恐怕要失望了。只听砰的一声爆响，凌厉的剑气如有神威，摧枯拉朽般的破开宝壶的水柱利剑，剑气余威凛凛，重重地斩在葫芦上。一道呲啦的清脆声响起，葫芦表面浮现密密麻麻的裂痕。紧接着砰的一声，宝壶发生爆炸，瞬间烟消云散。噗！吕云当即一大口鲜血喷出。宝壶被他以精血祭炼过，法宝被毁，吕云心神遭受牵连，奄奄一息。吕云神色暗淡，一脸不可置信的神情，吊着最后一口气，颤声道：“你究竟是何修为？”艰难吐出这句话后，吕云神色不甘地摔倒在地，望着吕云的尸首，沈七轻笑出声：“化神之下，神某无敌，你死得不冤。”说罢，沈七目光看向一旁的吕直。广场之上，有人欢喜，有人愁，而眼下咬牙切齿之人变成了紫禅剑宫的吕采。吕采脸色阴沉似水，恶狠狠道：“该死的狂妄小儿，竟敢伤我家少主性命！3日后，我若不将你挫骨扬灰，老夫就不配做紫禅剑宫的长老。”望着影像镜中的播放的画面，玉虚剑阁魏长老却是长笑一声，喜上眉梢。眼见自家小姐被人救下，魏长老也是心情大好。魏长老一脸幸灾乐祸地看向吕采，忍不住阴阳怪气道：“吕采，
你刚才的反应有些过激了。小辈之间打打闹闹又没什么大不了，我们做长辈的怎么能插手干预呢？哈哈哈！吕采冷哼道。魏文老匹夫，休要得意。魏文冷笑出声：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说完便不再理会吕采那已经气歪了的嘴脸，目光继续盯着万千影像镜中的画面。当许直看到表哥吕云身陨的那一刻，他是真的怕了，心神惊惧之下扭头就逃。可下一刻，许直才惊恐发现自己金丹初期修为居然被莫名封禁，灵海之中的灵力空空如也，就连御空飞行也做不到。沈七大手一张，七绝剑阵图收回，他的目光充满戏谑，缓缓逼近。许直吓得摔倒在地，仓皇向后爬。许直颤抖着身子哭丧道：沈七，你不能杀我，我乃清霄剑宫的少主，杀了我父亲不会放过你。沈七不在意道：剑无双宗主有言，进了剑种，生死可就各安天命了。闻言，许直惊骇欲绝，惊慌失措之下，许直咬牙一抖储物剑，一枚青色的玉佩飞出。许直毫不犹豫，一口咬破指尖，一滴精血滴落在玉佩之上，玉佩顿时散发出青色光芒，紧接着4道青色剑光交织闪烁着，剑光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剑网，将许直笼罩其中。许直面色扭曲，狰狞道：沈七，就凭你这个乡下来的杂碎也想杀我，只怕没那么容易。本少主哪怕是死，也要拉上你垫背。沈七冷笑连连，右掌掌心泛起耀眼金光，再次频频一划，一道迅猛的剑气裹挟着金光，直直斩向青色剑网。呼吸之间，剑气斩落，只听得轰隆一声，青色剑光如遭雷击，纷纷倒退回玉佩之中，剑网脆弱的如同泡沫，消散无形。噗！许直一时一大口鲜血喷出，瞬间脸色苍白如纸，一剑即被重伤。他的情景与刚刚的吕云简直如出一辙。许直望着手中的青色玉佩，面露绝望之色，在玉佩表面密密麻麻的裂痕浮现。许直内心苦涩无比，他实在是想不通为何沈七的剑气竟如此超绝，剑意中潜藏的攻伐之力可谓是恐怖如斯。沈七本还想再戏耍许直一番，哪知昏迷在他怀中的魏青言忽然一声娇吟，猛地睁开猩红双眼。魏青言神色迷离，扭动着燥热的身子，死死缠住沈七身子，双手不停撕扯着二人的衣衫。很显然，魏青言体内的龙吟弦之毒彻底发作，心神已被情欲完全占据。沈七皱眉，并指一点，一道金色灵力从魏青言眉心钻入。这一指下去，魏青言燥热的心顿时清凉些许，可他的身子依旧滚烫，仍在不停扭动挣扎着。目光望向许直，沈七也彻底没了耐心，扬手就是一道灵力剑气，直斩许直心口。出乎意料的是，生死关头，许直手中玉佩蓦地炸裂开来，随即一阵浓浓的青色灵雾从中幻化而出。青色灵雾飘在许直身体四周，灵雾如同热锅里沸腾的开水，上下不停翻滚，而许直的身子也随着诡异膨胀。看着莫名出现的青色灵雾，沈七面露不屑，右手动作毫无停顿，又是一剑斩出，剑气如入无人之境般，轻松穿过那些青色灵雾，狠狠斩在许直胸口。结结实实的挨了这一剑，许直的胸口立即浮现一道深可见骨的剑痕，鲜血飙溅。许直顿时脸上露出痛苦之色，未待沈七下一步动作，只见许直周身的青色灵雾竟附着在他胸口剑痕之上，疯狂吞噬着鲜血。还没等沈七反应过来，灵雾突然一个折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飘向沈七。青色灵雾如鬼魅一般从他的七窍中钻了进去，不过瞬息之间，灵雾已是全部钻入沈七的体内。沈七身体顿时一颤，双眼变得空洞起来，一脸挣扎之色。见到眼前一幕，许直挣扎着起身，捂着伤口边咳边笑：就你这乡下来的白痴东西，也敢跟本少主斗？接下来我会让你体会到什么叫生不如死！哈哈哈！千钧一发之际，只见沈七体内浮现耀眼无比的金光，金光直冲灵海，弹指间便将青色灵雾吞噬得干干净净。不过瞬息之间，沈七便恢复如初。沈七缓缓睁开双眼，深吸口气，脸上露出凝重的表情。刚刚一时不察，又险些着了道。果然是仙路崎岖，人心难测。沈七似笑非笑地盯着许直，沉默不语。许直却是如同见了鬼一般，神色惊恐地指着沈七，手足无措。你是怎么做到的？沈七目光一闪，而后右掌一翻，蕴含着金光之力的剑气又一次印在许直胸口。许直大口吐血，不断惊叫：别杀我，别杀我！你若杀我，我父亲不会放过你。他老人家是炼神境后期的高手，你杀了我，你必死无疑。沈七双目一寒，他生平最厌恶他人言语威胁。右手一掐，灵力翻涌而出，许直脸上恐惧之色尽显，厉色道：
我父亲已经知道我遇险，他很快就会来到树建城，到时候你……没等他说完，沈七最后一剑斩出。许直痛哭流涕道：爹爹救我，救我！就在这时，许直心口红芒一闪，又一道红色灵雾飞出，化作一个小人。小人周身被红芒包裹，从内部不停翻涌出红色灵雾，十分诡异。小人外表刻印一个模糊的身影，那身影也被包裹在雾气中，看不清形貌。只听小人心急如焚道：道友且慢动手，留我儿一命。沈七怀中的卫青言不知何时清醒了过来，语气悠悠道：这是神魂化身，修为突破炼神境的修士才能制作神魂化身。这个与身外化身不同的是，神魂化身没有攻击力，其作用只有传讯功能。看来这化身定是青霄剑宫掌门所留，他对自己的宝贝儿子可真是疼爱有加。许直的魂海中留有此物也不出奇。闻言，沈七二话不说，一指灵力点向许直眉心。许直头一歪，彻底停止了挣扎，至此神魂俱灭。神魂化身当即察觉到许直的命魂碎灭，小人一声厉喝，怨恨道：敢杀我许鹏二，你死定了！待老夫亲临天剑宗之日，便是你生死之时。放完狠话，小人隐没，浓浓的红色灵雾随之消散无形。远在万里之外的一座剑台上，一位身着青袍的中年男子盘膝而坐，在他身前凌空漂浮着3柄长剑。男子目露凶光，喃喃自语：侄儿，你不会枉死，爹爹发誓一定为你报仇，剑无双，你给我等着。说罢，男子右手一滑，身前一圈又一圈的无形波纹荡漾开来。男子起身踏入波纹之内，波纹散去，男子身影消失不见。万千影像镜前，东门长老望着当中画面，略有感慨道：老三，想不到是我看走眼了。此子不仅天赋甚佳，修为不俗，且其心性狠辣，行事果决，倒真是一个剑修的好苗子。南门长老笑呵呵道：再看看吧，说不定这小娃娃还真能给老夫制造些惊喜呢。二人相视一笑，目光继续望向影像镜中沈七的画面。望着消散的红雾，魏青言感激道：多谢道友救命之恩，大恩大德，小女子无以为报。沈七默然道：路见不平而已，道友无需挂怀。魏青言愧疚道：只是连累了道友，小女子内心着实难安。你杀了许直，已与青霄剑宫彻底结下了仇怨。许鹏乃是睚眦必报之人，你杀了他儿子，此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沈七似笑非笑道：我与许知源就有矛盾，老早就想宰了他，我可不是为了你。如果道友真的心有愧，到时候请你家长辈出面保保我，我看道友身份亦是不凡。魏青言羞涩道：道友说笑了。沈七扶着虚弱的魏青言盘膝而坐，替他整理好衣衫，缓缓问道：你体内的龙吟涎之毒虽被暂时压制些许，终究没能彻底驱除此毒，除了交合之法，可还有解？魏青言摇了摇头。沈七又问：你身上可还有解毒之类的丹药？魏青言点了点头。闻言，沈七神色一喜，也不管3七21，径直伸手探入魏青言怀中，一阵乱摸。魏青言神色大惊，又气又恼，却又无力反抗。魏青言瞪起一双冰冷秋眸，死死盯着沈七。他那绝美的脸庞本就一片通红，眼下更是羞红难禁，说不出的柔美无瑕。沈七才懒得理会他，一通乱按之后，终于从魏青言怀里摸出一只小瓷瓶。沈七晃了晃瓷瓶：道友，可是这瓶？魏青言恶狠狠瞪着他，也不作声，娇俏酥胸一下一下起伏着。沈七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自顾道：看来不是这瓶。说罢，大手又要伸入魏青言怀中探索。见他这般动作，魏青言顿时花容失色，心中是又恼又怒，又恨又气，唯有咬牙切齿的点了点头。沈七收回手，笑嘻嘻道：早点说嘛，真是的。沈七倒出一粒药丸，细细打量了下，不过是吸入一丝丹药的香气。沈七瞬间觉得神清气爽，体内灵气都活跃了3分。沈七惊叹道：敢问道友，这是什么丹药？药劲当真神奇，我不过闻了一丝药香气，居然感觉灵力都浑厚了些许。良久，魏青言才气鼓鼓道：这是我父亲配制的玉虚丹，乃上品灵丹，服用此药能解百毒，还兼具提升灵力、强化魂力的功效。沈七惊道：令尊是炼药师？魏青言摇头道：家父只是对丹修之道略有涉猎而已，他老人家也是一位剑修。沈七神色有些失望，随即将掌心中的药丸为他服下。本着不吃亏的原则，沈七往自己嘴里塞了一颗，又将小瓷瓶收回自己怀中。沈七忽问：道友，此丹能压制龙吟涎多久？魏青言叹道：1刻钟。沈七皱眉，咬牙道：1刻钟太短，没有太大作用，只怕还会引起龙吟涎毒性反噬，后果不堪设想。不如我以灵力替你推功过血，助你加速玉虚丹药力，看
看看能否化解龙吟弦。魏青言点头道：“那就麻烦道友了。”却见沈七立在原地踌躇许久。魏青言心中疑惑，不解道：“道友为何还不施法？”沈七老脸一红，支支吾吾道：“这个推功过血需要衣衫尽除，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不知道友。”沈七话还没说完，魏青言玉脸通红，连耳后根都鲜红无比。魏青言轻咬朱唇，娇羞地埋着脑袋。片刻后，沈七见他也不吭声，内心一横，咬牙道：“道友，既然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沈某的提议了。”魏青言两耳一热，易怒易嗔地扫了沈七一眼，眸中神采莫名。沈七见他如此神色，心中哪能不知对方是何想法。沈七咧嘴一笑，手中动作真是毫不客气，毛手毛脚地脱去魏青言外衫。魏青言娇羞更甚，不敢睁眼看他。沈七还欲除去魏青言亵衣时，忽地想起天剑宗还在用万千影像镜监视自己呢。沈七苦笑连连，差点就让人看了去。沈七心念一动，一座10丈大小的七绝剑阵幻化而出，将二人笼罩在内。沈七大手猛地一挥，雄浑无比的灵力交织成了一道朦胧气墙，彻底隔绝阵中画面。布下禁制后，沈七缓缓上前，并指一划，褪去了魏青言身上的霓裳，再一划，连唯一的新衣也散落开来。沈七彻底呆住，呼吸都快要停滞了。此刻魏青言已是身无寸缕，婀娜的动体尽显无疑。此刻魏青言还倚靠在沈七怀中，如此美景简直令他窒息。魏青言惊呼：“你闭上眼睛！”沈七心中好笑，闭眼不过是掩耳盗铃之举。二人相对而立，他的魂念可是感知得一清二楚。沈七知他到底脸皮薄，还是顺从的闭眼，给魏青言保留了最后一丝尊严。魏青言靠在沈七怀中，身上又忍不住扭动了一下，娇喘道：“我身子现在瘫软的厉害，道友你快施法！”嘴上这么说，但他一双玉臂却紧紧箍住沈七腰身，赤裸的娇躯微不可察地磨蹭着。一汪秋水望着沈七，眉黛荡漾。沈七收敛心神，右手捏诀，带出一道金光凌厉，点向魏青言眉心。紧接着，一丝剑气从指尖逼出，再次射入他眉心之中。沈七掌心剑气不断变化，并指连点玄机、子宫、玉堂3处。沈七身形一闪，飘至魏青言身后，左手扶住他，指尖灵力变换，剑气接连射入魏青言后背、风府、大椎、灵台3处。沈七魂念一探魏青言灵海，方才惊讶发现自己的金光剑气正在急速吞噬他体内扩散的龙吟弦，而且金光还会领着剑气自动运行周天，不断滋润其受损的灵海。剑气深入魏青言灵海中，他灵海内残存的灵力也不排斥，二者交织融合，修复每一寸血脉。魏青言脉息渐渐正常，枯涸的灵海也开始泛起丝丝灵力。沈七感知到魏青言修为正在慢慢恢复，他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了，迅速将外衫平铺，再将魏青言平躺好。沈七毫不犹豫，并指一点魏青言足底涌泉，一路往上，经商丘、曲泉、箕门至小腹，右经关元、气海、天枢，再至胸脯，在经山中、玉堂、子宫，最后掌心压住天池。沈七双手轻轻推揉，只觉得掌心无比娇软柔滑，这一刻沈七简直血脉沸腾。最要命是，此刻魏青言身无寸缕，血沟尽露，娇酥荡漾。沈七堂堂7尺男儿，哪受得住如此香艳的场面，心神刹那间失守。再有二人肌肤相贴，鼻息相闻，如此撩人的景象，沈七只觉得心中莫名欲火沸腾。沈七不知道的是，金光虽然吞噬了魏青言体内的龙吟弦，但遗留的淫媚之毒经他香汗挥发，却在不知不觉间让沈七吸了去。少女落香实为烈阳之药，迷糊之间，沈七把持不住，双手不自觉地滑向魏青言腰身、小腹，慢慢至一把握住那丰腴。魏青言娇躯一颤，脑海浮现一点清明。魏青言内心大惊，想挣扎却又无力。魏青言重重喘息，喝道：“你也是个登徒子！”沈七赫然一惊，羞愧地背过身去，强压激荡的心神，心砰砰直跳，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向魏青言解释。一炷香过后，魏青言喘息声渐细，呼吸也不再急促，娇躯通红散去，但他身子依旧绵软无力，只能躺在沈七外衫之上。沈七料他龙吟弦之毒已解，只是灵力未复。沈七玉空一抓，魏青言的衣衫自动飞起，盖住他那绝美的胴体。沈七这才转身扶他坐起，喟道：“姑娘，你还是先穿好衣衫吧，我去外面逛一逛。”沈七急急走出剑阵，剑阵外的景象依旧孤寂清冷，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漫天剑霞。魏青言望着沈七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中，略有失神。沈七低头走着，忽见地上掉落着2块剑牌，正是之前许之二人的考核剑牌。沈七有点惊讶，自己刚刚施法
几乎没有什么保留，剑气纵横，剑牌居然仍然完好无损。可知许直二人的储物戒都随着他们烟消云散，足以说明这剑牌并非凡物。沈七掌心灵力一卷，地上的剑牌飞入手中。沈七前后翻看一二，发现除了刻印的名字不同外，其他并无区别。沈七沉思之时，忽听身后传来魏青言的娇柔声音：“道友，你怎么了？”沈七回头望去，只见魏青言衣衫齐整地走进他身边，面色已然如初。魏青言一脸含笑地望着沈七，只是他那笑容中隐隐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娇媚气息，想来是龙吟咸鱼毒尚未完全驱除。沈七大手一扬，七绝剑阵图瞬间消失，悄然回到他体内。望着魏青言，沈七不答反问：“姑娘，你的修为可有所恢复？”魏青言点头道：“我的灵力已经恢复到七七八八了，今日承蒙道友仗义出手，救命之恩没齿难忘，道友请受我一拜。”说着就要躬身行礼，沈七侧过身去，摆手一拦，自顾道：“姑娘客气了，我叫沈七，乃玄天州七绝门弟子，姑娘可以直接称呼我姓名，左一句道友，右一句道友。”沈某觉得甚是有些不自在。魏青言掩嘴娇笑：“既然道友你这般心直口快，那师妹我也不矫情，以后我就直接称你沈师兄了。”“沈师兄你好，我叫魏青言，乃玄天州玉虚剑阁弟子。”沈七颔首而笑：“魏师妹你好。”寒暄一二后，魏青言转回正题：“师兄，你刚才驻足沉思许久，可是有什么新的发现？”沈七轻笑反问：“师妹，你如今可知如何定位那神剑坐标？可有什么线索？”魏青言摇摇头：“师兄莫要见笑，我也是刚刚才发现打开剑匣的法子。在被许直二人围困之前，师妹我已经尝试打开数十个剑匣了，仍旧是毫无头绪。”沈七皱眉道：“想来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正确的办法，若是傻傻的一个一个去试，那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找出神剑坐标方位。考核的时间只有3日，这般做根本来不及。”魏青言苦笑道：“不知师兄有何良策？”沈七沉默不语，望着手中的剑牌，陷入了沉思。沈七开始回忆起剑无双说过的话，试图从中发现些许蛛丝马迹。沈七喃喃自语：“剑无双曾强调剑牌很重要，莫非是？”沈七脑海中灵光一闪，连忙取出自己的那一块剑牌，仔细端详起来。剑牌表面看去，除了材质看起来古朴些，并无任何神异之处。沈七嘀咕道：“难道是内里藏有玄机？”想到这，沈七并指一点，一道灵力射向剑牌，却听叮的一声，剑牌凌空飞旋，冒出丝丝火花。沈七愕然自语：“怪哉，灵力居然无法穿透此剑牌。”沈七似又想起什么，一拍脑门，自嘲道：“我可真是个糊涂蛋。”沈七指尖一缕金色剑气浮现，剑气包裹住沈七的一丝魂念，径直钻入剑牌之中。剑牌内部是一个独立的空间，看上去类似于储物界，也不知有没有储物的功能，其能活动的范围也有限，只有方圆3丈左右。在这内部空间中充斥着漫天剑光，剑光交织虚空，莫名幻化出一幅影像。沈七察觉到影像中心处有一颗明亮的光点在闪烁着，而在这颗光点四周却是一片晦暗。诡异的是，从明亮光点开始，剑光还勾勒出一条杂乱的纹路，却是戛然而止。望着眼前景象，沈七内心有了一丝明悟。沈七暗道：莫非这影像中潜藏着一份残缺的方位坐标图？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沈七魂念当即回体，双手相继点出一道剑气，打在另外2块剑牌之上。令沈七始料未及的是，自己击出的剑气并没有进入令牌中，而是自动将2块剑牌完全包裹住，紧接着剑牌凌空急旋起来。下一刻，飞旋的2块剑牌莫名崩碎，化作点点剑光，剑气裹挟着剑光，眨眼之间没入沈七自己的剑牌中。见到这一幕，沈七与魏青言俱是一愣。魏青言疑惑道：“师兄，这是？”沈七没理会他，魂念离体而出，马不停蹄地钻入剑牌内部空间。进入剑牌内部后，沈七神色一震，他一眼便看到光点的周围原先的一条纹路莫名多出2条，并延伸了许多。更让沈七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光点处莫名刻印出了一行古朴文字：北方玄天，虚女之位。看着发生了变化的剑光图，沈七心中已是了然。若是自己没有猜错，天剑宗将完整的坐标方位图分割成无数份，放置于每一位弟子的剑牌中。参加考核的弟子想要找出正确的方位，就必须出手抢夺他人手中的剑牌，而有争抢，就会有杀戮。想到这，沈七只觉得后背一阵发寒。这一刻他才明白，剑无双那一句生死各安天命究竟暗含着什么意思。沈七一声轻叹，果真是仙道无情。再看向那一行古朴的大字，沈七心中隐约有些猜测，能成功传送到神剑方位坐标的入口或许只有9个。虽然不知道要
要凑够多少箭牌才能集齐完整的方位图。可10万名弟子来争夺9个方位，考核的艰难程度，沈七一时不敢想象。魂念回归，沈七忍不住摇头叹气。魏青言见沈七沉默不语，急道：“师兄，你可是发现了什么？”沈七回过神来，呼道：“师妹，可否借你箭牌一用？”魏青言虽有些疑惑，却还是乖巧地将箭牌递给他。沈七接过箭牌，打出一道剑气，剑气迅速包裹住箭牌，但意外的是，箭牌并没有飞旋，也没有爆炸，只是静静地停在半空。片刻后，剑气消散，箭牌自动飞回魏青言手中。沈七轻叹一声：“果然如此。”魏青言一愣，不解道：“师兄，你在做什么？”沈七遂将自己箭牌中的情况及猜测一一告知。魏青言听后，脸色一变，玉手一挥，急急朝箭牌打入一道剑气。当魏青言感知到箭牌空间的影像图时，一时震惊到无以复加。良久，魏青言心绪平复些许，忽问：“师兄，你的意思是说，天剑宗此次考核设置了9个方位，而我与你没有分配在同一方位？”沈七点头道：“刚才许之二人的箭牌被我炼化，说明他们2人与我分配在同一方位，所以我的箭牌吞噬并成功融合了2份地图。而刚刚我的剑气无法炼化你的箭牌，很显然我与你并不是同一个方位。”沈七话音一顿，分析道：“融合箭牌地图后，我的地图莫名显示出了北方玄天4字。若我没有猜错的话，天剑宗按照9天分野之法，将传送入口设为9个方位，分别为中央君天、东方苍天、东北变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诸天、南方炎天、东南阳天。”魏青言好奇道：“为何我的地图中没有所属方位？”沈七不确定道：“我也不太清楚，或许是你还未曾炼化箭牌的缘故。”魏青言皱眉道：“这剑种地心一望无际，考核弟子各自分散一处，我们该如何找到其他人？”听到他这么说，沈七也是有些犯难。在地心中无法辨定方位，总不能像无头苍蝇到处乱撞，终究不是办法。时间也不等人，沈七沉思道：“其中关键应该还是在箭牌上，影像中的光点想来就是我们自己所处的方位。”说罢，沈七魂念进入箭牌空间，朝着影像光点随手挥出一道剑气。剑气没入光点之时，忽见整幅剑光影像图如水波荡漾般慢慢扩散开来，光点的画面蓦地变换，光点周围原本灰暗的画面莫名浮现密密麻麻的小光点。沈七细细看去，足有上万之数，小光点闪烁交织，时隐时现。非但如此，代表沈七的那颗大光点分裂出无数线条，连接着所有小光点。线条之上详细刻印着方位坐标、移动方向。线条上的信息随着光点的闪烁也在不停地变换着。沈七内心惊震，他算是彻底反应过来，这些小光点必然是其他考核弟子箭牌的方位。也就是说，沈七想要得到完整的地图，他必须得去抢夺上万的箭牌。沈七不由得苦笑连连，这次考核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沈七再看去，离自己最近的光点只有3000里的距离，无独有偶，光点正朝着自己的方向急速移动着。沈七又是一声冷笑，只怕是此人也解开了箭牌的秘密，将自己当成了猎物。沈七收回箭牌后，便将自己的新发现毫无遗漏地告知了魏青言。听到沈七所说的新发现，魏青言二话不说进入箭牌空间，依葫芦画瓢也朝着光点打出一道剑气。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剑光影像图同样发生了变化，一切隐藏的信息此刻尽皆浮出水面。魏青言剑光图中赫然刻印着一行大字：南方炎天，雨鬼之位。待他彻底消化后，沈七随口一问：“师妹，你现在作何打算？是就此分开，还是留下来看看戏？”我刚才注意到有个光点正朝着我的方向奔来。魏青言惊道：“师兄，只怕是来者不善，你可得做足准备，切莫大意。”沈七笑道：“天剑宗既然想要看重弟子相互厮杀，我也不能让他们失望了。”话音未落，沈七忽的扬手一抓，灵力涌动，化作一只巨掌，将魏青言扯回身后。魏青言根本就来不及反应，目光中浮现惊惧之色。下一刻，只见他刚刚站立的后方虚空，一道剑光划破虚空，炸散开来。魏青言神色一变，居然有人偷袭。魏青言面色阴沉似水，他身怀父亲赐予的保命法宝，这一道剑光袭杀并不能直接取他性命，但魏青言体内的龙阴弦之毒堪堪驱除，修为尚未完全恢复，若是被这一剑击中，也会让他身受重伤。沈七冷笑一声：“有点意思，想不到此人来得这么快。”一道阴冷的声音从虚空之中传出：“啧，敢问道友如何称呼？”鄙人的隐秘之术，就算是元阴境修士也极难看穿。道友哪家弟子？
凭你金丹大圆满修为，居然能看破，张某可要好好与你切磋一二。虚空之中，一道身影缓缓浮现，乃是一名肥胖男子，满脸褶子，一头凌乱的长发，相貌着实不堪。胖子一脸张狂之色，肆无忌惮地散发出自己元婴初期气息，威压直逼沈七。这胖子现身后，目光便死死盯着沈七。沈七冷笑连连，不答反问：“死胖子，你是谁？”听到沈七的话，胖子眼中顿时凶光凛凛，语气阴森道：“小子，我最讨厌别人叫我死胖子了，你有种！原本想给你们留个全尸，现在我改主意了，我要叫你尸骨无存。”沈七面露嘲讽之色，不屑道：“交出剑牌，否则死！”胖子好像听到了世间最大的笑话，忍不住捧腹大笑，连眼泪都流出来了。胖子指着沈七，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哈哈，小子你真是哈哈！”沈七两眼一冷，抬手扔出七绝剑阵图，剑阵瞬间就将那死胖子牢牢锁定。金色剑气翻涌而出，肆虐的剑气蕴藏着凌厉的七绝剑意，直斩而下。胖子的脸上浮现惊愕之色，仓促间催动灵力，想要瞬移躲避。惊慌中发现自身修为莫名跌落一个境界，竟无法施展瞬移神通。胖子惊惧之色愈浓，惶恐大喊：“你这究竟是什么法宝？”沈七也不作声，只是冷冷盯着胖子。胖子体内的灵力不要命似的涌出，化作一道厚厚的灵力屏障。可惜灵力屏障脆弱的如同白纸，根本无法抵挡灵力的剑气。当灵力屏障彻底碎裂，剑气余威不减，径直斩向胖子。只见胖子身子一颤，瘫软的身子仿似泄了气的皮球，身子重重摔落在地，气息不在。沈七右手虚握，胖子的剑牌飞回沈七掌心，剑气流转，剑牌随之被炼化，当中地图也被融合到沈七的剑牌中。沈七魂念一探，剑牌里的地图果然又增加了一条纹路，但距离完整还差得远呢。沈七目光一扫身影的胖子，嘴角不屑之色愈浓，望着手中剑牌，沈七冷笑自语：“考核正式开始。”解决完那胖子后，沈七扭头看向魏青年，却见魏青年神色无比惊愕，目光中显露着浓浓的不可置信。那胖子修为与他相当，就这样一剑被沈七杀死了。沈七剑气飞出的瞬间，魏青年很清楚地感知到沈七灵力中蕴含着阴胚气息，而不是元婴之气。魏青年想不明白，为何沈七的剑意竟能如此恐怖，他不由得一阵后怕。好在自己与沈七分配在不同方位，如若不然，只怕自己的剑牌早就被沈七炼化了。沈七见他神色古怪，轻笑一声：“魏师妹，你这是怎么了？”魏青年苦笑摇头：“我只是震惊于师兄手段，一时失神。”沈七摆手道：“我这只是些微末伎俩，不足挂齿。师妹，如今已经过去大半日时光，我得开始循着光点去找其他人了。”魏青言点头道：“既如此，师兄，我们在此别过。”沈七拱手道：“愿师妹能顺利凑齐地图，我们再传送入口见。”说罢，沈七御空而起，转身飞去。循着地图上的光点，沈七一口气飞行数千里。这段时间，沈七未曾遇见一个人影，因为地图上的光点也在不停移动，沈七也不敢耽得太久。沈七兜兜转转，始终提着一口气，朝着既定目标追击而去。休息之时，沈七目光一凝，盯着左前方不远处的虚空。下一刻，从虚空中飘出数道剑光，剑光交错间，就见得10位弟子疾驰而来，迅速分落在沈七身前10丈处，将他团团围住。突然出现在沈七身边的弟子，10人无一例外，修为全部强于沈七，还有2位散发着凌厉的元婴期威压。这些人脸上浮现出浓浓的不屑之色，目光肆无忌惮地审视着沈七。这10人当中，最显眼的一位便是沈七正前方那位神色清冷的男子。男子相貌堂堂，一身修为已到元婴中期。男子身穿紫色球衣，手中握着一把通体透明却散发着阴寒剑意的长剑。男子的气质整体看起来颇有贵族之气。男子目露寒光地盯着沈七，冷声道：“孙有为，是他吗？”男子右侧的少年目光扫过沈七，摇摇头，笃定道：“殷师兄，不是此子。那人修为达到了元婴初期，而且我的地图也没有提示。”那阴性男子眼中寒芒淡去些许，上下打量了沈七一番，随口问道：“小子，你是哪个方位？”自始至终，沈七神色从容不迫。听到男子问话，沈七笑着反问：“道友，你又是哪个方位？”闻言，沈七周围的人齐齐哄堂大笑。那阴性男子一愣，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没想到沈七居然如此狂妄，不由得怒极而笑，目光像看傻子似的看着沈七。左侧另一位元婴初期弟子笑得满脸通红，冲着阴性男子揶揄道：“殷家风，区区金丹蝼蚁，居然称呼你为道友，
殷家风瞥了对方一眼，冷枪道：“不用你来提醒我，孙有为，你去废了这不知死活的东西，将他的剑牌拿来。”看来在殷家风眼里，沈七这种蝼蚁还没资格让自己亲自动手。一旁的孙有为早已蠢蠢欲动，听到殷家风的吩咐，孙有为狞笑道：“殷师兄，师弟领命。”孙有为毫不废话，手中宝剑一划，一道裹挟着烈阳剑意的炽热剑气呼啸而出，直冲沈七丹田领海。沈七冷眼望着众人，剑阵图飞出体外，剑阵幻化，瞬间彻底封锁百丈天地。令殷家风惊恐的一幕出现了，飞袭而去的炽热剑气竟硬生生停在虚空。沈七神色渐冷，似笑非笑道：“活命的机会曾摆在你们面前，可惜你们不要。”沈七缓缓抬起右掌，掌心金光一闪，一道金色剑气划破虚空。殷家风等人根本毫无反应，一眼惊恐地盯着闪烁的耀眼金光。待到金光淡去，在沈七眼前只剩下10块剑牌虚空漂浮着，前一秒还不停叫嚣的10人俱已化作飞灰，烟消云散。沈七大手一扬，10块剑牌自动飞入自己前不久掠夺的储物戒中。沈七未有其他动作，剑阵图也未收回，目光一扫前方100丈处的地面，冷笑道：“看了这么久的戏，出来吧。”奇怪的是，地面并没有任何变化。沈七眉头微皱，冷哼道：“敬酒不吃罚酒，鼠辈找死。”说罢右手一扬，又一道金色剑气翻涌飞出，朝着地面射去，直冲地底。金色剑气速度之快，不过瞬息之间，一道男子身影狼狈飞出，身影胸口赫然印着一道3尺长的剑痕，皮开肉绽，深可见骨。剑痕处鲜血不止，剑意肆虐其中。沈七缓缓走近，冷冷盯着对方。此人相貌平庸，修为倒是不俗，已是元婴初期，在他的眼中透着一股机灵之气。见到沈七上前，男子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高声惊呼道：“道友，误会，误会啊！”说话间，磕头如捣蒜，咚咚作响。沈七两眼一寒：“谁是你道友？凭你也配？前辈，前辈饶命！晚辈白名山无意冒犯，前辈开恩。”男子当即改口，没有一丝犹豫。沈七冷笑道：“刚刚那10人追杀的对象就是你？”白名山惶恐点头：“前辈，晚辈实在无奈啊。那殷家风是昊天州烈阳剑宫弟子，烈阳剑宫与我后土剑宫乃是世仇。考核一开始，我就倒霉地撞见了烈阳剑宫的孙有为，那可恶的殷家风一直在追杀我，晚辈打不过就只能躲啊。”沈七扫了他一眼，忽问：“你又是什么方位？”白名山毫不迟疑道：“晚辈西南诸天卫。”沈七盯着白名山，沉默不语。片刻后，沈七冷冷开口：“将你的剑牌交出来吧。”白名山猛地抬头，死死盯着沈七，满脸惊怒之色，不再掩饰。沈七冷笑连连：“10息之内还不交，那就去死！”说罢，沈七掌心剑气流转，若有若无的一缕杀意牢牢锁定白名山。1、2、3，白名山脸色挣扎变幻，5息过后，终究是不甘的低下头，一脸肉痛的取出剑牌，递给沈七。沈七接过剑牌，丢入储物戒中，大手一扬，7绝剑阵图收回掌心。沈七转身，缓缓开口：“滚吧！”却见一道后土剑气直刺沈七背心。白名山忍耐这么久，还是出手了。沈七头也不回，身子表面浮现一圈耀眼金光。下一刻，后土剑气消散虚空，金光将白名山彻底淹没。沈七御空而起，朝着最近的一个目标光点疾驰而去。当沈七剑牌中的地图扩大到4成时，已是过去1天时间。此刻在他身前趴着4具软绵绵的尸首，加上这4人，沈七一共无情斩杀的了888人。目前在他的储物戒中还静静躺着500多块无用的剑牌。沈七心中估测了一下，以自己目前的速度，想要在2日之内凑齐完整地图，似乎有点困难。沈七也有些无奈，这剑种的心实在太大，考核弟子太过分散。沈七每追击一个目标光点，几乎都要奔袭数千里。令他最为苦恼的是，有时候自己离光点近在咫尺时，光点莫名灰暗，这就意味着有人抢先一步杀人夺牌。沈七只是假阴修为，无法使用瞬移神通，他的速度远不及那些元婴期弟子。得亏沈七足够机警，应变也很及时，好几次幸运地追踪到了夺牌之人，成功摘了果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沈七如此做，倒也算是为自己节省不少灵力。正是因为抓住了几条大鱼，沈七的剑牌地图才能扩大到4成多。即便沈七一路马不停蹄，在路上也很难碰到人影，偶尔撞见考核弟子，沈七二话不说将对方无情斩杀，夺取剑牌。沈七一开始就有心理准备，凑齐地图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所以
他想到一个预备方案，而他搜刮的那些无用箭牌，到时候就能派上大用场。就在沈七御空飞奔之时，沈七魂念感知到一道凌厉剑气长虹划破天际，剑气飘荡的位置就在他右后方，距离不过100里左右。沈七双眼一亮，朝着右后方急速飞去。以沈七如今的修为，100里的距离不过呼吸之间。当他赶到锁定的位置时，远远看到半空中2道剑光一前一后贯空而过。在前方不远处，一男子口吐鲜血，一脸懊恼之色，慌乱窜逃着。看上去男子伤势颇重，御空时身子摇摇欲坠。沈七印象中隐约记得此男子正是之前在凡物司有过一面之缘的楚天灵，也就是七星剑宫朱星领着的那位弟子。在楚天灵的身后，一男一女正在不紧不慢地追杀他。男子一脸阴柔扭捏之色，奶油味十足，而那女子一头短发，精干十足。一男一女倒反天罡，当真奇葩。二人一脸戏谑，时不时挥出一道剑光，肆意玩弄楚天灵于股掌之间。阴柔男子一边追击，一边调笑道：“楚少主，你们七星剑宫的无敌剑意呢？楚少主，你怎么还不使出来啊？”楚天灵一声不吭，自顾低头逃命。见此，短发女子神色一冷，右手隔空一挥，只听噗的一声，在楚天灵的痛哼中，她的后背衣衫碎裂，露出血淋淋的剑痕。沈七静静看着，暂时没有出手相救的打算。他与楚天灵只见过一面，实在犯不上出手救他，完全没有必要。在这地心之中，没有朋友，只有敌人。沈七在等二人玩够了杀人取牌后，再出面摘果子。正当他无聊地看着二人表演时，忽见那阴柔男子目光一闪，大手一甩，一道黑色剑光飞射而出，直奔沈七藏身的虚空。阴柔男子讥笑道：“想不到居然还藏着一个想要浑水摸鱼的金丹蝼蚁，既然来了，就留下吧。”望着射来的剑光，沈七从容自若地打出一道剑气，直直迎上那道黑色剑光。两股气劲交织在一起，眨眼间齐齐消散。沈七淡定现身，神色清冷地看着对方。沈七现身之后，楚天灵一眼就看到他，当即面露喜色，大声疾呼：“是你，沈兄救我！”呼喊的同时，楚天灵果断拐了个弯，眨眼间就逃到沈七身后。追击的二人忍不住哈哈大笑。阴柔男子右手连点，在他身前虚空处顷刻间幻化出4道黑色剑光。与此同时，短发女子动作如出一辙，4道灰色剑光急旋而出，8道剑光呼啸而至，瞬息之间就已临近二人。有趣的是，7道剑光的目标都是冲着楚天灵，而袭向沈七的剑光只有1道。很显然，在二人心中，沈七的重要性远远及不上楚天灵。可惜的是，二人到死都没想到，他们认为不值一提的沈七才是致命的存在。只是二人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凭空幻化的7绝剑阵，将那8道剑光连带着他们的生命统统湮灭。楚天灵一脸惊惧地望着沈七，身子不由自主地发颤。刚刚还活蹦乱跳，随意戏耍自己的2位元婴初期的弟子，仅仅一剑，二人眨眼之间就已形神俱灭。这一刻，楚天灵恐惧到了极点。沈七麻利地收回2块剑牌，目光一扫楚天灵，冷声道：“你是什么方位？”楚天灵毕恭毕敬道：“回沈道友的话，我乃东北变天位。”沈七颔首道：“看在朱星前辈的份上，我就不杀你了。不过，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楚天灵紧绷的神情瞬间缓和些许，冲沈七点头哈腰道：“但凭沈道友差遣。”沈七毫不客气道：“以你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获取完整的方位地图，能保住自己性命已是万幸。剩下的2日时光，你也没必要去抢剑牌了。你替我在地心中分发一些东西出去。”说罢，沈七双手掐出一道道繁杂的印诀，嘴里念念有词。片刻后，一丝丝白色光点在他身前凝聚，光点缓缓扩大，最终形成一个个白色的光球。光球并不大，约莫鸡蛋大小，成千上万个白色光球幻化而出，漂浮在半空之中。沈七望着眼前的光球，目光闪动不停。这是7绝门中用来刻录影像的一种寻常道法。沈七在光球中刻录了3个画面，一个是自己杀人夺牌的片段，第2个是自己的剑牌里近5成的地图以及实时移动坐标，而第3个则是特意展示了自己收集的500多块剑牌的储物界空间。沈七大手一挥，光点全部被他收拢到另外一个储物界中，将手中储物界丢给楚天灵。沈七吩咐道：“你记住了，每隔100里，你就取出一个光点，扔至半空2日之内，务必将所有光点全部扔出去。其他的事你不用理会，你可听明白了？”楚天灵点点头。沈七又丢给他一枚定位玉符，笑道：“将你剑牌给我，不然你自己留不住。2日后，循着定位符来找我取剑牌。”楚天灵接过玉符，应声称是。交出自己的剑牌后，一个瞬移就来到100里之外，开
开始去完成沈七交代的任务。见楚天灵离开后，沈七继续御空前行。沈七中途又撞见了10多位弟子，沈七二话不说，先将对方抓起来暴打一番，接下来如法炮制，制作了大量的白色光球，随后一通恩威并施，威逼利诱，强迫这些弟子替自己去散发白色光球。沈七的预备方案很简单，他要开始钓鱼，故意将自己的信息散布出去，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等着大鱼自动找上门。如果沈七的目标自己送上门，那他就毫不留情，杀人夺牌。若是其他方位的强劲对手，也可以与对方交易，互换剑牌。唯有这样做，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凑齐地图。沈七笃定，跟他有着一样想法的考核弟子肯定不在少数。沈七一边追击着光点，一边等待着猎物送上门。等待的时间并不漫长，很快第一条就上钩了，而且来到沈七身边的还是一条大鱼。巧合的是，这条大鱼也算是个老熟人，正是新年建功的罗岩。罗岩赶到之时，沈七正在炼化手中的2块剑牌。如今沈七自身剑牌中的地图已经有了5成纹路，1半的方位显现了出来。此时的沈七对于整个剑种地心的方位构造有了大概的推断。罗岩一个瞬移现身，停在沈七身前10丈开外。沈七一眼扫过对方，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罗岩率先开口，阴阳怪气道：“沈兄弟好本事，如此心机与胆略，罗某真是佩服。”沈七大手一摆，苦笑道：“罗道友说笑了，沈某也是无奈之举。为了尽快凑齐北方玄天方位的地图，我也只得出此下策。”罗岩似笑非笑道：“沈兄弟，你现在可是有过半的地图了吧？这速度连我都有些羡慕呢。”沈七笑而不语，静静看着对方。罗岩别有深意道：“我的地图中可是显示出足足100多个光点在眼前闪烁呢。”沈七笑道：“巧了，沈某的地图中亦有50-60个光点在不停闪烁。”罗岩又问：“沈兄弟，不知道你手中那些多余的剑牌准备怎么处理？”沈七反问：“罗道友的意思是？”罗岩直奔主题，提议道：“沈兄弟，不如我们1比1交换，各取所需，你看如何？”沈七颔首道：“如此甚好，沈某也有此意。”罗岩二话不说，取出60块抢夺而来的剑牌，全部是北方玄天方位地图的剑牌，掌心一拍，所有剑牌急急飞向沈七。沈七右手虚空一握，剑牌瞬间被他炼化，化作光点射向自己的剑牌中。沈七忽问：“不知罗道友需要的哪个方位的剑牌？”罗岩抱拳道：“罗某乃是东方苍天卫。”沈七从储物戒中麻利地取出60块剑牌，扔给罗岩。罗岩接过剑牌后，忙问：“沈兄弟，你这上有剩余40多块，反正你目前也用不着，不如……”沈七轻笑摇头：“罗道友，贪心不足，可是对修行不利。”罗岩眼中寒芒一闪而逝。沈七查看地图之后，客气道：“罗道友，沈某得去搜集地图了。罗道友若是有了新收获，随时欢迎你来找我。”说罢，沈七御空而起。岂料下一刻，一道星火点点的剑光穿透虚空，朝着沈七急斩而来。沈七眉头一皱，身子顿时在原地消失。再出现时，沈七悄无声息地来到罗岩身后3尺。罗岩没有察觉到丝毫异样，目光依旧死死地盯着沈七残留的虚影。星火剑光气势汹汹地划破虚影，砰的一声爆炸声，点点星火犹如烟花飘散。罗道友，你太心急了。戏谑的笑声响起之时，罗岩脑海轰的一声爆响，心神瞬间炸毛。罗岩眼中瞳孔蓦然一收，仓促间飞退数丈，体内灵力犹如滔滔江水汹涌而出，迅速构织成一道灵力屏障。可惜的是，他反应快，沈七动作更快。还未等罗岩完全撑起灵力屏障，沈七并指一点，耀眼的金光覆盖住罗岩身躯。只见灵力犹如一道离弦的利剑，从罗岩后背穿胸而过。噗！罗岩一口鲜血喷出，脸色瞬间暗淡。望着自己丹田处那碗口般大的血洞，罗岩脸上浮现懊悔与不甘之色。他好恨，明明自己还有诸多逆天手段，却再也没有理会施展。沈七一指便将罗岩的灵海彻底击碎。罗岩缓缓转身，一脸震惊道：“你为何会瞬移神通？你不是金丹大圆满修为吗？”沈七冷笑道：“说起来，沈某运气的确不错，就在昨日不小心得到了2颗丽阴丹，便一鼓作气突破至元婴初期。”噗！罗岩又是一口鲜血喷出，颤颤巍巍地捂着心口。罗岩神色难以置信，连连摇头：“不可能，这不可能！1个月前，你明明只是一个金丹大圆满的蝼蚁小辈，就算你天赋再出众，也断不可能在1个月内连续突破2个境界。难道你没有瓶颈吗？”沈七轻笑出声：“巧了，沈某恰巧就是没有瓶颈。”罗岩一愣，沉默不语。
沈七不再废话，大手一挥：“罗道友，沈某这边替你超脱。”说罢，沈七掌心灵力一转，一道凌厉的剑气呼啸而出，迅猛至极。罗岩面色一变，内心叫苦。他强撑着最后一丝气力，打开储物戒，一枚玉简从储物戒内飞出，玉简迎风剑掌，化作一道百丈火海，将罗岩包裹在内。罗岩乃是星岩剑宫掌门罗勒的独子，这玉简正是罗勒赐予罗岩最后的保命手段。剑气斩在火海之中，湮灭无形。沈七清晰地感知到，火海之中蕴含着一丝炼神进修士的炼狱气息。这股气息沈七并不陌生，当初在七绝门对付莫灵一时，他便切身感受过。与此同时，罗岩高声惊呼：“沈道友，我们之间只是些小误会，还请高抬贵手。”如今罗岩灵海被废，再无灵力去自主催动法宝攻击，火海只能被动防御，法宝威力大打折扣。罗岩灵海虽被废，但只要能活着出去，就还有希望。以罗勒的修为，定能帮他再筑灵海，重新恢复原本修为。罗岩极善于隐忍，连续低头求饶。沈七懒得理会他，冷哼一声，心念一动，灵海内的金光翻涌而出，遮天蔽日，耀眼无比的金色光芒在这一刻仿佛充斥着整个剑种地心。这是沈七第一次毫无保留地主动释放出萤火虫前辈赐予的无上神通。沈七嘴角泛起一抹冷笑，剑无双想要寻求的答案，自己让他看见又有何妨？耀眼的金光瞬间就将那百丈火海彻底淹没，火海发出一道滋滋泄气声，犹如倾盆大雨落下，当即熄灭。打回原形的玉简随之罗岩的身躯彻底灰飞烟灭，金光持续10息之久，这才徐徐飞回沈七体内。沈七望着眼前景象，一切不复存在，只剩下一望无际的寂静虚空。万千影像近前，剑无双神色巨变，一脸震惊地望着沐浴在金光中的沈七。4位长老一时面面相觑，不敢作声。剑无双喃喃自语：“祖师警示竟是真的，当初七绝门的金光异象，必是这少年所引发的。”剑无双豁然转身，冷声道：“4位长老，无论考核结果如何，你们要时刻关注此子，本宗要他活着走出剑种。”4位长老心中一颤，应声点头。剑无双跨出一步，身影隐没虚空之中，而后袅袅余音飘入4位长老耳中：“考核过后，将此子带来归真崖见我。”一时4位长老竟皆愣住。剑无双这话也就意味着沈七已经是他选定的亲传弟子，同时也将是天剑宗内定的下一位掌门人。角落处，一位老者望着罗岩身陨的画面，目光之中充斥着浓浓的不可思议之色。老者身旁一少年惊恐开口：“罗老，大师凶行神俱灭，这下我们该怎么回去交差？此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大伯的星岩火域都挡不住他，这根本不符合常理。”老者正是罗岩的护道人，他也是罗岩的族叔，此次奉掌门之命，陪同罗岩前来戍剑城参加考核。罗老皱眉道：“那小子激发的金光力量当真霸道，我悄悄关注他很久了。每次他发出这金光之力，没有一个人能挡得住，仿佛这根本不是属于他自己的力量。”少年似想到什么，惊问：“莫非此子是被大能夺舍了？”罗老摇摇头：“不太像，此子的金光之力运用自如，融合在灵力之中，或许是某种绝世功法神通。星岩火域藏有掌门的炼狱之力，原本应是化神之下无敌手，却挡不住元婴初期一击。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我要立刻告知掌门，等待指示。”说罢，罗老取出一道传音玉简，打出一道手诀后，详细叙述罗岩身死的经过。接着大手一拍，玉简飞入虚空，隐没不见。很快，时间来到第3日，随着钓鱼策略的成功运用，沈七剑牌中的地图已经完完整整地显示出来，而且在他的储物戒中还有上千块用不了的剑牌。沈七思考着如何将这些剑牌变废为宝，或许自己可以定价一块中品灵晶卖给其他人。在将剑牌还给楚天林等几位跑腿工人后，沈七确认了一下地图中提示的方位坐标，当即马不停蹄，循着方位瞬移而去。1个时辰后，沈七顺利地来到地图中锁定的方位处。令沈七有些意外的是，在他面前赫然伫立着一位少年。沈七一脸好奇之色，想不到居然还有人比自己快。少年察觉到沈七的目光，转过身来看着沈七，似笑非笑道：“沈道友，你好像在惊讶我为何来得比你快。”沈七愕然道：“你认识我？”少年笑意更甚，调侃道：“这地心之中，四处都漂浮着你制作的白色光球，想不认识你，确实很难。”沈七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好奇道：“不知公子怎么称呼？”少年负手而立，一脸深邃道：“君天州天机峰，问天机。”沈七撇撇嘴，他并没听过什么天机峰，不过想到此人来自君天州，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对方要这么装了。没办法，君天州乃是东荒九州中底蕴最雄厚的一州，君天州的宗门实力整体强过一大截，所以自然而然就有优越感。沈七有点不爽，想要逗一逗问天机，学着他负手而立，笑问：道友，你这么快找到这里，是不是找到了什么便捷之法？问天机目光扫了沈七一眼，摇头道：非也，我可不擅长杀人夺牌，我只是在脑海中模拟出了纹路轨迹，一条一条演练出来的。闻言，沈七嘴巴张得老大，一脸不信：模拟纹路演练的，这也能行？问天机莫名一笑：当然，我天机峰的天窥之法包罗万象，世间万物都能推演出来。听到问天机的话，沈七忍不住直翻白眼，这人也太装了吧。沈七有心戏弄他，遂问：既然道友的天窥之法这么厉害，那你有没有算出了剑灵会认你为主？问天机轻笑一声：我能够唤醒剑灵，但是他不会认我为主，剑灵选择的人是沈道友。沈七一脸无语地望着问天机，问天机笑意愈浓，乃问：怎么，沈道友不信？沈七反问：这也是你推演出来的？问天机点点头：当然。见到问天机这般煞有其事的模样，沈七心中冷笑不止。沈七心道：此人一定是精神有问题。问天机笑意依旧道：看来沈道友还是不信。沈七冷笑道：道友你这般荒谬离奇的话，沈某实在是难以相信。问天机莫名一笑：荒谬离奇吗？沈七冷笑连连：难道不离奇吗？问天机嘴角笑容变得耐人寻味，悠悠道：相较于沈道友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我觉得我说的这些一点都不离奇。沈七一愣，不解道：道友这话是什么意思？沈某不太明白。问天机不紧不慢道：例如沈道友的来历，推演结果告诉我，你本并不属于此方天地。闻言，沈七神色惊变，两眼死死盯着问天机，目光急剧闪烁。问天机笑容愈加灿烂，沈道友眼神之中杀意若隐若现。看来你想杀我。沈七沉默，双目中的杀意更甚。问天机仿似没看到一般，自顾道：你不能杀我，你也杀不了我。推演结果告诉我，只有我才能帮你找到你想要知道的答案。盯着问天机，沈七沉默不语。良久，却见沈七诡异一笑：或许道友的天窥之法也会有失算的时候。说罢，沈七慢慢抬起右掌，体内金光幻化而出，剑气流转掌心。问天机视若无睹，摇头道：从我记事开始，我就没有错过，你若不信，大可一试。问天机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情，沈七再次沉默。沈七心绪不停变幻，他有些看不懂眼前之人，以往的从容自若消失不在。片刻后，沈七缓缓放下右手，望着问天机那意味深长的笑容，沈七感慨道：看来你将会是我以后最危险的敌人。问天机哈哈一笑，摇头道：非也，我刚刚推演过，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沈七白了他一眼，正欲开口，忽听一道得意的笑声从后方传来，紧接着一道身影瞬移而至。当身影看到沈七与问天机二人时，他的笑声戛然而止。来人是一位身背重剑的少年，身形高大，虎背熊腰，长得十分粗犷。沈七刚刚在问天机身上吃了瘪，此刻听到少年这笑声，心中隐隐不爽。沈七冷笑道：来得这么慢，你也好意思笑？少年一愣，脸色沉了下来。问天机笑道：沈道友这就说错了，若不是这位王真道友中途救人，他可要比你先到此地。沈七白眼一翻，不屑地撇撇嘴。那高大少年又一愣，疑惑道：这位道友你怎么知道的？你认识我？沈七嗤笑道：他说他能窥测天机，算出来的。问天机点点头：确实如此。王真神色古怪地盯着二人，心道这二人怕不是神经病吧？王真忽问：两位道友，既然你们很早就来了，怎么还在此地发呆？为何不打开传送入口去唤醒剑灵呢？沈七一愣，随即一拍大腿，恍然道：对啊，我傻站在这干嘛？看来我是被人气糊涂了。说着，恶狠狠地瞪了问天机一眼。问天机淡然道：传送入口的阵法需要9个方位的弟子全部到齐后才能激活打开，就算你们现在想进去也做不到。王真狐疑道：真的假的？问天机轻笑一声，示意道：王道友若是不信，一试便知。王真二话不说，取出剑牌打入一道剑气，忽见虚空中传出一阵骇人的震荡波动，一道空间裂缝随之打开，裂缝之中突然射出9道惊天剑气，剑气呼啸而出，势如长虹。9道剑光在虚空中交织盘旋，一幅遮天蔽日的9宫方位图幻化而出，停留在虚空之中。剑光交汇之处，9个阵眼浮现，每个阵眼之中
一道剑匣漂浮其中，剑匣表面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仿佛要将整个地心照亮。紧接着，王真手中的剑牌自动飞出，瞬间钻入了阵眼中的剑匣里，消失不见。王真满心激动地等待着，哪知过去许久，依旧没有任何反应。王真有些傻眼，扭头看向问天机。问天机笑道：“此乃9区藏剑大阵，只有9宫方位的剑匣全部激活，剑匣才会打开，传送的入口才能出现。”王真若有所思道：“如此说来，这次的考核最终只有9位弟子能够进入下一回合。”问天机点头道：“可以这么认为，即便有更多的弟子找到此地，可阵眼却是只有9个。”问天机大手一扬，掌心中的剑牌急急飞出，射入一道阵眼之中。眼见二人都已经激活了属于自己的方位阵眼，沈七也不甘落后，掏出剑牌打入一道剑气后，朝着阵眼中的剑匣扔去。三人静静等着。很快，陆续有人到来，在这些身影当中，沈七意外地看到魏青言。魏青言一眼便瞧见沈七，一个瞬移来到他身边，笑盈盈地同他打招呼：“沈师兄，想不到你这么早就到了。”沈七笑道：“我也很惊讶，魏师妹，你居然真的凑齐了地图，找到了入口。”魏青言白眼一翻，气鼓鼓道：“师兄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沈七讪笑一声，算是默认了。魏青言忽问：“师兄，既然你一早就来到这了，为什么不传送到神剑那里去？”沈七无奈地耸耸肩，遂将9区藏剑大阵的相关之事告知魏青言。沈七苦笑道：“现在加上你，只剩有2个方位的阵眼没有激活，我们还得再等等。”魏青言一声惊呼：“啊！依师兄所说，那我得赶紧先把一个名额占了再说。”沈七似笑非笑道：“可惜你来的还是太晚了，南方炎天之位已经被人占了。”说罢，沈七指了指身后不远处的一位正在闭目养神的弟子，那是一位光头少年，脸上有一道尺余长的伤疤，看着十分瘆人。闻言，魏青言一愣，忙问：“师兄，那我该怎么办？”沈七撇嘴道：“还能咋办？原地等着呗。待着考核时间一过，等着剑牌传送出去。”魏青言又是一道白眼，急问：“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沈七笑道：“当然有，只要你能够杀了他，便可以抢走被他占据的阵眼。”魏青言二话不说，扭头就朝着那位弟子走去。见状，沈七忙一把将他拉住。魏青言顿住，不解道：“师兄，又怎么了？”沈七摇头道：“那人修为已是元婴中期，实力远强于你，你打不过他，要不还是算了吧。”魏青言摇摇头，不服气道：“我还没打呢，师兄可别这么瞧不起人，谁输谁赢犹未可知。”沈七反问：“师妹若是输了，只怕会丢了性命，怎么，你不怕？”魏青言轻笑一声：“师兄放心便是，我不会输。”闻言，沈七苦笑一声，也不再劝。很快，魏青言就与那光头少年展开了战斗。沈七正准备看看二人之间的打斗，却见一道身影瞬移而来，拦在自己身前。来人是一精瘦男子，一脸阴郁之色，修为倒是不凡，肆无忌惮地散发着元婴后期的威压，气势汹汹直逼沈七。男子两眼死死盯着沈七，恶狠狠道：“你就是北方玄天卫沈七？”沈七点点头，不耐烦道：“有事。”精瘦男子一脸玩味，命令道：“让出玄天卫，不然就死。”沈七冷冷看着对方，片刻后，沈七脸上浮现一抹灿烂的笑。沈七负手而立，冷笑出声：“打败我，北方玄天卫自然就是你的，别怪我不给你机会，沈某让你先出手。”精瘦男子脸色一沉，讥笑道：“区区元婴初期，竟敢如此目中无人！也罢，我就替你家长辈教训1、2，好让你知道什么叫尊重前辈。”沈七冷笑连连，看着对方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死人一般。少年腾空而起，一团剑气在他掌心升起，剑气之中弥漫着雷电之光。少年掌心频频消出，大喝一声：“受死吧！”剑气呼啸而来，直击沈七面门。沈七掌心金光凌厉涌动，一剑挥出，砰的一声，雷电剑气炸开。精瘦男子啊的一声惨叫，叫声异常凄惨。男子重重摔落在地，口鼻鲜血喷出，七窍符现出一道道裂痕。落地时，身躯又被一道金光之力弹回半空，接着砰的一声，整个身躯爆炸，化作漫天血雾，飘散四周。一块剑牌飞入沈七手中，沈七掌心一凝，剑牌灰飞烟灭。沈七目光看向魏青言那边，而他那边的战斗也快要结束了。令沈七略感意外的是，魏青言居然重伤了那光头少年。虽然他自己看起来也受了点轻伤，但是上流有余力，可光头少年却是已经彻底没了动弹之力。与此同时，最后2个方位的考核弟子也顺利来到此间。
随着9处阵眼的激活，传送入口彻底打开。只见大阵中心处一道剑光射向沈七，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沈七消失在了原地。片刻后，待到剑光散去时，沈七这才恢复意识，缓缓睁眼。在他身旁横七竖八的躺着其他几人，不过沈七没有看到问天机。目光扫过四周，沈七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传送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空间。沈七神色微变，魂念探查了下，自己修为并无异常。沈七起身警惕地打量着周围，眼前的景象好似一方幽深的仙谷，阵阵云雾缭绕，散发出一抹神秘的气息。这时忽听右前方传来阵阵剑气的破空声，沈七毫不犹豫瞬移而去。约莫盏茶功夫，沈七来到一座巨大的石台边缘处。这石台约莫100丈方圆，就像一个露天的广场。在石台中心处，一柄古朴的长剑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中，潜藏着毁天灭地的气息。沈七这才发现问天机早已立于石台之上，他距离长剑不过10步之遥。沈七跳上石台，缓缓上前。问天机回头看了他一眼，笑道：“沈道友，你又慢了一步。”沈七撇撇嘴，懒得搭理他。看着近在咫尺的长剑，沈七自顾道：“难道这柄长剑就是传说中的天剑宗祖师的佩剑？”问天机点点头，叹道：“没错，这就是天剑宗祖师的擒龙剑。”沈七扫了他一眼，打趣道：“道友，你不是吹嘘自己能推演世间万物吗？那你现在帮我算一算，这把剑到底有没有剑灵？”问天机笃定道：“当然有，而且我已经唤醒了剑灵。”噗嗤，沈七没忍住，捂着肚子大笑：“沈道友，你不信我？”沈七白了他一眼，径直朝神剑走去。刚踏出一步，沈七顿住，回头看向问天机，好奇问道：“你为何不上前取剑？”问天机摇头道：“10步就是我的极限，再往前有一道无形禁制气墙挡着我。”沈七听得云里雾里，前后踏出2步，一脸疑惑地看向问天机，讥笑道：“哪来的禁制？你没毛病吧？”问天机不紧不慢道：“这禁制乃是剑灵自主设下，它会自动筛选并隔绝闯入之人。”沈七冷笑道：“那我怎么没事？”说罢，沈七又朝前踏出一步。问天机轻笑出声：“因为你是剑灵选中的人。”沈七直翻白眼，看向问天机的目光仿佛在看一个老神棍。问天机也不在意，笑意不减道：“非但是我们9个人当中，只有你能接近神剑3步之内，我能接近10步已经很不错了，其他人甚至都上不了这石台。”沈七一脸狐疑道：“这又是你推演出来的？”问天机点头道：“当然。”正说着，剩下的7个人接二连三飞身而至，落在石台边缘处。沈七当即望向魏青言，招手示意道：“魏师妹，你上来。”魏青言正欲飞上石台，却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他推落下去。魏青言反复尝试了3、4次，始终无法踏足石台。魏青言沮丧地看向沈七，摇头道：“师兄，不知为何我上不去，好像有什么禁制阻挡着我。”闻言，沈七一愣，难道问天机这神棍说的都是真的？其他人也开始陆续尝试，毫不意外的是，没有一个人能登上石台。见状，问天机得意一笑：“沈道友，你现在是否还觉得我的话乃是无稽之谈？”沈七瞥了他一眼，默不作声。良久，沈七忽问：“你刚刚说你已经唤醒了剑灵，不知是如何做到的？”问天机笑道：“很简单，你对着神剑打出一道剑气即可。如果剑灵愿意搭理你，那么神剑就会释放一丝剑道灵韵反馈于你。这一丝灵韵可不简单，有机会让你的剑意进化成剑士。”沈七又问：“你得了剑道灵韵？”问天机莫名一笑：“当然，等我炼化这一丝灵韵后，突破化神指日可待。”说罢，问天机轻弹响指，一抹耀眼的七彩光芒漂浮在他的指尖。沈七看着那一抹七彩光芒，心中倒是生出了一丝火热。石台下的7人在听到问天机的话后，争先恐后打出一道剑气，剑气呼啸而出，射向石台中心上方漂浮着的长剑。遗憾的是，7人中只有魏青言打出的剑气顺利没入剑身之中，另外6人发出的剑气在接触到长剑的刹那间消散无形。紧接着，一道七彩光芒从剑身中缓缓飘出，飞向魏青言，钻入他的灵海之中。台下等人一脸艳羡地望着魏青言，目光连连闪烁不止。沈七缓缓走到长剑前方，静静注视着剑身。片刻后，沈七心念一动，扬手打出一道剑气，剑气也是顺利地涌入剑身当中。正当沈七美滋滋地等着剑道灵韵飞出时，哪曾想长剑忽然爆发出耀眼无比的七彩光芒，光芒将沈七身影彻底覆盖，化作流光一闪，瞬间消失在石台之上。
沈七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意识停顿。下一刻，沈七就发现自己陷入到一片无边无际的七彩光芒的空间里。君上，您终于来了，我等您很久了。一道清脆且稚嫩的声音在沈七耳边响起，声音带着激动与不可置信。沈七一声冷喝：“谁？”“君上，您这是失忆了吗？”沈七看不到任何身影，听着耳边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只觉得云山雾罩。沈七掌心金光一闪，一道金色剑气朝着眼前的七彩光芒劈去，无尽光芒瞬间散去，沈七又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又是一阵稚嫩的笑声响起，看来烛照前辈已经先一步找到了君上。沈七无奈道：“你究竟是谁？能不能现身？我们面对面交流，岂不是更好？”“好吧，既然君上要彩将现身，那彩将现在就出来吧。”只见黑暗的空间再次被七彩光芒充斥着，一道流光划过沈七眼前。沈七凝神看着身前突然出现的身影，这才发现是一个小女孩，约莫13、14岁左右。小女孩笑盈盈地看着沈七，她的身体散发着耀眼的七彩光芒。沈七小心试探道：“小姑娘，你是？”小女孩蹙眉道：“君上，我是彩将啊，您真的不记得我了吗？”沈七摇了摇头，看着小女孩精致的脸蛋，沈七忍不住想掐一掐，终究还是憋住了冲动。沈七不解道：“小姑娘，你认识我？”小女孩点点头。沈七茫然道：“可是我不认识你。”小女孩上下打量了一下沈七，恍然道：“看来君上的记忆被封印了，彩将曾经是您的贱奴啊。”沈七一脸疑惑，皱眉道：“贱奴？你说的我听不懂。”彩将自顾道：“10万年前那一战，君上您身负重伤，被迫冰结转世。您如今只是转世之身，他日君上您修为恢复时，自然就明白一切。”沈七神色古怪地盯着小女孩，良久，沈七忽问：“小姑娘，你该不会就是那青龙剑的剑灵吧？”彩将点点头，又摇摇头。沈七一愣，哑然失笑道：“你这点头又摇头的，到底是不是呢？”彩将笑道：“彩将确实是剑灵，但不是青龙剑的剑灵。当初我真身被毁，苟延残喘之下，只得寄居在这青龙剑中。”沈七越听越迷糊，忍不住又问：“你不是天剑宗祖师以自身精血饲而生的吗？”彩将摇头道：“大战之后，我重伤逃命，无意中来到了赤霞界。生死之际，我与剑寻真达成协议，剑寻真将我封存在青龙剑中，以精血助我疗伤。作为条件，我将自身一半的剑道灵韵赠予了他。”沈七若有所思道：“彩将姑娘，你是说这柄剑的主人叫剑寻真？”彩将点点头。沈七心中有了大概猜测，遂问：“彩将姑娘，你将其他人挡在外面，这么说你是准备认我为主了？”彩将点头道：“当然了，君上您本就是彩将的主人。当您来到剑冢的那一刻，彩将就察觉到了君上的气息。”沈七激动道：“虽然我不记得彩将姑娘说的往事，但是现在能得到你的认可，我还是很开心的。沈某定不让姑娘失望，今后与你一起纵横9色天。”闻言，彩将小手一扬，沈七的身体自动漂浮到半空中。与此同时，沈七灵海内的剑鹰自动飞出，在剑鹰表面缓缓冒出一阵阵七彩的剑气波动，剑气缭绕在剑鹰四周，渐渐形成了一把利剑的雏形。与此同时，彩将的身子慢慢消散，化作一道耀眼无比的七彩光芒。七彩光芒急速变换，包裹住那利剑雏形后，瞬间钻入剑鹰体内。待到七彩光芒消散，沈七的剑鹰再度发生变化，之前虚握的左手中赫然握着一把七彩利剑。如今剑鹰左手拿着七彩神剑，右手则拿着七绝剑阵图，着实威风凛凛。剑鹰十分欢快地围着沈七旋转了一圈，而后如流光一闪，飞回灵海之中。沈七还没来得及感受修为变化，只觉得大脑忽然又是一阵天旋地转。在睁眼时，沈七重新回到石台之上。当问天机等人看到沈七身影再出现时，目光不约而同地望着他。沈七还没来得及开口，只见身前漂浮的那柄青龙剑自动飞入他的掌心。见到这一幕，除了问天机之外，其他人皆是露出一抹震惊之色。魏青言正欲开口，忽见其身后那位身背重剑的男子一个踉跄，男子身后的重剑自动飞向石台，直直插在石台之上。重剑散发一丝惊惧气息，剑身不停地颤动着，发出嗡嗡的剑鸣声。不过瞬息之间，重剑便彻底碎裂。下一刻，地心之中漂浮的漫天的剑匣也开始莫名的震动不止。剑匣表面的气流无声无息的消散，剑匣一个个仿似被点燃的鞭炮，砰砰砰的爆炸声经久不息。剑匣内的宝剑犹如惊弓之鸟，胡乱逃窜。没有意外的是，这些宝剑仅仅坚持数息，便统统摔落在地上，尽数崩碎。异象不仅仅是发生在剑种的心中，
就连此刻的数剑城以及天剑山，一柄柄长剑冲破储物界，自动飞向虚空之中。龟真崖顶，剑无双正在认真给自己的宝剑擦拭着，忽然手中长剑不受控制冲天而起，没入虚空之中。紧接着，天剑宗弟子的宝剑无一例外全部飞向高空，遮天蔽日的剑影传出阵阵惊恐的嗡鸣声。就在这些宝剑即将崩碎之际，剑无双双手连连掐诀，一道道复杂的手印飘向虚空。剑无双口中念念有词，起！一座玄奥无比的阵法随之打开，将整个天剑山笼罩其中。大阵启动之后，高空中的宝剑渐渐停止震动，陆续跌落。剑无双沉思道：这是万剑朝圣，难道是剑灵择主了？说罢，剑无双并指一划，一道空间裂缝在他身前浮现。剑无双身形一动，身影瞬间没入虚空裂缝之中。呼吸之间，剑无双便来到了广场上。4位长老正要上前报告，剑无双大手一扬，命令道：“4位长老速回城门阵心处，即刻开启数剑城的藏剑阵。”4人连忙领命，施展大挪移神通，朝着各自城门赶去。剑无双虚空一点，再次施展出一道剑气，试图聚拢高空中失控的长剑。岂料剑气还未笼罩长剑，又是一阵砰砰砰的爆炸声，漫天剑影消散开来。剑无双神色一变，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万千影像镜。石台上，沈七静紧握着擒龙剑，忽然他的体内莫名涌现出无尽的剑气，剑气盘旋在他周身，翻涌不停。待到剑气稳定之时，沈七手中长剑一颤，剑身冒起了金光，擒龙剑莫名开始颤动，剑鸣声不断。下一刻，一缕金色剑气从沈七体内幻化而出，包裹住擒龙剑，漂浮在半空中。接着，一缕剑气划破沈七指尖，一滴金血落在擒龙剑上。金色剑气好似得到了某种命令，不断涌入剑身之中。耀眼无比的七彩光芒随之而起，擒龙剑也发出一声欢快的轻鸣，似乎带着些许激动的情绪在内。金色剑气不要命似的从沈七体内全部涌出，包裹住长剑，不断淬炼着。片刻后，金色剑气终于消散，沈七手中的擒龙剑散发一抹摄人心魄的气息。沈七大手一张，擒龙剑直接飞回手中。沈七魂海中莫名幻化出了一本剑诀，沈七顺势闭上双眼，照着剑诀在虚空中挥舞起来。沈七身上的气势变得愈发锐利，手中的擒龙剑散发着幽幽光芒。石台下的魏青言看了一眼沈七手中的剑，只觉得一阵心悸。一瞬间，魏青言感觉此剑似乎能斩灭世间万物。又过去了一炷香的功夫，沈七的动作终于是慢慢停了下来。沈七看向手中擒龙剑，这一刻他已经彻底蜕变，成为一名真正的剑修。当沈七等人被传送回到广场上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众人目光仿佛在看怪物一般，大家相互交头接耳，议论的声音响彻整个广场。有人惊道：“就是他，剑灵选择的人就是他。这位少年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从来没听过？”有人答道：“我知道，他是七绝门弟子，出身玄天州极北之地，名叫沈七。当日报名登记的时候，我和他一起领取的剑牌。”又有人问：“七绝门，就是那个被炼神前辈随手灭掉的破落小宗门？那他怎么还活着？难道说七绝门的金光异象就是此人引发的？”有人分析道：“十有八九，肯定是他。此子机缘深厚，气运加深，肯定有什么奇遇。其天赋之高，手段之恐怖，简直恐怖至极。”有人羡慕道：“此子夺得擒龙剑，一举成为剑无双前辈的亲传弟子，从此仙路无忧了。”有人反驳道：“这却不一定呢。所谓树大招风，眼下此子出尽风头，只怕有人想要除之而后快。要知道，在剑冢地心，他可是杀人无数，那些都是东荒九州各大门派的核心弟子。大伙各有各的说法，一时众说纷纭，聊得热火朝天。”沈七静静地站在广场上等待着，对于别人所说的那些话，沈七充耳不闻。剑无双缓缓走到沈七身前，一脸笑意地打量着沈七。沈七见他走近身边，连忙拜拳行礼，躬声道：“晚辈沈七见过宗主。”剑无双赞道：“沈七，你这次考核完成的非常出色，我很意外，也很满意。”沈七谦虚道：“宗主过奖。”剑无双笑道：“我在考核之前定下规矩，能让剑灵认主者，我会收为亲传弟子。沈七，现在我问你，你是否愿意拜我为师？”沈七沉思一二，直接单膝跪地，俯首行礼道：“弟子沈七见过师尊。”剑无双放声大笑：“好，徒儿快请起！想不到我剑无双此生还能再收一位家徒，妙哉！”剑无双拉着沈七来到广场中央处，正要向广场上众人宣布这一喜讯，忽见虚空中传出阵阵灵力波动，
紧接着，一道身影从空间裂缝中一步踏出，来人正是青霄剑宫掌门人许鹏。剑无双望着突然出现的许鹏，脸上的笑容渐渐冷了下来。剑无双不冷不热道：“许掌门，你不远万里来我术剑城，本宗很是欢迎。可是你莫要忘了我天剑宗定下的规矩。”许鹏好似没有听到剑无双的话一般，两眼死死地盯着沈七，杀意盎然。剑无双面色一沉，不悦道：“许掌门，你这是何意？”许鹏冷笑一声，开门见山道：“剑无双，我的独子许直来参加你天剑宗的考核，天剑宗竟然眼睁睁看着他被人杀害，对于这事，你不该给我一个说法吗？”剑无双轻笑一声，淡淡道：“既然要来参加考核，就得拿出真正本事。你宝贝儿子学艺未精，乃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剑无双，你现在对我说这话，不觉得太刻薄了吗？”剑无双冷眼相看，不再吭声。许鹏一身麻袍，蓦地无风自扬，他的口中开始传出一阵阴冷的笑。那笑声传入耳中，沈七只觉得毛骨悚然，心神都开始有些莫名惊颤。剑无双神色不变，冷冷望着许鹏。许鹏的笑声却越来越阴冷，仿佛万丈悬崖下的千年寒冰一般动彻心扉。沈七眉间隐隐浮现一丝寒霜。广场上的其他弟子，有人莫名被冻成冰雕。剑无双两眼一冷，身形突然消失，呼吸之间就出现在许鹏身前1丈左右。剑无双掌心剑气弥漫，一把由剑气幻化的长剑抵在许鹏喉间。许鹏额头冷汗滴落，惊慌之中身形连连瞬移变换，但剑无双气定神闲般的挥出一道又一道的剑气，剑气始终停在许鹏喉间。剑无双冷冷地看着许鹏，没有其他动作，这是他最后的警告。许鹏望着剑无双，他第一次感到陨灭的气息，第一次真正感到恐惧。许鹏体内灵力翻涌而出，撑起一道浑厚的灵力屏障，护住自身。可许鹏的灵力仍然挡不住剑无双的剑气，剑尖在一点一点刺入他的咽喉。许鹏身形终于不再退避，袖袍一挥，一道反手打出一道炽热的剑气，剑气相撞，砰的一声，双双炸开。许鹏身形急速变换，剑无双如影随形，始终停在他身前1丈位置。许鹏忽地顿住，目光冷冷盯住剑无双，阴冷的笑声戛然而止。剑无双淡淡道：“许鹏，这里不是青霄山，你没资格在本宗面前撒野。”说罢，剑无双背身而过，目光不再理会许鹏一眼。许鹏脸色瞬间黑下来，心口一下一下起伏着。许鹏横行东荒300年，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而且剑无双还是一个后起之辈。但许鹏到底没敢发作，他心知肚明，剑无双的修为远强于自己，若是真的动手，许鹏只怕撑不过100招。剑无双重新领着沈七走向高台，正当众人以为冲突即将落下帷幕时，岂料虚空中再次传出一阵灵力波动。众人又见虚空中打开了一道空间裂缝，一道身影从中飞出，杀气腾腾地扑向沈七。来人正是紫禅剑宫掌门吕光，他的宝贝儿子吕云因为算计魏青言，最后死在了沈七手里。吕光面色扭曲，恨声高呼道：“狂妄小辈，竟敢伤我性命！老夫今日定要将你挫骨扬灰，去死吧！”连2连3出现这种情况，剑无双面色一寒，彻底怒了，一把将沈七护到身后。剑无双大手一扬，一柄长剑在他手中幻化而出，长剑一划，剑势犹如9天银河倾泻而下，剑势横扫而出，天地间似乎开始黯然失色，空气中弥漫着剑势交织的光芒。砰的一声，吕光整个从半空中重重地摔落在地，他体内的灵力瞬间崩溃。噗！一大口鲜血喷出，吕光面色瞬间暗淡，神色惊恐地望着剑无双。见到奥义的力量。剑无双，你不是炼神大圆满，你究竟何时晋升到了还虚境？闻言，一旁的许鹏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内心惊惧之色更甚。许鹏实在难以想象，剑无双比自己年轻了200多岁，修为居然已经达到了还虚期。剑无双冷冷扫了吕光一眼，浓浓不屑。片刻后，剑无双收回长剑，冷冷道：“沈七如今是我的弟子，你们想动他，需要先问过我手中的剑。如果你们想要报仇，半年后的东荒大比，再来见分晓吧。2位慢走，本宗不送。”许鹏与吕光2人对视一眼，眼中阴晴之色闪烁不停。沉默几息后，2人打开空间裂缝通道，迅速遁去。2人走后，剑无双命人取来天剑宗的令牌服饰，并分发了一系列的奖赏。紧接着，剑无双向众人介绍起沈七，传达的意思也很简单：沈七现在是他的宝贝爱徒，东荒9州的宗门长辈不能以考核之事为借口对付于他。正当表彰大会如火如荼的进行时，广场高空中天色忽然阴暗了下来，虚空之中阵阵灵力涌动，毁灭的气息仿佛要将广场掀翻。广场上众人热闹的气氛戛然而止，
所有人神色当即变得古怪。沈七露出一丝冷笑，居然有人贼心不死，还敢过来捣乱。看来刚刚剑无双那一剑的震慑效果还不够，有些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作为玄天州第一大宗门的掌门，能撑起玄天州一片天剑无双的手段之狠辣，行事之果决，可远比外人想象中要厉害得多。剑无双站在广场中央，一脸阴沉地望着灵力波动的方向。两道身影从虚空之中幻化而出，来人目光迎上剑无双，脸上的笑容耐人寻味。二人一身白袍，干净的不染一丝尘埃。在他们左肩处刻印着书院二字，领头的是一中年男子，气质看上去和剑无双很相似，神色清冷。男子踏空而来，二话不说朝着沈七径直一抓。剑无双双目一寒，剑无双一道剑势飞出，直斩男子虚空抓握的右掌。莫书行，当着本宗的面动本宗的徒弟，你也太不把本宗当回事了。中年男子面色微变，掌心一翻，又一道灵力拍向斩来的剑势。剑势徐徐消散，剑无双冷冷盯着对方，也没有再出手。这时广场四周四道身影蓦地飞出，正是四位长老。四位长老俱是炼神境高手，四人配合之下，合围的灵力化作恐怖的杀意气浪，气势汹汹地朝着中年男子围杀而去。中年男子冷笑连连道：银烛之光也敢同日月争辉，破！男子冷哼一声，身上气势猛然浑厚了10倍，抬手之间便是一掌轰向了四位长老。男子掌劲之中蕴含着一缕凌厉无匹的剑势，剑势如摧枯拉朽一般，正面横推向天剑宗四位长老。随之砰的一声惊天巨响，四位炼神境的长老同时口吐鲜血，四人被剑势狠狠震飞，重重摔在地上。仅仅一掌便击败四位炼神境修士，中年男子果然恐怖如斯。四位长老落地之时，许多来不及避让的弟子直接被撞成重伤，昏死过去。广场石板碎裂开来，巨响声中灰沙乱石漫天飞扬，广场上的诸多弟子瞬间大乱，一片喧哗，很多人脸色大变，仓皇逃窜。倒地的四位长老眼中闪过一抹惊恐之色，目光狐疑地望向剑无双。剑无双神色不变，清冷道：莫书行，你不在太医书院好好教书，来我天剑宗无辜伤人，是何意思？原来这突然出现的中年男子叫莫书行，乃是太医书院的院手。莫书行盯着剑无双，似笑非笑道：剑无双，想不到200年的时间，当初那个在书院的懵懂少年，赫然成长为了还虚静的一方巨擘，真是可喜可贺。剑无双冷笑一声道：倒要感谢你莫书行，一切拜你所赐。直到此刻，广场上的众人才在正面看清了莫书行的面貌。当大家看到二人左肩上的2个金色小字时，广场上的人瞬间炸开了锅。我的天，他们是太医书院的人！广场上有人曾游历中州，见识过太医书院弟子的服饰，此刻忍不住失声惊呼：太医书院？这怎么可能？书院距离玄天州数百万里，他们怎么会突然跑过来？你们没听到剑无双宗主所讲吗？二人就是太医书院的弟子，看起来他们似乎还有过节呢。太医书院之名在赤霞界就是圣地一般的存在，所有人听到书院的名字时都会下意识地带着仰望的神情。良久，莫书行开门见山道：剑无双，愿主命我等前来天剑宗，乃是要我将此子带回中州。说罢，莫书行一指剑无双身后的沈七。剑无双冷声道：如果本宗不同意呢？莫书行冷哼道：此子天赋异禀，留在东荒只是浪费他的天赋，你教不了他。剑无双嗤笑道：能不能教，你莫书行说了不算。莫书行冷然道：如果我今日非要带走他呢？剑无双大手一张，长剑幻化而出，冷眼盯着莫书行。剑无双冷笑连连道：莫书行，你尽管出手试试，正好本宗也想拿你来练练剑，看看你与200年前的莫书行究竟有多少长进。莫书行一步踏出，周身气势轰然展开，在其恐怖的威压下，沈七顿感吃力无比。沈七的面色变得些许通红，呼吸十分不畅，整个人像是失足溺水的孩童。就在沈七即将承受不住时，剑无双一声冷哼，无形的威压瞬间消散。剑无双身形连续变换，手中长剑急速挥舞，一道道凌厉的剑势急射而出，密不透风的剑光将莫书行彻底笼罩住。时期不到，只听砰的一声，莫书行的身影倒卷飞退而去，他手中握着的一指残叶顿时碎裂开来。莫书行衣衫凌乱，呼吸变得急促，脸色也苍白了3分。剑无双冷声一笑道：莫书行，看来这200年的时间，你不过是在虚度光阴而已。莫书行寒声道：剑无双，即便你今日拦住了我，也改变不了此子的结局。对太医书院来说，你根本无可奈何，书院永远是一座你翻不过去的大山，它的恐怖你此生只能仰望。
剑无双冷笑不止，冷嘲道：“莫书行，我不管你太乙书院势力有多大，也不管你身份有多贵重，但这里是我东荒玄天州天剑宗，不是中州太乙书院。我天剑宗之事，轮不到你太乙书院插手。”噗！听到剑无双嘲讽的话语，莫书行气急攻心，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莫书行神色阴冷地盯着剑无双，发出一声冷笑，恶狠狠道：“剑无双，此子身上的种种隐秘，当中牵连甚大，你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他日院主大人亲临，便是你天剑宗覆灭之时。”剑无双不以为意道：“那就等陆天一亲自来天剑宗，让他当面再来与我说。”莫书行还欲开口，剑无双眼中寒光一闪，冷然道：“10息之内，速速滚出本宗术剑城，否则定叫你魂飞魄散。”闻言，莫书行心神一颤，不敢作声。同房之人默默搀扶着他，急急遁入虚空，逃命而去玄天州天剑山。这里是天剑宗的大本营，1个月前在剑种通过考核的9位弟子，如今成为内门弟子，而问天机与魏青言2人则是成为了核心弟子。在天剑宗，只有成为内门弟子后，才有资格再问剑台修炼。眼下，问天机、魏青言2人就端坐于灌剑台上，静静感受阵法当中的剑势之奥义。转眼间，沈七来到天剑山，已有月余。归真崖顶，剑无双负手而立，沈七静静站在他身后，等他指示。良久，剑无双悠悠开口：“沈七，近来你可有所感悟？”沈七点头道：“自师尊赐夏天琼9剑的剑诀后，徒儿这段时间一直勤加苦练，已是小有所成。只是我天资欠佳，有些地方还不太明白。”剑无双点点头，满意道：“你有疑惑，正说明你有所得。修士的悟性乃是修行的关键因素，你先与我演示一遍，当中不解之处，我再与你细说。”沈七也不客气，手中擒龙剑缓缓舞了起来，而剑无双则在一旁耐心指导，纠正其不足之处。待到练剑过后，剑无双忽问：“沈七，你知不知道我今日唤你来，所为何事？”沈七摇头道：“徒儿不知，还请师尊明示。”剑无双又问：“你可知3年一度的东荒9州大比？”沈七摇摇头：“以前的7绝门只是偏居一隅的不入流小门派，门中弟子根本上不了台面，哪有资格接触什么9州大比？”剑无双再问：“你可曾听过菩提果？”沈七又摇摇头。剑无双解释道：“在君天州与玄天州的交界处，有一座上古禁地，在禁地之中生长着一棵菩提树，菩提树历经10年开花，10年结果后才能够孕育出20颗菩提果。”沈七好奇道：“师尊，这菩提果可是什么天材地宝？”剑无双点头道：“自然，以菩提果炼制的菩提丹，筑基大圆满修士服用，凝结金丹的几率提升9成；金丹大圆满修士服用，凝练元婴的几率提升7成；元婴大圆满修士服用，提升魂念与灵石进化成神魂与神识的几率也能达到5成之多。”闻言，沈七愣住。沈七狐疑道：“师尊，这菩提果当真这般奇异？”剑无双笃定道：“当然，不仅如此，菩提果还有驱毒功效，直接服用能解百毒。而且……”剑无双话音一顿，而后神色严肃，一字一句缓缓吐出：“最重要的一点是，菩提果中蕴含一丝天道本源，这天道本源才是炼神境以及还虚境修士梦寐以求的东西。”沈七疑惑道：“天道本源？师尊不知这有什么用？”剑无双眼中之中浮现一抹火热，叹道：“天道本源乃是天地规则孕育而出，乃是大道的力量。若是我能炼化菩提果中的天道本源，他日羽化飞升之时，便能无伤抵消天劫，天道也不会对我降下天罚之劫。”沈七一脸震惊之色，如此逆天功效，这菩提果也太变态了吧！见他如此神色，剑无双也是见怪不怪，一脸莫名的笑，语重心长道：“徒儿你要知道，因为禁地中天地秩序之力的存在，炼神境以及之上的修士无法进入禁地，若不然，这菩提树早被9州的顶尖大能们给瓜分干净了。”沈七恍然，眼中闪过一缕炽热的光芒。见他如此，剑无双循循善诱道：“徒儿，如此宝贝，你是否也心动了？”沈七却问：“敢问师尊，这菩提果与您刚刚说的9州大比有何关系？”剑无双笑道：“自然是有关系，如此神物，定然不会让某一方宗门独吞。在东荒9州各大顶尖势力的制衡谈判之下，我们相互做出了约定。”沈七又问：“什么约定？”剑无双道：“东荒9州所有的一流宗门各自挑选出自家最优秀的弟子，共同举行9州大比，按照最后的成绩来分配菩提果。而这一次的9州大比就在5个月后。”沈七再问：“师尊，不知这大比的规则是？”剑无双道：“
大比共分为4组，筑基期、金丹期、元婴期、化神期共分4组，每个宗门能派遣4位弟子，每个境界只能派出1名弟子。无论哪一组夺魁，宗门都能得2颗菩提果，而第2名也能获得1颗菩提果。沈七忙问：不知参加大比的弟子大概有多少？剑无双道：你可知东荒9州之中，一方宗门只有在拥有了炼神进修士后，才能称之为一流势力，而9州大比的前提条件就是一流势力的宗门才能参加大比。据不完全统计，东荒9州的一流势力足有上千之多。沈七道：如此说来，每一组参加大比的弟子人数岂不是上千？若是这样，大比如何裁定比赛排名呢？剑无双道：大比分为3轮，第1轮是100人混战，先淘汰一半，第2轮是车轮战，再淘汰一半，最后1轮则是排位战，只定前10名。需要注意的是，3轮大比不限死战。闻言，沈七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如此残酷的淘汰制度，想要争胜何其艰难。剑无双道：徒儿不必担忧，以你的实力，即便不能登顶，自保绝无问题。沈七强笑一声，不确定道：师尊，那您的意思是？剑无双轻笑一声：9州之中，我们玄天州底蕴最弱，弟子的实力略逊一筹。上一届我天剑宗派出的4位弟子全部折戟沉沙，这一届大比，我想派你去参加大比。你的实力在元婴中鲜有敌手，这次我相信我天剑宗保底能获得1颗菩提果。如果你能斩获第1，我也会为你发放丰厚的奖励，绝不比菩提果差。沈七道：师尊过奖了，弟子修为终究是低了些，您为何不派遣元婴大圆满的师兄前去参加大比，或许几率更高一些？剑无双摇头道：修为高不代表战力高，你在剑种中的表现我从头到尾看过了，你掌握的神通的确不凡，想必你定有奇遇，以你的战力，在元婴境这一组，能与你平分秋色者，只怕不足1手之数。沈七俯首道：承蒙师尊抬爱，弟子定当竭尽全力。剑无双哈哈一笑：好，徒儿有如此气魄，我心甚慰。接下来的时间也不要到处乱跑了，就在龟真崖安心修炼，大比之事我差人替你办好。吩咐完相关之事，剑无双飘然而去。大比之事很快传得沸沸扬扬，而因为剑无双安排沈七参加大比，引得一些元婴后期及元婴大圆满弟子的嫉妒，有些弟子开始找上沈七，试图向沈七施加压力，令他主动退出9州大比。这一日，沈七立于陈妙善洞府门前，轻声呼唤着。自从沈七通过考核，成为剑无双亲传弟子以后，陈妙善也默默跟着加入天剑宗，成为外门的一位客卿长老。可是陈妙善依旧躲着沈七，他始终放下心中的芥蒂，不知该如何面对沈七。沈七却是毫不气馁，每日修炼完毕后，就跑到陈妙善洞府门口，对着洞府大门轻声诉说着自己的浓浓的情感。而洞府之中的陈妙善倚着大门，泪流满面，他内心在挣扎着，他很想打开洞府大门，将沈七拉进去，狠狠地抱住沈七。可是陈妙善没有这个勇气，他始终不敢跨出这一步。正当沈七柔情满满的诉说衷肠时，一抹冲天而起的磅礴剑光，蕴含着无上威压，朝着沈七直斩而来。即便沈七是元婴境的强者，此刻突然面对这惊人剑光，也有些措手不及。当剑光乍现的瞬间，洞府100丈外的方圆4周已经飞出了数不清的天剑宗弟子，弟子们大都聚集在山脉之间，远远围观，也没有贸然上前，低声议论着。众人都在等着看好戏，沈七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沈七身子一闪，十分惊险地瞬移躲开那一道剑光。沈七目光朝着前方一瞥，看到一名身穿天剑宗亲传服式的元婴大圆满弟子，此人手握长剑，由高空俯冲而下。此人目光犀利无比地扫视着沈七，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忿之色。沈七冷笑：我不去惹麻烦，什么臭鱼烂虾都以为自己好欺负吗？沈七抬头冷眼盯着对方，当看清楚挥剑之人时，围观弟子中爆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叫声。是田彪。田彪乃是天书峰首席大弟子，据说他5年前早就达到了元婴巅峰大圆满的修为，只差一步就能踏入化神境，号称化神境下无敌手。凌厉的破空声响起，又有2名气度不凡的俊朗青年落在了沈70丈外的附近，2人乃是天罡峰的首席大弟子秦阳，天威峰的首席大弟子方墨。2人俱是假神境修士，仅差一步便能晋升化神初期。天剑山座下108峰各有1名首席弟子，亲传弟子中有一道天榜，2人排名分别位列第34与第39，而田彪则是位列第41。在剑光的照耀下，2人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光泽，无形中散发的假神境威压，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更是显得卓尔不群，围观弟子无不侧目。沈七暗道：
这些人就是天榜弟子吗？实力倒也确实不错。三人周身上下灵力如汪洋大海般肆意翻涌，厚重凝练的修为沐浴在这剑光之下，宛若炙热的太阳。那田彪剑光中蕴含的灵力剑意，另外二人靠得如此之近，依旧从容自若，不用想都是有着应对剑意的手段。沈七冷笑一声，不知道这几人面对自己的剑意是否还能如此淡定呢？沈七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他融合的七绝剑意已达心随意动的完美之境。七绝剑意在生死之中经历不断磨练，又有金光之力和七绝剑阵图的加持，远非寻常的剑修所能比拟。田彪举剑停在沈七身前，阴冷道：“你就是沈七，宗主新收的亲传弟子。”沈七点点头。田彪长剑一横，开门见山道：“你主动退出九州大比，田某饶你一命，如若不然，死！”沈七冷笑连连，旋即漫步而出，瞬移连连变换，身上金光闪烁，速度奇快无比。眨眼之间，沈七来到田彪身后，随手一道剑气挥出。沈七出手的瞬间，就有好些目光落在田彪身上。田彪见沈七出手，脸色顿时一变，立马阴沉似水。沈七，你简直在找死！他原以为沈七在听到自己的喝令后会乖乖地交出名额，哪曾想一个新进的弟子居然二话不说，直接对自己动手。对于剑无双力排众议让沈七参加九州大比的决定，元婴期修为的亲传弟子大都感到十分不满。对沈七靠关系走后门的行为，元婴弟子大都是心怀成见，奈何剑无双强势，大家也只是敢怒不敢言。想不到这田彪倒是一根筋，竟然率先跳出来当小丑。眼下田彪心中的杀意和怨恨忽然不受控制地爆发出来。田彪一声怒喝，手中长剑急速挥舞。随着田彪的怒吼，顿时围观弟子的目光重新落在沈七身上，有好些亲传弟子面色阴冷，纷纷数落着沈七的不是。一时间场面仿似炸开了锅。我的天，这新来的沈七这么自大的妖，居然敢对田师兄出手，真是找死！奶奶的，走后门还不知道低调点，真以为天榜弟子是吃素的吗？田师兄暴怒之下，只怕他小命难保了。这沈七太过分了，是该好好教训他。可恶的小子，要不是有宗主护着他，不要说天榜的师兄们，我都能轻松捏死他，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田师兄，给我狠狠地揍他，打到他爹妈都不认得，将他揍到屁滚尿流。一时间围观的弟子们变得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沈七在与田彪交手几招后，一个闪身退开数十丈外，不解道：“田师兄，我与你无冤无仇，你这滔天杀意似乎有些过分了吧？”沈七面色渐寒，眸中寒芒涌动。或许他与其他宗门弟子存在些许恩怨，无法解开，可沈七不过刚刚入门，和这田彪却是没有任何的恩怨纠葛。沈七着实疑惑，不知田彪的杀意为何来得如此之大？好歹也是天剑宗的天榜妖孽，难道此人的心胸气魄如此之小？闻言，田彪以为沈七怕了自己，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凝色，寒声道：“你不过区元婴初期，哪来的勇气霸占大比名额？今日你若是不退出大比，我便将你打死。”沈七冷笑道：“你不过元婴后期，即便我退出九州大比，这名额也轮不到你。可笑，你真以为你是什么了不得的天才吗？”围观弟子中传出一声高呼：“沈七，你不过仗着宗主亲传弟子的身份，占到一丝便宜而已。多少天榜师兄对名额虎视眈眈，你以为你能掌握得住？”沈七双目一寒，聒噪。毫无征兆，沈七体内金光一闪，身形犹如蛟龙入海，迅猛的剑气如同一道惊鸿，朝着田彪主动杀了过去。沈七虚空一扯，几乎是在刹那之间，远在100丈之外的田彪一下就被沈七凌空扯到了掌心之间。有人惊呼：“不，这不可能！”沈七从容随意的一掌，几乎出乎了所有弟子们的意料。谁都想不到，沈七面对天榜高手，居然一丝的惬意。不仅如此，沈七一招就能制服天彪，让其失去动弹之力。围观的弟子纷纷揉了揉双眼，一脸难以置信之色。有弟子惊叹：“难怪宗主力荐这沈七去参加大比，如此战力，简直太变态了。”沈七单手捏住田彪脖颈，将田彪高高举起。田彪呼吸困难，脸部涨得通红，四肢不停地挣扎着。看着即将断气的田彪，一侧的秦阳与方墨这才反应过来，急急出声喝道：“沈师弟，放开田兄！”沈七赶紧松手。二人喝声带着一丝愤怒，他们看见田彪身子已是开始抽搐，脸色变成深红。虽然沈七只是随意的捏住田彪，但田彪却是觉得对方掌心的力量犹如一道千钧铁链，紧紧地缠在自己的脖颈间。时息过去，田彪颈部已经浮现一道深深的血痕，鲜血慢慢飙出。围观弟子却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看的是心惊肉跳。
沈七这等折磨人的手段着实可怕得很，此刻的田彪简直就是生不如死。田彪脸色涨红，痛到难以呼吸，但他依旧不肯低头，愤怒叫嚣道：沈七，你莫要太过分，你敢杀我，我师尊他老人家不会饶了你，天剑宗也容不下你，即便是宗主也保不了你。沈七冷眼看着他，嘴角满是不屑，冷笑间掌心力量再次加重。沈七平生从不受人威胁。田彪内心涌现出惊涛骇浪般的恐惧，因为他开始发现自己撑起反抗的那一丝灵力屏障开始裂开。田彪的灵力在沈七掌心的金光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抗衡的余地。咔嚓咔嚓，田彪脖颈的骨骼断裂声传出，他的颈骨在金光的压迫下不停地往里束缚，不过呼吸之间，颈骨一寸一寸开始碎裂。吃痛之下，田彪再也忍不住，声嘶力竭地哀嚎起来。啊啊！痛到撕心裂肺，田彪彻底慌了神，他的心神已经完全被死亡的恐惧所占领。田彪一把鼻涕一把泪，连连讨饶：沈师弟，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受不了了，我发誓我再也不敢了。沈七一声冷笑：现在求饶太晚了。一旁的秦阳再次开口，冷然道：沈七，你给我赶紧放开田彪，田彪若是身语，我定让你偿命。秦阳与方墨二人的脸色难看至极，这沈七当着所有围观弟子的面直接无视他二人的话，这让二人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极大的侵犯。秦阳怒火中烧，气得紧咬后槽牙，他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前去将沈七给宰了。可瞧见凄惨无比如死狗般被捏在沈七掌心的田彪，秦阳又不得不按捺住心中那滔天的杀意，当真是憋屈至极。沈七轻蔑地扫了二人一眼，似笑非笑道：算了，你们好歹也是所谓的天蟒妖孽，今日我就给你们一点面子吧。秦阳二人神情略有放松些许，内心却是冷笑连连，心道待你放开田彪之时，就是你的死期。砰！沈七话音未落，抬手一扬，雄浑的灵力裹住田彪，重重地砸在地上。这一下砸的不仅是田彪，更是秦阳二人的脸面。田彪摔在地上，满嘴脱落的大门牙混着大口鲜血溅向身体四周。田彪落地之后，封进他体内灵力的金光慢慢散去，恐怖的金光之力当即从他的灵海内一闪而过。田彪紧绷的颈骨尽数碎裂，当即瘫软在地，彻底昏死过去。眼下田彪已是进气多出气少，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看到田彪如此悲惨的模样，秦阳二人被气得仰天怒吼。秦阳双眼一片通红，宛若发疯的野兽，死死地盯着沈七。沈七戕害同门，其罪当诛。田彪不顾门规对沈七出手，乃是二人暗中怂恿的。如今田彪生死未卜，受到这般折磨和羞辱，即便是醒过来，结局肯定也是废人一个，生不如死。若是宗门追查下来，这让他二人如何向天书峰首座张仪长老交代？秦阳真的怒了，一头长发冲天而起，周身杀意疯狂释放着，杀意汇聚成了阴冷可怕的寒风，朝着沈七席卷而去。雾剑峰上，围观弟子此刻已是寂静无声。如今的场面，有些年轻的弟子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众人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沈七此人太疯狂，太可怕了，往后遇到他绝不能惹。沈七竟然当众杀了天书峰的首席大弟子田彪，这等于是在狠狠地打天书峰的脸。沈七的疯狂行为让天书峰首座张仪真人的脸往奶放，只怕以后张真人会因为此事将沈七视作天书峰不死不休的仇敌。沈七神色毫无变化，波澜不惊。秦阳冷冷盯着沈七，寒声道：好，很好，沈七，你今天成功激怒我了。自从我登上天榜后，已经3年没杀人了。沈七，今日就算是宗主出面，我也要将你斩落剑下。秦阳周身滔天的杀气汹涌而出，他的目光冷如寒冰，恶狠狠地瞪着凌云，眼神仿佛要吃人一般，恨不得将沈七生吞活剐。沈七脸上的嘲讽之色更浓，不屑道：你是什么臭鱼烂虾，也敢跑到我面前来颐指气使？想杀我，就凭你，真是可笑。一个排名中游的所谓天榜妖孽，谁给你的勇气在我面前大放厥词，真是找死。沈七话音仿若黄钟大吕，又像是碧海清涛，直击众人心神。话音落下之时，沈七周身浮现出漫天杀意，杀意之恐怖让此方天地都为之变色，蓦然间昏暗3分。沈七内心的怒火和愤懑早就累积成汪洋大海，这几日不断有人找上门来冷嘲热讽。今日沈七索性不再去忍，一股脑将心中的不快彻底宣泄出来。这一群所谓的天榜妖孽全都是有眼无珠之辈，简直欺人太甚。他今天就是想要杀几个天榜妖孽，他要立威。沈七的话就像是一记无比响亮的耳光，啪啪啪地扇在秦阳的脸上。
尤其是那句排名中游的所谓天榜妖孽，让秦阳心头的怒火彻底沸腾。秦阳在天罡峰，师弟们都尊称他一声天榜妖孽，享受着无比的荣光。可出了天罡峰，在亲传弟子当中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如今的秦阳早已没有当初踏足天榜时那种疯狂的影响力。秦阳收获的荣誉并不耀眼，实力也没有长足的进步。如今的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就是这重上不去下不来的感觉，当真令他抓狂得很。此刻沈七当着众多弟子的面公然羞辱秦阳，称他只是一个排名中游的所谓天榜妖孽。沈七的话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这是他内心的伤疤，令秦阳觉得无比难堪。秦阳一声怒喝：庶子，休得狂妄！今日我就让你知道，哪怕就是天榜中游妖孽，想要杀你也是弹指之间。小子，你我之间的差距有着你想象不到的天堑鸿沟。暴怒之下，秦阳手中长剑幻化而出，灵力激荡射出，随之直刺沈七心口。长剑挥舞之下，带起了一片凌厉的剑芒，狠狠地斩向沈七。冷眼看着秦阳那虚张声势的一剑，沈七眼中浮现一抹浓浓的不屑之色。这就是所谓的天榜妖孽，可笑之至。沈七心念一动，周身金光浮现，七绝剑阵图从体内飞出，瞬间化作一道100丈大小的剑阵。剑阵中剑气呼啸生风，漫天剑意牢牢锁定秦阳。剑气绽放之时，瞬间将秦阳斩出的剑芒吞噬殆尽。剑光交织之间，一道恐怖的金色剑气径直穿透虚空，迅猛而又霸道地贯穿秦阳心口。噗！秦阳一大口鲜血喷出，他的脸色瞬间苍白，神色萎靡，一脸骇然地望着沈七，震惊之色无以复加。秦阳神色呆滞，艰难道：你这是什么法宝？沈七一脸嘲讽，嗤笑道：能够杀你的法宝？噗！秦阳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沈七冷笑道：所谓的天榜妖孽，就这么点实力吗？你……闻言，秦阳急火攻心，话还没说出口，身子僵硬地栽倒下去。又一位天榜妖孽，一招殒命。围观弟子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幕，心头莫名一阵冷战，众人面面相觑，不敢作声。沈七面露不屑之色，如此不堪一击的实力，也好意思称作妖孽？沈七一脸嫌弃之色，自己还以为秦阳能比田彪强不少。沈七特意掏出七绝剑阵图对敌，也算是对他的重视。哪知道此人这般废物，看来根本是大材小用。沈七扭头看向呆愣中的方墨，冷笑道：你这个天榜妖孽，还要出手吗？方墨大脑一片空白，他根本没想到沈七的实力竟会如此恐怖。方墨与秦阳的排名相差并不多，二人实力也在伯仲之间。很明显，沈七能一剑斩杀秦阳，那同样的一剑也能斩杀他方墨。方墨彻底怕了。方墨一脸惊惧之色，颤声道：我嘴里打着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沈七冷笑一声，自顾道：罢了，便送你去他们二人作伴吧。话音未落，沈七体内传出一道惊天的剑鸣之音，七绝剑意自剑阵中翻涌而出，剑气遮天蔽日般直扑方墨。沈七催动金光之力，漫天剑气融入到金光之中，瞬间剑气金芒大放，一道道金色剑气飞离体外，演化成无数道金色剑光，环绕在沈七周身上下。眨眼间，凌云身上的杀意和剑意相互交织，形成了恐怖绝伦的剑气杀机。耀眼的金光自沈七体内爆发开来，雾剑峰上方虚空在刹那间变成了金色汪洋。所有围观弟子的目光此刻都聚集在沈七的身上，众人呆愣地张着大嘴，神色一片木讷，说不出话来。那漫无天际的金色汪洋变幻之间翻涌出惊天巨浪，在沈七无尽的剑威之下，仿佛此方天地都被沈七压下去了。砰！不过呼吸之间，方墨身体表面的灵力屏障如同镜子般破碎炸开。沈七剑气凶威滔天，直接碾压方墨，强横到令人绝望。方墨甚至都没看清沈七是如何挥出这一剑，他的身子便倒飞出去。砰！又是一招，方墨重重地摔在地上，大口鲜血喷出。落地的瞬间，沈七瞬移而至，一脚狠狠踩在方墨胸口，毫不客气地将他狠狠踩在地面上，肋骨都快要踩断。沈七周身气血激荡开来，一时间只觉得酣畅淋漓，内心直呼痛快。这一脚踩下以后，沈七内心那诸多杂念和负面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这一刻，沈七念头通达，心境稳固3分。沈七清晰感觉到自己的修为隐隐就要有所突破。方墨只觉得身躯剧痛无比，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哀嚎不止。望着头顶被金光笼罩着的沈七，方墨惊骇到肝胆碎裂，痛哭流涕道：沈师兄，我错了，我错了。沈师兄，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再也不会来骚扰你了。沈七冷笑不断：
给你一次机会，你配吗？说罢，沈七抬起右掌，掌心凌厉涌出，凌厉的剑气就要斩向方墨丹田灵海。就在这时，一道低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声音中充满愤怒，杀意凛然。小辈住手，休得伤他性命！沈七顿住，扭头看向身后，一道身影从虚空中幻化飘出，乃是一白发老者，散发着恐怖的炼神境威压气息。沈七望着老者，拜拳行礼道：“晚辈沈七，见过前辈。”老者冷冷道：“老夫天威峰燕鸣山，老夫弟子方墨，与你有何怨仇？为何非要置他于死地？”沈七冷笑道：“杀人者，人恒杀之。他想要取我性命，我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燕鸣山脸色一沉，阴冷道：“小辈，身为天剑宗弟子，你居然如此不顾同门情谊，枉造杀孽，按律当诛。”说罢，燕鸣山朝着沈七一指点出，顷刻间，一道矩阵牢笼便将沈七封锁住。沈七两眼一冷，目光变得渐渐阴森。燕鸣山落指的动作看似很缓慢，但其实也就是呼吸之间。100丈大小的矩阵牢笼将沈七笼罩，牢笼一点一点开始压缩。令沈七感到惊讶的是，被矩阵牢笼覆盖的七绝剑阵隐隐有崩溃的趋势。无论沈七如何催动灵力维持七绝剑阵的运转，剑阵依旧被燕鸣山的矩阵牢笼压制，不受控制的收缩变小。待到矩阵牢笼压缩至10丈大小时，沈七运转的七绝剑阵再也支撑不住，只听轰的一声，剑阵彻底崩溃，七绝剑阵图化作流光飞回沈七体内。燕鸣山微微一笑，施展大挪移神通，瞬间幻化至沈七身前。燕鸣山冷冷盯着沈七，厉声道：“小辈，此乃老夫的炼狱空间，在这空间之内，老夫就是主宰今日，便让你体验一下老夫的炼狱法则——空间绞杀。”燕鸣山此话一出口，瞬间四周围观的弟子一片安静，所有人纷纷抬头看向燕鸣山，尤其是那些隐藏在人群中即将化神的核心弟子。这些人一个个立刻定气凝神，目不转睛盯着矩阵牢笼。众人眼中露出好奇之色，似乎想要从中看出点什么玄奥。紧接着，一道道无形的罡风在牢笼中肆虐。众人惊见沈七的衣衫被罡风割裂，随之他的身体表面也被罡风划出无数道密密麻麻的血痕，这血痕极细，犹如头发丝一般。罡风好似划在豆腐上，轻而易举便直接穿透沈七的皮肤。不过10息之后，沈七已是血痕累累，整个身子都浸泡在鲜血之中。沈七望着燕鸣山那自得的笑容，蓦地打出一声冷笑。这冷笑之声好似来自虚无之中，在这寂静的矩阵牢笼中回荡起来。下一刻，但见沈七体内爆发出耀眼的金光，一道道金色光芒直冲天际。万丈金光在出现的瞬间将燕鸣山的矩阵牢笼彻底覆盖。燕鸣山忽然神色大变，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神识无法控制矩阵牢笼。更诡异的是，燕鸣山在金光的笼罩下，体内灵海莫名枯涸，神魂也被封禁。这一刻，燕鸣山好像重新变成了一名凡人，神通不在，甚至于燕鸣山身子都动弹不得，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与此同时，金光裹住沈七周身上下，远处围观的弟子看上去，沈七好像变成了一团金色的棉花。这团棉花状的金光在一点一点慢慢胀大，看上去就如同快要被吹爆的气球。紧接着，燕鸣山的矩阵牢笼蓦地一阵剧烈的颤动，牢笼内蕴含的法则之力被金光吞噬，那肆虐的无形罡风也消散无形。原本被燕鸣山压缩到10丈左右的矩阵牢笼突然疯狂暴涨，很快就长到100丈大小。矩阵牢笼还在扩大，却又好像到了它的极限。牢笼开始猛烈的颤动，看上去似乎就要开始崩溃。最终，当沈七体内的金光不再往外扩散时，遮天蔽日的金光充斥着整个虚空。这一刻，天际的太阳仿佛都被金光掩盖，黯然失色。大小3000丈的雾剑锋在此时完全被沈七散发的无尽金芒所笼罩。砰！一声惊天炸响，燕鸣山的矩阵牢笼被金光之力冲破，破碎开来。噗！燕鸣山一口鲜血喷出，矩阵牢笼蕴含着他的炼狱法则。牢笼被破，燕鸣山的心神遭受牵连，当即身受重伤。矩阵牢笼破灭之时，金光慢慢散去，从那耀眼的金芒之中缓缓走出一道身影。这身影正是沈七，他的一头墨黑长发无随风飘扬。沈七伟岸的身躯就走到燕鸣山眼前，立在那里，仿若一尊金仙。那睥睨天下的目光清冷地盯着燕鸣山，神情没有一丝色彩。燕鸣山嘴角溢着鲜血，惊愕道：“你这是什么神通？”沈七也不吭声，缓缓抬起右掌，掌心金光凌厉浮现，就要朝着燕鸣山丹田印下去。够了！一道清冷的声音响彻云霄，随之一道白衣身影从虚空中幻化而出。来人正是天剑宗宗主剑无双。
剑无双散发一丝若有若无的还虚劲威压，沈七掌心凝聚的金光灵力接触到这威压的瞬间，当即崩溃。剑无双目光随意一扫四周的围观弟子，神色略有不快，皱眉道：“散了。”诸位弟子在剑无双的威压下，已是冷汗涔涔。听到宗主发话，众人毫不犹豫地飞回洞府之中。剑无双望着后方虚空，冷声道：“连峰、连云二位首座，你们也出来吧。”剑无双话音落下，两道身影从虚空中幻化飘出，二人急急飞至剑无双身前，恭敬行礼，不敢吭声。剑无双一扫燕鸣山，冷道：“燕首座，你为何对我的弟子出手？”燕鸣山脸色惨白，冷声道：“宗主，此子生性凶残，竟然无视门规，对同门痛下杀手，属下一时气急，这才……”剑无双打断道：“今日之事我看得很清楚，是非对错我自有判断。我问的是，你为何要以大欺小，对一个晚辈出手？”盯着燕鸣山，剑无双的声音愈加清冷了3分。燕鸣山身子一颤，磕磕绊绊道：“宗主饶命，是属下一时失了心智。”剑无双负手而立，自顾道：“让沈七代表元婴组去参加九州大比，是我的决定，此事已定，不用再商议了。我知道你们心有不服，无论你们有何质疑，也必须保留意见。”三人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剑无双目光看向沈七，叹道：“沈七无端戕害同门，你今日所为，可知是何后果？”沈七俯首行礼，冷然道：“一人做事一人当，弟子愿意接受惩罚。”剑无双淡淡道：“杀害同门乃重罪，按律当废除修为，逐出宗门。”沈七一愣，剑无双话音一顿，而又意味深长道：“沈七，念在你即将代表本宗参加九州大比，便许你戴罪立功的机会，今日就不从重处罚。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日起，你便在归真崖面壁思过吧，3个月之内不得下山。”沈七再次俯首行礼，面无表情道：“多谢师尊法外开恩。”剑无伤摇摇头，似笑非笑道：“天榜弟子都是我宗门的中坚力量，你今日杀了2个，我不会如此轻易作罢。沈七，你可要好好表现，如果你没能在大比中夺魁，到时候为师也保不了你。”沈七淡淡道：“弟子定当竭尽全力，不负师尊厚望。”燕鸣山忽然开口：“宗主，你这般处置，只怕难以服众。”剑无双或的转身，一字一句道：“我再说最后一遍，今日之日就此结果，你们不得再提，可听明白了？”3位首座心头一颤，不敢再作声。子时时分，陈妙善心神莫名不安，难以静心修炼。无奈之下，陈妙善走出洞府，孤身踏上雾剑峰的望星崖。来到崖顶，陈妙善盘坐入定，双目微闭，凝心静气。在陈妙善身前，乃是茫茫云海，云海下面则是深不见底的暗渊。盏茶功夫过去，正当陈妙善即将进入空明忘我之境时，忽见一道金光从暗渊下方射出，金光穿透茫茫云海，顷刻间覆盖住陈妙善玲珑娇躯。随后一道身影从云海中飞出，身影凌空中不停瞬移幻化，转眼之间便落在陈妙善身前尺许。出现之人一身素白长衫，一头墨黑长发，当真是英俊潇洒，正是沈七。沈七手里还握着一枚玉佩，一脸柔情似水地望着陈妙善。正在打坐的陈妙善感知到身边动静，一睁眼便清楚地看见沈七的脸。陈妙善忍不住啊的一声惊呼，目瞪口呆望着沈七。沈七笑道：“师娘，您这阵子为何一直躲着我？您知不知道我好想您？”陈妙善又惊又喜，忽又粉颊莫名一红，身形一动，看似又想瞬移离去。沈七心中大急，哪能轻易让他走掉？沈七猛地扑上前，并指连点，瞬间就将陈妙善修为彻底封禁，然后双手一环，紧紧地挽住陈妙善腰身。陈妙善身子一僵，嘴里不自觉地发出“嘤”的一声娇吟：“七儿，快放开我，放开！”沈七哪能让他再喊出声，扶着陈妙善的脑袋，扶手朝着他的红唇印了下去。良久，直到陈妙善脸色憋得通红，几乎快要透不过气来了，沈七这才依依不舍地放开陈妙善，眼中柔情满满地盯着他。陈妙善大口大口喘着气，娇羞地瞪了沈七一眼。沈七脸上的笑意愈浓，直勾勾地盯着陈妙善那羞红的脖颈。见他如此，陈妙善更羞，双手抓住沈七的肩膀，一口狠狠地咬下去。沈七一动不动，笑盈盈地盯着他。片刻后，陈妙善终于松了口，看着那一排深深的牙印，嗔道：“你看你跟个呆子似的，也不知道躲，疼不疼？”手心轻轻抚摸那一排牙印，陈妙善脸上浮现一抹心疼之色。沈七摇摇头，伸出手递到陈妙善眼前，掌心之中躺着一枚玉佩。沈七笑道：“
师娘，这是徒儿送给您的礼物。陈妙善下意识接过，好奇道：妻儿，这是什么玉佩？沈七解释道：这一枚玉佩是我从剑种的心中得到的，有着清新凝气的功效，玉佩中还藏有我留下的一道金光，或许关键时候会有奇效，师娘您可得好好保管，莫要丢了去。陈妙善眼中柔情似水，默默不语，小心翼翼地佩戴好玉佩后，怔怔地望着沈七，忽然想到什么，忙问：妻儿，你不是被宗主关禁闭了吗？怎么还敢私自跑出来？沈七不以为意道：宗主又没派人看着我，我就从归真崖偷偷跑下来了，考核过后您就不愿意见我，我整日坐立难安，所以就来找您了嘞。陈妙善瞪了他一眼，语重心长道：妻儿，你做事总是这么莽撞，迟早要惹出麻烦。我一直对你说，为人处事要低调，不要太冲，你就是不听。沈七皱眉道：师娘，您又开始摆长辈架子了，您这语气怎么听着又开始教训我了？陈妙善白了他一眼，气呼呼道：好啊，妻儿你如今成了宗主亲传弟子，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师娘了？怎么，我现在都不能说你了是吧？沈七苦笑道：师娘您想哪里去了？您永远是我师娘，徒儿永远都会听您的话。闻言，陈妙善又白了沈七一眼。沈七毫不在意，更加用力地抱紧陈妙善，脑袋微不可察地在他的颈间摩挲着，嬉皮笑脸道：师娘，我好想您，您有没有想我？陈妙善一对玉眸一眨不眨地盯着沈七，意味深长道：你不顾门规，偷下归真崖，跑来抱住我，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个？沈七微微一笑，挠头道：当然，师娘您还没告诉我呢，您到底有没有想我？陈妙善瞪了他一眼，气鼓鼓道：没有，我为什么要想你？沈七似笑非笑道：嘿嘿，师娘您又在口是心非，明明很想我，非要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陈妙善耳根一红，狠狠地瞪了沈七一眼，一脸无语地望着他。陈妙善呼道：妻儿，你快给我把封禁解开，你该回归真崖继续面壁思过了。沈七乃肯放开他，摇了摇头，紧紧地搂住陈妙善的蛮腰。就在这时，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陈长老。陈妙善一惊，急道：不好，是夏星河长老上来了，他和我同时加入天剑宗外门客卿，我与他脾性相投，相交甚欢。沈七一愣，倒是没想到陈妙善居然也能结识新的朋友。沈七四下一扫，却是无处可藏。仓促之中，沈七扶着陈妙善端坐石台边缘。沈七灵机一动，身子藏在陈妙善下方石台，一把扯过陈妙善的阔裙，遮住全身。沈七拳缩在陈妙善裙下，一动也不敢动。好在夜已深，月色也不分明，从表面看去，根本看不出陈妙善的裙底下藏着一人。沈七刚藏好，夏星河一个瞬移来到了陈妙善身侧。陈妙善神色一惊，心咚咚直跳，生怕夏星河会看出来什么。夏星河好奇道：陈长老，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望星崖来了？陈妙善扯出一抹抢笑，叹道：夏长老有心了，只是今日心绪不佳，无法专心修炼，所以这才来望星崖吹吹风，静心凝神。夏星河笑道：陈长老可是在担心你的徒儿沈七？陈妙善点点头，没有吭声。夏星河却是激动了起来，高声道：陈长老，你这徒儿真是霸气，不仅一招就将天榜弟子斩落马下，而且面对内门的炼神境前辈也能从容应对，最后还是宗主出面力保你徒弟。陈长老，你们七绝门到底是培养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啊？陈妙善笑了笑，依旧没有吭声。藏在裙摆下的沈七不经意地抬起头，惊见近在咫尺的一抹若隐若现的春色，沈七内心蓦的一阵悸动。沈七深吸一口气，颤抖着伸出手。啊！正当夏星河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沈七今日的打斗场面，忽听陈妙善发出一声怪异的尖叫。夏星河看向陈妙善，一脸不解道：陈长老，你怎么了？陈妙善玉颊羞红，颤声道：啊，没事，我心口突然疼了下。夏星河没有多想，关切道：没事吧？陈妙善摇摇头，重重咬着下唇，似在强忍着。又听夏星河自顾讲个不停，陈妙善找了个借口，这才将对方打发了去。夏星河走后，陈妙善一把将沈七从裙摆下扯出来。陈妙善玉颊红艳如血，娇嗔地瞪着沈七。沈七迎着他羞涩的目光，也不作声，只是笑容愈加邪魅。陈妙善嗔道：妻儿，你现在愈来愈肆无忌惮了。沈七嘿嘿一笑，指尖轻抚陈妙善红唇，低头再次应了下去。陈妙善身子彻底瘫软了去，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说出口。良久，沈七不舍得松开陈妙善，二人响起了急促的呼吸声，呼出的热气相互交织着，洒落在对方的脸颊上。陈妙善鬓间一片通红，绝美无比。
陈妙善面色潮红，又急又羞道：“妻儿，我好难受，你快些解开我体内的封禁。”沈七摇摇头，紧紧箍着陈妙善。无声温存片刻后，陈妙善忽问：“妻儿，我听说内门的炼神境前辈对你大打出手了。”沈七笑道：“师娘，您是不是在担心我？”陈妙善脸上顿时浮现一抹红晕，咬着唇低声道：“你是我从小带大的徒弟，我将你视如己出，我当然担心自己的孩子。”沈七又问：“师娘，那如果我不是您的徒弟，只是一个仰慕您的男子，您还会不会担心我？”陈妙善磕巴道：“我也不希望你出事。”沈七忙问：“为什么？”陈妙善白了他一眼，扭捏道：“你可真烦人，哪有那么多为什么？难道你想我盼着你出事吗？”沈七嘿嘿一笑，神色莫名。陈妙善红着脸低下头，不敢作声。沈七索性抱起他，坐在自己身上。陈妙善粉脸一红，嗔道：“妻儿，你莫要这般轻浮。”沈七笑道：“我累了，想挨着师娘坐着聊聊天，难道这也不行吗？”妙玉修道：“谁知道你在打什么歪主意呢？”沈七自顾道：“师娘，我过些时日就要去参加九州大比了，或许又得好久见不到你了。”陈妙善忙问：“那这个大比有没有危险？”沈七点头道：“九死一生。”陈妙善倒吸一口冷气。沈七笑道：“师娘，我看您还是很担心我的，可您却偏不承认。”陈妙善瞪了他一眼，没好气道：“你别总是嬉皮笑脸，没个正形。”楚风乐呵呵道：“师娘，我也不知为何，一见到您就想，嘻嘻。”陈妙善耳根一红，唯有不吭声。沈七忽问：“师娘，您一个人在外门是不是很孤独？要不要我明日和宗主打个招呼，让您来内门相陪于我？”陈妙善恼道：“这里是天剑宗，宗门自有宗门的规矩，你以为是七绝门，任你肆意妄为？”楚风摇头道：“师娘，可是我好孤独，我好想您，我要您每天都来陪我聊天解闷。”陈妙善苦笑道：“妻儿，你又开始说胡话了。”沈七反问：“我说的都是心里话，难道师娘您不在乎我吗？”陈妙善沉默不语。良久，陈妙善悠悠道：“妻儿，你如今对我只是一时兴起，只怕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把我抛之脑后了。”闻言，沈七连忙单手指天，正色道：“师娘，徒儿对您可是一片真心，此心不移，日月可见。”陈妙善玉指一戳沈七额头，羞道：“你就晓得贫嘴，哄我开心。”沈七一本正经道：“师娘，徒儿所言绝无半句假话。”陈妙善冷哼一声：“当真？”沈七点头如捣蒜，眼都不眨道：“自然。”陈妙善白了他一眼，似笑非笑道：“可我怎么记得你前些日子在剑种的心中与玉虚剑阁的魏青年相谈甚欢呢？差点忘了，你还帮忙给人家推功过血了吧？”沈七一愣，目光有些闪烁。陈妙善见他如此神色，嘟着嘴哼哼了一声，吃味道：“哼，老实交代，是不是对人家姑娘有什么不轨之举？”沈七心中暗叫一声糟了，迎着陈妙善的目光，顿时有些头大。沈七苦笑道：“冤枉，冤枉啊！师娘你可得相信我，徒儿只是为他解毒而已，绝无其他。”陈妙善狐疑道：“真的没有？”沈七胸脯拍得啪啪响，坚定道：“绝对没有。”陈妙善虽不再作声，却几乎把嘴翘上鼻子，一脸的气鼓鼓。沈七一把搂住他，伏在耳畔道：“师娘，您是不是吃醋了？”陈妙善娇颜倏地羞红，嗔道：“呸！你休得胡说，谁吃醋了？”沈七紧紧箍住陈妙善蛮腰，得意道：“师娘，世事真是奇妙，想不到徒儿此生能得师娘垂青，只要能和师娘您成为一对神仙眷侣，往后就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陈妙善娇笑一声：“噗嗤，谁要跟你神仙眷侣，也不害臊。”沈七笑道：“嘿嘿，您不跟我，跟谁？”陈妙善撇嘴道：“不关你事，反正就是不跟你。”沈七凑近他耳根，柔声道：“师娘，您不跟我也没用，今生今世无论天涯海角，我都要缠着你。”陈妙善给他弄得耳根痒痒，内心却是很受用。陈妙善瞪了沈七一眼，咬嘴道：“七儿，你再贫嘴，我就不理你了。”沈七见他面若桃花，娇美动人，内心莫名一阵炽热的躁动。沈七凑到陈妙善耳边，痴痴道：“师娘，我感觉体内似乎还遗留些许龙银咸鱼毒，不如您再帮我。”陈妙善猛地抬起头，惊愕地望着他，绝美的玉容瞬间升起一缕通红。陈妙善失声惊呼：“七儿，你……”话又实在说不出口，又娇羞地低下头。沈七此刻心神已是彻底迷离，哪还能听得到他在说什么？一把抄起陈妙善，
沈七身影急速变换，朝着陈妙善的洞府瞬移而去。不过眨眼之间，沈七便飞入洞府之中，大手一扬，灵力涌出，化作一道隔绝感知的风，静落在洞府四周。沈七双眼通红的将陈妙善扔到床榻之上，低吼一声，猛然扑了上去。陈妙善一声低吟：“妻儿，你轻点。”洞府之中一片春色盎然。1个时辰后，沈七终于瘫倒在陈妙善怀里。休息片刻后，沈七已是气运3周天，疲乏之色渐去，尽显神采奕奕。沈七睁眼，乃见陈妙善低眉合眼，尚处于余韵之中。楚风不由得打量起陈妙善，但见他鬓云相腮，肤如凝脂，一抹雪风荡漾，盈盈纤腰若无骨。沈七看得如痴如醉，忍不住凑近了些，鼻尖只闻幽香飘入，芬芳沁人。沈七一时遐想连篇，心中的欲火隐隐又开始升腾。半晌后，陈妙善缓缓睁眼，赫然见到沈七鼻尖紧紧贴着自己，陈妙善芳心一跳，羞得别过头去。再看沈七依旧闭着双眼，细嗅芬芳，一脸陶醉的模样。陈妙善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吟。听到动静，沈七这才回过神来，目光柔情似水地盯着陈妙善，满足道：“师娘，你感觉如何？”陈妙善鬓角一红，娇羞地瞪了他一眼，抬手抹去沈七额间汗水，一羞一嗔道：“妻儿，你刚刚在做什么？”沈七见笑道：“师娘，谢谢您给我如此美妙的感觉，我现在通体舒畅，灵力都浑厚3分呢。”说着，沈七伸了个懒腰，只觉得神清气爽。沈七魂念内视，发现自己不但暗伤痊愈，而且修为稳固不少。此刻的沈七境界隐隐有晋级元婴中期的趋势，春风一度，竟强过数日苦修。闻言，陈妙善玉颊又是一热，不由得白了沈七一眼。见陈妙善这般娇羞模样，沈七有心逗一逗他。沈七一把搂住陈妙善娇躯，凑到他耳边，轻声细语道：“师娘，徒儿刚刚好痛快啊，您呢，是不是也觉得十分快活？”陈妙善狠狠瞪了沈七一眼，玉脸更红，低下头轻咬红唇，娇羞不语。沈七忽问：“师娘，您现在还累不累？”陈妙善摇摇头，好奇反问：“妻儿又怎么了？”沈七嘿嘿一笑，意犹未尽道：“师娘，我还想再来一次。”陈妙善瞳孔一张，惊道：“妻儿，你……”话没说完，沈七勾住陈妙善，也不给他反抗的机会。沈七一把掀开盖在娇躯上的床褥，低吼着扑向陈妙善。洞府之中一片春色再起。师娘，我们换个姿势好不好？当沈七心满意足地离开洞府时，天色已是拂晓时分。沈七心花怒放地哼着小曲，朝着龟真崖顶御空飞去。不料当他刚抵达山脚下时，惊见前方立着一人。沈七走上前去，这才发现此人正是问天机。问天机目光一扫沈七，似笑非笑道：“沈兄当真是风流快活，苦了我在这山下等了你一晚上。”沈七老脸一红，讪讪道：“问道友真会说笑。”问天机开门见山道：“沈兄，此番前来是有事相商。问某刚刚发现了一个上古大能遗留的洞府，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与我同去探索一二？”沈七并未急着表态，而是好奇反问：“哦，上古大能的洞府，问道友可知洞府里面会藏有什么宝贝？”问天机轻笑一声，耐人寻味道：“若我推演没错的话，洞府内的确藏有不少神功秘籍、灵气丹药，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丹药便是聚神丹。此丹可是能助元婴修士凝练神魂的上品灵丹，他日沈兄晋升化神时，此丹是必需品。”沈七皱眉道：“沈某奇怪的是，既然问道友知小洞府内藏有诸多宝物，为何问道友你自己不独享宝贝，反而来告知沈某？”问天机哈哈一笑，自身修为毫无保留散开，一道恐怖的神魂之力直冲沈七魂海。沈七身子一僵，面色瞬间苍白。好在问天机很快就收回了自己的神魂，沈七魂海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沈七意识恢复后，愕然道：“问道友果然是天纵之才，1个月前还是元婴大圆满修为，加入天剑宗不过1个月，如今就已经晋升化神初期，如此速度，沈某佩服之至。”问天机不以为意道：“沈兄过奖。不瞒沈兄，我对那些丹药秘籍之类的东西兴趣不大，不过据我推演，洞府中还藏有一页残缺的天机图，这才是我势在必得的东西。”沈七好奇道：“天机图，这又是什么东西？”问天机叹道：“天机图乃天道本源衍生之物，天机图中蕴含天道法则，此物乃是我天机一脉终生追求的大道，若是能得到完整的天机图，便能正道飞升。”沈七忽问：“想来问道友费尽心思加入天剑宗，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天机图吧？”问天机摇头道：“是也不是，天机图只是其一，
其二则是因为沈兄。沈七一愣，狐疑道：我？问天机点头道：我师父曾为我推演过，他预言我的正道之路就在天剑宗，所以我才不远万里从君天州来到此地。不过当我遇见沈兄的那一刻，我才明白师父的推演是何意思。沈七撇撇嘴，满脸不信。问天机又转回正题，一脸无奈道：昨日我去洞府那查探过，那洞府之中设有上古禁制，以我目前的实力无法打开封禁，无奈之下只能前来打扰沈兄，还望沈兄能助我一臂之力。沈七自嘲道：问道友未免太高看沈某了，你如今已是化神境修士，修为远高于沈某，你都对付不了这上古禁制，沈某不过区元婴初期，只怕也是无能为力。问天机摇头道：非也，沈兄的金光神通可是某位前辈的大道力量，此神通乃是禁制的克星。沈七愣然，目光闪烁连连，他有些想不到问天机居然知晓萤火虫前辈的存在。沈七心中暗暗称奇，难道问天机真的能推演出世间万象？似猜到沈七在思索什么，问天机笑意愈加诡异，耐人寻味道：沈兄，我曾对你说过，我会是你的朋友，而不是你的敌人。每个人都会有秘密，沈兄放心，我不会去探究你的秘密。沈七回过神来，苦笑道：问道友，想必你也知道，我如今被宗主罚在这龟真崖面壁思过，我若是随意离开，被宗主知晓了，只怕会罪加一等。问天机轻笑一声道：若我没有猜错，见无双宗主此刻应该去到了君天州的玄仙门。沈七咬咬牙道：若是进了洞府，除了那天鸡屠残业外，所得宝物须先由我挑。问天机神色一喜道：成交。沈七不再犹豫，御空而起，跟着问天机的身形朝着洞府飞掠而去。此时天剑宗西北后方3000里外有一座高峰，高峰之中堆积着无数灵兽骷髅的山脚下幻化出2道身影，身形一前一后，正是沈七与问天机。沈七抬头望去，山道前方飘荡着浓浓迷雾，他的目光仿似能够穿透这迷雾。沈七瞧见了迷雾中的一道道紫色云线，散发着寂灭的气息。沈七神色一变，惊愕道：问道友，这紫色云线是什么东西？问天机笑道：这些紫色云线其实是上古大能遗留的灭世之力，其实就是天劫。沈七不可思议道：天劫？问天机点头道：沈兄是不是也觉得很诡异？其实我在古籍中看到相关记录，据传在上古修仙界未曾因灭纪元之前，上古修士能够沟通天地，降下天劫，再以自身蕴养。可惜的是，大湮灭过后，如今修仙界都是瞒天逆修，修士已经无法接应天劫了。问天机说罢，又是一声长叹。沈七呼问：问道友，不知那洞府在何处？问天机指了指迷雾深处道：穿过这层迷雾会出现一条山道，再前行100余里就是洞府入口。说着，问天机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张玉符，递给沈七。沈七接过，目光一扫玉符，又疑惑地看着他。问天机笑道：此物叫做遮灵符，能够屏蔽天劫对修士灵力的感知。眼前这些紫色云线乃是被上古大能祭炼过，以你我如今的修为，无法硬扛这天劫之力。闻言，沈七乖乖将玉符贴在腰间。二人继续前进，问天机毫不迟疑，率先一步踏入迷雾之中。沈七也不甘落后，紧紧跟在他身后。待到沈七身影被迷雾彻底笼罩时，他当即感知到体内的灵力蓦地不受控制，隐隐有些许飞出体外的错觉，心中顿时骇然。问天机适时开口，沉声道：沈兄勿慌，切莫催动体内灵力，静心前进即可。沈七点点头，按捺住内心躁动。此刻紫色云线犹如电闪雷光般落下，肆虐闪耀在迷雾中。沈七突然发现自己腰间贴着的玉符，此刻也散发出一缕缕白芒云气。神奇的是，每当那些紫色云线即将落在二人身上时，玉符释放出的白芒云气便会急速飞出，与裹住紫色云线，二者交织在一起后，随之消散无形。待到二人又前行了10余里左右，沈七抬头惊望上方虚空，不知何时迷雾渐渐淡化，只见虚空中幻化出了一幅巨大的影像，影像之中传出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咆哮，紧接着画面中飘现一条身长1000丈的青龙，遨游在天际之间。青龙那如鸡蛋大的龙眼散发出一阵阵毁天灭地的威压，龙头扫视四周一圈后，血盆大口张开，狠狠的一吸。这一吸，影像画面都震颤了几息。只见青龙方圆千里之内的天地灵气，顷刻间如同万川归海一般，急急流入他的腹中。吞食这一大口后，青龙随后畅快地发出一声龙吟，惊天动地。青龙心满意足后，这才消停些许，迅速朝着无尽虚空游走而去。沈七呆呆看着眼前的影像画面，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在青龙转身飞遁之时，他的目光似乎扫了自己一眼。沈七苦笑一下，心道自己可能真的出现幻觉了，眼前的画面想必是上古大能刻印的某个青龙影像，怎么可能是活物？沈七好奇道，问道友，莫非这些影像就是上古时期真实的景象？问天机点头道，上古之时，天地灵气充沛十足，相传世间还存在4大神兽，可惜如今我们只能在些许影像中看见他们的痕迹了。沈七正欲开口，双眼蓦地猛地睁大，死死盯着前方高空。二人清晰听到从不远处再次传出一道龙吟之声，紧接着一道遮天蔽日的青龙虚影缓缓地幻化在虚空之中。问天机右手掐出一串复杂的手诀，忽的神色一变，惊道，洞府出现异象，我们赶紧过去。话音一落，身影犹如流光一闪，心急的他直接使出化神境神通，缩地成寸。见状，沈七也不再保留，瞬移跟上。眨眼之间，二人就来到洞府大门入口。问天机率先踏空飞出，右手打出一道法诀，灵力落在洞门上，顿时那洞府入口产生一阵剧烈的晃动。震动过后，洞门缓缓收缩，片刻后竟直接消失不见。诡异的是，洞门连同入口一起隐没不见。若非沈七刚刚亲眼所见，此刻的他绝对不相信这里有一处上古洞府。大门消失后，问天机再次打出一道灵力，灵力化作一张无形巨网，以刚刚洞口为中心，将方圆100丈距离全部覆盖。问天机身形落回地面，绕着锁定的入口位置四周查看。片刻后，问天机走到了一处山脉尾端的石台之上。问天机右掌一翻，一道灵力击向石台中心的那一块黑色的石头上。诡异的是，黑色石头并未被击碎，而是将灵力吞噬。问天机不慌不忙，双目红光一闪，再次打出一道神魂之力。神魂落下时，那黑色石头轰的一声，顷刻间就散发出黑色光芒。问天机并指一划，那黑色石块当即飞起，漂浮在半空中。随后邱四平双手急急变化，打出一道道繁杂的手诀，手印连续轰在黑色石头表面，那石头发出的黑色光芒愈加浑厚3分，慢慢的朝着入口位置飘去。待到黑色石块落在刚刚的洞门位置时，只见从其中新位置溢散出一圈又一圈的灵力波纹，在虚空中缓缓地荡漾开来。从波纹震荡中向内看去，沈七清楚地看见当中立着一个铜钱形的洞门。收回手中动物，问天机深吸了一口气，目光看向沈七。问天机笑了笑道，这入口禁制，我无法推演其变化，接下来就靠沈兄你了。沈七看着眼前的灵力波纹，目光闪烁不止。沉思片刻后，沈七双手迅速挥动，顿时数十道金光灵力幻化的卷环飞出，迅速地覆盖住荡漾的灵力波纹。下一刻，灵力波纹剧烈地颤动起来，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胀大。波纹大小变化的同时，在波纹中还冒出细小的气泡，气泡破裂，又不断生成新的气泡，再破裂，如此反复，诡异无比。沈七双眼金光爆闪，掌心灵力翻涌而出，一道道复杂金光卷环在他身前幻化动，一个又一个的卷环前赴后继地扑向入口的静止灵力波纹。下一刻，波纹中一个格外显眼的大气泡破裂，沈七目光一闪，掌心一甩，一道金光卷环急速而出，落在了破碎的气泡上。神奇的是，气泡破裂的位置被金光卷环覆盖后，不再生出新的气泡，但在其旁边位置却是冒出更多的气泡，然后破裂。沈七手中动作越来越快，一个又一个的金光卷环朝着气泡疾驰而去，每一个气泡破碎后，金光卷环瞬间就将气泡位置覆盖。奈何越是往后，气泡生成的越多，破裂的速度也就越快。很快，沈七的画圈的速度已经跟不上气泡破碎的速度。问天机神色紧绷，一直在死死盯着沈七手中的动作。此刻见到沈七有些手忙脚乱，问天机心里也有些着急。问天机大手一挥，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块光滑的古镜，镜面十分光滑，却不能显示出任何影像。问天机一拍古镜，古镜瞬间飞到沈七面前，漂浮半空。问天机未做解释，急道：沈兄，将金光卷环打入镜面即可。沈七来不及思考，他的双手连连点出，金光卷环飞入镜面之中。惊奇的是，没入镜面的金光转瞬飞出，却是分裂成10余道卷环，每一道卷环自动飞向气泡，精准地迅速落在沈七来不及填补的碎裂位置上。沈七眼中浮现一丝诧异之色，眼前的古镜当真是玄奥。每次沈七来不及覆盖气泡的时候，镜面反弹的金光卷环总能迅速而准确无误地补上。有了问天机的古镜相助，最终在一炷香过后，当沈七眼前的灵力波纹被他的金光卷环全部吞噬后，波纹彻底消散。沈七神色一喜，双掌猛地一推，迅速打出100余道禁制。只听轰的一声，入口位置蓦地浮现眼前，
洞口自中间分开，露出一条可通行的道路。问天机眼中爆闪金光，身形迅速朝洞府冲了进去。沈七目光一扫四周，不紧不慢地跟在他后面。这个洞府十分宽敞，里面足足有10间石室。沈七随意进入一间石室，里面的桌椅都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沈七四处打量之时，忽见问天机径直朝着最后方的一间小石室走去。问天机站在石室外，面露激动之色。沈七没去理会他，想来那间石室应该存放着他所说的天机图残页。沈七对此物并无兴趣，也懒得与他争。查看完地左边第一个石室后，沈七并没有太多收获。石室内都是些稀疏平常的功法古籍，还有数十件兵器，沈七根本就看不上。不过沈七也不心急，缓缓走进右边第一个石室，打量一番后，惊讶发现这个石室居然另外设有一层禁制。沈七观察片刻后，发现这石室的禁制都是些简单的隔绝禁制，自己随手可破。沈七二话不说，双手一阵挥动，灵力再次打出数道金光卷环，落在了石室之上。石室当即一颤，前方石壁居然慢慢分开，原来是有一道暗格。沈七目光便里面一望，顿时眸中金光一闪。这暗格中并没有其他东西，但在这地面上刻画着一个圆形的法阵。沈七细看之下，发现这个法阵居然是那种至少可以通行10万里的古传送阵。这传送阵看起来十分古老，散发着苍茫的气息。组成法阵的那些符号与材料保持得很是完整，沈七心中猜测，这传送阵极有可能是洞府主人生前无意中发现的。为了霸占此传送阵，此人偷偷在此布置洞府，将传送阵遮掩起来，作为自己的秘密逃生通道。这是一个完好的古传送阵，但开启古传送阵却是需要玄玉。据我所知，整个赤霞界的玄玉只存在于太医书院，而太医书院的玄玉不会超过100之数，所以这传送阵不过是鸡肋的存在，不必理会。问天机不知何时走进石室，只是扫了一眼古传送阵，便是一脸无趣的模样。沈七好奇道：“天机道友，什么是玄玉？”问天机撇撇嘴道：“所谓玄玉，也就是灵玉。二者不同的是，灵玉中灵力的精纯度为90%左右，而玄玉是100%。”沈七恍然的点点头。沈七转过头又看了他一眼，见问天机手中攥着一张古旧的纸卷，随口问道：“天机道友手中之物，可是你心心念念的天机图？”问天机点点头，脸上掩饰不住的喜悦，朝着沈七一抱拳，感激道：“此次真是要多谢沈兄了，不然我想得到这天机图，怕是要费不少心思。”沈七笑道：“小事一桩，问道友不用挂怀。”二人走出暗格，问天机伸手一指旁边的一间石室，意兴阑珊道：“这左二蛋室里面藏着医药丹方，还有阵法典籍，沈兄有兴趣的话，可以统统拿走。”沈七走进石室查看一番后，发现都是一些上古丹方，很多丹方中所需要的药材，如今修仙界早已不见踪迹了。沈七也不在意，将这些丹方全部收回储物界。不过对那些阵法典籍，沈七随意一扫后，便不再理会。沈七走出来后，问天机大手一挥，左二蛋室内的典籍顷刻间焚烧殆尽。问天机道：“这右二蛋室，其内存放的是那上古大能的遗骸，不过此人修为太高，即便只是一具遗骸，其散发的威压，以你我二人现在的微末道行，无法靠近。”沈七好奇道：“那这上古大能修为究竟有多高？”问天机笑道：“若我推演没错的话，此人作画时修为达到了炼虚大圆满之境，如今他的遗骸残留的灵力威压，媲美还需初期修士一级，不知沈兄是否要进入石室感受一番？”闻言，沈七心一惊，赶忙摇头：“还虚境，那相当于剑无双这个级别了。”沈七心道：“还是小命要紧，哪能以身犯险？”问天机呼道：“沈兄，剩下的几间石室大概没有什么有吸引力的宝贝，不过我刚刚抽空推演1、2，发现左边第4间石室充斥着一缕诡异的灵力波动，我看不透，而且石室入口还有一道禁制，我无法打开。或许这间石室当中真的藏有重宝，沈兄可以试一试。”听到问天机的话，沈七眼中金光一闪，毫不犹豫地走到左4蛋室前。左4蛋室与其他石室不一样的是，其他石室只有2根石柱顶着，而这石室立着一道石门。沈七兴高采烈地走进石门，抬手轻轻推了下，岂料石门突然散发一缕静止波动，将沈七震退数丈。沈七目光闪烁，掌心金光浮现，再次贴向石门。诡异的是，金光瞬间钻入石门当中，整块石门都开始散发耀眼的金光。紧接着，石门内部飘出一层又一层的水波纹禁制屏障，禁制一圈一圈的散开，将沈七的灵力彻底吞噬。沈七皱眉，凝神看向石门四周，突然他的目光注意到石门右下方的一块凹陷处，
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一枚鳞片的形状。沈七扭头看向问天机，不解道：“问道友，你来看看，这凹痕的形状像什么东西？”问天机上前打量一二，沉思道：“看起来像龙鳞，不过也不太确定。我只在古籍中看到过龙鳞的记录，却也未曾亲眼见过龙鳞。”沈七内心一动，目光盯着那鳞片状的凹痕，脑海中尝试勾勒出它原本的模样。沈七再次催动金光灵力，小心翼翼地将掌心置于那鳞片凹陷处。不知是不是沈七的错觉，他居然从这凹痕处感受到一丝微弱的召唤。这声音若隐若现的在他心神间荡漾着，听上去像是刚才影像中的龙吟声。尽管这召唤的感觉极其微弱，但是沈七此刻内心十分激动。沈七断定这鳞片应该是打开石门的钥匙，而石室内定有乾坤。沈七目光扫过四周，心道这鳞片状的钥匙不会藏在这洞府之中。沈七二话不说，将剩余的石室一一查探一番。遗憾的是，沈七并未找到类似于鳞片状的器物。重新回到石门前，望着那闪烁的静止波纹，沈七陷入了沉思。片刻后，沈七并指一点，指尖浮现一抹金光，冲着静止波纹轻轻一划，顿时波纹一阵晃动，一道细小的裂缝出现，犹如被刀割开的划痕。诡异的是，裂缝并未分裂开来，而是自动聚合在一起，重新化作一道完整的波纹散开，转瞬而逝。沈七的这个无意间的尝试，当即引起问天机的注意力。问天机目光闪动，似乎想到了什么，惊呼道：“前息巨灵！”沈七望着他，疑惑道：“问道友，什么是前息巨灵？”问天机恍然道：“难怪我推演不出来，原来这里居然是一个巨灵阵。相传，前息巨灵乃是上古大能为了蕴养自身的本命灵兽而创造的一种禁制阵法。”沈七越听越糊涂，不解道：“此阵有何用？”问天机笑道：“顾名思义，聚灵阵乃是凝聚灵气的阵法。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石室内有一处灵泉，洞府的主人将此灵泉布置成聚灵禁制4位灵兽。此刻的石室之中必定藏着某众上古灵兽，就是不知这灵兽是否已经显化。”沈七呼道：“先前我们在迷雾中听到龙吟声，莫非这声音的来源就是这石室内的灵兽？”闻言，问天机双眼睁大，不可思议道：“应该不会吧？难道沈兄觉得石室里面蕴养了一条神兽青龙？”沈七似笑非笑道：“打开石门不就清楚了？如果真是上古神兽青龙的话，那我们就发财了。”问天机也有些心动，急问：“沈兄，你有办法破除石门的禁制？”沈七目光一闪，双手隔空虚化，顿时一道金光自灵海中飞出，犹如一两流星，猛地撞击在鳞片凹痕图案中心处。禁制波纹开始剧烈晃动，隐隐有着破碎的趋势。紧接着，沈七的元婴幻化而出，元婴手持七绝剑阵图，散发出凌厉的杀意。元婴口中传出一阵厉笑，这笑声极为尖锐，化作一道道无形剑气。剑气呼啸而出，急速斩向那剧烈晃动的禁制波纹。沈七目光一扫问天机，急喝：“问道友，速速出手助我！”问天机毫不迟疑，周身灵力翻涌而出，打在禁制波纹上。当问天机的灵力落下时，沈七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低喝一声，双手猛地朝虚空一划，一道金色卷环浮现，朝着禁制波纹急冲而去。沈七双手不停，连续划出数十个金色卷环，浩浩荡荡地向石门轰去。沈七打出的金色卷环越来越多，一道道金色光芒交织在波纹之中，形成了一个金色的光球。光球闪烁不止，内部散发出一阵毁灭的气息。沈七的动作行云流水，几乎是在电光火石之间就已完成。趁着禁制波纹还没来得及扩散之时，沈七一声低喝：“爆！”砰的一声惊天炸响，禁制波纹仿似被针扎中的气球，禁制瞬间消散无形，而那石门也在金光凌厉的压缩下化作飞灰。打开石门后，沈七与问天机身形联动，瞬间就冲进了石室内。待到沈七看清眼前的景象时，沈七不由得有些愣神。石室中心处果然存在着一汪灵泉，灵泉散发着白茫茫的灵气，宛如云海。而在灵泉中，一只模样怪异的小兽正在泉水中畅快地玩耍着。小兽外形有点像一条幼蛇，却生有双足及双脚，兽身通体雪白，十分可爱。沈七好奇道：“问道友，你可知道这小兽是什么上古灵兽？”问天机呼吸急促道：“灰，这是灰？灰是青龙的幼体，想不到这洞府的主人居然真的蕴养着一条神兽青龙，真是世间罕见。”沈七狐疑道：“这小兽真的是青龙？”问天机点点头，笃定道：“灰，双足蛇身，生双脚，灰经500年退化成球，此兽定是灰无疑。不过此兽目前还只是一阶灵兽，尚未进化。沈兄你看，灵泉中心处还漂浮着些许蛋壳碎片，
想必此兽也是刚刚显化不久。沈七还欲再问，忽见那小兽飞出灵泉，张口一吸，一道道白茫茫的灵气猛然钻入灰的腹中。片刻后，灵泉彻底枯竭，小兽忍不住打了个嗝，径直朝着沈七飞来。沈七下意识地抬手去挡，那小兽一口咬在沈七的胳膊上。诡异的是，当小兽吞食了沈七一部分血液后，沈七身体散发出阵阵耀眼的金光，金光瞬间将小兽覆盖。下一刻，小兽化作流光钻入沈七体内，消失不见。问天机愣了，看向沈七。沈七苦笑一声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小兽跑到我的灵海里去了，我召唤不动它。问天机似笑非笑道：罢了，这本来就是沈兄你的机缘，我也强求不得。就在这时，洞府忽然一阵颤动，上方的石壁开始跌落一层一层的石块。问天机掐指一算，惊道：不好，这洞府要塌了，快走！二人顾不得其他，朝着洞口瞬移而去。当沈七与问天机出现在万宝城城门时，距离他们逃离洞府已经是3日后了。沈七二人瞬移而来，还未停落城门口时，门口4位把守站岗的修士立马一个个神色紧张，卑躬屈膝地小跑上前。4人冲着沈七二人点头哈腰，不停问好，口中直呼前辈。4人修为太低，领头之人也不过是金丹初期，如何敢招惹元婴期的沈七二人？沈七从怀中取出几块灵晶，随意打发几人后，径直朝着城内飞去。万宝城坐落在天剑宗东侧3000里外，乃是一间方式交易场所。城池规模很大，城内大大小小的阁楼连绵不绝。城内聚集很多修士，其中半数都是散修。城内修士往来最密集的地方，便是在城中的那一座传送阵位置，每日来往的修士络绎不绝。天剑山毗邻横妖山脉，如今的天剑山方圆万里内，经常会有妖兽出没。除了那些金丹后期以上的修士，且拥有不俗的保命手段，才敢独自在横妖山脉出行。而实力低微的修士只能是组成小队，一队3至5人抱团取暖。而大多数的散修宁愿选择花费些许灵晶，靠传送阵出行。如此做法，最起码可以保障自身安全。沈七刚一进城，瞬间出现4道灵石，这4道神石几乎是同一时间肆无忌惮地扫过沈七周身上下。沈七眉头一皱，还未待他有何动作，身旁的问天机一声冷哼，神石重重地轰在这4道灵石之上。下一刻，便听到虚空中同时传出了4道沉闷的吸气声，眨眼间就有4道身影瞬移来到问天机身后。4人单膝跪地，惶恐道：前辈饶命，晚辈奉命在万宝城巡视，职责所在，绝非有心打扰前辈。问天机看都不看这4人，冷声道：滚！4人身子一僵，颤抖着身子弯腰行礼后瞬移消失。沈七看向问天机，打趣道：想不到问道友也有如此霸气的一面，倒是让沈某开眼了。问天机扫了沈七一眼，笑道：沈兄还是先隐匿自己的修为吧，不然会一直被万宝商会的人关注着。在这万宝城内，还有一位化神大圆满修士驻守，我可不一定能打过他。闻言，沈七也是乖乖听从了问天机的建议，将自己真实的修为彻底隐匿起来，仅仅散发出金丹初期的气息。以沈七目前的灵石强大程度，除非化神期修士，否则无人可以看穿。正当沈七准备踏进一间店铺时，问天机大袖一挥，领着沈七消失在原地。2人的身影刚一消失，虚空中蓦地浮现了一道佝偻的身影。来人是一黑衣老者，一头白发。那黑衣老者神色凝重，仔细地打量了4周一圈后，自顾道：罢了，看来这位化神期道友显然是不愿与我有过多交流。只要他不在万宝城横生事端，我也没必要找此人麻烦。黑衣老者又扫了虚空一眼后，身子一闪，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黑衣老者却不知，从始至终，问天机的神识都锁定在他身上。直到老者彻底消失后，问天机这才收回自己的神识，领着沈七从虚空中幻化而出。2人换了一套装扮后，慢悠悠地行走在万宝城内。沈七跟在问天机身后，一路走走停停。对街道两边的商铺，问天机始终是随意一扫，便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沈七终于忍不住，好奇道：问道友，你到底在找什么？问天机头也不回，淡淡道：找一家铁匠铺，店铺老板是一个瘸子。沈七不解道：你找这家店铺干嘛？问天机道：找那瘸子讨一张邀请函。沈七愈加疑惑，忙问：什么邀请函？问天机不耐烦道：拍卖会的邀请函。沈兄，你问那么多干嘛？跟我走就是了。我前些日子推演得知，这次的拍卖会可能会出现转灵丹。沈七又问：转灵丹？这是什么丹药？问天机回头看了沈七一眼，目光之中神色莫名，久久也不吭声。沈七讪讪一笑，道：问道友莫怪，沈某出身玄天州极北之地，见识确实是浅薄了些。问天机叹了口气，道：
转灵丹乃是上品灵丹，它的作用就是直接让修士提升一个小境界。例如说，你元婴初期服用了转灵丹，1日之内便能顺利晋升元婴中期。此丹药无视瓶颈，且无副作用。化神境之下的修士服用此丹，晋升几率为100%；化神境之上的修士服用此丹，晋升几率减半。沈七一愣，道：“什么？世间当真有如此逆天的丹药？”问天机点点头，道：“转灵丹还算不得稀奇。你要知道，在中州还有炼丹师炼制出了转神丹，转神丹才是稀世珍宝。转神丹是给化神境之上的修士服用的，药效比转灵丹还要强上5成。”闻言，沈七愣住，问天机也不理会他，径直朝前走，目光来回扫视两边的商铺。回过神后，沈七快步跟上，又走了大概1炷香的功夫，问天机双眼之中金光一闪，他的目光紧盯着拐角处湖的一家店铺，嘴角浮现一抹笑意。这家店铺的牌匾上刻着藏兵阁2字，字里行间充斥着若隐若现的灵力痕迹，这痕迹很难察觉，只有修为达到元婴期后才可以感知得到。若是元婴期之下的修士，根本看不出丝毫异常之处。沈七目光一扫牌匾，狐疑道：“问道友，这就是你要找的店铺？”问天机点点头。问天机缓缓走到店门口，伸手正欲敲门，忽见一男子从里面冲出，冷声道：“住基小儿，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速速给我滚开，否则打断你的腿。”沈七冷笑着看了男子一眼，此人的修为不过勉强达到元婴初期，体内的灵力更是羸弱不堪，明显是靠着丹药强行提升的修为。沈七静静看着，脸上笑意莫名。还没等问天机开口，男子便不耐烦地挥出一掌，灵力呼啸而出，直取问天机丹田。问天机双目一寒，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惹自己。问天机神魂之力轰然而出，直冲男子魂海。男子双眼顿时涣散，身子瘫倒在地，气息不在。问天机拍了拍衣袖，目光不再理会地上的尸首，径直走进藏兵阁。见状，沈七笑着跟上。问天机前脚刚踏进店铺，一位中年男子一瘸一拐地迎上来，恭敬道：“前辈，您需要什么？”问天机冷笑一声，道：“店家，我想去密室买些东西，可是我们没有拍卖会的邀请函，不知道你这边能不能卖我2张？”瘸腿男子欲言又止，一脸纠结之色。沉默片刻后，叹气道：“前辈，这次的拍卖会密室明晚需时1刻才能开启，而且晚辈这里的邀请函已经尽数售完。晚辈再多嘴一句，前辈您虽然修为通天，可还是尽早离开万宝城为妙。”问天机淡淡一笑，自顾循着桌椅坐下，端起桌上茶杯，波澜不惊道：“看来门口被我杀死的元婴小儿，他的身份不俗。”瘸腿男子点点头，却是没再说话。问天机还欲开口，忽然察觉到从万宝城中心处的万宝阁中射出一道凌厉的神识，神识将整个万宝城全部覆盖，毫无顾忌地横扫城内诸多修士。时息过后，虚空中传出一声怒喝：“何方宵小，竟敢杀我爱孙！我已经看到你了，蝼蚁之辈，速速给老夫滚出来！”问天机眉头一皱，沈七却是嘿嘿一笑，这目光仿似在看好戏，一脸莫名笑意，静静望着问天机。而店铺中的瘸腿男子听到这喝声时，却是面色大变，他的目光带着一丝惊恐，望向问天机，哀求道：“前辈，您就可怜可怜我这瘸子吧，还望前辈赶紧退出小店，瘸子我感激不尽。”沈七好奇道：“这位道友，门口之人究竟是什么来头，竟让你如此惊惧？”瘸腿男子苦笑道：“道友有所不知，前辈击杀的这位元婴修士名叫万平，乃是万宝阁长老万顺的独孙。万宝城隶属于万宝商会的势力范围，城内的一切均由万宝阁一手掌控。在万宝城内有3位化神境长老长期驻守，万顺排行第2，实力达到了化神中期。除了大长老万福能让万顺忌惮些许，城内其他修士无人敢惹万顺长老。”沈七呵呵一笑道：“原来是万宝城的地头蛇，难怪如此目中无人。问道友，要不要我帮你解决他？”问天机冷笑道：“沈兄说笑了，我还不至于无能到需要你帮我收尾。既然我敢在城内杀了他，又何惧万宝阁之人？”瘸腿男子身子一颤，骇然道：“前辈息怒，息怒啊！所谓和气生财，何必要斗个你死我活？若是万大人一怒之下牵连于老瘸子，只怕我这小店都要被拆了去。老瘸子人微言轻，实在是承受不起万大人的怒火啊！”问天机不屑道：“店家放心就是，今日有我在，万宝阁之人就动不了你。”瘸腿男子苦笑摇头道：“前辈，晚辈还有一事忘了说，如果没有邀请函，即便您明晚再来，拍卖会的组织方也不会让您进入密室的。”问天机转身来到店门口，目光冷冷地盯着虚空之中，冷声道：“那万宝阁的万顺，
可有邀请函？瘸腿男子神色一愣，下意识的点点头。可下一刻他就反应过来，面色巨变的望向门口的问天机。可惜的是，问天机身形已然消失在了门口，传来一道袅袅余音：“沈兄在此等我片刻，我现在去将邀请函取来。”闻言，沈七不理会瘸腿男子，笑着走出店门口，抬头望向半空之中。万宝阁上方虚空，一道臃肿的身影立于虚空中。此人头发半黑半白，留着一缕山羊胡，神色阴沉，一脸死气之样。此人正是万宝阁二长老万顺，在万顺手中握着一把弯刀，刀身上散发出一阵凌厉威压，寒意凛凛。万顺原本正在万宝阁的密室中闭关，忽然感应到宝贝独孙的命魂灯陨灭。万顺大怒，他已然猜出自己的爱孙被人所杀，这才走出闭关之所，追击元凶。万顺为了防止凶手逃遁，他甚至在未请示大长老万福的情况下，私自开启了万宝城的护城大阵，将整个万宝城彻底封禁。而后万顺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直接对街道两边的店家进行搜魂。问天机出手时毫无顾忌，所以街道两边的一些店家亲眼目睹了问天机杀人的全部过程。万顺通过搜魂得知了问天机的长相，但是他并没有看透问天机的修为。不过万宝城是万顺的大本营，他也无所畏惧。于是万顺以自身庞大的神识覆盖整座万宝城，开始对城内的修士仔细搜寻起来。诡异的是，当万顺搜寻数圈以后，却始终没有看到凶手的身影。万顺心中愈加疑惑，难道是凶手早已逃出了万宝城吗？万顺再次催动神识之力，眨眼间又将整个万宝城搜寻了一圈。可令万顺失望的是，他依旧没有发现凶手的踪迹，对方仿佛从万宝城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万顺以神识扫过瘸腿男子的藏兵阁店铺时，他却只是看见瘸腿男子呆愣在账台前。从始至终，万顺都没有感知到问天机二人的存在。恼怒之下，万顺这才发出一道虚空传音。此举一来是为了震慑城内的其他修士，二来也是为了再次试探，确定一下凶手此刻到底还在不在万宝城。在万顺看来，那凶手十有八九是第一时间逃出了万宝城，虚空传音只不过是万顺最后的无能狂吼，吓唬一番罢了。只是让万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他的神识从藏兵阁方向收回之时，在他身前3丈处蓦地出现了一位少年。少年一脸寒意，目光清冷地盯着自己。少年正是问天机。万顺一愣，问天机的样貌与自己搜魂记忆中的那名凶手一模一样。万顺瞳孔猛地一收，身形一闪，退开10丈之外。万顺小心翼翼地盯着问天机，心中的怒火瞬间消散大半。万顺虽然身形臃肿，可他的头脑却不臃肿，且万顺此人生性十分谨慎，若非如此，他也不会有如今的修为与地位。万顺双眼微眯，眼前的问天机居然是使用缩地成寸的神通。万顺回想到自己的神识搜寻许久，也没能发现对方，种种异常加在一起，万顺内心不由得一震。很明显的是，万顺身前出现的问天机不但是化神期修士，而且实力远高于他。问天机现身后，没有任何废话，掌心灵力翻涌，从储物界中飞出一张古朴的图卷。此图卷正是天机图残叶，从洞府中获得残叶后，问天机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既然万宝阁的修士不知死活，今日就正好用这残叶来练手天机图落在问天机掌心之中。他的双目之目中寒光一闪，冷喝道：“图起，震！”眨眼之间，天机图残叶自动飞向高空，迎风暴涨，瞬间化作了一道遮天蔽日的天书图像。这图像足有1000丈大小。一时间，万宝城内的天色都暗了下来。残叶之上，那晦涩难明的文字莫名开始旋转起来，散发出一阵阵白茫云气。问天机双手掐诀，捏出一串复杂的手印。双手动作的同时，问天机低声吟诵着。瞬息之间，云气急速聚拢成一团云雾，疯狂朝着万宝城四周虚空席卷而去。刹那间，整个万宝城都被云气给笼罩住了。一团云气威势不减，直直冲向万顺。万顺面色一变，内心连连叫苦。他不敢再有丝毫犹豫，储物界中飞出数件法宝，一枚玉简飞到万顺头顶，散发出一道青色光芒。青色光芒化作一道屏障，完完全全地覆盖住万顺周身上下。紧接着，一方大印飞出，迎上万顺身前那团冲来的云气。大印中灵力弥漫，朝着云雾狠狠地砸下去。而后又是第3件法宝飞出，此物乃是一块盾牌，盾牌表面散发着冰冷的气息，一丝丝寒气从盾牌中冒出，密密麻麻环绕在万顺身体外，寒气将万顺牢牢包裹在内。与此同时，万顺惊慌高呼道：“道友，这是误会，此事是我鲁莽。”问天机根本不想听他解释，当即冷哼一声，右手并指连续点出，指尖灵力急急射出，
落在天机图图像的文字之上。问天机动作变换太快，只在呼吸之间。图像中的文字旋转之势更甚，隐隐脱离图像虚影，飘在虚空中，蓦地发出嗡鸣之声。随后，图像中的10个古老文字突然幻化消失，形成一道道苍茫的浩然之气。10道浩然之气如同雷霆电光一般，蓦地齐刷刷从天机图内飞出，呼啸而去。那10道浩然之气井然有序地形成一个合围的功法阵法，当中的散发着摧枯拉朽的毁灭气息。10道云气从前后左右等不同的方向悍然轰向万宝阁万顺。在如此强横的攻击下，万顺布下的数道防御法宝屏障仅仅是撑过10息。万顺周身上下的青光屏障及寒冰护盾毫不例外一个个碎裂开来，消散一空。令万顺震颤的是，自己的3件法宝玉简、大印以及寒冰盾全部化作飞灰。万顺内心惊骇到无以复加，他感知到对手的修为不过刚刚化神，以自己化神中期的修为居然挡不住对方一招。在问天机这诡异的法宝攻击之下，万顺居然有种即将陨落的无力感。虚空中那天书虚影法宝的威力让他心生绝望。万顺不敢再有迟疑，猛地一掌拍向自己心口，吐出一口鲜血后，身形幻化成一道血影，使用缩地成寸神通逃遁而去。万顺明白，若是一直被对方困在天机图残页的虚影攻击范围内，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如今只能尝试逃出对方这云气范围，才能再与对方一较高下。可惜的是，问天机不会给他这个机会。问天机早就提防着万顺逃跑，当血影幻化之时，审期并指虚空一点，一道道云气急急飞出，射向那道血影。就在万顺的血影后退1000丈，即将冲出云气范围时，问天机指尖再次点出，又是10个古老的文字虚影幻化消失，而后从天机图残页内再次飞出10道浩然之气。10道浩然之气来势汹汹，犹如牢笼一般，从4面8方围向万顺。万顺的血影使出缩地成寸，还未待他完全虚化，云气猛然冲出，重重地轰在那团血影之上。噗！一口鲜血喷出，万顺已经虚化的身影又渐渐凝实，血气消散无形。万顺身子当即瘫软在地，眼神涣散。被浩然之气击中后，万顺身子表面不断地冒出青烟，神态萎靡，修为也开始跌落。问天机大手一扬，漫天云气自动消散，天机图残页恢复如初，飞回他掌心中。问天机不急不慢地上前，一脸不屑地望着趴在地面的万顺。问天机缓缓抬起右手，虚空一握，生死之际，万顺蓦地再次喷出一口鲜血，一道神魂体从魂海中惊慌钻出，朝着万宝阁急速遁去。问天机立于原地不动，嘴角不屑之色更浓。问天机冷笑一声，缓缓吐出：天机茫茫，天道成空，灭。说罢，问天机并指一点虚空，瞬间虚空中幻化一道裂缝，一股毁天灭地的天雷气息从裂缝中溢散出来。砰的一声惊天炸响，一道恐怖的天雷从裂缝中射出，眨眼之间，天雷便直直地轰在逃跑的神魂体之上。万顺的神魂体就此灰飞烟灭。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只是在呼吸之间。从问天机现身到最后万顺神魂体逃遁，前后不超过20息。万顺身亡之后，万宝阁内一直在关注这场战斗的万宝阁大长老万福瞬间面色大变，其身形一动，出现在万宝阁上空。当万福看到问天机打开的那道虚空裂缝时，眼中浮现一抹不易察觉的忌惮之色。万福出现后，又是一道身影幻化而出，正是万宝阁的3长老万寿。万宝阁的3位长老平日里就是面和心不和，当万顺身陷险境时，其他2人根本没有出手救援的打算，而且2人忌惮问天机的神秘法宝，也不敢贸然进入云气笼罩的范围中。万顺到死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惹到一位如此恐怖的煞星，对方根本没有任何废话，见面就痛下杀手。问天机目光一扫2人，面露不屑，随后大手一挥，虚空中的裂缝消失不见。大长老身形一顿，那毁天灭地的天雷气息来得快，消失的也快。刚刚天雷在他2人面前炸响的一幕，让他们终身难忘。问天机右掌虚空一抓，万顺的储物戒便自动飞到他手中。问天机掌心灵力一吐，储物戒瞬间化作飞灰。而在问天机掌心中，一张玉制的邀请函静静地漂浮着。收回邀请函，问天机看都不看2人一眼，身形一闪，消失在原地。由始至终，万宝阁的2位长老一声不吭，只是静静地看着问天机离去。2人也不敢上前去找问天机的麻烦，在修仙界，实力决定了一切。虽然万宝阁损失了一位化神中期的长老，可万宝商会最终如何处理，他2人还需上报给万宝商会总部。2人相互对视一眼，均是内心暗叹一声，各自离去。问天机在出现时，已是回到了瘸腿男子的身前，将邀请函扔给那呆滞的瘸腿男子，
问天机冷笑一声道：邀请函到手了，现在我们可以参加拍卖会了吧？良久，瘸腿男子回过神来，惊恐道：前辈，您有了邀请函，自然是可以参加拍卖会，不过您的同伴……瘸腿男子不敢再说下去，只是将目光投向沈七。问天机两眼一冷道：何意？瘸腿男子身子一颤，跪倒在地，慌道：前辈息怒，前辈息怒，这乃是拍卖会密室东家们的规定，一张邀请函只能通行一人，晚辈只是一个看门的，可做不了主啊。闻言，沈七笑了笑道：罢了，我再去抢一张来吧。问天机大手一拦，冷道：不必，我再去万宝阁一趟，沈兄在此等我就是。说罢，问天机身形一晃，消失不见。万宝阁大门外，大长老万福与三长老万寿并肩而立，冷冷地盯着身前的问天机。三长老万寿率先开口，恨道：道友，你未免有些太过分了吧？你已经杀了一位我万宝阁的长老，还想怎样？问天机冷笑一声道：万顺狂妄自大，死了也是活该。我帮你们万宝阁解决了一位潜在的隐患，说起来你们还得感谢我。大长老万福双目寒光一闪。问天机毫不理会，淡然道：我师兄想要参加密室拍卖会，但是他没有邀请函。我听说你们万宝阁这里有不少，特来向你们借一张邀请函。三长老冷笑一声，反问：如果我们万宝阁不肯借呢？问天机脸上的笑容渐渐散去，缓缓抬起右掌，掌心灵力弥漫而出。问天机蓦地盯住万寿，冷然道：10息之内交出邀请函，否则送你二人去与万顺团聚。闻言，万寿怒火冲天，哪能容忍对方如此目中无人，手中长枪幻化而出，正欲抢先出招之时，大长老万福伸手一拦。万福上前一步，目光阴森地盯着问天机，语气听不出喜怒，道：问天机，即便你是天剑宗弟子，我万宝阁也不容你在此撒野，这里是我万宝商会的地盘，不是你天剑山。天剑宗再强，在玄天州还做不到一手遮天。问天机冷笑连连，虽然有些意外万宝阁的人能这么快查到自己的背景，可是问天机却丝毫不在意。问天机轻蔑一笑，自顾道：10、9、8。闻言，万宝阁的三长老万寿再也忍不了了，怒喝一声：狂妄小儿，给我去死！万寿手中长枪虚空一刺，灵力从枪尖散出，化作一条游龙，朝着问天机呼啸而来。问天机眼中不屑之色更甚，双手掐出一道复杂的手印，朝着虚空一划，顿时虚空之中浮现一道空间裂缝，毁天灭地的天雷气息再次从裂缝中传出。万寿手中长枪一颤，灵力幻化的游龙隐隐出现崩溃的趋势。问天机冷哼一声，指尖灵力射出，朝着空间裂缝一直点去。轰隆一声电闪雷鸣的炸响，一道雷电光芒从裂缝中飞出，电光瞬间将万寿覆盖。呼吸之间，又是砰的一声，万寿的身子在半空中炸开，犹如烟花般消散虚空。问天机虚空一抓，一枚储物戒飞入他的掌心，掌心灵力在一吐，储物戒化作飞灰，只留下一张预制的邀请函。问天机收回邀请函，目光一扫万福。大长老万福面色呆滞，愣愣地望着虚空中的那道空间裂缝。此刻的万福深刻感受到了雷电光芒中蕴含着的毁灭气息。万福一脸惊骇之色，无以复加。良久，万福方才回过神来，身子不自主地发颤，惊问：你这是什么神通？问天机冷冷道：这雷电光芒就是天劫之力。怎么，老家伙，你是不是想要试试？万福目光躲闪，不敢吭声。仅仅是一道雷电光芒，便将化神初期的万寿轰成烟消云散。这天劫威力恐怖如斯，万福哪还有再出手的勇气？问天机冷笑一声，大手一挥，空间裂缝隐没不见，随后身形一闪，潇洒离去。1日之内，万宝阁接连损失2位化神境修士。万福暗叹一声，取出传音玉符，将今日之事毫无保留地报告给万宝商会总部。当问天机将第2道邀请函丢给瘸腿男子的时候，此人心中的惊惧简直到了极点。瘸腿男子跪倒在地，颤颤巍巍地伸手接过邀请函，毕恭毕敬道：前辈，您还有何要求，直说即可，晚辈定当竭尽全力为您安排。问天机不冷不热道：今夜我兄弟2人就住你这店里了，没事不要来烦我们，拍卖会开始前记得来提醒我们。瘸腿男子点头哈腰道：前辈放心，晚辈明白了。问天机露出一丝满意之色，转身朝着后院走去，沈七笑着跟上。时间一晃而过，转眼间便是次日酉时10分，而此次的密室拍卖会正式开启的时辰是戌时1刻。酉时3刻时，瘸腿男子来到问天机的房前，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问天机结束打坐，打开房门。
瘸腿男子立马上前，恭恭敬敬地递上2张邀请函，问天机随手接过，随后叫上了沈七。二人跟在瘸腿男子身后，在瘸腿男子的带领下，3人来进入了前院内的另一间密室中。当沈七进入密室之中时，这才惊讶发现密室中居然还端坐着一位青山老者。沈七有些疑惑，就在昨夜入住时，他就用魂念探查过整个店铺。诡异的是，沈七昨夜并没有察觉到老者的存在。看来这突然出现的老者不简单，沈七心中泛起一丝警觉。见到沈七如此神情，问天机似乎猜出他在想什么，传音道：沈兄不必惊慌，这次的拍卖会颇具规模，当中也有不少一流宗门的弟子来参加拍卖会。这些弟子们来自东荒九州，密室拍卖会背后的东家断然不敢在这种规模的拍卖会上做出不合规矩之事，沈兄放心就是。沈七笑了笑，传音道：如此说来，是我多虑了。问天机目光又扫了一眼密室四周景象，若有所思道：看来此间密室已被某位还虚境修士前辈布下了一道隔绝禁制，我们昨夜没能感知到这老者的存在，也在情理之中。这密室背后的东家不简单。沈七的目光再次扫过那青山老者，沉默不语，似在思索什么。而当青山老者看到问天机出现后，其眼中顿时浮现无比恭敬之色，二话不说，朝着问天机抱拳行礼，道：此次拍卖会让道友久等了，见谅。问天机同样抱拳还礼，道：不过一夜10日，无妨，道友客气了。二人寒暄一番后，青山老者客气地领着问天机二人进入密室屏风后面。随后，青山老者在屏风后背的墙壁上打出一道手印，刹那间，那墙壁表面便荡起一层水波纹路。停下手中动作后，青山老者从储物戒中取出2块面具，恭敬地递给问天机。沈七与问天机接过面具后，目光打量了下手中面具，沉默不语。青山老者笑了笑，道：此面具乃我们东家所制，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东家要求顾客参加拍卖会必须要戴上这面具，这也是为了保护顾客们的隐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面具中蕴含一道我们东家的神魂能量，能隔绝其他修士的魂念查探，还虚境之下，无人能看破顾客的真实样貌。闻言，沈七笑了笑，率先戴上面具。问天机也不再迟疑，同样戴好面具。二人准备完毕后，并未迈步，而是站在原地。沈七目光朝着墙壁内幻化出的空间一扫，当即发现在其中却有一番天地。墙壁空间内乃是一座豪华精美的阁楼，阁楼共有3层，每一层都分布着上百间相互独立的密室。再有一点，不同境界的修士只能到相对应的楼层接受招待。元婴期修士在第1层，第1层的修士也是最多的，几乎所有的密室给占完了。化神期修士则在第2层，第2层的密室相对充足，还有大半密室空着。而第3层便是炼神境修士才能上去的，而这第3层的密室几乎都空着。沈七一眼望去，第3层只有寥寥几间密室，修士端坐当中，悠闲地品着茶。再看第1层，几乎每间密室内都端坐着2、3位元婴修士，所有人都戴着面具，有的静坐房中，有的低声交谈。在沈七目光时，除了第1层最左侧密室中的一位喝茶的少年与他对视了一眼外，剩下的人根本没有察觉到沈七的目光，就连第3层的炼神境修士也不例外。而这位少年也是拍卖会中唯一一位没有真正戴上面具的修士。沈七敏锐地感知到，这少年脸部有些许灵力波动，很显然，少年是使用了某种神通，在自己脸上变换出了一个面具虚影。更诡异的是，沈七察觉到少年特意隐藏了自己的真实修为。此人明明是化神初期，可以上到阁楼2层，但是少年却只显化了元婴后期的修为，不知为何故意留在1层。与沈七的目光对视之后，少年表面神色如常，但其瞳孔中却有一丝诧异闪过。这少年不知修炼的是什么功法，其魂念感知倒是十分敏锐，居然能够察觉到沈七的目光。收回目光后，沈七与问天机对视一眼，而后2人同时迈步进入那墙壁空间之内。在出现时，二人已是身处阁楼大厅之内。问天机同沈七打了个招呼，然后走上阁楼2层，而沈七则是寻了个无人占领的空旷密室，悠哉地坐下来品茶观望。又过去盏茶功夫，期间陆陆续续有修士进入阁楼中，直到一声清脆的钟响，阁楼通道的入口缓缓隐没不见，拍卖会正式开始。此时1楼大殿的中央处，从地底缓缓升起一张方桌，方桌上摆着一柄铁锤。一位身穿蓝袍的老者从黑暗中走出，来到方桌前。老者轻咳一声，目光一扫阁楼上下3层，而后露出一抹笑容，道：诸位道友，今日的密室拍卖会乃东荒九州的4大商会联合举行，所以今日到场的人多了一些，还望诸位道友见谅。不过诸位今日来此都是为了购置修行所需，
想必大家不会空手而归。哼，老夫也不再废话，现在正式开始第一件宝物的竞价。说罢，老者目光一个示意，紧接着，老者身后走出一位身材曼妙的女修士，双手端着古朴的储物盒，小心地置于方桌之上。老者缓缓打开了储物盒，众人当即看到盒内自动飞出一颗皮球般大的内丹，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老者手指内丹，笑盈盈道：“诸位道友，今日拍卖会的开胃前菜，乃是一枚5阶妖兽的内丹。”沈七看向那颗金晃晃的内丹，只觉得这内丹有些诡异。当他直视内丹之时，竟有一种莫名地头晕目眩之感。沈七心中一震，急急收回目光。蓝袍老者继续介绍道：“诸位道友，此内丹乃是5阶妖兽玄鸟的内丹。大家也知晓，这5阶妖兽其实力已是相当于化神期修士。此内丹对元婴期修士有着极大好处。若是能以此内丹炼制巨神丹，巨神丹具有凝聚神魂的功效，可令元婴修士提升30%的化神几率。”老者话音一顿，又鼓吹道：“这玄鸟内丹对化神修士来说，同样诱惑力十足。若是化神修士能够拍下此内丹，将内丹精华融于法器之中，那么法器就有几率进化成灵器，仅下品灵器就能够抵挡一次炼神初期修士的全力一击，这可是化神修士在关键时刻的保命符啊！”老者的话音刚落，阁楼中顿时传出一阵躁动，众人纷纷交头接耳起来。阁楼2层中的大多数化神修士此刻确实有些心动了。仙道无情，谁都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保命手段。蓝袍老者呵呵一笑道：“诸位，当中种种好处，老夫就不一一赘述了。此内丹竞拍价为1000中品灵晶，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中品灵晶。”说完，老者一敲铁锤，开始竞价。听到老者的报价，众多化神修士面面相觑。虽然这5阶内丹的确难得，但大伙也都觉得此物并不值得1000中品灵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冲着转灵丹而来。如果为了一颗5阶玄鸟内丹就耗费如此财力，只怕后面的转灵丹竞拍将会彻底失去竞争资格。至于元婴期修士，虽然对这内丹很是心动，奈何元婴修士的财力着实有些欠缺。今日在场的元婴修士里，毫不客气地说，几乎7成7的元婴修士，他们的储物界里不会超过5000中品灵晶。元婴修士当然也想参与竞拍转灵丹，虽然他们自己很清楚，想要与化神修士争夺转灵丹，元婴修士的机会很渺茫。但既然来到了这拍卖会，没有哪位修士肯轻易放弃。如此一来，这玄鸟内丹几乎没人报价。蓝袍老者等了半天，只有一位元婴修士报出了1001中品灵晶的价。目光扫过众人，确定无人再加价后，老者也就决定结束竞价，举起铁锤。就在这时，沈七体内那只沉睡的小兽忽然躁动起来。沈七脑海中蓦地传出一道稚嫩的童音，咿咿呀呀叫着：“主人，沈七一愣，魂念瞬间进入灵海之中。只见那灵兽灰正漂浮在灵海池中心，不停地吞吐着沈七的灵气。沈七试探道：“小兽，刚刚是你在跟我说话？”灵兽灰点点头，又是一阵咿咿呀呀。主人，沈七瞬间头大，这灵兽饿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还为什么给他吃啊。灵兽灰好像明白沈七在想什么，滋滋道：“内丹。沈七恍然，魂念当即回归。就在蓝袍老者第3锤即将落下时，沈七高呼：“等等，1300中品灵晶！”老者手中动作停住，目光望向沈七。当沈七喊出新的报价时，蓝袍老者神色一愣。原本老者对这玄鸟内丹的行情并未抱有多大希望，一开始也如他所设想那般，只有一位元婴修士喊出了价，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毕竟玄鸟内丹只是东家随意扔出的寻常之物，更多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彩头。哪一曾想，居然还有顾客加了价。此刻蓝袍老者脸上的笑容更添3分，拍卖价格的越高，他的分成也就越多。老者立马带起气氛，高呼道：“哦，1300，这位道友加到1300了，1300中品灵晶，还有更高的吗？错过这次机会，后面想再获得5阶妖兽可是没那么容易了。”先前那位叫价1100的元婴修士，乃是一位宫装女修。听到沈七的报价时，女修愣了愣，目光阴沉地望向沈七。原本当蓝袍老者正要敲锤之时，女修心中暗道此内丹已是10拿9稳了。想到自己此番能够以最小的代价竞拍到这玄鸟内丹，女修内心激动不已。这玄鸟内丹对宫装女修颇为重要，因为她饲养了一只4阶妖兽朱鹤。近日女修自己的妖兽朱鹤突然暗疾复发，若是能吞噬这枚玄鸟内丹，则朱鹤体内的暗疾可以彻底驱除。起初无人喊价时，宫装女修还暗自窃喜，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岂料沈七突然抬价，如此横插一手，瞬间打乱了他的计划。
问天机目光疑惑地望向沈七，不知他为何忽然会对这内丹感兴趣。问天机神念传音道：沈兄，你为何要加价？5阶妖兽的内丹并不算太稀奇，根本不值1000中品灵晶，还是不要浪费灵晶了。沈七笑了笑，传音道：无妨，这内丹我用得上，反正我身上灵晶不少，拍下这内丹也不影响。听到沈七这么说，问天机也不再多问。蓝袍老者也再次开口询问道：各位道友还有喊价的吗？如果没有，那这内丹就归这位道友了。说罢，老者又举起了手中铁锤。见到老者手中动作，宫庄女修恼怒地扫了沈七一眼，咬牙道：1500中品灵晶。听到宫庄女修再次喊出新的价格，蓝袍老者神色一喜，眉飞色舞道：好，有道友出到1500了，这位道友你还要继续加吗？说话间，老者目光又一次看向了沈七。沈七神色不变，笑道：2000中品灵晶。哇！沈七这一喊，拍卖场内的众多修士瞬间炸开了锅。有修士讥讽道：此子究竟什么来头？脑子没问题吧？居然舍得花2000中品灵晶去拍下一颗5阶内丹。有修士羡慕道：此子不过元婴初期，出手居然如此阔绰，估计又是哪家顶级宗门的掌门亲传弟子，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我怎么就没这么好命呢？有修士打趣道：此子居然拿出2000中品灵晶去拍一件寻常之物，看来就是一位败家子。如果拍卖场的修士都和他这般，那多好！如此一来，后面的转灵丹也就没资本跟我争了。有修士不屑道：吃！你这种穷光蛋，2000灵晶都拿不出，还想着竞拍转灵丹，别做春秋大梦了。对于诸位修士毫不遮掩的话语，沈七仿佛没有听到一般，脸上笑意不减。宫庄女修两眼寒光一闪，沈七的连续2次抬价，让宫庄女修认为沈七是有意在与自己作对。女修神色渐渐冷了下来，在她看来，沈七不过元婴初期，而自己已是元婴后期。对于沈七的行为，宫庄女修将此视为对自己的挑衅，简直是不知死活。女修霍的起身，目光冷冷地盯着沈七的密室，森然道：小友，这玄鸟内丹对我有大用，还请小友能够成人之美，莫要再喊价。沈七扫了女修一眼，神色不变道：只怕要让道友失望了，我对这内丹势在必得，还望道友忍痛割爱。女修冷声道：如此说来，你要与我为敌了。沈七呵呵一笑道：拍卖之物，价高者得，谈不上为敌。宫庄女修轻蔑一笑道：好，很好，即便你拍到了这内丹，只怕也走不出这万宝城。沈七毫不在意，淡淡道：这就不劳道友费心了。眼见宫庄女修散发出浓浓的杀意，一点也不掩饰。蓝袍老者目光又望向女修，适时开口打断二人交锋，笑着问道：道友，你还要不要加价？如果不加的话，这内丹就归那位道友了。女修面沉似水，仿佛为了跟沈七较劲，一字一句吐出：2500中品灵晶。当女修喊出这个价格后，阁楼上下一片哗然，众人目光纷纷投向宫庄女修，一脸的难以置信之色。这枚玄鸟内丹价值封顶了，也就是1200，可此时的女修被沈七给激怒了，直接喊出2500，相当于用2倍的价格买下一枚寻常的5阶内丹。听到女修的报价，蓝袍老者脸上几乎要笑开了花，扭头看向沈七。还未待老者开口，沈七轻笑一声道：3000中品灵晶。沈七的话音未落，阁楼上下顿时传出一片哄堂大笑声，就连那蓝袍老者此刻也是一愣。阁楼3层，一位正在品茶看好戏的炼神修士忍不住摇摇头，嘲讽道：3000中品灵晶买一颗5阶内丹，此子真是蠢到家了，朽木不可雕也。阁楼2层，一位化神修士阴恻恻道：无知小辈，你的灵晶很多吗？若是当真花不完，不妨借一点给老夫花花。沈七目光一扫这化神修士，眼中寒光一闪而过，便不再理会他。而当宫庄女修听到沈七喊出3000的价格时，她的脸色彻底暗了下来，当即不再废话，长袖一甩，坐回密室之中。2500已经是她的极限价格，超出这个数，她就无法再竞价了。这次出门，女修预备的灵晶并不充足，她还得预留灵晶去竞拍转灵丹。对这枚内丹，虽然心有不甘，女修也只能无奈放弃。蓝袍老者见女修不再喊价，于是就快速地敲下铁锤，确定了这枚内丹的归属。老者内心狂喜，仅仅这一场头彩，他的分成就能达到300中品灵晶，如此可观的数目，怎能不令他激动？老者笑眯眯地看着沈七，乐呵呵道：道友，这枚5阶内丹属于你了，请问道友，你是打算当场交易，还是等拍卖会结束后去往后堂交易？沈七大手一扬，3000中品灵晶从储物戒中幻化而出，小山状的灵晶自动飞到老者身前，静静地漂浮在半空。
沈七伸手一指，笑道：“请道友核对数量。”老者又是一愣，没想到沈七会如此痛快。老者也是没有任何犹豫，目光快速扫过身前那一堆灵晶，确认数量无误后，大手一挥，将灵晶收回储物戒中。老者笑容满面道：“多谢道友，数量无误，这内丹归你了。”说罢，老者抓起内丹，径直扔向沈七。沈七随手接过，只见其掌心金光一闪，内丹便自动钻入他灵海中。沈七几乎没反应过来，内丹就被灵兽灰吞入腹中。沈七不知道这灵兽使的是什么神通，居然能从自己手中悄无声息地抢走内丹。却见灵兽灰吞下内丹后，他身体表面顿时散发出一道道青色光芒。灵兽忍不住打了个嗝，随后便陷入了沉睡之中。沈七拍下内丹后，弥漫的无形硝烟渐渐散去。在众多修士翘首以盼的目光中，蓝袍老者命人端上了第二个储物盒。老者轻咳一声道：“诸位道友，拍卖会的第二件宝物便在这里了。”储物盒中装的可是一件重宝，这里有2颗若木种子。老者的话音未落，第3层的炼神修士齐齐起身，眼中金光爆闪。第2层的化神修士一个个盯着方桌上的储物盒，脸色通红，呼吸急促。而第1层的元婴修士或许是见识尚浅的缘故，大多数元婴修士神色茫然，根本不知道老者所说的若木究竟是什么宝贝。有一元婴修士好奇问道：“道友，不知你所说的若木种子究竟是何宝贝？”蓝袍老者微微一笑道：“若木乃是上古神木，古籍中有记载，若木生于黑海之渊，其名若木，中有若水。”可惜的是，老者这简单的介绍令诸多元婴修士愈加茫然。蓝袍老者见状，冷然一笑，继续道：“简单来说，若木有2种神异之处。其一，若木本身蕴含着纯净的以木精华；其二，若木内部会孕育若水。”另一元婴修士忙问：“道友，不知这2样东西有何神异？”老者不慌不忙道：“众所周知，凡人想要踏入修仙之路，前提条件就是得拥有灵根。灵根分为5行属性，即金木水火土，而灵根品阶又分为天地玄黄4个品阶。如果一位木属性黄阶灵根的修士能够炼化若木中的以木精华，则可以提升自己的灵根品阶，保底能够晋升至玄阶灵根。若是此人机缘逆天，甚至能够晋升至天阶灵根。”闻言，在场的元婴修士皆是倒吸一口凉气，这以木精华竟有如此逆天功效。蓝袍老者将诸多元婴修士的神色尽收眼底，呵呵一笑道：“诸位道友，大家都清楚灵根品阶的提升的意义。灵根品阶提升就意味着修士的资质与悟性提升。修仙之路最重要的就是自身资质，提升资质对任何一位修士来说犹如是命同再造。所以说，今日参加拍卖会的道友，若是木属性灵根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件宝物。”听到这些，在场的一些木属性灵根的修士顿时双眼通红，恨不得立马冲上方桌前，将若木种子抢到自己手中。又有元婴修士呼问：“道友，我并非是木属性灵根，却不知这宝物对我等还有别的什么益处？”蓝袍老者轻笑一声道：“其他属性的灵根同样可以炼化若木中的以木精华，虽然不能提升灵根品阶，同样能强化灵根韧性，壮大灵根，此亦是修士的大造化。”沈七呼问：“道友，你刚才所说的若木中能孕育出若水，不知这若水又是何种宝物？”蓝袍老者目光一扫沈七，笑道：“这位道友可算是问到重点了，这若水才是若木中最重要的宝物。若水其实并不是普通的水，若水中蕴含着人水法则演化出的一丝奥义力量。”此话一出，沈七神情不由得一震，沈七的神色变化也被老者看在眼里。老者莫名一笑道：“道友，所谓奥义，想必不用老夫多说了吧？奥义是还需敬前辈才能掌握的力量。若是哪位炼神修士能够领悟某种奥义，哪怕仅仅只有一丝，晋升还需敬，也是指日可待。”就在这时，阁楼3层的一位炼神初期修士走出密室，急不可待道：“小友，赶紧竞价吧！”蓝袍老者连忙抱拳行礼，躬声道：“前辈见谅，我这就开始。”老者从储物盒中取出若木种子，一手一颗，置于掌心。若木种子缓缓飞起，朝着阁楼的众位修士展示了一圈。展示过后，老者讲解道：“诸位道友，这2颗若木种子只需要浸泡在人水灵泉之中，10年的时间便可完全成熟，生长为3尺若木。人水灵泉并不稀奇，东荒9州的4大商会都能购买得到。”略一停顿，蓝袍老者继续道：“诸位道友，对储物盒中的2颗若木种子价值，想来各位内心已经有了判断，所以老夫我就不再废话了。2颗若木种子需一起竞拍，价格1000上品灵晶起拍，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上品灵晶。当然，考虑到诸位道友可能准备不足，
拍卖会允许以物换物，道友若是能拿出其他宝物抵价，拍卖会的东家、4大商会的长老会当场评估价格。老者说完，轻敲一下铁锤，竞价开始。阁楼中的所有修士霎时安静下来。这一次的拍卖会，大多数修士原本是为了转灵丹而来，可是不曾想，拍卖会的第2件拍品就出现了如此宝物。一时间，诸多修士的叫价声此起彼伏。叫价的修士当中，基本上都是第2层的化神修士与第3层的炼神修士。这2个境界的修士手段通天，平日没少干杀人夺宝的勾当。日积月累下，每个人的身家都是特别丰厚，即便是上品灵晶，化神修士以及炼神修士也能够轻描淡写的拿出来。资本雄厚，自然没人愿意错过这若木种子。沈七看了看自己的储物界，虽然他也搜罗了不少灵晶，但大多数是中品灵晶。在整个修仙界，用作交易的货币只有3种，分别是灵玉、灵晶、灵石。灵玉甚为稀有，它是蕴含灵力程度为 90% 的灵晶，1块灵玉就能兑换1000块上品灵晶。灵晶则有3个品阶，按照灵力纯度划分，分为上中下3等。1颗上品灵晶可以兑换100颗中品灵晶，1颗中品灵晶则可以兑换100颗下品灵晶。东荒9州之中，只有顶级宗门的核心弟子才会使用上品灵晶。对于大多数的宗门弟子与寻常散修来说，中品灵晶才是硬通货。而在一些偏僻之地的破落宗门，中品灵晶都是稀罕之物，对他们来说，平日只舍得使用下品灵晶。甚至于一些炼气期以及筑基期的弱小弟子，灵晶都接触不到。他们平常用来修炼及交易之物，乃是灵石。灵石中蕴藏的灵力纯度很低，只有灵晶的1/3都不到。1块下品灵晶可以兑换100颗灵石。沈七脸上浮现一抹懊恼之色，自己过去杀了不少修士，却没有好好搜刮财物。沈七内心叹气，真是钱到用时方恨少。沈七虽然是金属性天阶灵根，却也对这若木种子产生极大兴趣。可是眼下他却丝毫不敢喊价。仅仅过去30息不到，若木的价格便被哄抬到了5000上品灵晶。听到这价格时，沈七露出一丝苦笑。当3层的一位炼神修士喊出7000上品灵晶的价格后，就连2层的几位不停喊价的化神修士，此刻也不由得苦笑着摇了摇头，心有不甘的放弃了竞拍。7000上品灵晶，哪怕是化神后期修士也很难积攒到这么多上品灵晶。更让沈七震惊的是，炼神境修士的竞价仍在疯狂继续。就在那炼神境修士刚刚喊出7000之数，立马就跟上另一道声音，抬高报价。出价之人同样是3层上的一位炼神境修士，此人脸色涨红，嘶吼着喊出价格7500。又有一位炼神境修士轻蔑一笑道8000。还有一位炼神修士双目金光闪烁，状若癫狂道：老夫乃是木属性地阶灵根，这若木种子老夫志在必得，老夫倒要看看今日谁敢与老夫抢。8500。片刻功夫过后，就只剩下4位炼神修士在暗暗较劲，不断抬价。而最开始喊价的那位炼神境修士哈哈一笑，没有任何迟疑道：1万上品灵晶。沈七暗暗啧舌，想不到这若木种子居然如此抢手，竞拍价格直接涨到1万。就在沈七静静看着好戏时，忽见问天机从2层走下，径直来到沈七的密室中。沈七一愣，似笑非笑道：天机兄，你怎么跑到我这来了？问天机开门见山道：沈兄，你手中还有多少灵晶？能否先借我一点？沈七苦笑道：我身上倒是还有不少灵晶，可惜都是中品灵晶，折算下来也不过400-500上品灵晶，这点家底根本不够看。闻言，问天机眉头一皱。沈七好奇道：怎么，天机兄你也想去凑凑热闹？问天机点点头道：此物对我有大用处。沈七白了他一眼，笑道：这若木要是真有那么神奇，对任何修士都有大用。现在的问题是，若木种子的价格被他们抬得太高，如今已经喊到1万上品灵晶了，眼下竞价还在继续，也不知会加到多少。沈某连喊价的勇气都没有。问天机苦恼道：我这次居然没有推演到会出现若木种子，以至于准备不足，失策。沈七笑了笑道：我有点好奇，你现在有多少灵晶？我看你身上宝贝肯定有不少，不如你拿出几件宝物出来，用来抵价。问天机摇摇头，纠结道：我身上的宝物可不能随便拿出来，会引来太多麻烦。我的储物界中还有3万左右的上品灵晶，现在倒是可以参与竞价，可如果拍下了这若木种子，那后面的转神丹我就没法去争了。沈七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惊呼：3万上品灵晶？你们君天州的修士都这么有钱吗？还有，怎么会有转神丹？你之前说的不是转灵丹吗？问天机莫名一笑道：如果仅仅只是拍卖转灵丹，
怎么可能会引起炼神进修士的兴趣？这一次，转灵丹与转神丹都会出现在拍卖会上，而这转神丹才是此次拍卖会的终极宝贝。沈七恍然道：“原来如此，难怪你非要拉着我来参加这场拍卖会。”问天机目光一扫方桌上的若木种子，叹了口气道：“罢了，有舍才有得，这宝贝就让这几位前辈去争吧。”沈七眼珠子一转，若有所思道：“天机兄，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听一听？”问天机瞥了沈七一眼，似笑非笑道：“莫非沈兄想要不劳而获？”沈七嘿嘿一笑道：“我这可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天机兄不如好好考虑下，既能省下一大笔上品灵金，又能得到一颗若木种子，何乐而不为呢？”问天机摇摇头道：“我知道沈兄在想什么，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你这是在异想天开。炼神境可不是金丹期小喽啰，即便你我二人合力，也不可能抵挡得了炼神修士的炼狱法则。”沈七双眉一挑，沉默不语。问天机冷笑一声道：“怎么，沈兄不认同我的话？”沈七不服气道：“沈某的确不太认同，炼神修士固然强大，可我自认为对上炼神修士还是有些许自保之力。你我二人联手，只要不是面对化神大圆满，我相信胜负犹未可知。”问天机冷笑连连道：“沈兄，你太小看炼神境修士了，你莫以为上次你凭借金光神通破开了燕长老的炼狱牢笼，就真的能抗衡炼神修士了。”沈七目光闪烁，也不反驳。问天机叹了口气道：“其实燕长老并没有对你动用杀招，他的目的只是对你震慑一二，顺便再试探一下宗主的态度。燕长老心里很清楚，宗主剑无双就在暗处盯着你，如果燕长老真的全力催动炼狱中的法则力量，沈兄你恐怕连金光神通都来不及使出来，就已经灰飞烟灭了。”沈七一愣，他倒是没去想这么多。问天机神秘一笑道：“虽然沈兄你融合了那位前辈的金光神通，可那终究不是你自己的力量，你真正能发挥出来的大道威能不足1/1000，而且你这道金光神通力量的威能是随着你自己的修为而逐渐提升的。”沈七苦笑一声道：“想不到最了解我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天机兄。”问天机叹道：“若是沈兄与我皆是化神大圆满，对上寻常的炼神初期或者炼神中期，胜算倒是能有7、8分。可你我如今的修为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还是不要白日做梦了。”沈七讪讪一笑道：“今日天机兄所说的话，令沈某醍醐灌顶，沈某受教了。”问天机哈哈一笑道：“沈兄言重了，我历来信奉一个原则，可则进，不可则退，先到不易，凡事量力而行。我们不能盲目去赌，若不然，最终的代价就是生死道消。”就在二人谈话间，若木种子最终被一位炼神中期修士以23000上品灵金的价格成功拍下。那修士亦是财大气粗，毫不顾忌的直接从储物戒中取出灵金，当场完成交易。交易完成，蓝袍老者咧着嘴，命人搬出了第3个储物盒。拍卖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陆续有4、5件宝物遭到诸多修士的哄抢，尤其是有几位化神修士喊价时毫不犹豫，仿佛他的灵金是白捡来似的。最终这4、5件竞拍的宝物都成功拍出了过万上品灵金的恐怖价格。在这过程中，沈七始终没有去参与任何一件宝贝的竞价，不是他不想，而是他发现自己真的太穷了。问天机中途倒是有参与竞价，并且最终用2000上品灵金拍下了一件宝贝，那是一块看上去十分古老的龟壳，龟壳上刻印着玄奥的云纹。这龟壳看上去并不出奇，沈七也不清楚到底是何宝贝。经过问天机的解释后，沈七这才明白，原来这龟壳乃是上古天窥之道的大能所使用的法器，名曰六爻战。随后拍卖会又成功拍出了2件宝物，而从拍卖会开始到现在，还没有一件宝贝流拍，足见此次的拍卖会准备的宝贝对众修士的诱惑力当真是十足。当蓝袍老者命令手下再次端出一个储物盒时，在场修士的目光顿时朝着方桌望去，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斥着希冀之色。老者缓缓走到方桌旁，娴熟地打开储物盒，只见储物盒当中放置着一块巴掌大的黑色石头，石头表面坑坑洼洼，毫不起眼。蓝袍老者目光闪烁，笑道：“诸位道友，此物乃是十方商会的太上长老游历海外进渊时无意中得到的一件宝贝。这块黑石究竟是什么材质，究竟有什么作用？我们4大商会的东家花了2年的时间，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有元婴修士冷笑一声，打断道：“道友，照你所说，这块黑石就是一件无用之物咯？”蓝袍老者呵呵一笑，不紧不慢道：“虽然我们东家不知道这黑石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此物却有神异之处。东家们在经过多番商量后，方才忍痛割爱，
将黑石拿出来拍卖。我们东家也是希望能有一位有缘人，能够真正的解开此黑石的秘密。有化神修士好奇道：道友，不知这块黑石当中究竟有何神异之处？老者轻笑一声道：其一，此黑石握在手中，冬暖夏凉，若以黑石修炼，能静心凝神，有预防走火入魔之功效。其二，此黑石表面坚硬无比，十方商会的太上长老乃是还虚境前辈，他老人家曾经想要破开此物，在尝试上百种办法后，依旧不能伤到黑石分毫。有炼神修士狐疑道：小友的话可是当真？以还需前辈的力量都破不开这黑石。蓝袍老者点点头，正色道：晚辈所言句句属实，诸位可以好好想一想，还虚境前辈其实力何其恐怖，都奈何不了这黑石，足以证明此物并非凡品，只是我四大商会机缘浅薄，没办法理解宝物的真正玄妙。听完老者的介绍，有不少修士目光闪烁，显然已是有些心动。当即有化神修士走出密室，试探道：道友，不知此物你们如何竞拍？老者微微一笑道：此黑石的起拍价为5000中品灵金，每次加价不低于1000中品灵金。说罢，老者敲了敲铁锤，意味着黑石的竞拍正式开始。当蓝袍老者宣布起拍价后，在场修士传出一片唏嘘声，众人神色古怪地看着方桌上的黑色石头，沉默无言。虽然大多数修士并不缺这5000中品灵金，但是让大伙掏5000中品灵金去竞拍一件啥都不确定的宝贝时，众人都开始犹豫了。谁也不希望自己花出去5000中品灵金，最后换来了一件鸡肋之物。一时间，拍卖场上异常安静，足足过了20息，依旧没有一人喊价。沈七盯着那黑色石头，仔细打量着，他倒是挺心动，也有了喊价的想法。可惜沈七并没有看出黑石有什么玄机。无奈之下，沈七看向问天机，问道：天机兄，你能不能看出来这黑石究竟是什么宝贝？问天机点点头道：当然。沈七一愣，失声惊呼：天机兄，莫非你认得此物？问天机笑了笑道：当然，我不但认识，在我的储物戒中还收藏着一块这样的黑色石头。沈七又是一愣，目光古怪地盯着问天机，半信半疑道：天机兄，你不是在忽悠沈某吧？问天机神秘一笑道：沈兄是不是觉得难以置信？其实这黑色石头乃是五色神石。沈七疑惑道：这又是何物？问天机笑道：其实这石头原本面貌并非黑色，而是散发着五色神光，十分光滑。方桌上的这一块五色神石，因为它的灵韵没被激发出来，所以才会显得黑不溜秋，坑坑洼洼。沈七忙问：天机兄，你可是知道如何激发出五色神石的灵韵？问天机轻笑一声道：当然，不仅这些，我还知道五色神石究竟有何作用。其实五色神石在中州之地算不得什么特别稀罕之物，只是五色神石形成的条件较为苛刻，在修仙界中数量极为稀少，而五色神石唯一的作用就是修士用它来制作分身。沈七恍然道：原来如此。天机兄，那这五色神石到底值不值5000中品灵金？问天机摇摇头道：如果你打算修炼分身的话，那就值；如果你没有这个打算，那就不值。怎么，沈兄对这个石头感兴趣？沈七点点头道：我确实在一开始就对这石头有些心动，反正竞拍的价格我也能接受，而且目前来看，其他修士似乎都舍不得喊价。问天机哈哈一笑道：那沈兄就将此物拍下吧，有空我再教你如何制作分身。有了问天机的指导，沈七不再纠结，走出密室，一声高呼：6000中品灵金！沈七这一喊，立马将众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蓝袍老者神色一喜，原本他都以为这黑色石头肯定要流拍了，哪曾想临近结束竞拍时，又是沈七这个愣头青跳出来喊价。老者面带笑容，眉飞色舞道：好，这位道友出价6000了，还有道友加价的吗？没有的话，我就落锤了。蓝袍老者举起铁锤，目光扫视四周，心中却是恨不得赶紧敲下去。见无人回应，老者照例敲锤，高喊：6000中品灵金一次，6000中品灵金2次。正当老者要喊出最后一句时，忽听一层角落的一间密室传出一道低沉的声音：我出7000中品灵金。沈七一愣，目光看向了角落的密室，眼神中寒光飘过。喊价之人正是先前与沈七争夺内丹的那位宫庄女修。很显然，女修对这块石头并没有太大兴趣，只是在看到沈七喊价后，为了恶心一下沈七，故意抬价。迎着沈七的目光，宫庄女修得意地挑了挑眉，挑衅之色尽显无疑。沈七皱了皱眉，内心懒得搭理这女修，收回目光，
沈七再次喊价：“8000！”沈七话音未落，宫庄女修没有一丝迟疑，高声喊道：“9000！”沈七双目一寒，一丝若有若无的杀意从沈七体内飘散而出，目光冷冷盯着宫庄女修。女修对此毫不在意，脸上笑意莫名。在场修士似乎都能感受到沈七在强忍怒意，无形的火药味又开始弥漫起来。蓝袍老者看着沈七，笑眯眯道：“道友，那位道友出到9000中品灵晶了，你还要不要加价？”半晌，沈七缓缓吐出：“12000。”宫庄女修冷哼一声，立马抬价：“15000。”女修朝沈七投来轻蔑的目光，这无声的嘲讽使得她脸上的笑容愈加灿烂。沈七冷笑一声，玩味道：“既然道友给出这么高的价格，在下也就不夺人所爱了。恭喜道友拍下这件宝物，道友可要将宝物收好了，莫要丢了去。”说罢，沈七不再看他，也不再去喊价，转身回到密室中。宫庄女修神色一愣，脸色瞬间黑了下来。她自己并不是真的想拍下这块黑色石头，只是故意针对沈七而已。女修笃定沈七对这黑色石头志在必得，这才会胡乱跟价。着实没想到沈七中途居然直接放弃，让他吃了个哑巴亏。想到自己花了15000中品灵晶就买了个莫名其妙的无用石头，宫庄女修内心怒火更甚，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密室中。问天机望着沈七那张阴沉似水的脸，露出莫名笑意，打趣道：“沈兄，我倒是没想到你居然舍得放弃竞拍，看你刚刚的架势，我还以为你要与那女修争到底呢。”沈七冷笑连连，撇嘴道：“既然他非要帮我节省灵晶，沈某乐意支持。那五色神石就暂且让他保管片刻功夫，等拍卖会结束，我再去找他拿回来。”问天机轻笑一声，不再多说。很快，拍卖会进入到了倒计时，如今只剩下2件重宝还未登场，也就是众多修士此次的终极目标转灵丹和转神丹。当2个储物盒一起被端上方桌的时候，每个修士的眼睛都直了，一个个呼吸急促，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就连沈七此刻也是心脏砰砰直跳。望着众人失态之色，蓝袍老者露出满意的笑容，轻咳一声，充满诱惑道：“接下来压轴出场的是2件重宝，储物盒中是何物？想必诸位道友皆已知晓。没错，我左手边的储物盒装着4颗转灵丹，而我右手边的储物盒装着2颗转神丹。”老者小心打开储物盒，从盒中取出2只小药瓶，一一为众人展示。蓝袍老者呵呵一笑，道：“诸位道友，这2瓶灵丹自我们东家收购回来后，便一直收录在我们在商会店铺藏兵得的药匣中。时至今日，这丹药从未被打开过，药瓶上还有炼药师部下的禁制封印，诸位一看便知。3层的炼神修士们毫不废话，庞大的神识之力一扫老者手中的药瓶。待到检查过后，众人皆是露出满意的笑容。蓝袍老者小心将药瓶放回储物盒中，而后不紧不慢道：“诸位道友，这转灵丹与转神丹乃是上品灵丹，尤其是转神丹，只有中州之地的8阶炼药师才能炼制而出。转神丹的功效与价值，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就不再赘述了。我要说的是，现在这拍卖会的规矩还要再改一改。诸位道友想要竞拍灵丹，必须要以灵玉报价。”听到老者这番话，整座3层阁楼瞬间安静下来。第3层的炼神境修士神色不变，仿佛这个规则全在意料之中。第2层的绝大多数化神境修士却是忍不住皱眉，低头沉思。很显然，这些修士并未提前获知这个信息。而第3层的元婴修士，每一个人的脸色都变得苍白，一个个低声叹气，神色不甘。当沈七听到灵玉之后，已经是彻底死心了。沈七目光随即看向问天机，却见他笑意依旧，一脸从容。沈七有些惊诧，好奇道：“天机兄，你这般胜券在握，莫非你还准备了灵玉不成？”问天机长笑一声道：“当然，我的储物戒中可是还有100来块灵玉，不敢说100%能抢到转神丹，争夺那4颗转灵丹还是问题不大。”沈七一脸震惊，不可思议道：“天机兄，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啊？就连灵玉你都能有100块？你们君天州的修仙宗门也太富有了吧？你师尊是不是将天机峰所有的资源及财富都给你了？”问天机得意地眨了眨眼，笑而不语。紧接着，蓝袍老者手中铁锤一敲，开始宣布竞拍价格。诸位道友，转灵丹的竞拍价是10块灵玉，每次加价不低于2块灵玉；转神丹的竞拍价是20块灵玉，每次加价不低于3块灵玉。我要特别说明一点，若是哪位道友的灵玉数量十分充足，可以申请直接将2种灵丹买断，买断的一口价是500灵玉。听到这，在场修士无不震惊，第1层的元婴修士更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老者笑了笑，补充道：“申请买断者
需要先通过我们商会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资产验证，验证合格后将直接取消接下来的竞拍。现在我再最后确认一遍，是否有道友申请买断？在场修士鸦雀无声，面面相觑。片刻过去，依旧无人出声。见状，老者笑了笑，道：好，既然没有道友申请买断，那么竞拍继续。首先竞拍的灵丹是转灵丹，请诸位道友开始竞价。老者话音刚落，问天机便第一个喊价：15块灵玉。我出18块灵玉，我出20块灵玉。一时间喊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不过片刻功夫，转灵丹的价格便被哄抬到了80块灵玉。问天机皱了皱眉，咬牙道：90块灵玉。问天机的储物戒中，灵玉的数量也不过是115块，现在每一次加价，对他来说压力都很大。可惜的是，其他修士可不会在乎你灵玉到底有多少。问天机刚一出价，立马就有一位化神后期修士大笑一声，喊道：我出100块灵玉。问天机脸色阴沉，继续喊价：105块灵玉。那化神后期修士针锋相对，丝毫不让。此人猖狂大笑，再次抬价：111块灵玉。问天机简直要被气吐血，目光扫了那化神后期修士一眼，还欲开口喊价。沈七见他脸色有点难看，猜到他身上的灵玉应该快到极限了。沈七当即拉了拉问天机衣袖，劝道：要不算了吧，看起来这化神后期修士肯定会死磕到底。我们现在将这瓶转灵丹让给他也无所谓，等拍卖会结束了，我们再去抢过来就是。问天机叹了口气，只能无奈放弃。最终这瓶转灵丹被那化神修士以111块灵玉的价格成功拍下。接下来便是转神丹的竞拍了。此丹竞拍的激烈程度远远强过转灵丹数倍。刚刚的转灵丹炼神境修士几乎没人吭声，只是静静地看着好戏。而当转神丹开始竞拍后，第3层的那10余位炼神境修士此刻仿佛像疯了一般，拼命喊价：老夫出35块灵玉，我出50块，我出70块。这些炼神境修士完全不给他人考虑的时间，疯狂抬价。仅仅10息过去，转神丹的价格便飙到了100之数。如此场景简直让沈七看呆了去。待到片刻功夫过后，一位炼神后期修士直接喊出了330灵玉的恐怖数字。这个价格直接将另外2位还在苦苦坚持的炼神修士彻底斩断了2人的念想。当蓝袍老者手中铁锤敲下第3声时，那炼神后期修士哈哈大笑，毫无顾忌地从储物戒中取出330块灵玉丢给老者，而后凌空一抓，便将那瓶转神丹抓回自己手中。蓝袍老者苦笑一声，却是默默地清点灵玉数量，不敢有一丝不满之色。收好灵玉后，老者笑了笑道：诸位道友，今日的拍卖会到此结束。如果各位还有雅兴的话，我们东家还为诸位道友准备了一壶极品灵茶，大家可以品尝香茗之后再离开。若是诸位道友另有急事的话，那请自便。说罢，阁楼通道的位置再次浮现出一道荡漾的水波纹络，通道出口幻化而出。蓝袍老者话音刚落，便见到数道身影从密室中瞬移而出，朝着出口飞去。在这些急速飞行的身影当中，沈七清楚地看到了宫庄女修的身影，以及那拍下转灵丹的化神后期修士。沈七站起身，拍了拍衣袖，笑道：天机兄，我们该去干正事了。不等问天机开口，沈七的身影急速瞬移变换，朝着宫庄女修飞离的方向追去。问天机苦笑着摇摇头，施展出缩地成寸的神通，追向那化神后期修士。藏兵阁店铺大门外，沈七身子朝前一迈，当即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身影已经来到万宝城外。沈七临时朝着四周一扫，身影再次消失，眨眼之间却是出现到了千里之外的一处河沿之上。眼下在这河沿上游处，那位宫庄女修负手而立，在女修的身后还站着一位侍女，手捧着花伞。宫庄女修神色平静，周身上下看上去仿佛没有一丝的灵力波动。在沈七身影出现的刹那间，宫庄女修目光闪烁不止，隐隐散出一抹金芒。女修嘴角浮现一抹冷笑，道：狂妄小子，你终于来了。沈七似笑非笑道：我原以为你是我的猎物，现在看来你在此等我也是将我当作猎物了。宫庄女修轻蔑一笑道：小子，看来你倒是没那么蠢。沈七懒得跟他废话，掌心金光一闪，青龙剑幻化而出。沈七冷哼一声道：交出那黑色石头，否则死。女修冷笑连连道：无知小子，竟敢如此狂妄自大，原本还想着饶你一命，本宫现在改主意了，玄鸟内丹以及你的狗命，本宫都要了。沈七嗤笑一声道：废话真多。沈七手中长剑一挥，一道凌厉的剑气呼啸而出，
瞧见那道朝自己袭来的恐怖剑气，宫装女修面色大变，右手朝着虚空一抓，身旁侍女手中的花伞飞入她的掌心之间。女修唰的一下撑开花伞，随即猛地一个旋转，花伞散发出一道道灵力屏障，屏障之中蕴含着阵阵七彩琉璃之光。沈七挥出的剑气重重地斩在花伞的灵力屏障上，只听砰的一声炸响，灵力屏障破碎，花伞表面浮现一道道密密麻麻的裂痕。时息过后，花伞彻底断裂，七彩之光消散，花伞灵性不在。宫装女修的身子好似被千钧之力撞击，噔噔噔退后数丈。霎时，女修脸色变得异常红润，片刻后才恢复正常。剑气破去女修防御的同时，剑气余威不减，径直扫向宫装女修及其侍女。生死之间，女修强行催动瞬移神通，惊险地躲过了这道剑气。但她身旁的侍女可没那么好运了，又是听到砰的一声，剑气毫不客气地印在了侍女心口。噗！侍女一口鲜血喷出，头一歪，栽倒在地，呼吸不在。眼见侍女被一剑殒命，宫装女修一声凄厉的喊叫：“玉儿！”女修双眼泛着红光，死死地盯着沈七。沈七长剑一划，面露不屑之色，冷冷道：“不自量力！”女修银牙一咬，手中蓦地挥出一片银光，瞬间漫天无尽银芒洒向沈七。沈七冷冷一笑，道：“雕虫小技！”沈七长剑再次一划，剑尖翻涌出一道耀眼无比的金色剑气，剑气眨眼间就将银芒吞噬，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在女修身上。还是同样砰的一声，宫装女修身形炸开，如同尘埃散去。沈七左手朝虚空一抓，女修的储物戒便自动飞到沈七掌心。收回擒龙剑，沈七灵石散开一扫而去，转身朝着问天机的方向瞬移而去。万宝城北侧万里之外，一片茫茫无际的黄沙飞扬，黄沙之中一道道洋洋洒洒的剑光肆虐着，散发着阴森凛冽的寒芒。问天机与化神后期强者的血战已经到了令人心惊的地步，各自杀招层出不穷。那位拍的转灵丹的化神后期修士甚至开始使用神魂攻击，以命相搏。问天机一时不惧，同样释放出自己的神魂之力与对方比拼神魂。问天机修为虽只是化神初期，但是他的神魂及其魂后丝毫不弱于化神后期。二人势均力敌，短时间内难分输赢。流动的黄沙之中，隐约可见躺着两具尸体，淡淡的血腥味飘散在空气之中。二人的神魂之力急剧消耗，如此斗下去，就算问天机胜了，自身损失也不小。不过为了转灵丹，就算最后身负重伤，对双方来说都在所不惜。毕竟4颗转灵丹对化神初期的问天机来说，这就意味着能够提升自身2个小境界，直接突破至化神后期。问天机没有放弃的理由，至于那化神后期修士，他就更没有了。二人毫无保留，神魂之力不停翻涌而出，各自的神魂之力催发到了极致，每一次碰撞都使得周围虚空微微颤动，地面黄沙弥漫，肆意飞扬。100个回合过后，问天机略占优势，他的天魁之术已是突破到第4重，神魂在周身魂后的灵力加持下，威力更为惊人。即便对手的修为已是化神后期，此刻依旧不敢和问天机正面硬碰硬。若是魂海被问天机的神魂之力碰撞到了一下，魂海瞬间就会遭受重创。当然，那位化神后期修士的手段同样不凡，其身前幻化的震天印亦是强横无比。震天印打出的灵力法印迅猛如龙，震天印在他手中不停翻转，霹雳声爆响彻天际，法印狡诈灵动多变，诡异莫测。问天机感觉有些憋屈，有种一身力量却使不出来的无力感。问天机明明占据着优势，压着对手打，却无法真正伤到对方。下一刻，在不远处观战许久的沈七终于是忍不住现身了。沈七一个瞬移来到问天机身侧，一脸玩味地望着他，似笑非笑道：“天机兄，你的实力不太行啊，这么久了还没搞定此人，要不要我帮你？”问天机白了一眼道：“沈兄莫急，你且看着，10招之内我必斩他。”闻言，那化神后期修士面色一冷道：“狂妄，区化神初期竟敢在老夫面前大言不惭。”问天机冷笑一声道：“尤正明，你的帮手刚被我斩了，而现在我的同伴来了，看来你马上要死了。”尤正明轻蔑一笑道：“问天机，就凭一个元婴小儿也想杀我？你这话真是让人笑掉大牙。”问天机冷笑连连，静静盯着尤正明，如同看死人一般。沈七双手抱胸，脸上笑意更甚。尤正明不再废话，右手虚空一拍，那震天印暴涨至100丈有余，从震天印中再度飞出一道凌厉的法印，法印呼啸生风，仿佛化作一座100丈山峰，直直朝着问天机狠狠拍去。
可当这山峰虚影真正要落下之时，却一下变幻起来。山峰虚影淡去，凝聚成一道炽热的青色魔炎，火焰如毒蛇一般直射问天机丹田。问天机大手一扬，体内灵力涌动，灵力猛地一震，将青色魔炎震退。噔噔噔，魔炎消散的同时，问天机与尤正明二人不约而同地后退3步。尤正明的这次诡异攻击被问天机轻松化解，在尤正明眼中闪过一抹忌惮之色。问天机冷冷一笑，道：“尤正明，你难道就只有这点本事吗？若是如此，还是乖乖交出转灵丹吧。此宝在你手上，断不可能保住。”尤正明神色一沉，怒喝道：“小子，你这是在白日做梦！”问天机嗤笑一声，并指一点，顿时虚空之中幻化出一道空间裂缝。问天机再一点，指尖射出一道精纯的灵力，灵力急急射入裂缝之中，霎时从裂缝中飘出一阵阵毁天灭地的天雷气息。紧接着，一道道雷电光芒从裂缝中弥漫而出，电光划破天际，没入虚空。问天机缓缓抬起右手，冷然道：“尤正明，我再最后问你一遍，转灵丹到底交是不交？”尤正明神色更冷，厉声道：“混账东西，死到临头竟还敢觊觎我的转灵丹，可笑！”尤正明身为化神后期修士，被一个化神初期的小辈所威胁，更可气的是自己居然打不过对方，这让尤正明内心无比狂躁。沈七呼道：“天机兄，莫要再与他废话，有人朝着这里赶来了。”虚空之中产生了一股强烈的灵力波动。闻言，问天机神魂散开，仔细感知着虚空变化。下一刻，问天机忍不住眉头一皱。见此，沈七惊疑道：“赶来的人实力很强。”问天机点点头道：“灵力翻涌，推动着被压缩的空气往四周散开，这是炼神进修士才能掌握的神通大挪移之术。”沈七一愣，惊道：“天机兄可知距离这里还有多远？”问天机阴沉道：“那人目前还在万里之外，不过这点距离在炼神进修士眼中只需要10息左右，大挪移神通能够做到瞬息千里。”沈七轻笑一声道：“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赶紧解决此人。”沈七话音未落，7绝剑阵图从灵海中飞出，瞬间一道100丈剑阵凭空幻化，肆虐的剑气将尤正明牢牢锁定。紧接着，沈七手中擒龙剑一挥，一道金色剑气呼啸而出，朝着尤正明狠狠斩去。尤正明面露轻蔑之色，怒喝一声道：“元婴小辈，不知死活！”尤正明掌心再一拍，震天印犹如蛟龙怒吼，一道道法印飞出，散发着浓浓青光。砰！恐怖的剑气斩在法印虚影上，一声惊天巨响，宛如雷霆爆炸。眨眼之间，法印被剑气一击崩溃，剑气威力不减，径直斩向震天印。咔嚓！震天印仿若落地的鸡蛋，瞬间崩碎。噗！尤正明一大口鲜血喷出，惊恐地盯着沈七，眼中浮现一抹难以置信之色。震天印乃是他的本命法器，被尤正明以心神之血祭炼过。本命法器被毁，尤正明的心神也遭受牵连，被沈七一剑重伤。尤正明惊愕万分，骇道：“你这是什么法宝？”沈七冷冷一笑，根本就不想搭理他，手中长剑一划，再次挥出一道金色剑气。“住手！剑下留人！”虚空之中传出一道喝令声，只见又有一道空间裂缝打开，一道身影从裂缝中缓缓走出。沈七手中的擒龙剑根本没有一丝停顿，凌厉的剑气犹如流光一闪，瞬间穿过了尤正明的丹田。砰！尤正明身形炸开，形神俱灭。虚空中一枚储物戒静静漂浮着，沈七凌空一抓，储物戒飞入掌心之中。此时沈七这才慢慢抬头看向半空中的空间裂缝，空间裂缝之中一道身影一步踏出。沈七目光一扫，发现出现之人是一中年男子，满头红发。此人一袭深红锦衣，其周身上下隐隐散发着一抹红芒。对于眼前突然出现的红发男子，沈七倒是并不陌生，因为对方正是在拍卖会上成功竞拍到转神丹的炼神境后期修士。见到红发男子现身后，沈七与问天机同时退后10余丈，齐齐俯身行礼道：“晚辈沈七，见过前辈。”“晚辈问天机，见过前辈。”红发男子不怒自威，其散发的炼神境威压有意无意地朝着沈七冲击而来。沈七神色不变，静静地与红发男子对视。沈七一头长发，无风自动。红发男子直勾勾地盯着沈七，良久过后，男子冷哼一声道：“小辈，老夫适才叫你停手，难道你没有听到吗？”沈七轻笑一声，毫不在乎道：“回前辈的话，晚辈听到了。”红发男子两眼一冷，怒喝道：“既如此，为何还敢动手杀人？”
小辈，你这是完全不把老夫放在眼里吗？沈七似笑非笑道：前辈息怒，刚刚晚辈出手太快，瞬息之间根本来不及收剑。红发男子面色一沉，两眼之中的寒芒闪烁不停，森然道：小辈，你好胆！老夫已经很久没有遇到你这种蝼蚁了，敢这么对我说话的元婴修士，你可是头一个。沈七莫名一笑道：人我已经杀了，前辈能奈我何？红发男子神色一寒，怒道：蝼蚁找死！话音一落，沈七与问天机二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再看去时，二人已置身于一片茫茫无尽的火海之中。红发男子身影幻化而出，出现在二人身前丈余。红发男子冷笑一声道：此乃老夫的炼狱空间，焚天火域，小辈速速交出转灵丹，否则老夫让你尝尝天火噬魂的滋味。沈七神色不变，冷笑道：老家伙，你总算是说出自己的意图了。红发男子嗤笑一声道：小辈10息之内交出灵丹，若不然定叫你魂飞魄散。沈七大手一张，青龙剑幻化而出。沈七看向问天机，笑道：天机兄，你如何决定？问天机轻笑一声道：沈兄的决定便是我的决定。沈七哈哈一笑道：天机兄，接下来让你看看沈某真正的手段，炼神境也没什么大不了。闻言，红发男子轻蔑一笑，目光瞥见沈七手中长剑，面色一变，红发男子忽问：小辈，青龙剑怎么会在你手中？沈七扫了他一眼，似笑非笑道：老家伙，我乃天剑宗弟子，青龙剑在我手上又有何出奇？红发男子忽问：你与剑无双是何关系？沈七笑了笑道：宗主他老人家正是我的师尊，我乃是天剑宗掌门剑无双的亲传弟子，怎么，你这老家伙现在是不是怕了？红发男子沉默不语，片刻过后，红发男子冷哼一声道：无知小儿，看在剑无双的面上，交出转灵丹，今日老夫饶你二人不死。沈七看向问天机，大笑道：天机兄，若是我没猜错，宗主他老人家肯定狠狠揍过他，估计这老家伙被揍得很惨，看起来他真的很怕宗主。问天机亦是跟着大笑，一脸嘲讽之色。红发男子面色一冷，怒不可遏道：蝼蚁小辈，焉敢辱我？死！一道火龙冲天而起，直扑沈七二人。此刻沈七二人体内的灵力被炼狱法则莫名封禁，周身动弹不得。火龙来势汹汹，狠狠地撞向沈七二人。噗！二人喷出一大口鲜血，身形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红发男子仿佛在戏耍沈七二人，他并没有催动法则的神通力量。刚刚幻化出来的那条火龙，红发男子只是在其中调动了一丝炼狱之力，随意一击便险些击溃了沈七二人的丹田灵海。确实如问天机所说，双方实力差距相差太多，根本没有反抗之力。红发男子轻蔑一笑道：你们这两只无知蝼蚁，现在知道你们与我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了吧？想用剑无双来压老夫，蝼蚁也配？剑无双强过老夫，可不是你们两只蝼蚁强过老夫。沈七伸手擦去嘴角鲜血，目露寒光，冷冷盯着红发男子。红发男子嘴角轻蔑之色更浓，不屑道：即便老夫杀了你，剑无双又能如何？东荒九州，剑无双做不到只手遮天，老夫耐心有限，最后讲一遍，交出转灵丹。沈七缓缓起身，闭上双眼。下一刻，沈七体内散发出无边无尽的金色光芒，金光充斥着整个炼狱空间，茫茫火海瞬间被金光覆盖，消散无形。未待红发男子反应过来，沈七蓦地一睁眼，眼中再次射出一道金光，眨眼之间，金光便没入红发男子灵海之中。红发男子身躯一颤，面露惊慌之色。此刻，红发男子的灵海池莫名枯竭，体内灵力彻底消散，没有灵力支撑，他的炼狱空间隐隐有了崩溃之势。与此同时，青龙剑自动飞回沈七手中。沈七大手一挥，一道金色剑气洋洋洒洒，犹如流光幻化，径直斩向红发男子丹田。砰！一声惊天炸响，沈七眼前的景象再度变幻，红发男子的炼狱空间被一剑斩开，彻底崩碎，火海消散，茫茫黄沙重新映入眼帘。噗！红发男子一大口鲜血喷出，在他的丹田处，一个拳头般大的洞口贯穿前胸后背，堂堂炼神境后期大能，被沈七一剑斩碎灵海，从此沦为废人。问天机目光呆滞地望着沈七，眼前的一幕对他冲击太大，内心惊颤无以复加。半晌过后，问天机惊愕道：沈兄，你这是？问天机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沈七轻笑一声道：看来天机兄的天窥之法也并不是无所不知啊。问天机苦笑一声，
不知如何开口。沈七莫名一笑，道：“现在天机兄知道我为何会有如此自信了吧？刚刚的那一道金光，才是那位前辈留在我体内的真正的力量。可惜我目前实力太弱，还不能自主控制，否则的话，即便是面对还虚境大能，我也不惧。”沈七如此霸气的一番话，问天机简直是听得直愣神。沈七转身，长剑再次一挥，剑光飘过，红发男子身形蓦地炸开，自此烟消云散。沈七凌空一抓，一枚储物戒飞到他的手中，收回储物戒，沈七目光看向不远处的虚空，冷然道：“阁下看了这么久，请现身吧。”虚空之中，忽见又一道空间裂缝打开，随后便传出一阵阵浓烈的灵力波动，一道流光没入裂缝之中。沈七轻蔑一笑，缓缓吐出，定。沈七眼中蓦地射出一道金光，金光如闪电一般没入空间裂缝之中。下一刻，空间裂缝缓缓闭合消散，只见金光裹挟住一道身影，以迅雷之势从即将闭合的空间裂缝中挤出来。沈七冷笑一声道：“炼神后期都逃不出这金光神通，就凭你这区区的炼神中期修为，还想逃走？真是无知可笑。”沈七右手朝着虚空一抓，身影自动朝着沈七飞了过去，掌心一紧，沈七瞬间五指扣住了这道身影的脖颈，身影瞬间喘不上气，四肢不断挣扎着。问天机凝神看去，当看清身影的面貌时，问天机忍不住长笑一声，意外道：“沈兄，还真是巧了，此人就是在拍卖会上那个拍下若木种子炼神中期修士，这真是送宝上门，我们今天发了。”沈七冷笑一声道：“他以为自己是黄雀，殊不知其实他不过是一只螳螂。”那炼神中期修士脸色憋成猪肝色，挣扎之势渐弱，强忍着窒息感，惊恐道：“你究竟是谁？你绝对不是天剑宗弟子，这根本就不是元婴修士拥有的力量。”沈七冷笑连连，目光平静地盯着对方，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只即将死亡的猎物。此人乃是君天州封幽门的太上长老谭百川。当拍卖会结束后，众修士飞离万宝城时，谭百川第一时间便盯上了一位修士，正是那个拍下转灵丹的化神后期修士。谭百川悄无声息地跟在那人后面，本想着找个四下无人的地方杀人夺宝，哪曾想问天机先他一步出手，与那化神修士动起手来。谭百川见到这一情景后，内心更是欢喜。谭百川自恃修为远强于二人，也就不慌不忙地躲在暗处看戏。他在等二人斗得两败俱伤后，自己再出面诛杀二人，夺走转灵丹。谭百川算盘虽然打得好，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沈七现身后，第一时间就将那化神后期修士斩杀，谭百川都没来得及反应。本来一切形势还在谭百川掌控之中，正当他准备现身收网时，不料这转灵丹诱惑力太大，又引来了一位炼神后期修士。谭百川此人胆小甚微，此刻见到炼神后期修士现身，他哪还敢露面？随后谭百川便目睹了炼神后期修士被元婴初期的沈七一剑斩杀的场景。此刻的谭百川心神惊骇欲绝，身为炼神中期大能，此人仿佛嗅到了死亡的气息。谭百川哪还顾得上转灵丹，只想着撕开空间裂缝，以大挪移神通逃离此地。可惜的是，谭百川还没来得及催动神通，他的藏身位置就被沈七魂念察觉到了，被一把从虚空中拎了出来。谭百川真的怕了，身子不停打颤。沈七随意斩杀红发男子的画面还不停在他脑海飘荡。谭百川此时已经认定沈七一定不是什么天剑宗元婴期弟子。谭百川心道，此子一定是被某位大能以无上秘法给夺舍重生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何沈七能以元婴初期修为轻松诛杀炼神后期。谭百川又回想起了刚刚朝自己射来的那一道金光，金光钻入体内后，自身灵力瞬间被莫名封禁。面对如此诡异而强横的力量，谭百川内心根本生不出一丝反抗的念头。面对着沈七那冷冰冰的眼神，谭百川内心惊惧更甚，强撑着最后一口气，挣扎道：“前辈饶命，饶命！晚辈愿意奉出自身1/3的命魂，任前辈为主。”沈七冷笑连连道：“你太弱了，根本不配做我的奴仆。”说罢，沈七掌心一紧，一道金光闪出，眨眼之间，谭百川身形化作云雾消散。金光散去，在沈七掌心中又多出了一枚储物戒。解决掉谭百川后，沈七目光望向一侧的问天机，关切道：“天机兄，你伤势如何？”问天机摇摇头，笑道：“只是灵海受到了些许冲击，灵海池出现一丝裂痕，问题倒是不大，休养3-5日也就能够完全恢复了。”沈七点点头道：“既然如此，我们即刻动身，先赶回天剑宗吧。此地不宜久留，我若没猜错的话，眼下只怕有不少人朝我们这涌来了。”就在二人起身准备遁去时，
忽见虚空中传出一阵莫名的波动，虚空的波动如水纹般荡漾开来，化作一张无形的气境大网。大网中的一切都在慢慢收缩着，瞬间缩小至10丈大小，笼罩住沈七及问天机。沈七神色一变，因为他蓦地发现体内灵力被莫名封禁，身子动弹不得。沈七看向问天机，问天机脸色意识瞬间一暗，盯着前方虚空。问天机阴沉道：虚化天地，这是奥义的力量。沈七内心一惊，奥义力量乃是还虚境前辈才能掌握的神通。如此说来，眼下沈七二人被一位还虚境大能给封锁了。让沈七有些不安的是，此刻沈七偷偷尝试了一番，他想要调动萤火虫前辈留在自己体内的那一道力量。诡异的是，萤火虫前辈的力量此时犹如被什么封禁了似的，就连沈七体内的金光也都莫名消失不见。问天机扭头看向沈七，好奇道：沈兄，你体内那位前辈的力量能不能破开还虚境大能的奥义空间封锁？沈七苦笑道：这力量我控制不了，这下完了。下一刻，虚空中再次出现一道空间裂缝，一位白发老者从裂缝中飘然而出，在老者身后还跟着一位化神大圆满修士。待沈七二人细细看去，二人面色俱是一变。白发老者身后的那位化神大圆满修士，正是万宝阁的大长老万福。万福将二人神色变化尽收眼底，其嘴角浮现嘲讽之色，一脸玩味地盯着二人。白发老者一步踏出，其身形瞬间幻化至问天机身前。白发老者头也不回，冷然道：此子便是问天机。身后的万福忙俯首行礼道：回太上长老，正是他。问天机这恶贼无视我万宝商会，残忍杀害了万顺及万寿2位师弟。白发老者目光一扫沈七，再问：这个小辈又是什么人？万福躬声道：禀太上长老，此子与问天机一样，都是天剑宗弟子，而且此子还是剑无双近日刚收的亲传弟子。白发老者双眉一挑，意外道：哦，剑无双的弟子。万福点点头道：回太上长老，我还听说剑无双还准备让这小辈参加此届九州大比。白发老者轻笑一声道：此子年纪轻轻，修为不过元婴初期，却能够一剑斩杀炼神后期修士，看来此子身上有不少秘密。万福眼中金光一闪，神色激动道：太上长老，那不如我们将他抓回去，使用搜魂大法查探一二。白发老者摇摇头道：剑无双既然如此看重此子，想来剑无双定会在这小辈体内种下一丝神念，搜魂大法只怕会惊动剑无双。万福皱眉不甘道：太上长老，那我们该怎么办？白发老者冷笑一声道：万福，你想一想，我若是直接杀了这小辈，是不是也能恶心一下剑无双？万福因恻恻一笑道：太上长老所言极是，此子天赋甚佳，您要是能杀了他，剑无双知道后只怕要气到吐血。听到万福这话，白发老者亦是呵呵一笑，目光再一扫沈七，莫名道：小辈受死吧。说罢，白发老者右掌抬起，虚空一握，虚空中一道道无形的灵力锋刃幻化而出，朝着沈七二人缓缓飘去。就在灵力锋刃即将穿透沈七身躯之时，一道茫茫空明之音从虚空处传出：万若海，你敢动他，我便斩你。闻言，白发老者神色一僵，手中动作顿住，脸色变幻不止，盯着前方虚空。只见一道挺拔的身影从空间裂缝中一闪而出，停在白发老者身前。来人正是天剑宗掌门剑无双。剑无双手中长剑幻化而出，剑锋一划，直指白发老者。沈七见到剑无双出现时，当即神色一喜，冲着剑无双招招手，高声呼道：师尊，我在这里。这老家伙不仅要杀我，还要对我使用搜魂大法。剑无双目光一瞪，冷道：闭嘴。听到剑无双的呵斥，沈七一愣，随即委屈地嘟着嘴，不敢再出声。问天机轻笑一声道：沈兄稍安勿躁，既然宗主出面了，你我二人也就性命无忧了。沈七白了他一眼道：都怪你，谁让你没事在万宝城杀人了？问天机苦笑一声，内心无语。他也没料到万宝商会居然会为了2个废物派出一位还虚境大能来追杀自己。当白发老者看到剑无双从空间裂缝钻出来时，他的瞳孔微不可察的一缩。白发老者神色略有诧异，古怪道：剑无双，你不是跑去玄仙门找林真老道喝茶了吗？为何这么快就回来了？盯着白发老者，剑无双似笑非笑道：万若海，你可真是越活越回去了。你好歹也是万宝商会的元老，堂堂还虚境前辈，居然这般厚颜无耻，不顾身份对我天剑宗元婴期弟子大打出手。万若海老脸一热，嘴硬道：剑无双，你的宝贝弟子
在万宝城肆意打杀我万宝阁长老，这笔账该如何算？既然你剑无双不懂得如何管教弟子，老夫也不介意替你管教一二，这也不算过分。剑无双冷笑一声道：万若海，本宗如何管教弟子，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万若海脸色一寒，冷声道：剑无双，万宝阁2位长老被你弟子打杀一事，难道你不给老夫一个说法吗？怎么，在老夫面前你还想护犊子不成？剑无双冷笑连连道：今日他2人本宗互定了，万若海，你又能奈我何？万若海目露寒光，冷哼道：剑无双，看来自从你突破至还虚境后，是愈加的目中无人了。剑无双轻蔑一笑道：万宝商会之强，不过强在生意，非是修为。万若海，即便你如今修为是还虚中期，在本宗眼里与化神中期无异。万若海两眼一冷，剑无双笑意依旧，嘴角轻蔑之色更浓。忽见万若海掌心朝着虚空一压，那10丈奥义空间之内，无形锋刃瞬间肆虐，一道道锋刃以流光之势狠狠斩向沈七2人。砰！一声炸响，锋刃毫不留情地斩在沈七与问天机2人的丹田处，2道身影顿时倒退飞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噗！2人同时喷出一大口鲜血，当即陷入昏迷之中。见状，问天机眼中寒芒一闪，二话不说，手中长剑一挥，一道剑势急急飞出。未待万若海有所反应，剑势呼啸而至，砰！又是一声惊天炸响，万若海身后的万幅身形瞬间如同烟花一般炸开，消散无形。万若海脸色一黑，怒道：剑无双，尔敢！剑无双长剑一指，冷笑道：万若海，10息之内撤去你的奥义空间，若不然，本宗便送你去与他团聚。万若海脸色不停变换，一阵红一阵黑。想他万若海纵横东荒9州400余年，何曾有人敢这么对自己说话？想不到如今一个后起之辈，居然如此肆无忌惮地嘲讽自己，横剑相对。万若海怒极而笑，再次缓缓抬起右掌。剑无双神色不变，目光清冷地盯着他。2人就这般对峙着，万若海的右掌始终不敢再次压下去。良久，万若海呼道：老夫曾听闻100年前玄天州骊山七煞在骊山脚下，还虚境初期的骊山七煞一招之间同时被人斩灭魂海。看来100年前你剑无双已经练就天穹七剑了吧？剑无双冷笑一声道：本宗亦听闻50年前苍天州桃谷六鬼在桃谷后山，还虚境后期的桃谷六鬼被人一时之间生计凌迟。看来50年前你万若海已经突破是06级了吧？如果老夫没看错，你剑无双如今应该领悟至天穹8剑了吧？如果本宗没猜错，你万若海如今也应该晋升至是07级了吧？万若海阴冷一笑道：剑无双区区天穹8剑还吓不住老夫。剑无双轻蔑一笑道：万若海，你若不信，且就试试。2人目光好似都在盯着对方，可2人目光又都不似在盯着对方。万若海右掌又一次慢慢抬起，与此同时，剑无双手中长剑同样缓缓划出。2人都是冷冷地盯着对方，盯着对方手中那缓慢的行动之势。蓦地，2人同时出手了。万若海掌心手掌朝着虚空一压，数道无形锋刃直斩昏迷中的沈七2人。剑无双手中长剑同样莲花数下，无数剑势残影直扫万若海丹田灵海。下一刻，万若海身影移动，无数道残影变幻而出，而对面的剑无双身形同样一闪，一连串的虚影飘散而出。呼吸之间，即将斩向沈七2人的无形锋刃莫名消散，而剑无双斩划出的剑势也在挨着万若海衣袍之时轰地炸开。待到所有残影全部散去时，只见剑无双的身形出现在万若海刚刚站立的位置上。剑无双身前一道灵力果附住沈七2人，静静地漂浮半空之中，而万若海的身影则是变换到了剑无双先前停留的位置上。再看去时，万若海的奥义空间消散无形，其右手指尖渗着鲜血，一滴一滴地滴落在黄沙之上。很显然，这一次简单交手的最终结果，万若海吃了亏。万若海一脸难以置信之色，目光之中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惊惧。剑无双收回长剑，负手而立道：万若海，别说本宗不给你机会，你万宝商会想动我的弟子，9州大比之时，记得派一位中用点的弟子。说罢，剑无双转过身去，不再理会万若海，而后大手一挥，虚空中一道空间裂缝幻化而出。剑无双领着沈七2人，身影飘入裂缝之中，潇洒离去。归真崖顶，剑无双背对着沈七2人，正用剑帕仔细地擦拭着自己的宝剑。沈七2人目光闪烁，眼神小心翼翼地偷瞄着剑无双的背影。片刻后，剑无双将手中剑帕一丢，指尖轻弹剑身，定
长剑传出一声尖锐的嗡鸣声，剑无双掌心一凝，长剑瞬间消失不见。剑无双冷哼一声道：说吧。沈七身子一颤，强笑道：师尊，您老人家要我们说什么？剑无双转过身来，目光狠狠地瞪了沈七一眼，冷笑道：我可真是给自己收了一个好徒弟，刚加入宗门你就杀了2位天榜弟子，我让你在归真崖面壁思过，你倒好，居然敢背着我偷偷下山，跑到万宝城去惹是生非。沈七眼珠子滴溜一转，嬉皮笑脸道：师尊，徒儿这次运气好，一不小心弄到了2颗转神丹，徒儿不敢贪墨，特将此丹奉与师尊。说罢，沈七从储物戒中取出那瓶转神丹，双手递给剑无双。剑无双目光闪烁，眼神中浮现一抹若隐若现的欣慰之色，不过他的脸色却是沉了下来，寒声道：怎么，你想用这2颗转神丹来贿赂我，好让我免去对你的惩戒吗？沈七连连摇头道：徒儿哪敢。剑无双又是一声冷哼道：难得你还有一丝孝心，不过转神丹对我并无用，此物你自己留着吧。沈七一愣，转神丹无用。虽然沈七内心有些疑惑，不过此刻他也不敢开口多问，老老实实的先将转神丹收回，静静等着剑无双的训话。剑无双没有继续责问沈七，而是将目光一转，看向另一侧的问天机。问天机连忙上前一步，俯首行礼道：宗主，是弟子拉着沈师兄偷偷下山，也是弟子领着他去万宝城，万宝阁的2位助手都是我杀的，这一切与沈师兄无关，您如果要惩罚的话，就请惩罚弟子好了。剑无双只是静静地盯着他，也不出声。良久过后，剑无双自顾问道：你是君天州天机峰弟子？问天机点点头道：正是。剑无双又问：天算子与你是何关系？问天机淡淡一笑道：他老人家正是晚辈的师傅，宗主您认识家师？剑无双轻笑一声道：玄天州底蕴虽比不得你君天州，但我天剑宗好歹也是玄天州第1大宗门，作为天剑宗掌门，东荒9州的还需进修士，我基本都打过交道，这并不出奇。问天机讪讪一笑。剑无双忽问：天算子最近如何？问天机躬声道：半年前师尊留下一封书信后，独自去往了中州。剑无双冷笑一声道：天算子心高气傲，竟想独自一人逆天改命，只怕他最终还是斗不过太医书院。问天机一愣，他听不懂剑无双这番话。剑无双并未理会他，再问：你天机峰在君天州之地，到底也是一流宗门，可你却千里迢迢来到玄天州拜入我天剑宗，这是天算子的意思？问天机点点头。剑无双又问：你现在是哪一峰弟子？问天机神色略有古怪道：弟子拜在天机峰方长兴长老门下。剑无双轻笑一声道：看来这也是天算子的意思了。问天机点点头。剑宗莫名一笑道：天机峰首座方长兴曾经还是天算子的大弟子，说起来他也算是你的大师兄。问天机一愣，剑无双笑了笑，感慨道：你可知天算子曾是我天剑宗最出色的弟子？500年前，天算子无端端放弃了自身引以为傲的剑修之道，转而去研修那天窥之法。后来他又退出天剑宗，孤身前往君天州，创立了君天州的天机峰。闻言，问天机彻底愣住。剑无双轻叹一声道：罢了，既然你是天算子安排过来的，那我天剑宗收了就是，只要你恪守宗门规矩，我也不去约束于你。问天机再次俯首行礼道：多谢宗主。剑无双摆摆手道：你先下去吧，我有些事还需与沈七交代1、2。问天机却是没动，弯腰一拜道：宗主，弟子其实还有一事，只是不知当不当讲。剑无双好像知道问天机想要说什么，目光上下一扫问天机，似笑非笑道：你也想参加9州大比？问天机点点头。剑无双摇摇头道：你的手段虽然不俗，可终究是差了点。问天机扯出一抹强笑，沉默不语。见此，剑无双笑了笑，又莫名问道：你可知道剑如风？问天机点点头道：天榜弟子排行第1，修为化神大圆满。剑如风的大名在天剑宗如雷贯耳。剑无双淡淡一笑道：剑如风乃是我的大弟子，也是此次去参加9州大比的化神期弟子，我可以给你一个挑战的机会，只要你能打赢剑如风，我就拿下他，换你参加9州大比。问天机眼神一亮，激动道：宗主此话当真？剑无双轻笑一声道：我向来说话算话，绝不食言。问天机神色一喜道：那好，弟子现在就去找剑如风，向他发起挑战。说完，问天机身形开始变换起来，就要使出缩的成寸神通。剑无双大手一拦道：且慢。问天机又一愣，
身形顿住。剑无双淡淡一笑，道：“剑如风脾气并不太好，你这一去，若是输了的话，可知会有什么后果？”问天机洒脱一笑，道：“若弟子挑战失败了，只能说明弟子技不如人，任何后果，弟子都接受。”剑无双点点头，道：“你且去吧。”沈七蓦地开口：“天机师弟，稍等。”说着，沈七从储物戒中取出转灵丹和转神丹，各分成一半，递给问天机。问天机一愣，惶恐道：“沈师兄，你这使不得。”沈七大手一推，不耐烦道：“拿着就是，这一半本来就是你的。”见沈七神色如此坚定，问天机也不再拒绝，将丹药收回储物戒中。问天机身影一闪，消失不见。剑无双目光再次看向沈七，忽问：“外门客卿长老陈妙善，与你又是什么关系？”沈七忙俯首行礼，道：“禀师尊，徒儿之前的师父乃是七绝门掌门沈灵，而陈长老则是我师父的妻子，也就是徒儿的师娘。”问天机眼神莫名，意味深长道：“就这么简单？”沈七内心一震，心知剑无双肯定在暗中将自己调查了个遍。沈七苦笑着摇摇头，索性将自己与陈妙善之间的事如实说出。剑无双恍然一笑，道：“如此说来，你喜欢陈长老？”沈七点点头。剑无双轻笑一声，耐人寻味道：“那干脆我将陈长老调到内门如何？也好让你们二人有个照应。”闻言，沈七神色一喜，脑袋瓜子瞬间如小鸡啄米一般，拼命点头。剑无双冷哼一声，道：“我只不过说将他调入内门而已，你那么激动干嘛？”沈七讪讪一笑，脸上的喜色却是更甚。剑无双摇摇头，道：“算了，你们之间的事你自己处理吧。我只有一个要求，九州大比，你必须给我抢一枚菩提果回来。”沈七一拍胸脯，信誓旦旦道：“师尊放心，徒儿一定不让您失望。”剑无双身影一个变换，瞬间从龟真崖顶消失离去。天剑宗内门座拥108峰，其中以天魁峰最为雄伟壮观。天魁峰乃是掌门剑无双的修炼道场，他将自己的洞府开辟在天魁峰之顶。剑无双座下有10位亲传弟子，这些弟子们平日也居住在天魁峰，他们的洞府则分别开辟在天魁峰半山腰。而沈七刚刚入门，并没有空置的洞府给他居住，所以沈七只得自己动手，在山脚下开辟了一个简易的洞府。在沈七洞府右侧方向3里处，有一处天然幽谷，幽谷之中散发着浓浓的灵力波动，空气中弥漫着药香气。此地正是内门药园所在。药园中有一纤纤倩影正在清理灵田，有条不紊地打理灵药。这身影高挑轻盈，正是陈妙善。今日晌午时分，内门丹药司首座亲自前来，给陈妙善传达了掌门的命令，让他转入丹药司任执事，负责管理内门药园。药园入口处有一道身影正朝着陈妙善慢慢靠近，一身素白麻衣，一脸柔情之色。出现之人正是沈七。沈七悄无声息地来到陈妙善身后丈余处，并没有惊动他。陈妙善打理灵药的动作是那么优雅，纤手连步，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从容。陈妙善心神沉静，完全不知道身后有一道身影在注视着自己。陈妙善微微侧了一下身，露出半边粉颊，仅仅一个侧面就足以让沈七为之倾倒。陈妙善的玉容实在是美，面若华枝，唇似红樱，眉如墨画。沈七完全看呆了，忍不住咕噜吞咽了一下口水。轻微的吞咽声惊醒了陈妙善，陈妙善猛地一转身，沉喝道：“谁？”待到看清身前之人时，又是一声惊呼：“啊！”未等陈妙善喊出声，沈七身影一闪而过，先是一把搂住陈妙善纤腰，而后又伸手捂住陈妙善红唇。沈七微微一笑，道：“师娘莫慌，是我。”陈妙善冲他眨了眨眼，沈七方才移开自己的大手。陈妙善又瞪了他一眼，娇嗔道：“七儿，你怎么跑到药园来了？”沈七淡淡一笑，道：“师娘，我知晓宗主将您调来了内门丹药司，徒儿一时忍不住，就偷偷从龟真崖跑下来见你了。”陈妙善白了他一眼，内心却是一甜。陈妙善倚着沈七胸口，悠悠道：“七儿，是你让宗主将我调来的吗？宗主是不是知道你我之间的事了？”沈七点点头，宽慰道：“师娘不必忧心，宗主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他不会干涉我们的。”陈妙善抬头望着沈七，一汪秋水盈盈。沈七脸上笑意愈浓，直勾勾盯着他，四目相对之下，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内心的悸动。陈妙善耳根一红，忙低头欲移开自己的目光。沈七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两手捧住陈妙善的玉颊，朝着他的红唇印了上去。直到二人满面通红，呼吸难耐之时，沈七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陈妙善。
二人嘴角牵连出一缕情丝，似断非断。陈妙善脸上羞红一片，咬着下唇埋入沈七怀中。沈七沿着衣角上滑，慢慢握住他那坚挺之处。陈妙善嘴角溢出一丝轻盈，娇躯微微一震后便不再反抗。沈七心头火热，手中动作蓦地加重。妻儿不要。陈妙善挣扎着推开沈七，紧了紧凌乱的衣衫，娇喘着瞪了他一眼。沈七邪魅一笑，双手一箍，重新将陈妙善搂入怀中。陈妙善白了他一眼，嗔道：人家对你好一点，你就得寸进尺。沈七凑到陈妙善耳边，嬉皮笑脸道：师娘，您那里真柔软。陈妙善娇颜霎时通红，猛地抬头一瞪沈七，且怒且嗔道：妻儿，你愈来愈放肆了。说罢，又羞又气地转过头去。沈七嘿嘿一笑，道：师娘，您真生气了。陈妙善白了沈七一眼，气鼓鼓地嘟着嘴。沈七毫不在意，一把环住陈妙善柔腰，再次将她拉入自己怀中。沈七轻轻摩挲着陈妙善的柔蹄，脸色带着浓浓蜜意，轻声哄道：师娘，我错了，徒儿太孟浪了。陈妙善瞥了他一眼，气呼呼道：你知道就好。陈妙善说完，到底还是缓缓靠在了沈七宽阔有力的胸膛之中。忽见沈七胸口处飘出一截衣角，陈妙善顺手抽出，原来是一件雪白的新衣。这新衣正是陈妙善的贴身之物，却不知何时落在沈七手中。陈妙善玉脸一热，嗔道：妻儿，你怎么能随身带着我的，也不害臊？陈妙善一脸羞红之色，手忙脚乱地将新衣收回自己储物戒中，只觉得玉脸烫得厉害，忍不住又白了沈七一眼。沈七呵呵一笑，道：嘻嘻，师娘，自从徒儿上次与师娘春风一度之后，徒儿便偷偷保存着您的新衣。您不在身边的时候，我见不着您，只能拿出这新衣睹物思人喽。陈妙善白了他一眼，娇斥道：呸，不知羞耻。沈七哈哈一笑，他就喜欢看到陈妙善这一副娇羞之色，欲拒还迎的神态。陈妙善这般如此迷人的模样，简直让沈七沉醉。搂着陈妙善，沈七目光火热地盯着她的雪白香颈，痴痴道：师娘，您真美。陈妙善轻咬红唇，娇羞道：你就晓得甜言蜜语。沈七一拍胸脯，振振有词道：师娘，徒儿说的都是真的。我想着您的时候，就把新衣拿出来看一看。陈妙善脸色红晕更甚，嗔道：妻儿，你还说。陈妙善心间小鹿乱撞，只觉得整个身子都要软了下去，将脑袋埋在沈七怀里，哪还敢再去看他。想到沈七常在夜深人静之时的时候，悄悄抚摸着自己的新衣画面，陈妙善鬓间又浮现一抹羞红，内心却是浮现一抹甜蜜。见到陈妙善如此娇羞模样，沈七心头之火蓦地腾腾冒出来，紧紧的一把箍住陈妙善。沈七沙哑道：师娘，徒儿又想了。陈妙善一脸羞涩，微不可察的点点头，紧闭着双眼，毫无反抗之意。沈七低吼一声，一把抄起陈妙善，朝着洞府瞬移而去。眨眼过后，沈七的洞府内凌乱的衣衫尽数飘落在地，两道白花花的光影在不停地变换着。一时间，洞府内春色无边。3个时辰后，沈七气喘如牛，满面春光地望着陈妙善。陈妙善趴在他胸口，一脸满足之色。半晌过后，沈七贴近陈妙善的耳根，一脸意犹未尽，低声道：师娘，您用嘴帮我好不好？陈妙善一脸红霞地白了沈七一眼，扶手方唇缓缓低了下去。被沈七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夜，当陈妙善醒来时，已是日上3竿。糟了，昨日丹药司冯长老再三交代，命我今日4时之前务必将显灵草给传公司长老送去，都怪你，眼下都辰时1刻了。陈妙善瞪了一眼沈七，起身时方才感觉到自己的身子快要散架了。沈七慵懒地靠在床榻上，一脸春风得意地望着陈妙善，笑而不语。陈妙善鬓间一红，当即转过身去，右手朝着地面散落的衣衫凌空一抓，衣衫自动飞入他的掌心之中。手忙脚乱地整理穿戴后，陈妙善冲沈七嘱咐2句，便欲匆匆逃离洞府。岂料沈七蓦地一把将陈妙善抓回床榻之上，只听得滋啦一声响，陈妙善刚刚穿戴好的衣衫瞬间尽数褪去。陈妙善怒瞪沈七一眼，嗔道：干嘛？妻儿你个小混蛋，衣衫都被你扯坏了。沈七邪魅一笑，如猎食的猛兽嘶吼着扑向陈妙善。师娘，时间还早呢，我们再来一次。不要，你怎么像条蛮牛似的，你不知道累啊？师娘，我现在生龙活虎，一点也不累呢。师娘你背着就行，徒儿自己来。混蛋，慢点慢点。洞府内又是春光四起，当陈妙善推开他时，沈七真的是累到一动不动了。
迷糊之间沉沉睡了过去。当沈七再醒来时，已是夜色将临，身边家人早已离去。沈七只觉得肚子咕咕叫。修仙之人虽然能够辟谷，但偶尔的口腹之欲还是有的。而且沈七这一夜消耗巨大，此刻确实饿得厉害。走出洞府，沈七神清气爽地伸了一个懒腰，随后朝着善堂飞去。当沈七身影出现在善堂之时，在场的诸多内门弟子纷纷将目光投向他。善堂之中瞬间一片哗然。有弟子好奇道：咦，那不是宗主新收的亲传弟子沈七吗？他怎么会出现在善堂？有弟子不解道：我也好奇啊，不是说他前段时间残忍杀害了2位天榜师兄，然后被宗主官在归真崖面壁思过吗？怎么他还敢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善堂？这不是公然违背宗主的禁令？有弟子愤怒道：哼，这毛头小子太狂了吧，也太不将宗主放在眼里，就不怕宗主重惩吗？有弟子祈祷道：天啊，沈七这混蛋，可千万别祸水东移，把宗主的怒气牵连到我们这些无辜之人身上来啊！有弟子幸灾乐祸道：嘿嘿，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沈七前些日子偷偷跑去万宝城，还惹下不少祸事，最终引来万宝商会的追杀，险些身死，最后还是宗主出面才保下了他的命。回山之时，像一条死狗一般被宗主拖进山门的。想必昨日宗主必定狠狠地责罚了沈七。有弟子兴致勃勃道：咦，此事当真？师兄，你且详细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四周弟子一时议论纷纷。闻言，沈七眉头一皱，脸色有些阴沉。好在沈七此刻的心情甚佳，也懒得与这些弟子计较。眼下正是晚膳时分，善堂内几乎满座。不过沈七运气十分不错，竟意外的让他寻到了一张空桌。沈七端着膳食来到桌前，正欲坐下，岂料沈七后背被人硬生生挤了一下，脚下一个踉跄，手中端着的膳食险些摔落。回头看去，沈七瞧见了一位身穿亲传服饰的少年弟子。少年身背长剑，道士生的眉清目秀，气度却是十分之差。少年目光斜视，一脸倨傲。此人是谁？这少年弟子来头亦是不小，他正是天咸峰首席大弟子吴中阳。而且吴中阳实力不俗，剑道造诣更是超绝，位列天榜第10。须知内门天榜前10的弟子皆是化神大圆满，而天榜前20的弟子中，除了吴中阳，全部是化神期。而吴中阳的修为仅仅是元婴后期，如此天资，称得上是千年难遇。吴中阳好似没看到沈七一般，自顾端着膳食走到桌边，悠然落座。接着又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壶美酒，自斟自饮。美酒入口，吴中阳还时不时地咂巴着嘴，一脸陶醉神色。沈七看着此人这欠揍的模样，不由得冷笑一声。不过沈七也懒得与此人计较，一步上前就要在他对侧的空位坐下。慢！吴中阳举着酒壶，冷声开口。沈七一愣，疑惑道：这位师兄有何指示？吴中阳斜视着沈七，随即轻蔑一笑道：谁是你师兄？你也配？无知小儿，你看不到本公子已经落座了吗？本公子不喜与人同坐，速速滚开！沈七两眼一冷。吴中阳冷笑一声道：怎么，小子你不服气是吗？沈七面色渐寒，冷然道：这桌位是我先来的，是你冲撞我在先，我还没与你计较呢，你还想驱赶我？当真要这么霸道吗？吴中阳冷笑连连道：小子，本公子一向如此霸道，你能奈我何？再不服你也得给我憋着。小子，别以为你是宗主的亲传弟子就有多了不起，在天剑宗实力为尊。沈七眼中寒芒闪烁，冷声道：看来你是来找茬的了。吴中阳嗤笑一声道：是又如何？沈七气急反笑，懒得再搭理对方，端着膳食径直坐下。见沈七竟敢如此无视自己，吴中阳面色瞬间一沉。吭的一声，吴中阳背后长剑如流光一现，飞入吴中阳手中。吴中阳横剑一指沈七，森寒吐出：10息之内给本公子滚出善堂，否则碎你灵海。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善堂内的所有弟子都停下手中动作，静静地看着好戏。对于排行天榜第10的吴中阳，内门弟子几乎都认识这位如此变态的天骄。当然在平日里，诸多弟子也没少受到吴中阳的欺压。对于吴中阳，内门弟子是又恨又惧。而对于沈七，因为他抢了9州大比的宝贵名额，那些亲传弟子更是恨得牙痒痒。所以众人都在第一时间起哄，恨不得二人能斗个2败俱伤。有弟子高呼：吴师兄，打死沈七，给我狠狠地揍他！还有弟子大喊：沈师兄，给我痛扁吴中阳，让他平日就知道欺负我们！有弟子不屑道：吴师兄可是天榜第10的天骄，就凭他沈七，真是可笑至极。
又有弟子驳斥道：“哼，沈师兄可是斩杀了2位天榜弟子，就连神境长老也奈何不了沈师兄，谁胜谁负，犹未可知。”众弟子群情激愤，争到面红耳赤，望着眼前直指自己的长剑，沈七笑了，笑意莫名。只见沈七掌心金光一闪，青龙剑幻化而出，沈七蓦地扬手一挥，一道凌厉的金色剑气呼啸而出。这一剑，沈七用上了7分力，剑气太快，仿若流光一现。吴中阳根本来不及撑起灵力护罩，仓促之间，吴中阳长剑平划出2道剑气，随后横剑在身，护住自身丹田。吴中阳的剑气太渺小了，犹如清风拂面一般，根本挡不住沈七的凌厉剑气。叮！只听得一道尖锐的折断声，吴中阳手中长剑硬生生的被沈七斩出的剑气震断，剑气余威不减，呼呼生风，狠狠地斩在吴中阳丹田处。砰！又听得一声惊天爆响，吴中阳身形倒卷而退，直直地撞向墙壁之后，随之又被反弹震回，身子重重地砸在地面上，整个善堂都好似震了一震。噗！吴中阳喉咙一甜，一大口鲜血喷出，身子瘫倒在地上，抽搐不止。沈七右掌凌空一握，断剑急速飞旋，紧接着沈七大手再一挥，飞旋的断剑射向吴中阳，挨着他的耳侧直直插入地底，剑身没入3尺有余。周围弟子看到眼前这一幕，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身形不由得后退3步。众人面露惊惧之色，暗道这沈七究竟是什么怪物？仅仅一剑就将天榜第10的吴中阳击成重伤。沈七缓步上前，冷冷地盯着吴中阳。下一刻，角落里另外一位天贤峰的亲传弟子曹文华咬咬牙走了出来。天贤峰的曹文华颤抖着身子，一路小跑着来到沈七的身侧，他的脸上露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朝着沈七不停陪笑道：“沈师兄，您大人有大量，还请息怒，息怒。吴师兄只是一时糊涂，这才冲撞于您，我在这代他向您赔罪。”沈七目光一扫曹文华，冷笑不语。吴中阳挣扎了一下，想要起身，只是胸口疼得厉害，身子动弹不得。吴中阳魂念内视，发现自己的灵海池已经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被一剑重伤。此刻吴中阳的修为隐隐有跌落元婴中期的趋势，沈七这一剑差点斩碎了他的灵海。吴中阳愤恨地盯住沈七，仿佛要将他的容貌刻进脑海里。沈七轻蔑一笑，嘴角不屑之色更甚。曹文华壮着胆子缓缓走到吴中阳身前，想要将吴中阳扶起来。沈七冷哼一声道：“我让你动了吗？你若有胆，现在扶他起身试试看。”曹文华身子一僵，伸出的双手一动不动。听到沈七这话，此刻的他哪还敢扶？沈七上前一步，一脚踩在吴中阳胸口，咔嚓，清脆的胸骨断裂声传出，吴中阳痛到连声哀嚎，冷汗不止。沈七冷笑一声，不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原来也是废物一个。似你这般臭鱼烂虾，也好意思跑来我面前颐指气使，当真可笑，简直是不知死活。”闻言，吴中阳急火攻心，怒道：“你！”噗！吴中阳气急，又是一大口鲜血喷出。沈七轻蔑一笑，喝令道：“记住了，以后在内门之中见到我，乖乖的给我滚远一点，如若不然，我见你一次扁你一次。”吴中阳怒目而视，死死地瞪着沈七。沈七双目一寒，身影如流光一闪，一脚踏出，再次狠狠地踩在吴中阳胸口。咔嚓，又是传出一道清脆的断骨声，吴中阳的胸骨再次被沈七踩断一根。啊！吴中阳哀嚎连连，疼到他连呼吸都开始站立起来。沈七脚下用力，慢慢压下去，冷然道：“怎么，你个废物可是不服？”曹文华心急如焚，劝道：“吴师兄，你莫要再激怒沈师兄了，你赶紧向沈师兄服个软，道个歉。”吴中阳哪还扛得住？此刻的他胸口疼到难以呼吸，再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吴中阳挣扎着动了一下，气若游丝道：“沈师兄，师弟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沈七冷笑一声，抬腿一踢，将吴中阳踢飞3丈开外。道华的身影将地面拖出一道深深的划痕，善堂角落的桌椅都被撞得稀碎。吴中阳再次口吐鲜血，彻底昏死过去。沈七负手而立，冷冷吐出一句：“滚吧！”说罢便不再理会吴中阳，重新回到刚刚的桌位上自顾用膳。曹文华当即跑过去抱起吴中阳，正欲逃离善堂时，忽见一虎背熊腰的高大弟子大步流星地走进善堂。望着走进善堂的高大弟子，在场的诸位弟子不由得后退一步，面色又开始变幻。有弟子冷笑道：“没想到这天榜第8的罗世安今日也来善堂了，这下有好戏看了。”有弟子不忿道：“罗师兄与吴师兄私交甚好，
今日吴师兄吃了这么大的亏，看来罗师兄肯定会出手对付沈师兄，替吴师兄找回场子。诸多弟子低声议论，猜测着将要发生的场面，一脸落井下石的模样。当膳堂内凌乱散架的桌椅映入眼帘时，罗世安眉头一皱，目光一扫膳堂四周，随即看到一身血痕、昏迷不醒的吴中阳。罗世安大步上前，看向曹文华，冷道：“吴师弟这是怎么了？”曹文华眼见罗世安出面了，当即一把鼻涕一把泪，声泪俱下道：“罗师兄，您可得为吴师兄做主啊！吴师兄只是想安静的在膳堂用个膳而已，岂料沈师兄二话不说就将吴师兄打成重伤。”说罢，目光朝着沈七那示意了一眼。闻言，罗世安一个瞬移来到沈七身侧，上下打量着沈七。沈七仿似没有看到他一般，依旧自顾的大快朵颐着。片刻后，罗世安冷冷开口：“你就是宗主他老人家前些时日新收的那个亲传弟子沈七？”沈七点点头。罗世安冷笑一声，又问：“听说秦龙剑认你为主了？”沈七又点点头，道：“正是。”罗世安冷笑连连，道：“既然身为掌门亲传，为何罔顾门规，肆意欺压同门？”这下沈七可没理会他，自顾道：“你是谁？我如何行事，又与你何干？”罗世安冷哼一声，道：“我叫罗世安，亦是宗主的第8名亲传弟子。说起来，你还得称我一句师兄。”沈七瞥了他一眼，不冷不热道：“沈七见过师兄。”罗世安可没打算轻易放过沈七，又将话题转到吴中阳身上，语气森寒，重复问：“吴师弟好歹也是你的师兄前辈，你为何要将他打成如此重伤？”沈七冷笑一声道：“他既然想找死，我就成全他。怎么，你有意见？”罗世安大怒，猛地一拍桌面，喝道：“混账！”沈七缓缓起身，冷冷盯着罗世安。良久，沈七莫名一笑，道：“怎么，你想替吴中阳出头？”罗世安嗤笑一声，道：“作为师兄，还是得让你知道什么叫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沈七冷笑，掌心金光又现，一时间膳堂内杀意弥漫。就在二人剑拔弩张之时，忽听一道爽朗的笑声从门口传来，一道身影飘出，闪至罗世安身旁。来人是一少年，一袭蓝衫。少年面容清秀，脸上荡漾着温文尔雅的笑。少年淡淡一笑，问道：“罗师弟，你出关了？”罗世安点点头，冲少年俯首道：“回江师兄，我顺利突破到了化神中期，正巧九州大比临近，所以就出关了。”原来这少年也是宗主剑无双的第2位亲传弟子，名叫江无风。同时，江无风也是天榜上的弟子，位列天榜第2。江无风如今的修为已达化神大圆满，在亲传弟子中实力仅次于天榜榜首剑如风。江无风笑了笑，耐人寻味道：“哦，突破了，那师兄在此恭喜罗师弟了。看来罗师弟是准备将自己的排名往前挪一挪了。”罗世安笑而不语。江无风目光一扫沈七，好奇道：“罗师弟，你和这位师弟闹什么矛盾了？我人还没进膳堂呢，就闻到了浓浓的硝烟味。”罗世安冷笑一声道：“师兄有所不知，有些弟子简直是不分尊卑，仗着师父他老人家的宠爱，肆意欺压同门。”江无风目光又扫视了四周一圈，看见了昏迷的吴中阳，目光再次望向沈七，心中隐隐也有些许猜测。江无风呵呵一笑道：“这位想必就是新入门的小师弟吧？你在树剑城的表现我都听长老们说了，长老们可是非常看好你。”沈七点点头道：“你是？”罗世安脸色一沉，正欲开口，江无风大手一拦，神色不变道：“我叫江无风，乃是宗主的2弟子，也算得上是你的2师兄。”沈七行了一礼道：“沈七见过江师兄。”罗世安见沈七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心中一阵火起，到底忍不住厉声道：“江师兄，何必跟他废话？这位沈师弟心肠歹毒，对待同门都能下此毒手，断不能轻饶他。我看直接将他绑了，交给执法司长老处理。”江无风嗤笑一声道：“罗师弟的话，师兄我就不认同了。吴师弟一向骄纵自大，师兄我对此还是略知一二的。我若是没猜错的话，想必定是因为九州大比之事，吴师弟对小师弟心怀偏见，没事找事，先来招惹小师弟的吧。”江无风话音一顿，目光一扫曹文华，神色似笑非笑，问道：“曹师弟，你且说说，刚刚他2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曹文华目光闪烁，低头不敢看江无风，其神色变幻，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见状，沈七轻笑一声道：“江师兄慧眼如炬，师弟佩服。”罗世安脸色一黑，冷声道：“江师兄，即便吴师弟言语不当，沈师弟也不该对吴师弟下如此重手。我刚才查探了一下，吴师弟的灵海池几乎破碎，
江无风神色一愣，吴中阳的实力，江无风还是比较清楚的。他没想到沈七一招就将吴中阳打成如此重伤。江无风重新审视着沈七，目光中浮现一抹意外之色。半晌过后，江无风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青色丹药，将丹药扔给曹文华，沉声道：“此乃清灵丹，喂给吴师弟服下。不出5日，吴师弟定会恢复如初。”曹文华扶着吴中阳，小心翼翼地将丹药为他服下。江无风笑了笑，道：“好了，此事就此结果。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没必要苦大仇深。”沈七朝着江无风俯身一礼，道：“有劳江师兄仗义直言，若是没有别的事，师弟我要回归真崖了。”江无风微微一笑，道：“沈师弟，师兄再多啰嗦一句，还望师弟日后对师兄弟们能多包容一二。”沈七点点头，转身离去。望着沈七离去的背影，罗世安面色欲沉，急声道：“江师兄，难道吴师弟就白白受了这么重的内伤？”江无风霍地转身，直直盯住罗世安。良久，江无风语气清冷，缓缓吐出：“我说了，今日之事就此结果。罗师弟，你可听清楚了？”罗世安身子一颤，俯首道：“是，师弟明白了。”片刻后，江无风面色缓和了些许，目光看向罗世安，笑道：“罗师弟，你心里面是不是对我这般处置不太服气？”罗世安一愣，沉默不语。江无风轻叹一声，道：“罗师弟，你刚刚出关，或许不太了解这位小师弟。沈师弟此前强势诛杀了天书峰田彪、天罡峰秦阳，又重伤天威峰方墨，却只是被师傅罚去面壁思过，你可知为何？”罗世安冷哼一声，道：“师傅他老人家看重此子，表面是惩罚，实际上是在保着他呗。师弟我不觉得此子有何特别之处，田彪秦阳之流，师弟我抬手就能秒杀，即便他天赋甚佳，也不该如此目中无人。”江无风摇摇头，道：“那你可知燕明山长老亲自出手，欲以炼狱空间惩戒此子？虽然燕长老并未使出炼狱法则，可这位小师弟却打破燕长老的炼狱空间，重伤了燕长老。罗师弟，你认真想想，自己在元婴期的时候能否冲破炼神境修士的炼狱空间？”罗世安神色一愣，目光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燕无风长叹一声，道：“罗师弟，你要明白，这位小师弟乃是异术，我尝试了3年，始终无法召唤出擒龙剑，而他却可以令神剑认主。刚刚你若是强行为吴中阳出头，那田彪秦阳之流便是你的下场。”闻言，罗世安后背冷汗涔涔。江无风拍了拍他的肩膀，叮嘱道：“罗师弟，以后不要轻易招惹沈师弟，即便我们不能和他做朋友，也绝不要成为他的敌人。而且师父他老人家很看重他，认为此子是祖师景言中的天命之子，你莫要去触碰师父的底线，切记。”罗世安无言以对，陷入沉思。江无风笑了笑，而后转身离开。药园左侧100丈之处，沈七一脸柔情地望着陈妙善，好奇道：“师娘，这是您自己开辟的洞府？”陈妙善点点头，道：“怎么样，布置的还不错吧？”沈七走进洞府，只觉得一阵幽香扑鼻而来。沈七目光扫视一圈，似笑非笑道：“师娘，您这洞府确实不错，就是这床榻小了点，徒儿我怕施展不开手脚。”闻言，陈妙善白了沈七一眼，并肩霎时飘出一抹羞红剑刺。沈七上前一把搂住陈妙善，陈妙善一脸娇羞之色，埋入沈七怀中。沈七垂手朝着陈妙善耳畔轻呼一口气，陈妙善身子一颤。沈七嘿嘿一笑，低声耳语：“师娘，徒儿有些忍不住了，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看看这床榻质量如何。”陈妙善红着脸瞪了沈七一眼，嗔道：“七儿，你下流！”沈七脸上笑意更甚。沈七朝洞府外随手打出一道禁制，未待陈妙善反应过来，一把将他抱起。只听沈七淫笑一声，轻轻松松就将陈妙善丢到了床榻之上。沈七低吼一声，扑了上去，紧接着一件亵衣飘落在地。洞府内春光四溢。“师娘，您在上面好不好？”“不要。”“师娘，您动快一点。”“闭嘴。”“七儿你混蛋，就知道来折磨师娘我。”3个时辰之后，云雨散去，洞府内终是安静下来。陈妙善一脸潮红之色，满足地趴在沈七怀中。销魂过后，陈妙善抬头冲沈七妩媚一笑，纤纤玉指在沈七胸口画着圈。沈七咧嘴一笑，道：“师娘，徒儿此刻只觉得舒坦极了。您呢？徒儿的表现，您还满意吗？”陈妙善白了沈七一眼，笑而不语。沈七脸上浮现一抹柔情蜜意，感慨道：“师娘，您真美，能和师娘春宵一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堕入18层地狱，徒儿也死而无憾。”陈妙善玉指一戳沈七额头，
娇嗔道：“你这孽徒只晓得油嘴滑舌。”沈七呵呵一笑，色眯眯道：“师娘，徒儿嘴油不油我不知道，但是徒儿舌头很滑，师娘要不要试试？”说着，沈七伸出了自己的3寸长舌。陈妙善耳根一红，斥道：“没羞没臊，妻儿你给我正经一点。”沈七邪魅一笑，紧紧搂住陈妙善，摩挲着他那光滑的后背。良久，陈妙善忽问：“妻儿，听说你前段时间偷偷跑去万宝城，还遭到还虚境前辈追杀？”沈七笑了笑道：“师娘您不用担心，徒儿这不是完好无缺的回来了吗？”陈妙善神情瞬间变化，正色道：“妻儿，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被宗主关禁闭了吗？”沈七调皮的眨了眨眼，道：“面壁思过，只是宗主的一个说辞而已，宗主又不是真的想关我禁闭。”陈妙善一瞪，斥道：“那你偷偷跑到万宝城去干什么？给我从实招来。”沈七淡淡一笑，道：“师娘，是一个叫问天机的家伙非拉着我去的。我们找到了一个上古修士的洞府，在里面搜刮了不少宝贝呢。”陈妙善眼中一亮，见此，沈七哈哈一笑，道：“师娘，后来问天机又强拉着我跑去万宝城，因为那里举行了一场拍卖会，我在拍卖会上还弄到了不少好东西呢。”陈妙善冷哼一声，道：“就这些，如果只是参加拍卖会，为何还虚境前辈会追杀你？你的这些东西，还虚境前辈应该看不上吧？”沈七苦笑一声，道：“还不是因为问天机那家伙一声不吭就杀了几个万宝商会的弟子，这才引来了万宝商会的太上长老。”眼见陈妙善真的生气了，沈七毫不迟疑，把责任全部推到问天机身上。陈妙善又是狠狠瞪了沈七一眼，恼道：“让你不好好在龟真崖修炼，非要跑不出去惹是生非。”沈七讪讪一笑，道：“师娘，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见沈七认错态度尚算良好，陈妙善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忽然沈七一拍大腿，道：“哎呀，差点忘了。”陈妙善看向沈七，目光带着一丝疑惑。沈七取出一枚储物戒，递给陈妙善。陈妙善并未去接，而是好奇询问：“妻儿，这是？”沈七一脸神气之色，道：“师娘，这枚储物戒里收藏的宝贝，可都是我在万宝城抢来的战利品。这里面有不少好宝贝，有上品灵晶，也有丹药及丹方，还有功法兵器之类的。”陈妙善眼波流转，含笑不语。沈七连忙从储物戒中取出一颗转灵丹，递到陈妙善手心之中。陈妙善打量了一下手中的丹药，只见此丹药晶莹剔透，散发的浓浓丹药香气。陈妙善神色诧异，道：“妻儿，这是什么丹药，竟如此神奇？我不过闻到些许药香之气，灵海居然有种躁动的趋势。”沈七得意一笑，道：“师娘，此丹是转灵丹，您若服下转灵丹，修为瞬间就能提升一个小境界。”陈妙善一愣，连连摆手，道：“妻儿，如此重宝，给我简直浪费了。此丹你还是自己服用吧，你马上要参加九州大比了，多一分修为就多一分保障。”沈七摇摇头，道：“师娘，您和我怎能如此见外？徒儿的就是您的，您且安心服用便是。再说了，我已经服食过一颗转灵丹了，徒儿已经顺利晋升元婴中期了。其实无论是中期还是后期，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听到沈七这么说，陈妙善眼中晶莹隐隐闪烁，一脸柔情蜜意地盯着沈七，默默收起转灵丹。见到陈妙善没再推拒，沈七呵呵一笑，又将自己手中的储物戒色到他手心。二人静静相拥着，享受着无声的温存。片刻功夫过后，陈妙善蓦地察觉到腰间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陈妙善伸手按住，沈七急促地吐出一口热气。陈妙善玉颊霎时浮出一片羞红，白了沈七一眼，娇嗔道：“妻儿，你又……”沈七邪魅一笑，俯首在他耳畔颤声道：“师娘，我近日新得了一部双修功法，效果比我们现在的灵域交融之法强上100倍。师娘，我们来试试双修之法，好不好？”陈妙善娇躯一扭，吐气如兰道：“不来了，妻儿你放过我吧，师娘这会儿感觉身子都快散架了。”沈七双眼猩红无比，哪还听得进陈妙善在说什么？只听一声沉重的低吼，沈七如狼似虎地将陈妙善压在身下。洞府之中重新响起了床榻断断续续的咯吱咯吱声，如暴风骤雨般绵绵不绝。又是3个时辰过去，沈七心满意足地松开陈妙善，脸上带着慵懒之色，沉沉睡去。翌日，当沈七赶到天剑宗的传道广场时，广场上已是人潮涌动，因为今日问天机与剑如风的比斗正式开始。此战乃是宗主特批，不限生死。几乎天剑宗所有的年轻弟子今日都特意停下了自己的修炼，来到广场观战。观战的弟子们正交头接耳，纷纷猜测着。广场上一时人声鼎沸，
热闹的气息溢出了天剑山。有弟子疑惑道：“这问天机是内门哪一峰弟子啊？为何以前从未听过此人？”有弟子解释道：“我知道，问天机乃是内门天机峰弟子，刚加入宗门不久。他是参加了数剑城的入门考核，在考核中成功唤醒了祖师神剑，就直接晋升为内门弟子了。”有弟子狐疑道：“师兄此话当真？问天机真的能召唤出神剑，那岂意味着此子实力的确不俗？”有弟子笃定道：“此子来历神秘，听说是来自君天州某一流宗门，而且问天机在参加考核时不过是元婴后期修为，可仅仅过去2-3个月，此子修为却猛地飙升，突破到了化神中期。”有弟子感慨道：“哇，2-3个月晋升2个境界，这也太变态了吧！看来这问天机必定是遇到了某些神秘机缘，难怪此子敢挑战剑如风师兄。”有弟子不屑道：“银烛之光，也妄想同日月争辉。剑如风师兄是何许人也？他可是宗主的大弟子，天榜第1的传奇人物。问天机不过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谁给他的勇气，居然跑来挑战剑师兄？更可笑的是，此子还选择生死不限的规则，真是不知死活。”有弟子附和道：“就是，剑如风师兄第1次登顶天榜，就是在10年一届的宗门大比上。剑如风师兄横空出世，一剑击败前榜首个空师兄，强势登顶榜首。而这一登顶，剑如风师兄就整整霸榜了18年。在这18年里，多少天榜师兄觊觎剑师兄的位置，可始终没有一位弟子能撼动剑师兄分毫。”有弟子猜测道：“问天机既然敢向剑师兄发起挑战，想必定有他的非凡手段。须知此次比斗的规则乃是生死不论，就算再自大，问天机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来做赌注吧？”有弟子嗤笑道：“谁知道呢？说不定这问天机在连续突破修为境界后，开始变得目中无人了。他以为自己能够和剑师兄相媲美，所以才会发起这场比斗，想要以黑马的姿态一鸣惊人。”有弟子冷笑道：“我看今日过后，剑如风师兄的随风剑下又要多出一位亡魂了。”众多弟子纷纷点头，同意此人的观点。沈七靠在广场柱子的边缘处，冷眼旁观着诸多弟子的冷嘲热讽。而在广场中央的擂台之上，问天机与剑如风相对而立，目光对峙。蓦地一阵凉风吹过，二人一头长发随风飘动，长发扫过眼尾，问天机不由得眯了眯眼，剑如风却是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变化。良久，剑如风忽地开口：“天机师弟，你签署了那份生死状？”问天机点点头。剑如风冷笑一声道：“师弟可知，你这么做真的会死？”问天机淡淡一笑道：“这一点不劳剑师兄费心。”剑如风冷笑连连道：“你为何非要向我发起挑战？”问天机轻笑一声道：“宗主亲口说过，只要我击败了你，他就将你拿下，换我去参加九州大比。”剑如风轻蔑一笑道：“天机师弟心比天高，就是不知道你的实力能不能支撑你的野心。”问天机呵呵一笑道：“师弟究竟有何手段，剑师兄马上就能见识到。你我之间比斗还未开始，孰胜孰负，犹未可知。”剑如风嗤笑一声，轻蔑之色更浓。二人不再交流，静静地等待着执法长老来主持此次比斗。沈七正在暗中观察着台上的二人时，后背忽被人拍了一下。沈七回过头去，却看见了一位老熟人，正是之前在考核中认识的玉虚剑阁掌门的千金魏青岩。考核时，魏青岩亦是唤醒了擒龙剑，所以他也顺利成为了天剑宗的内门弟子。如今魏青岩已拜入地汇峰顾七娘长老门下，成为顾长老的亲传弟子。地汇峰乃是天剑宗108峰中唯一的一座女修道场，地汇峰中清一色的女弟子从未招收过男弟子。当沈七见到魏青岩时，神色一愣。魏青岩率先开口打趣道：“怎么2个月没见，沈师兄已经不记得师妹我了吗？”沈七讪讪一笑道：“魏师妹说哪里话，我只是有些意外而已。没想到师妹你今日也会来凑热闹。你进了内门后感觉如何？”魏青岩摇摇头道：“平日就是闭关修炼，倒是有些无聊。我准备抽空回玉虚剑阁去看看我父亲。”沈七好奇道：“哦，顾长老那边同意了？”魏青岩点点头。沈七笑了笑，又问：“魏师妹，你们玉虚剑阁距离天剑宗远不远？”魏青岩摇摇头道：“玉虚剑阁地处玄天州东南之地，路途倒是不远，不过10万里左右。只是……”魏青岩欲言又止，一脸纠结之色。沈七轻笑一声道：“魏师妹，你我也算是老朋友，有话直说就是，不必吞吞吐吐。”魏青岩苦笑一声道：“师兄，
我这次回家途中会经过一处禁地，我想进入禁地去摘取一株药草，但是药草周围有5阶妖兽守护。师妹修为低微，冒昧相求师兄，能不能陪我一起去禁地？”沈七略一皱眉，道：“魏师妹，这原是一件小事，能帮到师妹，师兄是乐意之至。奈何九州大比即将开始，宗主他老人家不让我到处乱跑啊。”魏青言神色一喜，道：“师兄，我明日就可以出发。那处禁地距离我们天剑宗不过7000里左右，师兄只要护着师妹我采摘完药草即可返回，来回不过花费4、5日时光，绝对不会影响师兄你参加九州大比。”沈七咬咬牙道：“那好，明日辰时一刻，师妹在龟真崖下的出口等我。”魏青言羞涩一笑，道：“谢谢师兄，那明日不见不散。”沈七点点头。魏青言又与沈七寒暄几句后欢喜离去。魏青言走后，沈七依旧驻足原地，静静等着。没过多久，一个身穿黑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从虚空中幻化而出，在此人身后还跟随着2位亲传弟子，抬着一张方桌。待到广场上的弟子们看清中年男子的面貌后，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广场上瞬间炸开了锅，有弟子惊呼道：“是功德司的首座关月和长老，他老人家今日怎么会有兴趣来到这？”有弟子狐疑道：“听说当年关长老想收剑如风师兄为徒，只是被宗主抢先一步。我猜关长老今日前来，定是想看看剑师兄成长到何种地步。”有弟子分析道：“关长老身后还有一张桌子，难道说关长老他老人家还准备了什么重宝，用来嘉奖这场比斗的胜者不成？”众位弟子又是议论纷纷，诸多猜测。关月和长老竟直落在广场中央的擂台前方处，身后的2位弟子将方桌搬上。关长老呵呵一笑，道：“诸位同门，很高兴大家今日能一齐前来观看这场精彩的比斗。老夫关月和乃功德司的首座长老，为了增加弟子们观赛的一些趣味性，经过宗主同意后，我们功德司在比斗开始前设下了一场赌局，开设了盘口。诸位弟子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这压住。”关月和的声音犹如雷霆一般响彻在传到广场之中。有弟子好奇道：“关长老，是什么赌局啊？”关月和淡淡一笑道：“赌局就是猜这场比斗的最终结果，究竟谁输谁赢。我们功德司设有5个盘口：第一，买问天机身亡，押100中110；第二，买问天机重伤，押100中120；第三，买问天机打平，押100中300；第四，买剑如风重伤，押100赢600；第五，买剑如风身亡，押100中1000。”闻言，有弟子抱怨道：“关长老，傻子都知道剑如风师兄会轻松赢下，比斗你定的这赔率也太低了吧？”关月和似笑非笑道：“这位弟子，你要是嫌赔率低，可以买问天机赢啊，他的赔率可高的吓人呢。”有弟子起哄道：“就是，张小武，你想赚钱就要拿出勇气去搏一搏啊！”那叫张小武的弟子白眼一翻，没好气道：“难道你们不想赚钱？你们怎么不去买问天机赢呢？”身边的弟子听到这话，瞬间哄堂大笑。玩笑归玩笑，在场弟子根本没几位看好问天机，大伙内心都清楚得很，压住问天机赢根本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有弟子呼问：“关长老，不知我们该以何物来压住？”关长老微微一笑道：“灵石、灵晶及丹药，3者皆可。大家放心投注，宗门资源非常充足，你们猜中结果的话，绝对不会少了你们的奖品。”广场上的弟子开始3、5成群，低声交流起来，大家都在商量着自己该投注剑如风方向的哪个盘口。关月和一脸笑意，静静地等待着。下一刻，沈七的身影仿若流光一闪，飘至关月和身前的方桌处。沈七毫不废话，从储物戒中取出300枚灵玉，摆在方桌上。这300枚灵玉都是上次他在万宝城击杀那几位炼神进修士后积攒而来的。沈七轻笑一声道：“关长老，弟子觉得问天机师弟能赢，我这300枚灵玉就全部压在剑如风师兄重伤这个盘口。”沈七这一行为引得广场上所有弟子纷纷侧目，就连擂台上的问天机与剑如风2人此刻也将目光投向了沈七。即便听到沈七压自己重伤，剑如风依旧神色不变，只是略有好奇地打量着沈七。问天机看着沈七，眼神中带着一丝诧异，好似有些意外沈七会相信自己能赢。沈七便问天机眨了眨眼，笑意莫名。有弟子却是忍不住惊叹道：“沈师兄这是喝多了吧？300枚灵玉买剑师兄重伤，他怎么敢的？”有弟子惋惜道：“只怕沈师兄是想赚钱想疯了，这不是纯纯为宗门做公益吗？”有弟子冷笑道：“沈师兄身家这么雄厚，为何不分些灵玉给师弟们，非要拿着那么多灵玉去肆意挥霍，自己用来修炼，难道不好？”对于弟子们的这些话，沈七置若罔闻。
关月和一时有些惊讶，他没想到真有弟子会去押问天机营。沈七作为掌门亲传弟子，关月和自然了解他。目光一扫桌面上的灵玉，再次看向沈七。关月和似笑非笑，确认道：沈七，你可考虑清楚了？你确定这些灵玉全部押剑如风重伤？沈七点点头。见此，关月和也不再多说，取出一枚玉简，就要为沈七登记在册。沈七忽问：关长老，弟子还想问一问，不知道功德司这边能不能赔付转神丹？关月和一愣，下一刻关月和反应过来，急促道：沈七，你身上有转神丹？沈七又点点头。关月和双眼泛红，语气悠悠道：沈七，想不到宗主竟对你如此宠爱有加，连转神丹这种重宝都能赐给你。沈七轻笑一声道：关长老，你这话可就错了，这转神丹是我自己意外获得的，可不是师尊他老人家赐给我的。关月和目光泛起阵阵狐疑，道：你自己的？沈七再点点头。关月和笑了笑，好奇道：沈七，你身上有几颗转神丹？沈七笑道：不多，就2颗。关月和呼吸又是一阵急促，问道：沈七，你这转神丹卖不卖？沈七摇摇头。关月和不死心，再问：沈七，那能不能以物换物？沈七又摇摇头。关月和仍不甘心，试探道：沈七，你最近可有什么无法解决之事？老夫可以替你完成，只希望你能交易一颗转神丹于我。沈七神色莫名，静静地望着关月和，笑而不语。关月和老脸一红，讪讪一笑，道：适才听到转神丹，老夫一时激动，失了方寸，倒是让小辈见笑了。沈七淡淡一笑，道：关长老言重了。关月和呵呵一笑，道：罢了，既然你不愿意，老夫也不勉强。至于你刚刚的问题，我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功德司确实还存有10余颗转神丹，但此物过于贵重，老夫的权限还无法处置转神丹，只有经过宗主的批示才能动用。沈七神色略有遗憾，叹道：真是可惜了，本来还想再压2颗转神丹。既然如此，我就换成灵晶吧，我再加注5万中品灵晶，全部押剑如风重伤。见到沈七又掏出一笔巨款，关月和神色再次一愣。不过关月和没去多问，他知道每个弟子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替沈七登记好押注事项后，将手中的玉简递给沈七，叮嘱道：此玉简乃是你的交易凭证，倘若问天机真的重伤剑如风，那在比斗过后，拿着这玉简去到功德司兑换赔付即可。沈七点点头，从关月和手中接过玉简，目光随后一扫擂台上的问天机。沈七面色耐人寻味，笑道：天机兄，我可是将全部家当押给你了，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问天机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朝着沈七眨了眨眼。二人对视一二之后，沈七身影一闪，退回到原位。当众人从沈七疯狂的行为中回过神后，大伙也陆续走向关月河，纷纷下注。仅仅盏茶功夫过去，就有上万名弟子完成了押注，几乎2/3的弟子都是押注问天机重伤，剩下1/3的弟子押注的是问天机身亡。有趣的是，还有一位弟子选择了2人打成平手的盘口，不过那位弟子并没有像沈七这般疯狂，只是下注了500中品灵晶。见到广场上的弟子几乎都完成了押注后，关月和目光又扫了沈七一眼，随后领着2位弟子先离开了广场。片刻后，就在一些弟子们正在嘻哈打闹之时，只见一道流光从虚空中一闪而出，擂台之上再次落下2道身影，2道身影一前一后，缓缓走到擂台正前方边沿处。前方的身影乃是一枯瘦老者，而后面的身影则是一肥胖的中年男子。枯瘦老者目光一扫广场上的弟子，眉头一皱，轻咳一声，沉声道：肃静。广场上的弟子瞬间鸦雀无声。枯瘦老者略微满意的点了点头，目光转向问天机2人。老者神色凝重，问道：天机峰亲传弟子问天机，掌门亲传弟子剑如风，生死状你们2人可签署了？问天机与剑如风同时点点头。老者轻笑一声，又问道：比斗规则你们可了解？2人又是点点头。枯瘦老者转过身去，目光再次看向广场上的弟子，正色道：老夫乃是执法司的首座周启文，这次比斗大赛的监督之责就由我与韩宁道友共同担负。接下来就请丹药司的韩宁长老来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比斗规则。周启文话音刚落，他身后的那名肥胖男子一步踏出，冲周启文点点头。韩宁目光扫视2人一圈，爽朗笑道：此次比斗，你2人所使神通手段均不限制，但有一点，场外之人不得插手干预。还有，如果你们察觉到自己打不赢，可主动弃权认输，认输之后对方不得再出手。若是你2人都不愿认输，则生死不限。
韩宁讲解完规则，底下的弟子们只是低声嘀咕了2句，就乖巧地闭上嘴。很显然，在来到广场之前，众人都已经对此次比斗的规则有所了解了。见状，周启文上前一步，最后重负道：“二位，你们可记清楚了？”问天机与剑如风再次点点头。周启文颔首道：“既如此，废话就不多说了。老夫宣布，此次比斗正式开始。”说罢，周启文随手打出一道禁制，封禁之力将擂台彻底笼罩住，以防二人战斗的余微波及到无辜弟子。擂台上，问天机双手抱拳道：“剑师兄，请。”剑如风身形不动，冷声道：“师弟请。”问天机身子一动，飘至半空。问天机朝着虚空一指点下，口中低声吟道：“赤血流光，震！”一道红芒从他指尖飞出，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冲剑如风。红芒飘在虚空闪烁不停，而擂台上的剑如风却是蓦地感受到一股冰寒之气息。顿时，剑如风的身子莫名冒出冰霜，冰霜之势愈急，眨眼间就化作寸余冰层。剑如风却是一动不动，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冰霜覆盖住自己。见此景象，台下观战的弟子心情顿时紧张，小心脏不由得砰砰直跳。有弟子不解大喊：“为何剑师兄还不出招？难道他不想赢了吗？”有弟子心急高呼：“剑师兄，快出手啊！再不出手就要输了！我可是买了你5万中品灵晶啊，你可千万别放水啊！”虚空中，周启文目光又一扫场下弟子，眼神凌厉。众弟子当即噤若寒蝉，乖乖闭嘴，不敢再出声。不过片刻功夫，剑如风就被冰霜之气彻底冻住，化作一人形冰雕。问天机神色一喜，并指再次点出。紧接着，虚空中漂浮闪烁的红芒瞬间犹如闪电一般，直直射向人形冰雕。就在红芒即将射中冰雕之时，剑如风体内爆发出一道惊天剑意，剑意呼啸而出，瞬间将冰层震碎。剑如风长剑在手，一剑挥出，剑意如水漫金山，洋洋洒洒地反压向高空中的问天机。而那一道红芒也在接触到剑如风刚猛剑气的瞬间消散无形。问天机双目一凝，双手掐诀连连变换，顿时无尽的寒气在他身前幻化而出，化作一颗又一颗的鸡蛋大小的冰球。冰球紧紧地挤压在一起，迅速形成一道冰墙，牢牢挡住了剑如风挥来的剑意。剑如风面无表情，手中长剑再次一挥，又是一道凌厉的剑意朝着问天机袭来。问天机一拍冰墙，冰墙频频飞出，冲着剑如风压去。问天机目光变幻不停，身子朝着另一侧瞬移避去。砰的一声炸响，冰墙瞬间化作飞灰，而剑如风的袭来的剑意也随风飘散。剑如风眼中露出寒芒，身形终于是动了，盯着问天机。剑如风口中一吐：“天穹六剑灭！”话音一落，6道剑气从剑尖处幻化而出，剑气融合着毁灭的气息，相互聚拢成大网，朝着问天机照了下去。问天机不敢大意，抬手一指点向虚空，顿时虚空中浮现一道空间裂缝，从裂缝中急速飘出密密麻麻的雷电光芒，一道道玄雷之力整齐划一地从裂缝中飞出，玄雷之力化作一道巨大的雷圈，朝着那6道剑气大网裹挟而去。眨眼之间，玄雷之力与剑气缠绕在一起，相互交织碰撞着。砰！又是一声惊天炸响，剑如风手中长剑一颤，身子不由得后退了3丈。问天机身子亦是一震，噔噔噔后退了4丈，一丝血迹从嘴角流出。剑如风冷笑一声道：“师弟的五行术法当真玄妙，但对师兄来说到底还是差了点，不知道师弟的剑道修为又是如何？”问天机轻笑一声道：“既然剑师兄想见识一下师弟的剑意，那师弟就献丑了。”说着，问天机望向不远处的沈七道：“沈师兄，还请借剑一用。”沈七掌心一翻，擒龙剑幻化而出，大手一扬，神剑化作流光，飞入问天机手中。问天机长笑一声道：“剑师兄，师弟这一剑还请赐教。”问天机长剑一划，缓缓闭上双眼，一股莫名的气势从他身上飘出，虚空之中云气翻涌，弥漫着肃杀之气。问天机蓦地睁眼，长剑一划，剑出天机起。刹那间，一道白芒冲天而起，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变成了一股凌厉的剑意。见此，剑如风眼中闪过一丝凝重。下一刻，问天机手中长剑一泛起银白光芒，似有云气在剑刃间流转。吭的一声剑鸣，白芒剑气呼啸而出，朝着剑如风急冲而去。剑如风嘴角微扬，手中长剑一转，瞬间幻化出无数剑影，剑影铺天盖地，朝着白芒剑气反压回去。当当当，二者挥出的剑气碰撞交织，剑气冲击的音浪声不绝于耳。剑意在虚空中激烈交锋，光芒四溅。问天机身形一个幻化，
随即手中长剑横扫而出，又是一道白色剑气破空而去，剑气好似撕裂了虚空，直逼剑如风。剑如风冷哼一声，长剑一劈，一道幽蓝剑气幻化而出，直直迎上白色剑气。两股强大的剑意相撞，在轰鸣的震响声中，虚空都开始扭曲，剑气四溢，擂台上的静止也有些摇摇欲坠。问天机长剑连续挥舞，剑气如游龙入海，连绵不绝地袭向剑如风周身要害。剑如风如流光变幻，身影在剑光中穿梭。剑如风见招拆招，丝毫不落下风。二人你来我往，激战正酣。片刻后，剑如风长剑一划，低声一喝：“天穹七剑灭！”七道幽蓝剑气蓦地飞出，如天罗地网一般，朝着问天机笼罩而下。砰！一道震天炸响声传出，虚空中的白芒剑气瞬间被幽蓝剑气震碎。剑如风的蓝色剑气余威不减，迅猛地射向问天机。问天机神色一凛，长剑朝着虚空一挥，霎时间，虚空之中风云变色，无数道银色光芒凭空幻化而出，眨眼间就汇聚在他手中的擒龙剑上。问天机一声轻吟，问剑天机破。问天机长剑挥出，一道蕴含着天机之道的凌厉剑意急速射出，剑气如同一道白色星河，朝着剑如风的蓝色剑气汹涌镇压而去。白色剑气所过之处，虚空都开始被压缩，散发着扭曲的凌厉波动。砰！又是一道惊天炸响，那蓝色剑网瞬间破灭，白色剑气径直朝着剑如风席卷而去。剑如风脸色凝重，他感受到了白色剑意蕴含的莫名威势，不敢大意。手中长剑急速翻转，剑如风在自己身前舞出一道密不透风的蓝色剑气屏障，将自身笼罩在剑气之中。只听砰的一声，问天机袭来的白色剑气瞬间消散，而剑如风的蓝色剑气屏障彻底破碎。剑光散去，剑如风气息微喘，身上的衣衫也出现了些许剑痕。剑如风脸上浮出一抹久违的兴奋之色，长笑一声道：“好一招！问剑天机，师弟果然深藏不露，可惜师弟你目前修为不够，此剑招的威力还是差了点。”说罢，剑如风身上的气势猛地暴涨，手中长剑泛起阵阵幽蓝光芒，耀眼无比。问天机深吸一口气，紧握擒龙剑，看向剑如风。问天机轻笑一声道：“剑师兄，师弟只剩这最后一剑，还请剑师兄指教一二。”问天机将手中长剑朝着虚空一扔，双手连连掐诀，朝着虚空打出一道复杂的手印。呼吸之间，虚空之中再次幻化出一道空间裂缝。问天机并指一点，裂缝中飞出一道银色闪电，闪电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气息，射在了擒龙剑身之上。顿时，擒龙剑闪烁着诡异的电芒，一股肃杀的气息飘出。问天机身影一闪，右手一把握住虚空中的擒龙剑。问天机一声沉吟，天机道剑云。问随即大手一挥，漫天的银色剑气从剑身之中急急飞出，剑气如浮光掠影，裹挟着无边无际的无尽银色闪电，朝着剑如风狠狠斩去。剑气呼啸，凌厉的剑意中散发着森寒的毁灭杀意，杀意仿佛要将这虚空彻底撕碎。呼吸之间，银色剑光变幻莫测，如流光一闪，直扑剑如风丹田。剑如风神色大变，问天机这一剑太快，他根本反应不过来。仓促之间，剑如风再次挥出天穹七剑剑式样，七道蓝色剑气幻化，拦在身前。砰！又是一声惊天炸响，剑如风身前的蓝色剑气此刻犹如纸糊的一般，凌厉的银色剑光如入无人之境，以迅雷之势重重地轰在剑如风的丹田。噗！剑如风一大口鲜血喷出，身子倒卷退去，身子狠狠地摔落在擂台之上，砸出一个3尺大坑。就连擂台外的隔绝禁制也在问天机银色剑光的冲击下轰然破裂。此刻剑如风的灵海池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细小裂痕，彻底没了动弹之力。问天机一闪，手中长剑直指剑如风咽喉，冷冷地盯着剑如风。半晌过后，问天机缓缓收回擒龙剑。问天机轻笑一声道：“剑师兄承让。”剑如风苦笑一声道：“师弟好本领，师兄我输得不冤。”冒昧相问，师弟这最后一剑的剑意中承载的是何种神通力量？问天机淡淡一笑道：“此乃天道之力。”剑如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剑如风随即看向不远处的执法司长老周启文，心平气和道：“长老，我灵海受损，身受重伤，此战自愿认输。”周启文长老缓步上前，去检查了一下剑如风的身体情况。片刻后，周启文冲韩宁长老点点头。韩宁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绿色丹药，屈指一弹，将丹药扔给剑如风。剑如风当即服下丹药，挣扎着站起身。周启文来到擂台前方，高声宣布：“此次比斗，天机峰弟子问天机获胜。”
闻言，场下观战的弟子顿时一片轰动，有弟子质疑道：“不可能的，这不公平！剑师兄是天榜第一，他怎么会输？一定是他放水了。”有弟子哀嚎道：“啊，我的5000中品灵晶啊，这是我全部的家当啊，往后修炼我该怎么办啊？”有弟子不甘道：“问天机一定是耍赖借用了外力，这比斗不公平，我要求后面再重新比过一次。”周启文神色一冷，目光扫向广场下的弟子，散发出一缕无形的炼神劲威压。弟子们身子一颤，顿时默不作声。比斗过后，问天机陪同沈七来到了功德司，准备支取自己的压铸赔付。当功德司的关月和长老验证结果后，二话不说，从仓库中取出了1800枚灵玉以及3000上品灵晶。小山式的灵玉堆置在沈七的桌面，沈七都不由得有些愣神。不远处，正在弟子们在见到如此多的灵玉时，双眼都开始泛着红光，死死盯着沈七。关月和冷笑一声道：“你这小家伙运气真是不错，这1800枚灵玉可差不多是宗门半年的收益了。”沈七呵呵一笑道：“多谢关长老。”说罢，沈七麻利地将灵玉与灵晶分成2份，一份收入自己储物戒中。沈七指着桌面上剩余的那一份，朝问天机努嘴，示意道：“天机兄，剩下的都是你的。”问天机受宠若惊，摆手道：“沈兄，这灵玉本来就是你自己赚来的，天机受之有愧。”沈七轻笑一声道：“天机兄，这是什么话？要不是你，我哪能赚得到这么多灵玉？你和我还客气什么？安心收下便是。”闻言，问天机默然不语，只得乖乖将灵玉全部收入储物戒中。关月和呼问：“沈七小友，你真的不打算出手一颗转神丹吗？小友不妨好好考虑一下老夫之前在广场上的提议。老夫卡在炼神境大圆满已有50余年，始终不得精进。老夫真的很想能与你交易一颗转神丹，无论你开什么条件，老夫都尽全力去满足你。”沈七呵呵一笑道：“关长老真是对不住了，这转神丹弟子真的不方便交易。”关月和遗憾地点点头，不再言语。功德寺内堂石屋中，剑无双负手而立，关月和上前一步，立于剑无双身后右侧。关月和俯首一礼道：“宗主，1000多枚灵玉也不是小数目，你为何不让我分期支付？”剑无双并未理会，依旧背对着关月和，没有任何反应。关月和没敢再多问，静静地等待着剑无双的指示。良久，剑无双忽问：“关长老，你是不是在觊觎沈七手中的转神丹？”关月和神色一变，颤声道：“宗主，我只是为了沈七的安全考虑，他的修为到底欠缺了些，若是让其他人知道他藏有转神丹，只怕会引来无妄之灾。”剑无双冷冷一笑道：“关长老，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关月和面色一紧，垂手道：“宗主放心，老夫绝无其他想法。”剑无双转过身来，目光清冷地盯着关月和，沉默不语。关月和被剑无双盯着，有些不自在，不由得侧了侧身。片刻后，剑无双轻笑一声道：“一般人想要从沈七手中夺宝，并没有那么简单。他如何处理自己手中的转神丹，我们不必去理会。”关月和点头称是。似想到什么，关月和又问：“宗主，你真的打算将剑如风拿下，换问天机去参加九州大比吗？”剑无双再次背过身去，慢慢踱步至石屋门口，身形一顿。剑无双冷笑一声道：“关月和，我希望你能明白，你只是丹药司的一位首座而已。”丢下这句话，剑无双身影一闪，消失不见。没人知道关月和听到这句话之后，脸色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当沈七与问天机从功德司出来时，宗主剑无双的身影蓦地飘出。剑无双二话不说，直接领着问天机前去长老会的议事厅。沈七明白过来，剑无双这是打算安排问天机去参加九州大比，现在带走问天机，肯定是要去搞定那些顽固的长老。夜幕时分，沈七悄无声息地来到陈妙善的洞府门前。沈七惊讶发现洞府大门敞开着，探头望去，看见陈妙善正心无旁骛地整理着石台上的灵药种子。沈七正看得入神，忽听陈妙善发出一声悦耳的娇笑。陈妙善头也不回，嗔道：“七儿，既然来了，为何不进来？”沈七嘿嘿一笑，身影如流光一闪，眨眼间便掠至陈妙善身后，一把搂住他的纤腰。陈妙善玉手按住石台上险些跌落的种子，扭头瞪了沈七一眼。沈七不以为意，渐渐笑道：“师娘，1日没见，你有没有想我？徒儿可是想死您了。”陈妙善白了他一眼，一嗔一羞道：“没想，谁会想你这个小混蛋？”沈七一把拨开陈妙善手心的灵药种子，急急拉着陈妙善坐到床榻之上。陈妙善娇羞低头，轻咬着下唇，小心脏砰砰直跳个不停，竟不出声反抗一下。沈七知他害羞，更加搂紧他的蛮腰，磨蹭着陈妙善的粉颊，亲昵得很。
陈妙善下意识扭了扭，顺势倒入沈七怀中。沈七盯着陈妙善那绝美的容颜，一脸迷恋之色，柔声道：“师娘，您真美，就像9天之上的神女下凡，风华绝代。”陈妙善一脸羞红之色，含情脉脉地望着沈七，娇羞不语。沈七双眼定定地盯着陈妙善，她的美简直难以形容，美中带羞，羞中带色，娇羞之中自带着柔情。沈七很喜欢逗弄陈妙善，就是喜欢看她这种羞涩柔弱又有点难为情的娇羞模样。陈妙善真情流露的模样实在太可爱。沈七捧住陈妙善的小脑袋，忽用鼻尖碰了碰陈妙善雪一样白的鼻尖，陈妙善玉脸唰的一下红至耳根，粉颊一阵滚烫，忍不住瞪了一眼沈七。陈妙善内心又是一阵砰砰急跳，仿若小鹿乱撞。沈七内心一阵悸动，凑向陈妙善的耳根，邪魅一笑，悠悠道：“师娘，春宵苦短，我们早点歇息吧。”陈妙善霎时满脸红霞，急欲挣脱。沈七哪能让他挣脱，双手一紧，牢牢地将陈妙善箍在怀里。沈七露出一抹不易察觉淫贱的笑容，搂着陈妙善轻声耳语：“好师娘，徒儿今夜一定规规矩矩，我只想静静地抱着您，绝不乱动。”沈七大手一挥，洞府大门轰隆一声落下，一道静致笼罩住洞府四周，纱帐徐徐落下。沈七环抱着陈妙善，无声温存着。时息不到，陈妙善的新衣及亵裤便徐徐飘落在地。陈妙善面色一红，娇嗔道：“七儿，你说过不乱动的。”沈七沙哑道：“师娘，徒儿身子烫得厉害，您就可怜可怜我吧。”说罢，沈七周身灵力窜动，他的身子霎时变得通红，仿若烧红的铁块一般。沈七闷哼几声，装作很难受的样子。陈妙善白了沈七一眼，咬嘴道：“小混蛋，你不守信用。”沈七哪还会去理会他，暗中催动了最近修炼的双修功法。3个时辰后，沈七终于心满意足地睡下。天剑山东侧万里之外，坐落着一处阴森荒凉的幽谷。此刻，沈七与魏青言2人的身影正立于幽谷入口处。幽谷之中，浓浓的云气缭绕，散发着不寒而栗的气息。沈七苦笑一声道：“魏师妹，你之前说好只需3、5日，现在离开宗门都足足7日了。我陪着你在这方圆千里搜寻了数遍，附近只有这么一个幽谷，你能不能确定地告诉我，这幽谷到底是不是你口中说的那个境地？”魏青言尴尬一笑道：“沈师兄，抱歉，我父亲本来是留给我一幅地图的，但是我不小心将地图给弄丢了，如今我只能依靠模糊的记忆去慢慢找寻这一处境地。”沈七有些无语，白了魏青言一眼。魏青言讪讪一笑道：“师兄，要不我们现在就先进去幽谷看一看？”沈七无奈，只得同意的点点头。2人当即踏入山谷，谷内云气遮蔽，丛雾弥漫，一些交错矗立的岩石怪状嶙峋，似凶鬼恶魔，状貌可怖。沈七暗暗心悸，又听得一道道刺耳尖锐的哀嚎之声从四面而起。原来那些岩石中间多有空洞，或大或小，在幽谷阴风的飘荡作用下，发出了呜咽的声音，若鬼哭狼嚎，悲凄凄厉。魏青言身子莫名一颤，伸手一把抓住沈七衣角。2人小心翼翼地前行着，幽谷愈往深处走，天色愈加暗淡。正当2人默默前行之时，半空中蓦地响起一道难以言明的刺耳鸣声，紧接着一阵阵咔嚓咔嚓的震动声传出，上百只飞兽、轻浮鸟展翅飞向高空。只因上天色昏暗，愁云惨雾，如此诡异恐怖的氛围下，魏青言心头一震，吓到惊叫出声：“啊！”魏青言面色发白，身子猛地一下跳起，整个人都挂在了沈七身上。惊慌之中，魏青言双手圈住沈七的脖子，双腿紧紧勾住沈七的腰，紧闭双眼，脑袋深深埋入沈七怀中。沈七神色无语，又是白眼一番，但也没办法，只能用双手托住他的双腿。美人在怀，只觉得香风扑鼻而来。沈七心头一热，瞬间回想起当初替魏青言推功过血的香艳场面。沈七眼珠滴溜一转，轻轻拍了拍魏青言的翘臀，似笑非笑道：“魏师妹，你这么惧怕妖兽，干嘛还非要跑到禁地中来？缺什么药草，直接去4大商会购置不就行了？”魏青言玉颊一红，面带羞涩地从沈七怀中跳下来，白了沈七一眼，默不作声。沈七嘿嘿一笑，低手耳语道：“师妹，你的身子好香啊。”魏青言轻咬红唇，娇羞地瞪了沈七一眼，含羞不语。沈七适可而止，没再去逗弄他，目光一扫幽谷四周景象，疑惑道：“师妹，此地灵气十分稀薄，不像是能生长出灵药的地方。对了，师妹你要找的究竟是何种药草？”魏青言拢了拢发梢，细声道：“师兄，我想采摘的灵药乃是血乌草，此物是炼制净髓丹的重要药引。净髓丹有清寒驱毒、凝髓洗脉的功效，
沈七好奇又问：“哦，莫非师妹你准备炼制净髓丹？”魏青言点点头道：“我找寻血乌草确实是为了炼制净髓丹，不过这味灵药却是我替我爹找的。家父因修炼玉虚寒剑诀，体内常年积聚阴寒之气，只有净髓丹才能帮他清除寒气。”沈七恍然，再问：“师妹，不知这血乌草长什么样子？”魏青言双手一比划道：“血乌草远远看去，很像一滴飘在半空中的精血。血乌草上半部分十分圆润，而尾部尖尖的，样式极具辨识度，一眼就能认出。成熟的血乌草长3寸左右，通体血红，红中带着点点乌黑。”沈七若有所思，笑着再问：“师妹，上次听你说血乌草的周围会藏有妖兽守护，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妖兽。”魏青言略一皱眉道：“到底是什么妖兽？其实师妹我也不太清楚。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多数情况下是5阶妖兽荒塔兽，因为荒塔兽生性寒暑，自小就喜食血乌草，所以在每一株未完全成熟的血乌草旁边，都极有可能藏着一只荒塔兽。妖兽的实力有可能是4阶，也可能是5阶。血乌草未成熟前，荒塔兽会耐心的守着，待到成熟之日，它便会窜出来，第一时间吞食掉血乌草。”沈七神色不解道：“师妹，为何这荒塔兽会喜食血乌草？”魏青言淡淡一笑道：“因为血乌草药性属热，能压制住荒塔兽体内的寒性之气。荒塔兽平日修炼都是藏身在深潭之中，一般轻易不会离开深潭。”沈七听得有些迷糊了，疑惑道：“师妹，按照你所说，若是这幽谷真是你父亲所说的那处禁地，幽谷中真的长有血乌草，难道这里面还有一汪碧潭不成？”魏青言摇摇头，不确定道：“具体如何，我也不清楚。或许在这血乌草旁边另有其他强大的妖兽守护着。我们暂时不用去理会这些，现在先进幽谷深处看看，找到了血乌草再说。”沈七点点头，目前二人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继续前进。二人屏住呼吸，蛇蛇绕绕地来到幽谷尽头。尽头处是一处山涧，这山涧阴暗潮湿，隐隐飘荡着毒瘴之气，瘴气之中若隐若现的毒虫出没着，而且听起来似乎瘴气中存在着不少剧毒的飞虫走兽，悄无声息地汇聚在这瘴气中的。瘴气之中时不时地传出一道道呜咽嘶吼之声，恐怖无比。二人又沿着山涧走了一段，山涧上空渐渐升起一层淡淡的血雾，朦朦胧胧。片刻过后，沈七二人惊骇发觉，他们走来走去都是在山涧入口处间徘徊游荡。二人特意留下一处标记，又继续朝着山涧前方疾行而去。诡异的是，二人一番兜兜转转，竟又莫名其妙地走回到了原点，而且二人先前留下的标记早已消失不见。每一次沈七明明清晰地看到山涧的尽头就在眼前，可每次往前走时，莫名其妙的反而愈行愈远，最后回到原地。沈七停步，一语不发地盯着眼前的山涧景象，似在沉思什么。片刻后，沈七右掌朝着虚空一拍，一圈灵力波纹向四周慢慢飘散，波纹扩至10丈左右，徐徐停住。沈七并指一点，灵力波纹化作一道禁制结界，将自己与魏青言笼罩其中。沈七回头看向魏青言，吩咐道：“师妹，你姐待在原地不动，不要离开这封禁结界，我单独出去再试一次，看看到底会出现何种诡异。”魏青言点点头，乖乖地待在结界中。沈七二话不说，走出结界，朝着山涧前方尽头缓步而行。片刻功夫后，沈七的身影徐徐消失在魏青言的视线之内。沈七也不知走了多久，和之前的经历一样，前行一路的景象并未有任何变化。当沈七绕过一个转角之后，毫无意外的，沈七又是回到了原点。可出乎沈七意料的是，在山涧出口的原点，沈七却看不到魏青言的身影。当沈七驻足原地之时，他依旧能清晰地感知到魏青言气息的存在，还有自己刚刚布下的禁制结界，沈七也能够感知到结界完好无损地在原地运转。沈七目光盯着四周，目光闪烁。片刻后，沈七悠悠开口，朝虚空大喊：“魏师妹，你在哪？能听到我说话吗？”下一刻，诡异的事出现了，虚空之中居然传出了魏青言的回应声：“沈师兄，我还在结界内等你啊。师兄，你现在在哪里？我为何没有看见你？”沈七眼中金光一闪，果然如他所猜测那样，这山涧处存在一个空间幻阵。沈七掌心金光一闪，体内散发出无边无际的耀眼金光。沈七双掌平推，周身金色灵力翻涌而出，砰的一声惊天炸响，山涧方圆1000丈范围内，虚空之中蓦地生出一阵令人心悸的灵力波动。这波动犹如破碎的镜面一般，阵阵咔嚓咔嚓的断裂声响彻虚空。约莫10息过后，山涧上方高空天色风云突变，那一层薄薄的血雾
瞬间被沈七的金光之力吞噬一空。当上空血雾彻底消散之时，山涧地底忽的一震，沈七眼前的景色一个莫名变换，魏青岩的身影慢慢显现出来。魏青岩立于结界之中，一脸惊愕之色地盯着沐浴在金光之中的沈七。沈七掌心一收，虚空中的无尽金光瞬间钻回沈七体内，缓缓走到魏青岩身前。沈七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魏青岩回过神来，愕然道：“师兄，你这是什么神通？居然散发出如此庄严肃穆的金色光芒？”沈七摇摇头，半真半假道：“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一觉醒来后，我就发现自己体内有一道金光。”魏青岩反应过来，也不再多问，默契地转移了话题，好奇又问：“师兄，这山涧到底是怎么回事？”沈七轻笑一声道：“在山涧出口存在了一个空间幻阵，只是我还不知道这幻阵是某位修士布下的，还是天然形成的。”魏青岩恍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很快，二人走到了山涧尽头，在二人身前10丈处，莫名地生长着一片密林。这密林并不大，一眼望去不过方圆100丈左右，但是这密林很是诡异，藤条枝桠纵横交错着，密密麻麻的，仿若一个鸟巢一般。沈七缓步上前，掌心抬起，正打算将密林劈开一条通道。就在这时，密林深处蓦地透出一丝神秘气息，这气息诡异、阴寒、恐怖。更加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密林中纵横交错的藤枝竟自动散发，一条幽深通道突兀地显现在沈七身前。沈七身子莫名一颤，霎时毛骨悚然。魏青岩亦跟在他身后，紧紧地攥住沈七衣角。二人相互对视一眼，身形慢慢没入了那条幽深通道。二人惊惧地前行了100丈左右距离，眼前赫然现出一个圆形的水潭。水潭约100丈大小，潭水碧绿碧绿，与一般的深潭颜色绝不相同，且这绿色看上去阴惨惨，说不出的鬼怖。更让沈七内心惊惧的是，潭水是在慢慢的旋转着，自西向东顺时旋转，潭水转得并不快，却仿若无底黑洞般能够吞噬着一切。沈七有一种错觉，这玄潭甚至可以吞噬空间，在玄潭周围，空间仿似都顿住了。魏青岩忍不住凑上前瞄了一眼，娇躯顿时打了个冷战。魏青岩嘴角哆嗦，颤声道：“师兄，这深潭为何如此可怕？”沈七摇摇头，没有作声。魏青岩拉了一下他，怯声道：“师兄，我们离开这吧。这幽谷中有这么一个深潭，说明附近肯定有血乌草，我们还是去找找血乌草吧。”沈七身形未动，目光直直地盯着这缓缓旋转的潭水。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恍惚之间，沈七竟开始一步一步向潭水走去，眼神中浮现一抹茫然。玄潭上方密林藤条交织，一阵阴风吹过，蓦地吹落一片枯叶，枯叶飘落在他头顶上方，一摇一晃地飞落在潭面上，沿着潭水一圈一圈向中心旋去，然后在潭水中心无声无息沉了下去。沈七依旧双眼空洞，边走边看，不知不觉间已然走到了潭口边缘。眼见沈七前脚就要踏入潭水之中，魏青岩惊慌大喊一声：“沈师兄！”尖锐的惊叫声在沈七耳边响起，刹那间沈七身子一颤，猛然惊醒过来。魏青岩一把拉住沈的手，使劲拽着他往后方退去。魏青岩根本不敢去看那玄潭，他心知这潭水诡异，自顾拉着沈七离开。二人退后数10丈，沈七一阵后怕，道：“这深潭竟如此诡异，刚刚我居然不知不觉就陷入迷离了。师妹，刚刚真是多谢你了，若不然，恐怕不知道我将会发生什么。”魏青岩淡淡一笑，默默不语。下一刻，忽听沈七轻咦一声，原来沈七发现，在深潭右后方50丈开外，有一串微不可察的足印。沈七内心惊奇，莫非之前有其他修士来过这幽谷？魏青岩也注意到了这些足印，二人对望一眼，朝着足印处走去。走到足印处的位置，沈七魂念一扫，顿时发现当中内有玄妙。沈七掌心金光一闪，灵力翻涌而出，朝着足印四周地面猛地一掌拍出，砰！一声震天炸响过后，地面被炸出一个方圆10丈左右的深坑。沈七一眼看去，这才发现地下居然藏着一条阴森的石阶，石阶一级一级的通向地底的幽暗处，未见尽头。沈七转头看向魏青岩，却见他也在直勾勾地盯着自己。沈七呵呵一笑，提议道：“师妹，要不我们先走下去看看？”魏青岩摇摇头道：“师兄，我看还是算了吧，这石阶如此幽暗，我有些怕。”沈七忽地伸出手，一把执起魏青岩玉手，紧紧牵住。沈七轻声一声道：“师妹莫怕，有我在呢，我们就下去看看，不用走太远。如果有什么不对劲，我们第一时间就原路返回。”魏青岩玉颊一热，他的心思此刻全放在二人掌心相贴的触电感觉上了，哪还听得进沈七在说什么，
只是恍惚地点点头。沈七拉着他跃下石阶，二人沿着石阶一级一级往下走，石阶呈之字形斜斜向下，屈伸无尽。二人走了一段又一段，估计离地面已是不下100丈，仍然无边无尽。沈七内心暗暗惊骇，又拉着魏青言走了一段。片刻功夫后，沈七终于是看到了石阶尽头，竟是一个偌大的深洞。深洞不过10丈大小，里面空无一物。在深洞正中处，赫然有一个水池，池水咕噜咕噜地翻滚着，弥漫着白芒灵气。沈七缓步行至水池边沿，忽见水池之中一道阴寒灵气猛地射出，仿若利剑。沈七连退数步，内心惊颤，眼前这水池竟是如此阴寒可怕。更让沈七诧异的是，自己站在水池1寸之外，都感知不到阴寒气息。可一旦沈七触及水池边沿，水池中便会射出一道阴寒灵气，以迅雷之势笼罩周身上下，简直如同置身极寒深渊。魏青言上前一步，扫了一眼翻涌的池水，失声惊呼：聚阴池！魏青言一脸震惊之色，目光闪烁不止。沈七神色一变，好奇道：师妹，什么是聚阴池？魏青言深吸一口气道：传言在一些极阴极寒之地，因寒阴之气过重，寒阴之气会凝结成水，汇聚于池中，便是聚阴池。我也是曾经听我父亲提及过，今日还是第一次见到。沈七抬头望了望深洞上方，内心在估量着深洞的位置。片刻后，沈七神色狐疑，不确定道：师妹，为何我有种莫名的感觉，好似这深洞就在那个诡异深潭的正下方？莫非这寒阴之气乃是从深潭中积聚而来？魏青言身子一震，古怪道：师兄，你这感觉不太对吧？这聚阴池的阴寒之气很明显是下方地心中飘散而出的，若是如你所说，那这聚阴池的位置似乎有些不对。沈七尴尬一笑道：或许真是我想多了。魏青言笑了笑，叹道：师兄，你看这聚阴池内的阴寒灵气竟是如此浓郁，可惜我的灵根不是水属性，也没有修炼阴寒功法，若不然直接在这聚阴池修炼，只要能吸收掉池内的阴寒灵气，定能抵得上10年苦修。沈七呵呵一笑道：我也不是水灵根，不过我们也可以尝试吸收一下。魏青言摇摇头道：千万不可，师兄有所不知，非水灵根的修士如果没有修炼阴寒功法，断不可强行吸纳阴寒灵气，若不然体内阴寒之力无法炼化，只怕自身将被活活冻成冰雕。沈七轻笑一声道：师妹这话可就绝对了，师兄我正好有合修一功法，可助你安然无忧地吸收阴寒灵气，师妹你想不想试一试？魏青言眼中一亮道：师兄此话当真？沈七点点头道：师妹若是信我，现在就可以试。沈七拉住魏青言的玉手，再次靠近聚阴池，毫不意外，一道阴寒灵气急急朝着二人射来。沈七并指一点，一道金光凌厉飞出，瞬间将阴寒灵气击溃。聚阴池中的池水蓦地变得沸腾起来，几乎要汹涌而出。沈七掌心一拍，一道耀眼无比的金光射出，金光急速扩散开来，将整个巨阴边沿彻底覆盖。一道道阴寒灵气不停从池水中迅猛射出，却是被沈七的金光一一吞噬。见此，魏青言目瞪口呆地盯着沈七。沈七呵呵一笑，也不理会，并指一点，又一道金光射入魏青言丹田之中。魏青言顿时觉得小腹之处冒出一股暖洋洋的气息，一时间竟忍不住娇吟一声。魏青言面色一红，低头不敢再看沈七。沈七目光再次看向聚阴池，池面阴寒灵气肆虐，他的魂念感知不到池底有多深。沈七右手探向池中，指尖刚触及池水，一道阴寒灵气蔓延而上，瞬间将他的手臂冻住，好似一根冰棍。沈七体内金光一震，手臂上的冰霜瞬间消散不见，急急抽回右手。沈七咂舌道：这聚阴池果然可怕，好精纯的阴寒灵气，若是寻常修士，这一下只怕是胳膊都要冻碎了去。魏青言笑了笑，感慨道：师兄的神通才更可怕，想不到居然能炼化阴寒灵气，真是让师妹大开眼界。沈七淡淡一笑道：师妹，那我们直接进入聚阴池修炼吧。魏青言点点头。沈七正欲脱下长衫，猛地想起自己还没同魏青言交代清楚。沈七讪笑一声道：魏师妹，我的这部合修功法需要双方进退衣衫，赤身相对。话没说完，沈七老脸先是一红。闻言，魏青言鬓间瞬间浮出大片红霞。魏青言冷哼一声，似笑非笑道：师兄，你说的这是双修功法吧？莫不是这一切早在师兄算计当中？沈七讪讪一笑，直勾勾地盯着他，嘴角的笑意愈加邪魅。魏青言耳根一热，连忙躲开沈七的火热目光，脑海中又不自觉地飘荡起当初沈七为自己推功过血的一幕。
魏青言玉颊烫得厉害，垂手娇羞不语。沈七凑近了些，厚着脸皮道：“师妹，不知道你意下如何？”魏青言双目含羞，娇嗔地瞪了沈七一眼。沈七嘿嘿一笑，急急脱去自己衣衫。啊！魏青言一声尖叫，羞得转过身去。沈七邪魅一笑，悠悠道：“师妹，你快些脱去衣衫吧。”魏青言内心一颤，娇羞道：“师兄，你先封闭五官改时。”沈七连忙闭眼，魂念却是悄无声息地铺散开来。魏青言踌躇半天，终于是缓缓拉下自己腰间的衣带。沈七魂念目不转睛地盯着魏青言那白皙无瑕的完美玉体，简直让沈七欲火沸腾。沈七呼吸急促，喉咙忍不住咽了咽。魏青言娇羞地闭着双眼，慢慢转过身来。沈七左手抓住魏青言的一双柔蹄，右手一把环住他的蛮腰，纵身跃入巨阴池中。巨阴池水深达100丈，二人身子很快沉到池底。沈七周身泛出耀眼金光，金光将魏青言彻底笼罩。二人盘膝对坐，4掌相贴。沈七慢慢沉下心中杂念，开始默运功法，领着魏青言吐纳灵气，运行周天。不知不觉间，二人在这池底中足足修炼了半个月有余。有着沈七金光神通的加持，二人吸收阴寒灵气的速度非常恐怖。半个月的时间，巨阴池的阴寒灵气被二人吞噬了一大半，而巨阴池的池水此刻也不足50丈。第20日过去，沈七暂时停止了功法的运转，魂念内视自身灵海。沈七发现自身的修为已是顺利的突破至元婴后期。魏青言也从修炼中醒来，当他检查自身灵海时，魏青言方才惊喜万分的发现，自身修为已是从元婴初期晋升至元婴后期，距离元婴大圆满也不过1线之隔。魏青言激动万分，一时间手舞足蹈。可他忘了自己还处于巨阴池中，竟是挣脱了沈七的金光覆盖。呼吸之间，至阴至寒的阴寒灵气瞬间钻入了他的灵海之中。霎时，魏青言体内灵力逐渐涣散，整个人当即化作一座冰雕。沈七神色一惊，身形一闪，一把抱住魏青言，飞出巨阴池。巨阴池边沿1丈开外，沈七左手扶着魏青言被冰冻的身子，右手并指一点，指尖射出一道金光，金光蔓延开来，瞬间就覆盖了魏青言周身上下。只听一阵咔嚓咔嚓的碎裂声，魏青言身子表面的冰层尽数破碎消散。沈七铺开自己的外衫，将魏青言平放于地。此刻的他面色苍白，气息若有若无。沈七魂念一探，这才发现魏青言的魂海隐隐崩溃，魂念无比虚弱。好在下水之前，沈七特意朝他体内打入了一道金光，金光在生死之际护住了魏青言的灵海池，不至于令他丧失修为。眼下魏青言的情况十分危急，沈七也顾不得其他，朝着他的魂海发出一道意念：魏师妹，你的命魂即将溃散，此刻别无他法，我唯有对你使用双修交合之法，如此这般才能将你体内的阴寒之力全部转化到我体内，救你性命。昏迷中的魏青言微不可察地点点头，残存的魂念散发一缕虚弱的波动。沈七二话不说，抱住魏青言赤裸的胴体，再次传出一道意念：师妹仔细听好，我将双修功法口诀告知于你。我现在催动你体内金光，去导引你的灵力，你尝试气运周天。随后，沈七体内再次散发出耀眼无比的金光，将二人身影笼罩其中。沈七手中动作不停，连连点在魏青言周身大穴之上。魏青言体内的金光瞬间裹挟住他的灵力，金光随着沈七的动作慢慢在魏青言体内流转开来。片刻过后，魏青言的魂海便停止了崩溃之势，魂海空间内的丝丝裂痕也在金光的笼罩下慢慢修复。沈七催动灵力，开始运转双修功法，双手不停在魏青言的玉体上摩挲着。一盏茶功夫过去，魏青言的魂念恢复些许，照着沈七讲述的口诀，魏青言的魂念开始气运周天。又是一盏茶功夫过去，魏青言的身子开始变得异常红润。沈七搂着魏青言时，只觉得他的身子烫得厉害。气运3个周天后，魏青言蓦地睁眼，他的眼神之中带着浓浓的迷离之色。未待沈七反应过来，魏青言热辣滚烫的红唇便印在沈七嘴角。沈七心神一个恍惚，魏青言抱着他的身子，二人身子赤裸交织着，缓缓躺了下去。接下来一片春色无边。3个时辰后，魏青言身子一颤，软绵绵地倒在沈七胸口。狂风骤雨过后，二人相对无言。魏青言面色潮红，娇羞地背过身去，拾起地面散落的凌乱衣衫，默默穿上。沈七目光一扫，自己铺在地面的外衫上飘着点点猩红。沈七一愣，目光复杂地看向魏青言。半晌过后，沈七轻咳一声道：魏师妹，我会对你负责的，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了。魏青言身子一震，回首望了沈七一眼，
又娇羞地扭过头去，鬓间一片羞红。沈七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套崭新的衣衫，手忙脚乱地穿戴好后，又小心翼翼地折好地面的那件外衫，将印着点点猩红的外衫收回自己的储物戒中。见沈七如此动作，魏青言玉颊一热，神色更是羞涩3分。沈七倒是没羞没臊，直接伸手一把直住魏青言的柔体。魏青言娇羞一怔，却被沈七紧紧抓住，不肯松开。沈七嘿嘿一笑，俯首而语：“师妹，这里还有半池的阴寒灵气，等我参加完9州大比后，我们再来这里继续吸收这些灵气，好不好？”魏青言鬓角一热，一脸娇羞地白了沈七一眼，那羞涩模样甚是可爱。沈七邪魅一笑，猛地将魏青言一把拉进自己怀里。闻着魏青言身子的幽香，沈七心火蹭蹭直冒，分身竟又有复苏之势。魏青言感觉到了，身子一将娇颜刹那间通红一片，又羞又嗔地瞪了沈七一眼。沈七深吸一口气，暗自强压下心中那道炽热的欲念，搂住魏青言的纤腰，沈七有心逗一逗他，露出邪魅一笑，语气悠悠道：“言儿。”魏青言娇躯一颤，瞳孔瞬间张大，一脸不可思议之色，目光扫了沈七一眼，却是又忍不住低下头去。沈七淡淡一笑，道：“言儿，你怎么会如此害羞啊？你我有了夫妻之时，何必还介意这些？不如你现在也改口，称呼我一声沈郎如何？”魏青言粉脸一热，白了沈七一眼。沈七却是不肯罢休，继续逗他道：“那不如你以后叫我七哥哥如何？”魏青言内心骚得慌，只觉得这些称呼肉麻的紧，哪里叫得出口。魏青言朝着沈七又是白眼一番，娇羞地摇了摇头，沉默不语。沈七轻笑一声，便不再逗他，提议道：“言儿，我们现在还是原路返回吧。退出去后，再去深潭方圆4周转一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你要的血乌草。”魏青言点点头。沈七牵着魏青言玉手，沿着石阶慢慢退了出去，顺利地返回深潭附近。原本沈七还想去看一眼那诡异的玄潭，魏青言却是死死拉住他，坚决不同意。沈七无奈地笑了笑，只能作罢。二人先是沿着深潭东侧方向一路朝外延伸100里，慢慢搜寻了一趟后，却是连只飞鸟都没碰到。这山涧4周寂静的可怕。沈七决定换个方向，沿着深潭西侧方向慢慢延伸搜寻。就在二人朝西侧前行10余里距离时，沈七清晰感知到了，在二人身前100里之处，上方虚空之中爆发出一道惊天的波动，一道道炽热的丙火灵气拔地而起，灵气划破天际，直冲云霄。感受着那炽热的灵力波动，沈七与魏青言对视一眼，下一刻，一道沉闷的妖兽嘶吼声再次传出。魏青言内心一惊，大呼道：“师兄，定是血乌草成熟时逸散的丙火灵气，快，我们赶紧过去！”说罢，魏青言挣开沈七大手，身形如流光一闪，朝着灵力波动的位置瞬移而去。沈七苦笑一声，大喊：“言儿，莫心急，你且等等我。”说着，沈七身影移动，朝魏青言追去。当二人赶到丙火灵气爆发之地时，沈七远远就看到，在身前100丈开外，屹立着一株幽绿的青藤，而在青藤的顶端，一株血滴形的灵草泛着暗红的光芒。灵草3寸大小，表面闪烁着点点乌黑，正是魏青言苦苦找寻的血乌草。魏青言神色一喜，身形一动，就要朝着血乌草直冲而去。沈七忙一把拉住他，笑道：“不要心急，那藏在附近的5阶妖兽还没出现呢。”魏青言讪讪一笑，他刚刚一时激动，倒是忘了这一茬。望着那道直冲天际的丙火灵气，沈七目光闪烁，若有所思道：“言儿，看来最多1个时辰，这血乌草马上就完全成熟了。待到这丙火灵气彻底消散时，那躲在暗中守候多时的妖兽，只怕是第一时间就会跑出来。”魏青言点点头，好奇道：“师兄，那你打算怎么办？”沈七沉思道：“我刚刚魂念扫视了方圆10里范围，却没感知到妖兽的存在。这妖兽恐怕不简单，我们尽量避免正面与妖兽硬拼，先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等着，待到妖兽现身时，我们暗中再予以致命一击。”魏青言眼神一亮，道：“师兄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二人悄无声息地上前，摸到距离血乌草10丈左右的位置，小心翼翼地躲藏起来。为了安全起见，沈七在暗中打出一道封禁结界，隔绝感知。1个时辰很快过去，天际中的丙火灵气渐渐消散，这就意味着血乌草已是彻底成熟。在青藤顶端正中处散发出的赤红如血的光芒愈加耀眼。血乌草下方根茎很细，犹如一根筷子一般扎根在青藤的枝条上。此刻，血乌草表面的茎叶脉络好似在流淌着暗红如血的汁液，而血乌草的顶端，炽热的灵气依旧若隐若现地飘散出来，蕴含着一抹心悸的气息。
沈七耐着性子拉着魏青言又蹲守了1刻钟。诡异的是，沈七铺散的魂念始终没有感知到一起灵力波动。沈七双眉一皱，道：怪哉，为何还不见妖兽现身？魏青言内心一急，道：师兄，我们不要再等了，说不定这朱血乌草并没有引来什么妖兽，我觉得还是尽快去把血乌草摘了吧。沈七摇了摇头。魏青言苦笑一声，道：师兄，刚刚血乌草散发的冲天灵气已是惊动附近方圆千里的修士，这些人肯定朝这里赶来了，若是我们还犹豫不决，只怕会错过最佳时机。沈七轻笑一声，道：言儿莫要心急，我们再等等看，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相信我。你放心，今日只要有我在，就不会让别人抢走血乌草。魏青言嘟着嘴，气鼓鼓地扭过头去。沈七淡淡一笑，也没去哄他，重新看向那一株血乌草，目光闪烁不止。沈七的魂念毫无保留地铺散开来，将方圆100里的范围全部覆盖，细细感受着四周灵力的波动变化。约莫盏茶功夫过去，只见一道身影从天而降，出现之人乃是一身形纤瘦的少年。当少年的目光扫过那血乌草时，顿时神色一喜，忍不住长笑一声，激动道：哈哈，真是天降机缘，怪不得刚刚会有一道丙火灵气直冲天际，原来是此地孕育出了下品玄阶灵药血乌草。可喜可贺，我陶如真今日果然撞大运了，哈哈。原来这纤瘦少年名叫陶如真。陶如真身形一动，朝着血乌草径直飞去，却见一道流光从他身后一闪而逝，虚空中一阵灵力波动，将陶如真逼退数丈，流光散去，又是一道身影出现。身影背对着陶如真，停在他身前3丈开外。望着身前的背影，纤瘦少年面色一沉，眼中寒光一闪。背影缓缓转过身来，乃是一浓眉大眼的壮汉，看上去30岁左右。壮汉盯着少年，似笑非笑道：陶如真，这株血乌草归我了，你现在可以滚了。陶如真冷哼一声道：吕长兴，你来的倒挺快，就凭你也配和我争血乌草，可笑。壮汉吕长兴冷笑一声，似问非问道：哦，是吗？我不配与你争吗？说罢，周身气势一放，恐怖的化神威压铺散开来，一道神魂之力直冲陶如真魂海。陶如真神色大变，未待他反应过来，神魂之力猛然轰在了陶如真的魂海上。陶如真瞬间面色一白，嘴角丝丝血迹流出，一脸惊恐之色，惊愕地望着吕长兴。吕长兴气势一收，脸上的笑意愈加浓烈，他的目光直直盯着陶如真，嘴角隐隐露着一抹轻蔑之色，伸手擦去嘴角血渍。陶如真一脸的不可思议，骇然道：吕长兴，你居然突破到了化神初期。吕长兴轻笑一声道：侥幸。吕长兴话音一顿，冷声道：还有，以后记得称呼我前辈，我不喜欢修为比我低的蝼蚁直呼我的大名，这让我有杀人的冲动。话音未落，吕长兴目光中浮现浓浓的杀意，冷冷地盯着陶如真。陶如真身子一颤，毫不犹豫地低下头，俯身行礼，躬声道：前辈。陶如真毫不怀疑，如果自己的动作再慢一些，后果就是魂飞魄散，在生死面前，尊严算个屁。吕长兴满意的点点头，慢悠悠地转过身去，负手而立道：10息之内滚出我的视线之内。陶如真弯着腰缓缓后退，下一刻一道戏谑的笑声响起：吕长兴，你又在这欺负小辈了。前方1000丈开外，一道道残影穿梭在虚空之中，残影不停消散，不停变换，这些残影正是化神修士才能掌握的身法神通，缩地成寸。眨眼之间，一道身影便幻化而出，落在吕长兴身前。身影乃是一头数方斤的少年，生的是面如温玉，笑容令人如沐春风。看到眼前的少年，吕长兴的瞳孔微不可察地缩了缩，脸上浮现一抹忌惮之色。吕长兴冷冷一笑道：崔平，你怎么来了？崔平呵呵一笑道：吕长兴，你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吕长兴冷哼一声，便不再开口。崔平目光一转，看向正缓缓后退的陶如真，似笑非笑道：陶道友，好久不见。陶如真身形一僵，又是没有任何犹豫，朝着崔平俯首行礼，无比恭敬道：晚辈不敢，崔前辈客气了。崔平呵呵一笑，也没再搭理他，目光扫视四周一圈，当看到血乌草时，眼中不由得金光一闪。见此，吕长兴阴冷一笑道：崔平，看来你是要跟我抢了。崔平轻笑一声道：宝物当前，谁不心动？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抢？怎么，你以为我是陶如真？吕长兴两眼一冷，一丝杀意弥漫而出。崔平神色不变，似笑非笑地盯着吕长兴，嘴角浮现一抹轻蔑之色。就在二人剑拔弩张之时，忽见那青藤剧烈地震动起来，虚空之中
一道空间裂缝突然打开，从裂缝中急速飞出一道红色光芒，在那变幻的红芒之中，蕴含一缕着毁天灭地的天雷气息。砰！一声惊天炸响，红芒落在血乌草上。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那血乌草毫发无损，青藤却是被红芒炸成飞灰。血乌草就这么静静地漂浮在虚空中，表面隐隐闪烁着暗红色光芒，而那被炸毁的青藤却是化作了一道幽幽青光。青光环绕在血乌草周围，散发着诡异阴森的气息。与此同时，从血乌草的顶部再次射出一道惊天的丙火灵气。丙火灵气直冲云霄，以迅雷之势射入那空间裂缝之中。一时间，空间裂缝内传出阵阵恐怖的寂灭之力，寂灭之力伴随着一道道雷电光芒溢散而出，声势骇人的雷电光芒与丙火灵气交错盘旋在一起，激烈的交织着。一直在观望的吕长兴二人，此刻内心也是浮出一丝莫名的恐惧。二人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后退了数十丈，紧紧盯着血乌草。斩查功夫过后，血乌草散发的丙火灵气达到了顶峰，灵气在虚空之中肆虐飘扬，而空间裂缝里飘出的寂灭之力也累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股交织许久的力量终于开始爆发，赫然在虚空之中碰撞起来。砰！又是一声惊天巨响，爆炸声过后，虚空中的空间裂缝消失不见，而血乌草表面的暗红光芒暗淡些许，冲天而起的灵气柱亦是消散无形。更为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虚空中的寂灭雷电光芒与血乌草的丙火灵气莫名融合到了一起。此刻在虚空之中漂浮着一道散发着雷电光芒的丙火灵气能量团。丙火灵气能量团的体积并不大，不过积聚了1尺有余。表面看去，丙火灵气能量团乃是缭绕的丙火灵气，而在丙火灵气的外侧还有一道道恐怖的电芒肆虐着。而在丙火灵气能量团地内部翻涌着毁天灭地的寂灭气息。下一刻，一变陡升，只见丙火灵气能量团以雷霆万钧之势急速冲向凌空漂浮着的血乌草。眨眼之间，能量团便没入血乌草内部。顿时，血乌草在虚空中猛地旋转起来。一时间，血乌草表面红光大涨，而刚刚环绕在它周围的幽幽青光瞬间便被血乌草吞噬殆尽。血乌草旋转得越来越快，不知过了多久，藏身暗处的沈七已经开始看不清血乌草的外形样式了。在场观望的沈七等4人就只见得一团炽热的红芒在虚空之中旋转着。又过去了片刻功夫，沈七蓦地听得咔嚓的碎裂声响起，断断续续从旋转红芒的内部中传出。待到红芒散去，沈七等人皆是一愣。沈七见到原本漂浮在虚空之中的血乌草莫名消失不见，此刻在虚空之中静静地漂浮着一颗乌红的珠子。珠子也不大，不过人眼大小，看上去很普通，却是隐隐散发着神光。沈七正好奇打量时，惊见魏青岩身子猛地一颤，失声惊呼：血乌珠！师兄，这是血乌珠，快去把它抢过来！没等沈七有所反应，魏青岩身形一闪，已是瞬移冲出了沈七部下的禁制结界。沈七一惊，连忙跟上他的身影。对于突然现身的沈七二人，吕长兴及崔平同时目光一扫，当察觉到沈七二人的修为仅仅是元婴后期时，便未将二人放在心上。沈七拉住魏青岩，传音道：言儿，你刚刚说的血乌珠是什么东西？魏青岩目光一片火热，道：师兄，血乌珠乃是血乌草融合天道法则之力后自主进化而来的宝贝，而且血乌珠不是一般的宝贝，乃是重宝。沈七一愣，好奇又问：言儿，这血乌珠有何珍贵之处？魏青岩激动道：师兄你有所不知，寻常的单属性灵根修士，若是能吞服血乌珠，便可进阶成为双属性灵根修士。例如师兄你是金灵根，你若是服用了血乌珠，就能进阶成为金火双属性灵根，修炼5行术法也能事半功倍。闻言，沈七神色一变，狐疑道：言儿，这血乌珠真有这么神奇？魏青岩点点头道：师兄，这仅仅是血乌珠的一个功效而已。更神奇的是，血乌珠还有一定几率净化修士的体质，服用血乌珠后，运气好的话能进化成赤灵圣体。沈七愈加迷糊，再问：言儿，这赤灵圣体又有何神异？魏青岩神色浮现一片憧憬，道：师兄，据上古传言记载，拥有赤灵圣体的修士修炼5行之道再无瓶颈，修仙之路从此就能一步登天。沈七轻笑一声道：言儿，有没有你说的这么夸张？魏青岩浅浅一笑道：师兄，我说的这些传言都是当初我父亲亲口对我说的，是真是假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这珠子就是血乌珠，你赶紧出手，千万别让他人抢了去。沈七笑着点点头。就在二人交谈之时，忽地察觉到大地传出一阵剧烈的波动，
原本青藤所在地面的那个位置，地面突然裂开，露出一道1000丈深坑。一阵恐怖的气息从深坑中传出，感受着散发的恐怖气息，沈七双眼一凝。随即沈七就见到一只身躯足有100丈的荒塔兽从深坑中急速飞出，荒塔兽张着大嘴，径直朝着血乌蛛吞去。孽畜，住嘴！吕长兴与崔平二人此刻再也坐不住了，不约而同地飞身而起。二人身影如流光一闪，举剑朝着荒塔兽冲杀而去。沈七并未出手，而是看向身旁略显焦急的魏青言。沈七呵呵一笑道：言儿，幸好你把我叫来了，要不然你今日遇到了这荒塔兽，只怕最终的结局就是生死道消。魏青言一愣，疑惑地看着沈七。沈七冷笑一声道：这荒塔兽哪里是什么5阶妖兽，分明就是7阶妖兽，他现在的实力相当于炼神初期修士，就算我底牌进出，解决他也要费不少力气。刚刚冲出去的这2人马上要葬身受缚了。魏青言娇躯一震，难以置信地看向那荒塔兽，一脸后怕之色。沈七的话刚说完，虚空中散出一阵铺天盖地的炼神境威压。只听荒塔兽吼的一声怒嚎，虚空中蓦地幻化出一道10丈大小的虚空牢笼，正是荒塔兽凝练出的炼狱空间。牢笼迎风渐长，瞬息之间就暴增至100丈大小。眨眼之间，炼狱空间便将吕长兴与崔平二人封锁在牢笼之中。炼狱空间之内，凌厉的法则气息肆虐，数之不尽的荒塔兽虚影幻化而出，发出阵阵阴森恐怖的嘶吼声。荒塔兽前足朝着虚空一拍，只见空间内的虚影急速变换，无数只似真若幻的虚影朝着吕长兴二人凶猛扑过去。啊！眨眼之间，就只听得炼狱空间内传出2道撕心裂肺哀嚎声。吕长兴二人身躯化作一阵血雾，消散于虚空牢笼之中。魏青言看到眼前一幕，瞳孔猛地一缩，后背冷汗蹭蹭直冒。沈七轻笑一声道：言儿，现在这血乌蛛不太好拿了。魏青言不作声，目光闪烁不止。只听荒塔兽再次发出一声嘶吼，虚空之中的炼狱牢笼瞬间消失不见。荒塔兽眼中红芒一闪，变换的速度愈加迅猛，直直朝着血乌蛛扑去。眼看血乌蛛就要被荒塔兽吞食了，沈七也是坐不住了。正欲出手之时，忽地察觉到虚空中传出一阵剧烈的灵力波动。砰！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沈七惊见荒塔兽硕大的100丈身躯莫名倒卷而退。荒塔兽足足退出数10丈，这才止住倒退的身形。荒塔兽龇牙咧嘴，朝着前方虚空发出一道愤怒的嘶吼。虚空之中，一道身影幻化而出，在身影后方，无数道残影徐徐飘散。这些残影乃是修士催动缩地成寸神通，移动速度太快而变换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击退荒塔兽身影之人，乃是一位化神境高手。虽然是偷袭出手，但能一招击飞炼神初期的荒塔，此人的实力依旧深不可测。旋即，一位白衣少年飘落在血乌蛛前。少年周身散发着凌厉的化神威压，此人的修为赫然是化神中期望着眼前的血乌蛛。白衣少年嘴角轻扬，浮现一抹惊诧之色。少年二话不说，右掌轻飘飘抬起，朝着血乌蛛凌空一抓。就在白衣少年的灵力即将触及血乌蛛时，神色愤怒的荒塔兽发出一声怒吼，前掌朝着虚空猛地一拍，一道100丈大小的虚空牢笼幻化而出，朝着白衣少年镇压而去。少年一脸不屑，目光随意地扫了一眼袭向自己的炼狱空间。白衣少年并指一点，低吟一声，定。这随意一指，可是少年的宗门无上神通定身术。诡异的是，虚空牢笼居然被白衣少年一指定在虚空，不得寸进。见到这一幕，沈七都不由得一愣。荒塔兽咆哮一声，口中吐出一道寒息，寒息呼啸而出，肆虐的阴寒灵力搅动着虚空。寒息引动了炼狱空间中的法则之力，产生了剧烈的波动。炼狱空间之中，成千上万道荒塔兽虚影咆哮变换，炼狱之力急速翻涌。荒塔兽前掌朝着白衣少年的方向凌空狠狠一拍，虚空牢笼瞬间挣脱了少年的定身术神通，隐没不见。虚空中蓦地传出一阵阵诡异的灵力波动，虚空牢笼莫名一个幻化，瞬间就将白衣少年笼罩其中。少年神色不变，双掌一合，随意地掐出一道复杂的手印。白衣少年口中缓缓吐出一字：钱。只见少年的身影瞬间分化成无数透明的虚影，虚影似一道道青烟一般，朝着牢笼四周慢慢飘去。而后，白衣少年分化出的所有虚影，顷刻间竟莫名消散，犹如被风吹散的飞沙。少年在出现时，他的身影已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虚空牢笼之外，在他掌心之中握着一颗血乌蛛。见此，魏青言神色一变，不可思议道：师兄，此人真的是化神境修士吗？为何他的神通竟能如此诡异？
沈七一时有些心惊，神色隐有变幻。沈七都有些看不明白，白衣少年是如何从荒塔兽的炼狱空间里跑出来的。荒塔兽眼中红芒闪烁不停，凶光毕露，死死地盯着白衣少年。荒塔兽一声惊天怒吼，前掌再次朝着少年立身之处狠狠拍下。同样的场景，虚空牢笼又一次幻化而出，将白衣少年禁锢在炼狱空间内。少年冷冷一笑，道：孽畜，枉费你修炼成7阶妖兽，依旧是灵智未开。算了，没兴趣陪你玩了，本公子现在就送你去轮回。说罢，白衣少年右手一翻，一枚玉牌浮现在他掌心之中。少年并指一点，一道灵力射入玉牌之中。吸收了这道灵力后，玉牌表面当即爆发出耀眼的银色光芒。顷刻间，玉牌暴涨1000丈。砰！一声惊天震响，荒塔兽的炼狱空间霎时被玉牌撑破，直接炸裂开来。虚空牢笼仿若被撞碎的镜面一般，顿时4分5裂，消散无形。刹那间，白衣少年身形一动，少年幻化出的残影如流光一闪，眨眼间便没入了荒塔兽的小腹中心处。吼！荒塔兽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僵硬的身子从半空中直直地摔落地面。荒塔兽的腹部中心处出现了一个拳头大的血洞，贯穿了整个身躯。白衣少年的掌心之中多出了一颗皮球大小的内丹。望着少年手中的内丹，魏青言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内心惊颤不已。见此，沈七拍了拍他的小脑袋，双眼冲他调皮地眨了眨。沈七大手一扬，青龙剑幻化而出。沈七身影移动，一个瞬移，飘落在白衣少年身前10丈开外。沈七脸上挂着莫名的神色，似笑非笑地盯着白衣少年。白衣少年一愣，目光扫了沈七一眼，眼神中似乎飘过一丝讶异之色。少年似乎没想到，区区一位元婴后期修士，这个时候居然还敢跑来送死。沈七心念一动，7绝剑阵图从体内飞出。7绝剑阵图迎风暴涨，化作100丈大小的剑阵，将白衣少年封锁在剑阵之中。望着剑阵中充斥着的无尽金光，少年眼中浮现一抹不屑之色，随之莫名一笑。沈七毫不在意，目光盯着白衣少年。良久，沈七轻笑一声，道：血污珠我要了，内丹我也要了。道友，速速交出来吧。白衣少年两眼一冷，半晌过后，白衣少年冷笑一声，道：已经很久没有人敢拿剑指着我了。沈七冷冷一笑，道：10息之内交出手中的血污珠及荒塔兽内丹，否则送你往生。少年眼中寒光一闪，一道神魂之力轰然而出。神魂之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射沈七眉心的魂海空间。神魂之力冲入沈七魂海空间，却见沈七的魂海池内蓦地飘出一道耀眼的金光，金光将少年的神魂之力完全裹覆住。呼吸之间，神魂之力便被金光硬生生炼化，尽皆消散无形。金光散去，一道精纯的魂力飘散在魂海空间内，化作一缕能量反哺沈七魂海。白衣少年身子一颤，嘴角鲜血溢出。沈七内心冷笑连连，自己的魂海空间可是经历了萤火虫前辈的一通重组强化，如今沈七的魂海池足有万丈之巨，已是媲美炼神境大圆满修士。寻常的化神修士若以神魂之力攻击沈七的魂海，只不过是给他输送魂力而已。虽说白衣少年神通不凡，但想凭借一道神魂就将沈七镇杀，无异于痴人说梦。伸手抹去嘴角血迹，白衣少年点点头，若有所思道：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元婴后期修士，魂力却是如此庞大，倒是本公子小瞧了你，怪不得你敢跳出来打本公子的主意。沈七冷笑一声，缓缓吐出10、9、8。白衣少年面色一沉，眼中凶光闪烁不止，他是真的怒了。少年曲指一弹，一道雄浑的灵力射入玉牌之中，顿时玉牌银芒大涨，银芒瞬间铺满了整个剑阵空间。沈七剑阵内的无尽金光与白衣少年玉牌内爆发出的银芒相互交织着，缭绕的金光与银芒开始激烈碰撞，一时间神光四射，耀眼无比。沈七手中长剑一挥，一道凌厉的金色剑意呼啸而出，朝着少年急斩而下。少年双目一凝，他从这道剑意中感受到了陨灭的气息。白衣少年毫不迟疑，并只朝着玉牌凌空一点，玉牌急速旋转，漂浮半空后猛地暴涨至1000丈大小。少年故技重施，想要以玉牌瞬间爆发的灵力波动去冲破沈七的剑阵封禁，可惜的是剑阵依旧牢牢地锁定住少年。玉牌陡然间暴涨1000丈，7绝剑阵的范围亦在瞬息之间扩散至1000丈大小。7绝剑阵的封禁之力依旧存在，玉牌的灵力冲击根本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下一刻，玉牌犹如一座1000丈大山，朝着沈七头顶压来，而沈七的金色剑意亦是洋洋洒洒的飞涌而去，狠狠地斩向玉牌中心。砰！一声惊天炸响，金色剑意瞬间溃散，化作一缕清风消散。
而那千丈玉牌一时一颤，发出叮的一道沉闷的撞击声。玉牌内散发出的漫天银芒，顷刻间崩溃于无形。玉牌恢复原本大小，化作流光飞回少年掌心之中。沈七一愣，自从沈七融合七绝剑意之后，还是第一次有对手能击溃自己的剑意。而且沈七刚刚挥出的那一剑，剑意中还融合了一道萤火虫前辈的金光之力。想不到这道剑意居然被白衣少年的玉牌给挡住了，而且玉牌毫发无损，看来少年这玉牌定是非凡之物。白衣少年一时一愣，这玉牌乃是少年的压箱底手段，以往他使出玉牌神通后，都是以碾压的姿态，瞬间就能震杀对手。想不到这次交手，白玉牌的银芒居然被沈七的一道剑意击溃。白衣少年内心不由得一紧，看向沈七的目光变得凝重起来。白衣少年盯着沈七，良久，少年忽问：“在下君天州五仙门弟子宁求仙，敢问道友，你是玄天州哪个门派的弟子？以你的实力，绝非无名之辈，为何我在玄天州闯荡了这么久，从未见过你？”沈七冷笑连连，手中长剑一划，道：“5、4、3。”宁求仙面色一冷，勃然大怒，喝道：“道友莫要欺人太甚，你想杀我，只怕没那么容易。”沈七毫不废话，手中青龙剑凌空一斩，第二道凌厉无比的金色剑意飞出，较之刚才那一剑，威力更甚3分。金色剑意呼啸而去，径直朝着宁求仙的丹田处狠狠斩去。宁求仙脸色一变，双掌急急一合，捏出一道玄奥手印，掌心中的玉牌凌空飞出，再次散发出耀眼的银芒。银芒化作一道结界屏障，牢牢护住宁求仙周身上下。砰！又是传出一声惊天炸响，毫无意外，玉牌散发出的银芒顷刻消散宁求仙身前凝聚的银芒屏障，脆弱的如同豆腐块。屏障被沈七的金色剑意无情斩碎，瞬间崩溃。生死之际，漂浮在虚空中的玉牌化作流光一闪，护在宁求仙丹田处。金色剑意如摧枯拉朽一般，重重地斩在玉牌上。叮！还是一道沉闷的撞击声，金色剑意徐徐散去，玉牌上的光芒瞬间暗淡，跌落在地。见此，沈七眼中金光一闪，沈七冷笑一声道：“看来你这玉牌的确是个好宝贝，这玉牌我也要了。”屏障崩溃，宁求仙根本来不及躲避，他的身子在金色剑意恐怖的余波冲击下，不由得倒卷而退。震退之时，宁求仙忍痛朝着虚空一抄，将玉牌抓回自己掌心之中。砰！宁求仙倒退至数10丈，身子重重地摔在地上，泛起一阵黄沙飘扬。沈七冷笑连连道：“我倒要看看你手中的这块玉牌到底还能挡住我几剑。”说罢，沈七手中擒龙剑再次斩出。宁求仙神色大变，双手急急掐出一道法印，口中念念有词。咦？宁求仙身影蓦地消散无形，金色剑意斩落在虚空之中。下一刻，宁求仙身形重新显现，诡异地后退到10丈开外。沈七轻笑一声道：“你这身法倒是挺不错，比之缩的成寸还要玄妙3分。不过我若是猜得不错，这种禁忌神通你应该无法连续使用。”沈七一脸不屑之色，举起手中长剑，第3道凌厉狠辣的金色剑意飞出，朝着宁求仙狠狠斩去。宁求仙暗一咬牙，身形再次消散无形。眨眼间，宁求仙的身影退到了100丈之外，险险地避开沈七这一道金色剑意。宁求仙面色愈加阴沉，目光闪烁不停，不断思索着脱身之策。沈七猜的确实不错，刚刚宁求仙催动的身法名叫幻灭，乃是禁忌神通。此身法虽然玄奥，但是有一个缺点，1日之内只能使用2次。如果宁求仙今日再使用此法，必将遭受禁忌神通反噬，形神俱灭。宁求仙内心大急，他没料到的是，身处沈七的剑阵内，自身修为会遭受莫名压制。宁求仙此刻才察觉到，自己的诸多神异手段在剑阵中一时莫名失效，无法施展。更让宁求仙绝望的是，他暗中尝试了数次，始终无法挣脱沈七的剑阵封禁。沈七可不会给他太多的反应时间，长剑再次一划，第4道凌厉的金色剑意浩浩荡荡地朝着宁求仙急斩而去。宁求仙双手一合，迅速打出一道玄奥的手印，手印徐徐飘出，宁求仙嘴里轻念一声前。沈七冷笑连连，并只朝着虚空一点，一道金光蓦地幻化而出，金光一闪，眨眼间就将宁求仙的身影笼罩其中。宁求仙分化而出的无数幻影瞬间消散无形，原本就要彻底虚化透明的身躯重新凝实在金光之中。宁求仙神色一僵，内心浮现一抹不安。砰！宁求仙身形倒卷而退，足足飞退了100余丈，方才重重地摔落倒地。沈七挥出的第4道金色剑意结结实实地斩在宁求仙的丹田处。噗！
宁求仙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神色瞬间萎靡，一脸震惊地盯着沈七。宁求仙的丹田灵海浮现了一道道密密麻麻的裂痕，而他的灵海池更是濒临破裂，灵力隐隐有些涣散。沈七只用了4剑，就将化神初期的宁求仙斩成重伤，再无反抗之力。沈七冷笑一声道：“宁道友，刚刚用过的招数还敢拿出来对付我？你也太小看我了，早就防着你这一招呢。我这金光之力可比你的定身术效果好多了。进了我的七绝剑阵，想逃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宁求仙挣扎着起身，伸手抹去嘴角的血渍，目光闪烁不止，不甘道：“你这剑阵到底是什么诡异的法宝？为何我的修为会被莫名压至一个大境界？”沈七缓步上前，笑而不语，手中擒龙剑蓦地一抖。宁求仙身子一颤，目露惊惧之色，手忙脚乱地取出血乌珠及内丹，惊呼道：“道友，剑下留情，你我之间并无深仇大恨，我现在就将这些宝贝双手奉上。”沈七冷冷一笑道：“晚了。”沈七手中长剑一划，第5道金色剑意呼啸而出，斩向宁求仙眉心。宁求仙面色一冷，怒吼道：“杂碎，这是你逼我的！”宁求仙周身气势散出，一股莫名的气息从他体内升起，右手凌空一握，宁求仙身前顿时幻化出一只小巧精致的木偶。木偶表面刻印着清晰无比的暗红色纹络，看上去隐隐有神光一散。宁求仙朝着自己胸口一拍，一口精血吐出，喷在那木偶之上。紧接着，木偶表面浮现一道银芒，银芒裹挟着宁求仙的精血，眨眼之间，精血尽数没入到木偶内部。霎时间，木偶散发出遮天蔽日的银芒，转瞬之间，木偶的银芒竟然能将沈七剑阵内的金光给彻底掩盖住。木偶凌空飞旋，身形瞬间暴涨，化作一个100丈大小的巨型木偶。与此同时，木偶那嘎吱嘎吱的怪异手臂朝着虚空猛地一拍，一只10丈大小的巨掌直直迎上沈七展出的金色剑意。巨掌轻飘飘的一握，金色剑意当即消散于虚空之中。更诡异的是，木偶原本闭着的眼睛蓦地睁开，从木偶的双眼之中飞出一道道凌厉的银芒，银芒迅疾如电，朝着沈七的丹田激射而去。刹那间，沈七只觉头皮忽地炸开，心神之中莫名地飘出一股心悸之感。沈七毫不犹豫，沉喝一声，手中长剑急急挥舞不停。呼吸之间，10余道雄浑的金色剑意连绵不绝，前赴后继地从剑尖处幻化而出。砰！两股不同的光芒激烈地碰撞在一起，沈七的金色剑意尽皆崩溃，而木偶射出的银芒依旧余威不减，朝着沈七袭来。见此，沈七长啸一声，周身金光爆现，无边无际的金光冲天而起，整个七绝剑阵的空间范围内瞬间就被金光彻底覆盖，就连木偶散发出的无尽银芒也被这耀眼的金光吞噬殆尽。沈七双手握剑，朝着木偶凌空一斩，木偶大步一跨，巨掌朝着沈七的位置凌空狠狠拍下。可惜的是，沈七这一次斩出的金色剑意速度快到不可思议，木偶的巨掌甚至还没有完全落下，金色剑意犹如无人之境，剑意没入木偶的心口，眨眼间就贯穿了木偶的100丈身躯。下一刻，木偶散发出的银芒当即消散无形，紧接着一道道密密麻麻的裂痕慢慢浮现在木偶的表面，随后由木偶的内部开始，一道道金光从裂痕中溢散而出。咔嚓，10息过后，一阵阵清脆的折断声陆续响起，顷刻间100丈木偶如同一滩无力的软泥缓缓倒下。砰！100丈木偶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急速缩小，不到10息，木偶恢复原本大小，木偶表面的暗红色纹络消失不再。噗！宁求仙口中再次喷出一口鲜血，一头黑发莫名灰白，变得十分干枯。这木偶乃是禁忌之物，且被宁求仙以命魂精血祭炼，如今木偶受损，他的命魂亦跟着遭受重创。宁求仙目瞪口呆地望着破裂的木偶，脸上浮现一抹绝望之色。沈七身形沐浴在金光之中，整个人如天神下凡一般。沈七手持长剑，迈着沉闷的步伐，缓缓走到宁求仙身前，停在宁求仙1丈处，目光清冷地盯着他。沈七神色平静的可怕，干脆利落的一剑直刺宁求仙眉心。不！宁求仙一声绝望且又不甘的哀嚎响起，一脸浓浓的懊悔之色。叮！沈七手中的擒龙剑停在了宁求仙的眉心处，不得寸进。沈七惊愕发现，从宁求仙的体内莫名散发出一缕白芒云气，云气散去时，只见到一个3尺小人幻化而出，小人2指一伸，夹住了沈七的剑尖。沈七目光一凝，这小人正是一道身外化身。想要制作身外化身，修为最低的达到炼神境，才能施展出身外化身的神通。沈七细细看去，这小人的外貌乃是一老者，小人气息莫名的诡异。很显然，
炼制这具身外化身的修士，其真实修为究竟有恐怖？仅仅从小人散发的气息来看，沈七瞬间就能判断出来，这位大能根本不是沈七所能抵抗的存在。沈七周身再次飘出一道更为强横的金光之力，顺势抽回被夹住的擒龙剑。小人缓缓开口，声音莫名沙哑，道：“擒龙剑，看来剑无双，培养出了一位好徒弟。仅以元婴后期修为，竟能重伤我五仙门的化神弟子。小辈，你很不错。”沈七也不吭声，目光闪烁，不止小人咧嘴一笑，道：“小娃娃，今日就到此为止吧。有老夫在，你就杀不了老夫的弟子。”沈七两眼一冷，手中擒龙剑蓦地一划，一道凌厉的金色剑意急速飞出，再次斩向宁求仙眉心。三尺小人屈指一弹，只见一道浑然天成的白芒云气射出，砰！一声惊天炸响传出，沈七的金色剑意瞬间崩溃，小人弹出的灵力亦是消散无形。出乎意料的是，在这灵力爆炸的冲击下，三尺小人身子晃了晃，后退了一步。沈七眼中金光一闪，似笑非笑道：“看来前辈在这道身外化身中并没有积存太多本尊的力量。”沈七毫不犹豫，手中长剑一挥，三尺小人眼中寒芒一闪，再次并指一点，一道白芒云气从指尖射出，砰！剑意与云气交织碰撞在一起，两股力量尽数消散无形。三尺小人的身子一颤，又后退了一步。沈七嘴角浮出一抹笑，笑意莫名。小人面色有些阴沉，沈七猜的没错，这道身外化身炼制时只有本尊1/1000的实力，相当于化神大圆满。在他看来，自己的弟子手段超绝，实力不凡，同阶之中几乎很少有人能伤害到他，所以本尊炼制这道身外化身时，只分化了化神大圆满的修为力量。这道身外化身只是为了应对突发状况，而化神大圆满境界已是足够应付。只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弟子这一次碰上了变态的沈七。就在三尺小人沉思之时，沈七手中擒龙剑却是不停，长剑一挥，又一道洋洋洒洒的金色剑意激射而出。剑意之快，三尺小人根本来不及有太多反应，继续点出一指云气。这一次云气崩溃无形，剑意却是呼啸生风，迅疾地射向宁求仙。小人一声沉喝，小手猛地一拍，可惜的是，他拍出的这一掌白芒云气并没有彻底拦住沈七的金色剑意。砰！剑意落在宁求仙丹田，宁求仙身形倒卷而退。在剑意的余威冲击下，宁求仙足足退后10丈远，跟着重重地摔在地上。噗！宁求仙喷出一大口鲜血，身子震颤不止，10息后彻底昏死过去。而在这道剑意冲击下，三尺小人亦是身形不稳，不由得退后了3步。沈七冷笑一声道：“看来前辈聚存的力量快用完了。”闻言，小人面色一沉，目光闪烁不止。沈七这话一点都没错，这具身外化身中存储的力量十分有限，若是被沈七的剑意这般连续消耗，只怕用不了盏茶功夫，身外化身亦会崩溃。三尺小人内心蓦地生出一丝不安，未免自己的宝贝弟子今日在此折戟沉沙，小人内心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三尺小人右手朝着虚空一划，一道空间裂缝自虚空中幻化而出，紧接着小人朝着宁求仙凌空一点，只见2道光影从宁求仙储物戒中飞出，朝着沈七缓缓飘去。光影之中正是一颗血乌珠以及那一枚荒塔兽的7阶内丹。沈七朝着虚空一抓，光影中的宝物径直飞入他的手中。沈七看也不看，将宝物收回储物戒中。随即沈七盯着小人莫名一笑道：“前辈，这2件宝贝晚辈就笑纳了，但你宝贝徒弟的命，晚辈可没打算放过。”三尺小人双目一寒，死死地盯着沈七。沈七不以为意，身形一动，朝着宁求仙方向瞬移而去。身影前进之间，沈七手中的擒龙剑一抖，朝着虚空随意一划，一道凌厉的金色剑意呼啸而出，拦住小人的前进的方向。小人看向那道金色剑意，不慌不忙，右手再一挥，就见一道白芒云气凭空幻化，裹挟住宁求仙飞向那道空间裂缝。沈七冷笑一声道：“想走，留下吧。”沈七周身金光大涨，并指凌空点出，一道金光以迅雷之势笼罩住宁求仙。宁求仙飞出的身影顿时定在半空，沈七长剑一挥，金色剑意直斩宁求仙丹田。这一剑若是让沈七斩下去，宁求仙必定是形神俱灭，神仙也难救。三尺小人面色扭曲，声嘶力竭道：“小辈，尔敢！”小人手中变幻不停，捏出一串复杂的手印。小人这些动作，沈七看得有些眼熟，刚刚宁求仙施展的手印，好似就有这种神通。就在金色剑意即将斩灭宁求仙的丹田灵海时，忽见宁求仙体内爆发出一道炽热而又耀眼的银芒。宁求仙身前玉牌蓦地幻化而出，
顷刻间，玉牌毫无征兆的破碎，顿时，破碎的玉牌爆发出一阵恐怖的灵力波动，虚空仿佛都被震碎。金色剑意当即被这股灵力波动给崩灭，消散无形。沈七前冲的身影亦被震退，禁锢在宁求仙身躯表面的金光遭受到玉牌散发的灵力冲击，瞬间暗淡。见状，三尺小人双手猛地凌空一拍，下一刻，一道白茫云气蓦地穿透虚空，覆盖住宁求仙的身躯。宁求仙身形急速变换，沈七两眼一冷，随即长剑一挥，一道金色剑意迅猛射出，径直斩向空间裂缝。沈七眼见已是来不及拦住宁求仙，便直接调转攻击目标，一剑斩向虚空，想要以剑意冲击，令空间裂缝崩溃。呼吸之间，云气裹挟着宁求仙，云气化作流光一闪，眨眼间便没入空间裂缝之中，消失不见。旋即，空间裂缝徐徐隐没于虚空之中。空间裂缝消失的刹那间，一道金色剑意斩落在虚空之中。沈七霍的转身，目光死死地盯住三尺小人，冷笑一声道：既然宁求仙成功逃掉了，那前辈就留下来替他受死吧。沈七体内再次爆发出一道冲天金光，漫无边际的金光笼罩在七绝剑阵中。沈七深吸一口气，长剑凌空一斩，又是一道凌厉的金色剑意翻涌而出，朝着三尺小人击射而去。这一剑，沈七用上了10成力，几乎没有任何保留。眼见再无后顾之忧，三尺小人神色之间再无客气之意。小人阴恻恻一笑，冷然道：元婴小辈，今日不仅打伤我的徒儿，还敢屡次蔑视老夫，若不将你挫骨扬灰，老夫难消心头之恨。小辈，待本尊他日亲上天剑山，必要让你尝尝抽魂炼魄的滋味。沈七冷冷一笑，一脸不屑之色。三尺小人话音一落，双掌一合，朝着自己的丹田灵海处猛地一拍。小人竟是直接自爆，这操作让沈七始料未及。化神大圆满修为的身外化身，其一旦自爆，那威力何等的恐怖！自爆所产生的灵力冲击波，目前元婴后期的沈七根本无法抵挡，即便他身处七绝剑阵中，也不敢应接。见此，沈七神色一变，心念一动，仓促收回七绝剑阵图。沈七没有一丝犹豫，身形急急后退，瞬息之间，沈七便退出1000丈开外。尽管如此，沈七还是被这股自爆散出的灵力余波给震伤了内腑。沈七面色瞬间苍白，一丝鲜血从嘴角溢出。魏青言飞身上前扶住了沈七，一脸担忧之色道：师兄，你没事吧？沈七摇了摇头道：有人朝这里赶过来了，我们快走。说罢，沈七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疗伤丹药服下，拉着魏青言迅速遁去。一盏茶功夫过后，沈七与魏青言的身影出现在聚阴池旁。魏青言脸色蓦地一红，嗔道：师兄，我们为何不直接出幽谷，还跑到这来做什么？沈七苦笑一声道：我被那小人的自爆能量震伤了灵海，需要先把伤养好。此刻幽谷外肯定强敌环伺，我们现在出去只怕凶多吉少。魏青言恍然，好奇道：师兄，你是不是打算进入聚阴池吐纳疗伤？沈七点点头道：自然，既然要疗伤，当然要进入聚阴池打作吸收。这么好的一座天然灵泉，我可不想浪费了。魏青言神色一紧道：师兄，你现在身受内伤，若强行进入聚阴池，不会被阴寒之气趁虚而入吧？沈七淡淡一笑道：区阴寒之气，还奈何不了我。目光一扫聚阴池内，魏青言玉颊莫名的浮现一抹羞红，低声道：师兄，不如我陪你一起下去吧。沈七一愣，见他神色有些古怪，沈七内心好似明白了什么。沈七轻笑一声道：言儿，你的脸怎么了？为什么突然这么红？魏青言内心一惊，双手捧住脸颊，娇羞的白了沈七一眼，低头轻咬嘴唇。沈七邪魅一笑道：言儿，你是不是在想什么坏事？魏青言玉脸羞红更甚，惊呼：我哪有？沈七盯着魏青言，蓦地呵呵一笑，嘴角笑意莫名。魏青言面色欲羞，忙背过身去。沈七止住笑，没再去继续逗他，周身散发出耀眼的金光，并指一点，一道金光没入魏青言丹田之中。沈七熟练地除去衣衫，似笑非笑道：言儿，你要是准备跟我一起进入聚阴池修炼，那就快点脱衣服吧。魏青言耳根霎时通红无比，根本不敢转过身去看沈七。魏青言一脸娇羞之色，细若闻声道：师兄，你先闭上眼，不许偷看。沈七嘿嘿一笑道：言儿何必如此害羞，你我也有夫妻之实，哪还用在乎这些？再者说，你的身子我早都看光了。魏青言鬓角一热，娇嗔地瞪了沈七一眼，扭扭捏捏了半天，终于还是脱掉了自己的衣衫。
魏青言赤身背对着沈七，垂手闭眼。沈七悠悠一笑，伸手揽住魏青言润滑如织的柔腰，一把将他拉进自己怀里。沈七身子微不可察地摩擦着，魏青言身子一僵，却是一动也不敢动。沈七呼吸莫名急促，目光一片火热，俯首在魏青言耳畔低如道：“言儿，你身子真的好香啊！”沈七嘴里呼出的热气径直扑向魏青言的玉颈。魏青言蓦地身子一震，颤抖着睁开眼，一脸红霞地白了沈七一眼。沈七呵呵一笑，连忙收敛心神，将内心的杂念强行压下。沈七周身散发着耀眼的金光，金光将魏青言彻底覆盖住，抱着他纵身跃入池中。二人相对盘坐，四掌相贴。沈七默运功法，开始吸收聚阴池内的阴寒灵气。转眼间3日过去，在金光之力的压制下，沈七与魏青言一鼓作气，将聚阴池剩余的50丈池水直接全部炼化。眼下的聚阴池已经变成了一个空荡荡的百丈枯穴。沈七敏锐地感知到一道道若隐若现的阴寒之气从聚阴池的枯壁中缓缓飘出。沈七内心一阵惊奇，他有些想不明白，这阴寒之气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忽地想起之前那口诡异的玄坛，沈七面色一阵变幻。沈七内心暗忖道：莫非这阴寒之气真的是从那玄坛之中溢散而来？沈七内心一阵苦笑，摇了摇头，将这么乱七八糟的想法抛去一边。望着那枯竭的聚阴池，沈七有些感慨，自己这次将聚阴池吸纳一空，也不知要沉淀多久，聚阴池才能恢复如初。如今的沈七，灵海的伤势完全恢复，而且因祸得福，自身修为再进一步，已是突破到了元婴大圆满。下一步便是化神。沈七徐徐收功，与魏青言双目相对。沈七轻笑一声道：言儿，感觉如何？魏青言魂念内视后，神色一喜道：师兄，你这套功法当真神奇，我现在修为又有精进，已经突破至元婴大圆满了。沈七诡异一笑道：我这套功法可是最顶级的双修之术，名叫乐空阴阳。魏青言一脸疑惑道：乐空阴阳？沈七斜斜一笑，俯首耳语道：言儿，这功法只有通过双修交合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不如我们现在即刻双修，以便能彻底稳固修为，如何？顷刻间，魏青言面色一片潮红，一羞一嗔地白了沈七一眼。见他如此神情，哪能不明白魏青言的意思？沈七双眼浮现一抹猩红，体内心火瞬间沸腾起来。沈七毫不废话，一把抱起魏青言，飞身跃出聚阴池。聚阴池边沿3丈外，2具滚烫的娇躯慢慢交织在一起，卧倒在铺好的外山上。一时间，无边春色飘荡。3个时辰后，魏青言一脸满足地靠在沈七怀中，倾听着沈七有力的心跳。回味过后，魏青言满面春光，感激道：师兄，谢谢你。若不是你，我想要突破至元婴大圆满，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沈七笑而不语，只是紧紧地箍住魏青言纤腰，捧着他的小脑袋，低下头去，浅浅地啄了下魏青言的嘴角。二人赤身相贴，无声温存一二。片刻后，魏青言羞涩地爬起身，取出衣衫穿戴好。沈七亦是穿回衣物，从储物戒中取出血乌珠，递给魏青言。魏青言神色一愣，沈七淡淡一笑，道：言儿，你怎么了？难道这血乌珠对你父亲的伤势无用？魏青言摇了摇头，道：师兄，这血乌珠可是重宝，这宝物对你也很重要，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沈七邪魅一笑，道：言儿，你这可就是和我见外了。你如今已是我的女人，这血乌珠就是我送给老丈人的第一份见面礼，言儿收着就是。说罢，沈七竟直将血乌珠塞到魏青言手中。魏青言接过血乌珠，一脸含情脉脉地盯着沈七。沈七呵呵一笑，道：言儿，你回到玉虚剑阁后，记得带我向岳父问好。闻言，魏青言鬓间浮现一抹羞红，娇嗔地白了沈七一眼。沈七见魏青言如此娇羞的模样，内心又想再逗一逗他。沈七伸手一把搂住魏青言，一脸柔情之色，悠悠道：言儿，等我参加完9州大比后，你抽空带我一起再回趟玉虚剑阁好不好？我好当面问候岳父老人家，然后向他提亲。魏青言面色霎时通红无比，将脑袋埋入沈七怀里，娇羞不语。沈七笑意愈甚，再次追问：言儿，你说好不好？魏青言面色愈红，哪里好意思开口，缩在沈七怀里，却是微不可察的点点头。见此，沈七嘿嘿一笑，体内心火又起，一阵蠢蠢欲动。沈七大手一挥，眨眼之间，二人身上衣衫尽数飘落。聚阴池旁，无边春色又起，